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点赞关注本频道，出门就中500万。庆历3月初3，龙抬头，一艘大船在江南水师的护航下，缓缓靠拢了码头。船上抛锚放绳，校官们极利落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紧接着，被做成阶梯模样的跳板被搁在了码头与甲板之间。岸上的吏员们赶紧扑上后部，以免搅滑。天边远远滚过一连春雷，蹦蹦作响，似乎是在欢迎钦差大人的到来。而同一时间，码头上也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岸图之上备好的冲天雷也被依次点燃，炮声大作，竟将老天爷的声威都演了下去。码头上的官员们皱眉，却不好意思捂耳朵，只将目光投注在跳板之上。不一时，一位年轻的官员出现在甲板之上，领着一行侍卫沉默了下了船，分列成2行。又过了一会儿，一位穿着一袭紫色官服的年轻英俊官员才微笑着走了出来。只见此人在官服之外套了件鹤氅，白素的颜色顿时冲淡了官服身子所带来的视觉刺激，让码头上众人的目光都被他那张温和亲切而清秀无比的面容吸引了过去。只有3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穿紫色的官服。码头上众官员心知被几等千呼万唤的钦差大人范提斯便是眼前这人，下意识里往前挤了2步，举手欲依。范闲却没有急着阻止众人行礼，反而将手往旁边一伸，握住凭空伸出的一只小手，牵着一个小男孩并排站在甲板上，踏着梯子往船下行来。小男孩的身上穿着一袭淡黄色的长服袍衫，领子处露出一圈毛衫的绒毛，衫子上绣着一对可爱却不知名的灵兽，配着那张清美的面容，灵动的双眼看着煞是可爱。众官员却是心中一惊，知道这位便是被皇上赶到范提斯身边的三皇子，赶紧调整方向，齐齐对三皇子行礼。江南路众官员见过殿下。三皇子笑着点了点头，用雏音未去的声音说道：天气寒冷，诸位大人辛苦了，我只是随老师前来学习，不需多礼。被老师2字提醒的众官员们赶紧又对范闲行礼，连道大人远来辛苦，如何云云。行礼之余，几十位官员偷瞄着从船上走下来的这2个男子，发现对方年龄虽然相差不少，但面容却是极为相似。站在岸边，江风将这2名男子的衣衫下摆吹动，在清贵之气显露十足之余，更是透着股难得的和谐与脱尘之意。众人不免开始在肚子里猜疑，看来那个关于范提斯的身世流言只怕是真的了。一念及此，心中又开始忐忑，不知道急等先向三皇子行礼，会不会让范闲心中不愉？毕竟对方才是正主，而且钦差大臣的身份依朝制而论，可是要比未成年的皇子要金贵太多。范闲哪里有这么多的想法？他望着码头上这些面目陌生的官员，脸上堆起最亲切的笑容，一一含笑应过，又着力将对方的官职与官名记下来，办足了一位政治新星所应有的礼数，与自今范提斯携皇子下江南，这是大事。所以今天来码头迎接的官员人数极多。文官方面有江南路总督府、巡抚这方的直属官员，又有苏杭2州的知州各领着2拨人。相隔较远的几个州知州虽不敢擅离辖境来迎接，但州上通判、理同等级的官员还是来了不少。另又有江南沿路转运司的官员，武官方面自然少不了江南水师的守备参将之流。当然，如今身为范闲直属下属的内库转运司，更是人员来的都极齐。总之林林总总加起来已近100人，整个江南路的父母官们只怕一大半都挤到了码头上。若东宜城偷了监察院3处的火药，在这弄个响儿，整个庆国最富庶的江南路恐怕会在1天之内陷入瘫痪之中。码头上，范闲满脸微笑与众官员见礼。问题是，只见人头攒动，官服混杂，大冬天里汗味十足，一张张陌生而谄媚的面容从自己的眼前晃过，哪里还认得清到底谁是谁？而这些官员们却是不知道他内心的感受，看着小范大人面上笑容未减，越发觉得是自己这一路上送的礼起到了效果，大着胆子往他与三皇子的身边挤，怎地也要寒暄2句，套个近乎才对得起送出去的银子啊！那些离大江稍远的州县官员却一直没有寻到机会送礼，所以心气儿也不是那么足，带着2丝艳羡，3分嫉恨的在人群外侧看着里面的同僚不堪的拍着马屁。一时间码头上马屁臭不堪闻，范闲被剃得干干净净的下颌也被着力摸了无数下，好不热闹。渐渐官员们说的话愈发不堪起来，尤其是苏州府知州那一路官员，乃是从太学出来的系统中人，非要依着范闲如今兼任太学司业的缘故，口口声声喊着范老师。范闲强抑心头厌烦，坚不肯受，开玩笑，自己年不过20，就要当一任知州的老师传回京都去，只怕要被皇帝老子笑死。而三皇子被他牵着小手，忍着身边无耻的话语，心里也是不痛快，暗想小范大人乃是本人的老师，你们这些老头子居然敢和我抢。小孩子终于忍受不了，冷着脸咳了2声，咳声一出，场间顿时冷场。杭州知州是个见机极快的老奸猾，暗喜苏州知州吃瘪，却正色说道：今日天寒，我看诸位大人还是赶紧请钦差大人还有殿下上去歇息吧。此言一出，范闲与三皇子心中甚慰，
同时间向杭州知州投去了欣赏的目光。杭州知州被这目光一扫，顿时觉得浑身暖洋洋的，好不舒服，就像是吃了根人参一般。歇歇，没那么容易。就算诸位官员稍微退开之后，相关的仪仗依然耗了许多时间。范闲与殿下才被众位官员拱绕着往岸上的斜坡走去，坡上有一大大的竹棚，看模样还挺新，估计没搭几天，是专门为了范闲下江南准备的。走上斜坡，竹棚外已经有2位身着紫色官服的大官肃然等候在外。范闲一见这2人，便拉着三皇子的手往那处赶了几步，以示尊敬。这2位官员身份不一般，一位乃是江南路总督薛清薛大人，一位乃是巡抚戴思成戴大人。在庆国的官场上有句话叫做一宫、2省、3院、7路。一宫自然是皇宫，2省便是如今并作一处办理政务的门下中书省，3院便是监察院、枢密院、教育院。只是教育院已然在庆历元年的新政之中裁撤为太学、同文阁、礼部3处职司。而这句话最后的7路指的便是庆国如今地方上分作7大路，各路总督代天子巡牧一方。而且如今庆国路州之间郡一级的管理职能已经逐渐淡化，一路总督在军务之外，更开始直接控制辖下州县，权力极大，是实实在在的封疆大吏。皇帝陛下当然要挑选自己最信任的亲信担任这个要紧职务，而且总督在能力方面也是顶尖的强悍。与总督的权力气焰相比，巡抚偏重文治，但分量却要轻了太多。如果以品质而论，总督是正2品，巡抚是从2品，不算特别高的级别。但是庆国皇室为了方便这7路的总督专心政务，少受6部掣肘，一直以来的规矩都会让1路总督兼协办大学士、督察院右都御史或是兵部尚书衔，这便是从1品的大员了。面对着朝中宰相中书，也不至于没有说话的分量。而江南乃是庆国重中之重，如今的江南路总督薛清又深得陛下信任，所以竟是直接兼的殿阁大学士，乃地地道道的正1品超级大员。以薛清的身份地位，就算是范闲与三皇子也不敢有丝毫轻慢，所以加快了脚步。但到了竹棚之外，范闲只是用温和的眼光看了薛清一眼，并没有先开口讲话。这是规矩，薛清与戴思成明白，对方乃是钦差大臣，自己就算再如何权高位重，也要先向对方行礼。这不是敬范闲，也不是敬皇子，而是敬陛下。百香案，请圣旨，亮明鉴。竹棚之内，官员跪了一地。行完一应一事之后，范闲赶紧将面前的江南总督薛清扶了起来，又转身扶起了巡抚大人，这才领着三皇子极恭敬地对薛清行礼。薛清的身份当得起他与三皇子之深深一揖，但这位江南总督似乎没想到传说中的范提斯并没有一丝年轻权臣及文人的清高气，甘愿在小处上抹平，眼中闪过一抹欣赏。巡抚站在一旁，赶紧半侧了身子回礼。薛清也不会傻不拉几地任由面前这哥俩将礼行完，早已温和扶住了2人，说道：“范大人见外了。”范闲一怔，再看旁边的小三儿对着薛清似乎有些窘迫，更是纳闷。薛清微笑说道：“本官来江南之前，在书阁里做过，所谓学士倒不全是虚掷。三殿下小的时候，常在本官身边玩耍，只是过去了好几年，也不知道殿下还记不记得。”三皇子苦笑一声，又重新向薛清行了个弟子礼，轻声说道：“大人每年回京述职，父皇都令学生去府上拜礼，哪里敢忘？”范闲有些糊涂，心里细细一品，越发弄不清楚京都里那位皇帝究竟在想什么。正想着，又听着薛清和声说道：“说来我与范大人也有渊源。”范闲在这位大官面前不好卖乖，好奇问道：“不瞒大人，晚生确实不知。”薛清喜欢对方直爽，笑着捋须说道：“当初本官中举之时，作诗便是林相。论起辈分来，你倒真要称我一声兄了。”范闲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不过对方如今已经贵为一方总督，那些往年情分自然也只是说说而已。而且他再脸厚心黑胆大，也不好意思顺着这个杆儿爬，与总督称兄道弟。自己手头的权力是够这个资格，可是年纪资历似乎差得远了些。一行人在草棚里稍歇，范闲与薛清略聊了聊沿路见闻。薛清眉头微皱，又问陛下在京中身体可好。总之都是一些套话废话，不过也稍拉近了些距离，稍熟络了些。范闲看着这位一品大员，发现对方清癯面容里带着一丝并未刻意掩饰的愁容，稍一思忖，便知道是怎么回事。身为江南总督，地盘里却忽然出现了一位要常驻的钦差大臣，这事儿轮到哪一路的总督身上都不好受，更何况这位钦差大臣要接手内库，只怕要与京里的贵人们大打出手。总督虽然权高位重，又深受陛下信任，但夹在中间总是不好处的。薛清举起茶杯，轻轻饮了一口，有意无意间问道：“小范大人这2年大概就得在江南辛苦了。虽说是陛下信任，但是江南不比京都，虽然繁华，却终究不是长留之地。再过2年，我也要向陛下告老，回京里做个钓鱼翁，能多亲近皇上，总比在江南要好些。”范闲听出对方话里意思，笑着迎合道：“
大人待陛下寻牧一方，劳苦功高。薛清微笑说道：小范大人可定好了住在哪处？这苏州城里盐商不少，他们都愿意献出宅子供大人挑选。盐商之富天下皆知，他们双手送上的宅子那会豪奢到什么程度？范闲不问而知，他却话锋一转问道：这太过叨扰也是不好，而且传回京里晚生总有些惴惴。他说的直爽，惹得薛清摇头直笑，心想施家就有这桩不好，做什么事都要遮掩，怎么你在江上收银子时却不遮掩一下？范闲很诚恳地问道：烦请大人指教，往年的内库转运司正使怎么安排？薛清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说道：范大人，你的身份可不比往年的内库转运司正使。要说安排，内库拟定的官宅远在闽地，不过这10几年也没有哪位正使大人真的去住过。就拿你前任黄大人来说，他就常年住在信阳。说到信阳2字时，这位江南总督有意无意看了范闲一眼。范闲微微皱眉说道：可以不住在朝廷安排的官邸？这话似是疑惑，似是试探。薛清点了点头。范闲笑着说道：不敢瞒老大人，我这个月一直住在杭州，没有前来苏州拜访大人，是本人的不是。不过那处宅子倒真是不错，如果可以自己选的话，我当然愿意住在杭州了。薛清微微一怔，没想到对方提出要住在杭州，看着范闲的双眼有那么一阵子沉默，似乎在猜想这位当红的年轻权臣所言是真是假。江南总督府在苏州，他最忌讳的当然就是范闲也留在苏州，不说干扰政务，只说这两头齐大的局面，江南路的官员们都会头痛不已，对于自己处理事务大有阻碍。他瞧着范闲诚恳的面容，眼中闪过一抹异色，微笑说道：自然无妨，范大人想住哪里就住哪里。范闲呵呵一笑说道：当然，就算住在杭州，也少不得要常来苏州叨扰大人几顿。听说大人府上用的是北齐名厨，京都人都好生羡慕，我也想有这口福。薛总督哈哈大笑道：本官便是好这一口，没想到范大人也是同道中人，何须再等以后？今天晚上诸位同僚为大人与殿下备好了接风宴，是在江南居，明天我便请大人来家中稍坐。得了范闲暗中不干涉他做事的承诺，这位江南总督难以自抑地放松起来。这几声大笑马上传遍了竹棚内外，江南路众官员们循着笑声望去，只见总督大人与提司大人正言谈甚欢，内心放松之后更是暗生佩服，心想小范大人果非常人。众人暗自害怕的较劲局面竟是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让总督大人如此开心。只见范闲又凑到总督薛清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薛清面上微一诧异之后顿生肃容，微怒之下点了点头，冷哼说道：范大人勿要多虑，也莫看本官的颜面，这些家伙我平日里总记着陛下仁和之念，便暂容着。范大人此意正是至理。范闲得了对方点头，知道薛清是还自己不在苏州落脚这个人情，很诚恳地道了声谢，然后缓缓站起身来。范闲站起身来，绣棚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此时河上天光透着竹棚，散着清亮，和风微凉，凭空而生一丝素意。众人都看着他，不知道这位钦差大人的就职宣言会如何开始。本官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范闲先看了一眼四周的官员们，笑着说道：虽然与诸位大人往日未曾共事过，但想来我还有些名气，大家大约也知道一点。这性情往好了说是每每别出机杼，往坏了说我是一个有些胡闹不知轻重的年轻家伙。众官员呵呵笑了起来，纷纷说钦差大人说话真是风趣，真是谦虚。范闲并不谦虚地说道：那些虚话套话我也不用多说了，陛下身体好着，不用诸位问安，太后老人家身子康健，京里一片和祥之意，于是咱们也不用在这方面多加笔墨。而诸位大人既然得朝廷重托，治理江南重地，这些年赋税金额都摆在这儿，沿路所见民生市井也不是虚假，功劳苦劳也不用我多提。江南官员们都知道范闲一路暗访而来，闻得此语大松了一口气，只盼着范闲再多提两句，最好在给陛下的密奏上面多提两句。不料范闲话锋一转：不说诸位的好处，我却要说说诸位做的不对的地方。范闲脸上依然微笑着，但棚子里却开始涌起一丝寒意，似乎有些不厚道，但我依然要说，为什么？因为诸位大人似乎忘了本官的出身。范闲的出身是什么？不是什么世仙居、中郎太常寺，而是黑乎乎阴森森的监察院。众官员心头一惊，不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心想银子咱们都已经送到位了，您还想怎么样？监察院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我自陆路来，沿路经沙州、杭州，而那艘行船却始于大江之上。范闲眯着眼睛，听闻大江乃是一道银江，诸位大人往那艘船上送了不少礼物银两，还劳动了不少民夫拉纤，诸位大人厚意，本官在此心领，只是如此光明正大的行贿，倒叫本官佩服，诸位好大的胆气。不等众官员发话，范闲回身向江南总督薛清一揖，微笑说道：今日见着本官之面，
总督大人大发雷霆，当面直斥本官之非，本官不免有些惶恐，不明所以。幸亏总督大人体恤本官并不知情，直言相告，本官才知道，原来诸位竟是偷偷瞒着本官，做出了这等大胆的事来。他的声音渐渐高了，冷笑道：监察院监察举国吏治，抓的便是贪官污吏，诸位却是大着胆子对本官行贿送礼，莫非以为我离了京都，这手中的刀便杀不得人了吗？众官目瞪口呆，被范闲这番话震得不知如何言语，将求救的目光投向总督大人，发现总督大人却在捋须沉思，摆着置身事外的做派。官员们这才明白过来，范闲先前那段话说这些沿江官员是瞒着自己送礼，便轻松将自己择了出来，更是借口总督大人震怒，将总督大人责得干干净净，还送了总督大人一顶不畏权贵、高风亮节的大帽子。沿江送礼，你那属下也没拒绝啊？监察院信息通畅，你就算身在杭州，哪有不知之理？可是范闲此时硬称自己一无所知，这江南路的官员们当然也不可能硬顶，只好吃了这天大的一个闷亏。再看范闲的眼色便有些不对劲了，这番提思果然如传言中那般，一张温和无害的清秀笑脸下藏着的是无耻下流与狠毒。官员们不知道范闲接下来会做什么，下意识里吓得站了起来，傻乎乎地看着范闲。只见他一拍手，掌声传出棚外，一名名监察院官员手里都捧着厚厚的礼单，从金船上走了下来，礼单已经是这么厚了，那船上藏着的礼物只怕真的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范闲回身向总督薛清请示了几句，薛清微笑着看着眼前这一幕，挥手示意衙门里的差役跟着监察院的官员上了班。不久之后，那些差役下人们便辛苦万分地拉着几个大箱子下了船，来到了竹棚之中。几个箱子当众打开，只见一片金光灿灿，里面的珠宝贵重物品不计其数，统统都是沿江官员们送上来的礼物。棚中风寒，所以生着火盆。范闲接过下属递过来的礼单，草草翻了几页，眉头微挑，笑着说道：东西还真不少啊。众官员羞怒交加，心想钦差大人做事太不厚道，构知罪名，实在恶心。难道你还想治罪众官？除非你想整个江南官场一锅端了，总督大人到那时总不能继续看戏。你坏了规矩，得罪了江南官员，看你日后如何收场。谁料到范闲接下来的动作却让官员们的眼珠子险些掉了下来，只见他随手一抛，便将厚厚的礼单扔入了火盆中，火势顿时大了起来，记载着众官员行贿证据的礼单迅即化作灰烬。范闲站在火盆旁沉默片刻之后说道：不要以为本官是用幼稚的伎俩收买人心，你们没这么蠢，我也没有这么自作多情，之所以将这些烧了，是给诸位一个提醒，一个出路。他将双手负至身后，清秀的脸上闪过一丝坚毅之色。本官乃监察院提司，不需要卖你们颜面，我在江南要做的事务也不需要诸位大人配合，所以请诸位惊醒一些，日后如果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休怪我抓人不留情。监察院可以审查3品以下所有官员，他敢说这个话便是有这个魄力。至于颜面问题，他身份太过特殊，比任何一位朝官都特殊，所以确实也不需要卖。至于日后的事务配合问题，江南路官员的面子没了，难道就敢暗中与堂堂提司顶牛？待会儿接风宴后，诸位大人将这箱子里的恶毒物都收回去。范闲皱眉说道：该退的都退了，至于一时的民夫折价给工钱，那几个穷县如果一时拿不出来，发文到我这里，本官这点银子还是拿得出来的。众官员无可奈何，低头应是。这时候苏州码头上的滑索已经开动了起来，这个始自20余年前的新奇玩意儿最能负重。只见滑索伸到了金船之上，缓慢地掉了一个大箱子下来，这箱子里不知道放的是什么东西，竟是如此沉重，拉的滑索钢绳都在轻轻颤动。范闲事先已经查过数据，知道苏州港是负责内库出货的大码头，有这个吊装能力，所以并不怎么担心。而那些刚被他吓了一通的官员们却是又被吓了一跳。那个大箱子被吊到了岸上，又出动了10几个人才千辛万苦地推到了坡上，直接推到了竹棚之中。一位监察院官员恭敬请示道：提司大人，箱子已经到了。范闲嗯了一声，走到了箱子旁边，箱子外裹柳条，里面却竟似是铁做的一般。众位官员心头纳闷，心想这位大人玩的又是哪一出？此时就连总督薛清与巡抚戴思成都来了兴趣，纷纷走上前来，看这箱子里藏的究竟是什么宝贝。范闲自怀中取出钥匙，掀开了箱盖，与第一次见到这箱子里内容的官五妹一样，棚内一片荧光之后，所有的官员的眼睛都有些直了。银子里面全是光彩夺目的银子，不知道有多少的银锭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里。其实先前那几个箱子里的礼物贵重程度并不见得比这一大箱银锭要低，只是千古以匠人们都习惯了用银子，陡然间这么多银锭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实在是太刺激了。许久之后，众人有些恋恋不舍地将目光从箱子里收回来，都看着范闲，
准备看他下一步的表演。这箱银子随着我从京都来到江南，日后我不论在何处为官，都会带着这箱银子。范闲和声说道。为什么？就是为了告诉各路官员，本人有的是银子，不怕诸位笑话。我范安之乃是含着矜持出生的人物，任何想以银钱为利器买通我的人，都赶紧死了这份心。他接着冷冷说道。此下江南，本官查的便是诸位的银子事项，一应正史，我都不会插手。不过如果有谁还敢行贿受贿，贪污欺民，可不要怪我手狠。有位前贤深知吏治败坏的可怕后果，所以他带了几百口棺材，号称哪怕杀尽贪官，也要止住这股歪风。范闲悠悠说道。本官并不是一个喜欢杀人的人，所以我不带棺材，我只带银子。众官员沉默悚然。箱中有银138880两整。我在此当着诸位官员与来迎接的父老们说句话，江南富庶，本官不能保证这些银子有多少会用在民生之上，但我保证，当我离开江南的时候，箱子里的银子不会多出1两来。范闲扫过诸位官员的双眼，说道。望诸位大人以此为念。演完这出戏码之后，码头上的接风暂时告一段落。范闲坐会议中，感觉袖子里的双臂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心中暗自庆幸先前没有一时嘴快说出什么万丈深渊、地雷阵之类的豪言壮语。苏州的下午，总督府的书房里一片安静。一品大员江南总督薛清坐在当中的太师椅上，脸上浮着一丝笑容。他的身边分坐着2位跟了他许多年的师爷，其中一位师爷摇头叹息道：没想到这位钦差大人果然是个胡闹的主。另一位师爷皱眉道：殊为不智，小范大人这一下将江南官员的脸面都扫光了，虽然以他的身份自然不惧此事，但总显得不够成熟。薛清微笑说道。2位也觉得他这一番卖弄有些做作。2位师爷互视一眼，点了点头。薛总督叹息道：年轻人嘛，总是比较有表演欲望的。师爷小意问道：大人以为这位小范大人如何？薛清微微一怔，沉忖半晌后开口说道：聪明人，极其聪明之人，可以结交，可以深交。师爷有些诧异，心想怎么和前面的结论不符。薛清自嘲地笑了笑：做作又如何？这天下百姓又有几个人能看见当时情景？京都的那些书阁大臣们又怎么知道这月里的真实情况？传言终究是传言，人人口口相传里，总会有意识无意识的由自己对事实进行一些符合自己倾向的修正。小范大人在民间口碑极佳，百姓们传播起此事自然是不遗余力，因为对他的喜爱，就算此事当中小范大人有些什么不妥之处，也会被那些口语抹去忽视。而对于不为官场击毙，当面呵斥一路官员的场景，自然会大加笔墨。哈哈哈哈！这位总督大人快意笑道：箱藏10万两，坐船下苏州，过不多久，只怕又是咱大庆朝的一段佳话了。这监察院出来的人果然有些诡计灵。另一位师爷百思不得其解说道：既是聪明人，今日之事明明有更多好的办法解决，为什么小范大人非要选择这么激烈而荒唐的方法？总督薛清似笑非笑地望了他一眼。你知道什么？他闭上嘴，不再继续讲解。有些事情是连自己最亲密的师爷们都不应该知道的。范闲今日亮明刀剑，得罪了整路官员，何尝不是在向自己这个总督表示诚意？对方抢先言明要住在杭州，就说明对方深明官场3位，而将这些官员唬了一通后，今后钦差在江南，官员们也不会去围着钦差，自己这个总督依然是头1号人物。薛清忽然想到另一桩事情，眉头不由皱了起来，对于范闲的评价更高了一筹。这名年轻权臣今日如此卖弄，只怕不只是向自己表示诚意那么简单，由春为至江南。这范闲看来是恨不得要将天下的官员都得罪光啊！这2年朝中大员们看得清楚，范闲连他老丈人当年的关系也不肯用心打理，这是要做孤臣薛清身为皇帝亲信。在朝中耳目众多，当然知道关于范闲的身世流言却是实事，一想到范闲的身份，便顿时明白了对方为何要一意孤行去做个孤臣，这是防着忌讳。薛清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心想大家都是劳心劳力人，看来日后在江南应该与这位年轻的范提斯好好走动走动才是。下午的暖阳稍许驱散了些初春的寒意，苏州城的人们在茶楼里喝着茶，聊着天。苏州人太富到闲暇的时间太多，便喜欢在茶楼里消磨时光。尤其是今天城里又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更是口水与茶水同在楼中沸腾着。人们都在议论刚刚到达的钦差大人，那位天下闻名的范提斯。听说了吗？那些官员的脸都被吓青了。一位中年商人嘿嘿笑着，对于官员们吃瘪，民间人士总是乐意看到的。另一人摇头叹道：可惜还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看钦差大人若真的怜惜百姓，就该将那些贪官污吏尽数捉进牢去。蠢话！头前那中年商人鄙夷嘲笑道：官员都下了狱，谁来审案？谁来理事？
小范大人天纵奇才，深谋远虑，哪会像我们这些百姓一般不识轻重？这招叫敲山震虎，你瞧着吧，好戏还在后头。我看江南路的官员这次是真的要尝尝监察院的厉害了。那人点头应道：这倒确实，幸亏陛下英明，将提司大人派来了江南。商人压低声音笑道：应该是陛下英明，将提司大人生出来了。茶桌上顿时安静了下来，片刻后爆出一阵心照不宣的轻笑。最后那名商人说道：先前我店里那伙计去码头上看了，提司大人下手是真狠，那些坐着大船下江的手下硬是被打了30大鞭。对面那人回得理所当然至极，这才是正理。虽说是下属瞒着小范大人收银子，但罪过已经摆在那里，如今银子退了，礼单烧了，不好治罪，但如果不对下属加以严惩，江南路的官员怎么会心服？先前我也去看了，啧，那鞭子下的真狠，一鞭下去都似要带起几块皮肉来，血乎乎的好不可怕。而在钦差大人暂时借居的一处盐商庄园里，一处偏乡里，此起彼伏响起惨嚎之声。范闲看着被依次排开的几个亲信，看着对方后背上的道道鞭痕，将手中的伤药搁到桌上，笑骂道：不给你们抹了，小爷我体恤下属，你们却在这儿嚎丧，挨鞭子的时候怎么不叫惨点儿，也不怕别人疑心？苏文茂惨兮兮的回头说道：要给大人正脸面，挨几鞭子当然不好叫的，不过大人，你这伤药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越抹越痛？范闲笑了起来，说道：鞭子打得那么轻，这时节当然要让你们吃些苦头。他起身离开，一路走一路摇头，心想万里说的话有时候是正确的，自己不是一个好官，也不好意思要求手下都是亲吏，这上梁下梁的还真不好扭。当天下午，范闲就在暂居的住所里亲切接见了内库转运司的相关官员。江南路别的官员被他吓得不敢亲近，可是这些内库的官员们是他的直接下属，躲也躲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来见。好在范闲早已退了河畔那般阴寒的皮骨，笑呵呵地说了几句，又拟定了启程的日期，便和颜悦色地将诸官送出府来，倒让那些内库官员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晚上是在江南居准备的接风宴，由于相同的原因，沿江州县的长官员们只是略坐了坐便退回去了，反正尽到了礼数，而且朝廷规矩也容不得他们在苏州城里老待着，想离监察院范提司越远越好，也容易找到理由。只有苏州府的官员们去不得，心惊胆战看着首座。在首席里，范闲与江南总督薛清及巡抚大人把酒言欢，气氛融洽。在座的苏州知州苦着脸强颜欢笑，倒是杭州知州知道钦差大人日后要常驻杭州，舔着脸硬留了下来，在苏州官员们杀人的目光中不停拍着范闲与总督大人的马屁。这位杭州知州才是位真正的人精，也不怎么害怕范闲翻脸不认人的手段，就认准了讨好上司，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有错。宴罢之后，先将总督大人送上官轿，二人又定好明日要上薛府叨扰一番。范闲这才与楼中的官员们拱手告辞，上了自己带着的马车。他还是当年的性子，喜欢坐车，不喜欢坐轿。马车前帘未挡，苏州城的夜风吹来，传入耳中的也有些许清亮丝竹之声。江南富庶，富商们多养幽妓，这苏杭两地的青楼生意也是出名的好。范闲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脸颊，任由夜风吹走脸上的微热。他体内的真气虽然已经恢复了不少，但是酒量还没有回来。今天被官员们一劝，竟是觉得头有些昏。杭州的地址定好了，苏州城里呢？他半闭着眼养神，轻声问道。石产力坐在他的旁边，想了会儿后说道：桑文要月中才到，学生。范闲笑了起来，睁开双眼叹了口气，让你做这些事情着实委屈你了，再熬1-2年吧。你也知道我身边没几个信得过的人。他与石产力说的乃是抱月楼南下的大计。青楼这门生意不仅是银钱回流速度最快的买卖，而且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比如情报之类。范闲在京都时便已经想好了要将自家的青楼开到江南，虽然肯定会遇到不少阻力，但以自己的身份权势，在1年之内烧成气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石产力问道：大人，这事能不能暂缓？毕竟后天您就要启程去内库，苏州城里没有一个主心骨，要在这时候选址买楼买姑娘，我怕自己镇不住场。我不在，还有三殿下。范闲眼角闪过一抹坏坏的笑意，明天就要给三殿下挑几个老夫子。他虽然日后总是要随我去杭州，但这段日子他还是会留在苏州。不要忘记了，这位殿下在京都里做的是什么生意。你不要看他年纪小，对里面的门道却清楚得很。有殿下出面，总督大人当然不好说什么。你要买哪个楼就买哪个楼，至于那些当红的姑娘，多砸些银子下去，哪有不成事的道理。有殿下在你身后撑腰，你就不要担心江南的青楼老板们会敢与你玩阴的。既然是玩明的，不过就是拿银子砸人的戏码，难道你还担心自己没银子？石产力瞠目结舌，心想陛下是让您教育三皇子，难道您当初就想到在江南利用三皇子开青楼？这也太大逆不道了。
而且他紧接着又想到一件事情，大人身边怎么带着这么多银子？那箱子里的138880两雪花银锭肯定不能动，那他先前这般说话，怀里一定还揣着许多银票。想到此节，石产力担忧说道，如果要明买的话，江南青楼业肯定会借机抬价，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不知道能维持多少天。这时候马车撵着苏州城里的捷径青石道，过了一道门，来到了白天一片繁华的商业区。纵使在夜里，这条街上那些商店的招牌依然明亮无比。苏州是内库出产往外的最大港口，所以单从繁华程度、商业发达程度上讲，除了东夷城，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比得过它的城市。在这里买玻璃要比北齐便宜4/5，但范闲却清楚玻璃这种东西的成本，知道苏州的商人们这几十年里早已经赚饱了。除了各式商号的招牌之外，最显眼的便是每隔不远就会冒出来的一番青布。说显眼并不是这块青布上染着夜里能发光的银料，而是这青布招展处并不是酒楼，青布上绘着与范家族徽有些相似的图案。这条街上竟有8、9家钱庄。范闲乘坐的马车在安静的大街上缓缓驶过，路过一面有些新的青布时，他指了指这家钱庄的门，压低声音说道，就算你穷到死，也不要来这家钱庄。石产力闻言去看，也只看着个大概，想了会儿后好奇说道，招商？没听说过，又不是太平钱庄，哪里有人敢和他们打交道？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其实天下商业逐渐发达，大庄买卖再用现银交易就成为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于是银票渐渐成为商人们喜欢的东西，而银号钱庄之类的机构也开始展露了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像钱庄这类的存在，人们最看重的当然是信用和底气，所以在这片江湖之中不存在大鱼吃小鱼的问题。几十年过去，天底下还是只有那几条大鱼，而最大的3条鱼分别叫做南庆、北齐、东夷城。南庆北齐官方发行的银票视为官票，当然是信用最佳，只是朝中官员们却根本意识不到其中的重要性，官票对取十分麻烦，灵活性差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所以除了存官财本之外，一般的商人都选择东夷城出面开办的太平钱庄。太平钱庄虽是东夷城的资金，但是据传说北齐南庆一些王公贵族也在里面放了股，所以不论是三国间如何争吵厮杀，很奇妙的是钱庄自身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20-30年过去了，太平钱庄信誉一流，资本雄厚，服务周到，暗中又有各国上层保驾护航，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天下最大的一间钱庄。没有之一，太平钱庄就是天下最大。就在这条街上，太平钱庄就开了3家分号。范闲冷冷看了一眼车外飘过的青布，说道，取钱就在太平钱庄取。石产力应了声，想取多少就取多少。范闲平静说道，我走之前给你硬件与数字，不要小家子气，舍不得花钱，想取多少就取多少，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石产力一怔，笑道，难不成这太平钱庄是大人开的不成？范闲一笑骂道，我要有这么多钱，所有事情就迎刃而解，我何必还要和那些人打交道？石产力是他心腹，知道他说的是北齐方面，微一紧张之后没有接话，但他有北齐马上联想到内库，想到不日之后内库开门之事，如果范闲想资助下戚妃与名家夺标，那他那边就需要一大笔恐怖的资金才成。皱眉说道，大人，内库那边急着用钱，如果一时不趁手，我看开店的事情还是缓缓。范闲摇摇头，你需要调的银两和内库那边夺标需要的银两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所以你不用操心。至于开店，还是要尽快，一是趁着殿下还在苏州，他估计也有这个兴趣，办事方便；二来他想到了留在京都的父亲大人，忍不住笑了起来；二来这江南的姑娘们还等着我们老范家打救，能早1日便是1日。这话不假，自从在京都给抱月楼定了规矩，又由那位石青儿姑娘加以补充，如今的抱月楼姑娘们虽然还是在做皮肉生意，但日子却比当年好过了许多，抽成少了，定期还有医生上门诊病，又签了份新奇的劳动合同。抱月楼的姑娘们对范闲是真的感恩戴德，声势推展开去，影响一出，如今整个京都的青楼业都开始展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朝阳感觉。如果抱月楼真的能在江南开成连锁，江南的柳如是们想必也会十分欢喜范钦差的到来。回了那位盐商满心欢喜让出来的华园，范闲接过丝丝递过来的热汤喝了下去，醒酒之外也暖暖身子。他伏在岸上看了几封院里发来的院报，发现天下太平，便放宽了心，先让丝丝进里屋睡去了，自己却走了出来，披了件后腰，搓着手敲了敲另一间房的门。他身后不远处的虎卫与6处剑手赶紧隐藏在了黑暗之中。房门咯吱一声开了，露出海棠那张睡意犹存的脸。不等海棠开口，范闲已是惊讶道，这么早就睡了？海棠微微一笑，将他让进屋来，将无烟油灯拨得更亮了一些，轻声说道，这商人家豪奢的厉害，这床也舒服，
想着你今天晚上接风宴上只怕要醉，所以我便先睡了。范闲定睛一望，发现姑娘家穿的衣服并不怎么厚，只是一件很朴素的如衣，皱眉说道：多穿些，虽然你境界高，但自然风寒却不是好惹的。海棠懒得理他，打了个呵欠，半撑合于床上，说道：有什么事赶紧说吧。范闲一愣，却忘了自己此时过来是要说些什么。昨天夜里他上了金船之后，海棠便悄无声息的消失，直到下午又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园子里。莫非自己只是来确认他在不在，还是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和这个北齐圣女像老朋友一般聊聊天？我很难喝醉的。范闲是个有些极致的人，微笑就着海棠的第一句话说道：你知道我怕死胆小，所以除了在自己能够完全相信的人面前，我不会喝醉，所以你只在家中才能肆意一醉。海棠睁开那双明亮的双眼，好奇问道。范闲摇了摇头，除了自己能够完全相信之外，我还要相信喝醉时身边的人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的安全。海棠笑了起来，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紧接着却有些可怜对方，怜惜说道：不要告诉我你长这么大也就在上京城的松鹤居里喝醉过一次。那一次在北齐上京，当着海棠的面，范闲肆意狂醉，直至昏沉不省人事，还被下了春药，着了重生以来最大的一个道。范闲气恼说道：你还有脸提？当然他看不得海棠眼中的同情，冷傲说道：小时候我是经常醉的，你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重要。海棠笑了笑：那时候那位虾大师一直跟在你的身边。范闲没有回话。海棠忽然皱眉说道：那传说中你酒后诗心大发，在庆国皇宫之中醉诗千篇，难道也是假的？范闲摆摆手，不想和他继续这个无趣的话题，直接问道：银子到了没有？海棠无趣地叹了口气，坐了起来，看着他的双眼，认真地点了点头。从8月份起，陛下就开始安排了，你不用担心。范闲自嘲笑道：不担心怎么办？这件事情我又不能让老爷子把国库里的银子调出来给自己用。说到这点，海棠皱眉道：你居然带了10几万两现银在身边，这也太傻了吧！我可不相信你就仅仅是为了在河畔接风之时摆一摆威风。范闲心想，自己这是不得已而做的一个安排，其中内情哪里能告诉你？这事儿谁都不能说，不过是些没用的银子，带着怕什么？你入仕未及2年，身边却有这么多银子。海棠似笑非笑道：包括你，包括令尊的俸禄在内，也只怕要100多年才能存足这么多银子，你怎么向官员们解释？范闲摇头道：不要忘了，我范氏乃是大族，祖产才是真正的来钱处。哦，能轻易拿出这么多银子的大族，难道没有什么横行不法事？当心督察院的御史就此参你一张。参便参。范闲笑道：就算族里没这么多钱，但这2年宫中知道我生意做得大，也不会以我什么。一家青楼，10几家书局，能挣这么多银子？海棠疑惑问道：不要小瞧了我家老二的敛财功夫，当然我在朝中做了2年官，收的好处也是不少，基本上都埋在那个箱子里。你别说，出京的时候要换这么整齐的银锭，如果没有老爷子帮忙从库房里调，我还真是没辙。范闲笑着说道：等事情了，所谓汇银便和这些干净银子混在一处，朝廷也不好说我什么。只是为了凑足银子，我可将名下产业里能搜的流银全搜得干干净净，如今京都里面真是空壳一个。海棠这才知道他还有这个打算，不免有些鄙夷。以你的地位，何至于对于洗清汇银也如此上心？山人自有妙用。那你银子都放在箱子里，众目睽睽之下不好动，日后用钱怎么办？范闲微笑说道：不是有您吗？而且还有那位可爱的皇帝陛下，这次他往太平钱庄里打的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我顺手捞几个来花花，想必他不会介意。海棠一愣，这才知道论起打架与谋略来，自己不会在范闲之下，可以说到偷奸耍滑挣钱这方面，自己这些人与范家诸人的差距就有些大了，后面这些天自己可得盯紧一些。这时的场景着实有些荒唐可笑。范闲与海棠，天下公认的2位轻易脱尘人物，却在一个阴森森的夜晚，在房中悄悄说着关于银两、银票、钱庄、洗钱这类铜臭气十足的话题，而在府院正堂之中，明烛高悬，代表着范闲江南政务宣言精神的那一大箱银子，就这样光明正大的摆在那儿。四周走过的人都忍不住要看这箱子一眼，只是到处都是护卫，又有6处箭手隐于暗中保护，10几万两银子固然令人眼馋，但要来抢这箱银子，江洋大盗或是贪财小偷们不如直接冲到官府司库里去抢官银，那样只怕成功系数还大一些。箱子就这样大剌剌的开着，袒露在所有人的面前，箱子里露出雪白的银锭，发着勾魂而又是魂的光芒，里面隐隐有股凶险万分的寒意渗出。又过了几天，惹得整个江南路好不闹腾的钦差大人范闲，终于离开了苏州，
带齐了人马下属，顿着官道往西南方向的内库转运司所在行去。虽然三皇子还留在苏州城内，但官员们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心想只要范提斯不在，要糊弄一个小孩子还不简单。三皇子是不知道这些官员们心中所想，不然以他的阴狠性情和此时快要爆炸的脾气，指不定又会玩出什么新的花样来。这2天他心里本就有些生气，范闲去内库却不带着自己，内库是当年叶家的产业，间接的支撑起了庆国的稳定与开拓能力，甚至可以说庆国就是靠内库养着的，所以那个地方很自然的成为了庆国朝廷看守最森严的所在。刚劲比皇宫更要严苛，在民间的传说中简直是五雷巡于外，天神镇于中，能够去内库瞧瞧风景，不知道是多少百姓的毕生心愿。三皇子虽有皇子之尊，心中对内库依然十分好奇，但未经陛下特允，皇子也没有资格去内库。本以为这次跟着范闲下江南可以得偿所望，没想到范闲居然将自己丢在了苏州。啪的一声，一位一看便是饱学之士的中年书生狼狈不堪，哭嚎难止地爬了出来。三皇子跟着出来，恶狠狠骂道：父皇是让范闲来当先生，他敢跑，我就敢踹人。府中下人们噤若寒蝉，钦差大人走了，谁还敢得罪这位小爷？居然连总督府小役请来的教书先生都敢踹，自己再多2句嘴，岂不是死定了？三皇子正怒着，眼角余光瞥见一人鬼鬼祟祟沿着廊下往外走，赶紧喝住，走过去一看，却发现是范闲的那名亲信门生石产力。他虽然骄横阴狠，但看在范闲的面子上，总不好对石产力如何，好奇问道：史先生这是要去哪里？石产力似被唬了一跳，讨好说道：见过殿下，这是出门逛逛去。三皇子一愣说道：苏州城好玩的地方我还没见过，你得带着我。石产力求饶道：殿下，老师有严令，这些天里的功课都布置下来了，您要是不做完，那可怎么得了？再说让老师知道我带殿下出去游玩，这也是好大的一桩罪过。三皇子皱着细眉毛，冷哼道：做便做，只是他望着石产力闪烁的眼神笑了起来。你得告诉你，你不跟着老师去内库，留在苏州是做什么？这时候又是准备到哪里去？石产力被这话堵着了，犹豫半晌，欲言又止，半晌后才压低声音苦笑道：殿下又不是不知，学生可怜，被门师命着做那个行当。三皇子两眼一亮，试探问道：可是抱月楼要在苏州开了。石产力微恶掩嘴，像是十分懊恼自己说漏了嘴。三皇子嘿嘿冷笑了2声，心里却乐开了花，暗想如果能在苏州重操旧业，总比在这府里枯坐要快活许多。他在京都那座楼里的股份被范闲硬夺了过去，如今知道范闲也是个表面道德文章的实在人，三皇子哪里肯错过这个机会。石产力看着三皇子的反应，心中佩服老师果然算无一策。天大地大不如君大，君不在则师大，师远行则君子最大。所谓君子不是小人的反义词，而是地地道道的君之子，也就是说还是个小人的三皇子，如今在苏州城里最大，所以石产力并不担心什么，假意苦恼半晌后，终于答应了殿下的要求。三皇子狠狠命令才从宫里赶过来的那些老摸子和太监留在府中，大咧咧地带着石产力还有几个侍卫就出了府。看着小主子消失在门口，那些太监嬷嬷们浑身害怕地抖了起来，心想提司大人不在，这便马上翻了天，忍不住暗自祈求提司大人赶紧回来，却哪里想到本来就是范闲要借三皇子的身份压人。三皇子难得有这么个游玩的机会，当然并不着急，一行人换了行装，扮作出游的富家公子哥。石产力很有些惶恐的被安排了一个长兄的角色，三皇子自然是弟弟。坐着马车绕着苏州城转着，看了些好景致，又凑在湖上看了几座花坊，三皇子的兴趣终于弱了下来。这天气太冷，姑娘们身上穿的太多，哪里能看出风流来？一身贵气的小公子哥皱着眉头，先去把地方选好，范闲要做的买卖我也得费费心，不然说你带着我到处瞎逛，只怕他会生气。石产力心中暗道，早就该这样了呀。选址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反正就这苏州城里最热闹的地儿，一行人就拼命地往里面扎，找着热闹之中最热闹的街道，又前后寻摸了一下，发现开了不少青楼，已经是发展起来的熟地，这便定了大致的方向。然后又在这一大片区域里挑那门脸最清亮的楼便看，哪家看着大气就看哪家。这一行人很简单的便瞧中了对象，是一家酒楼，占了这条街上最好的位置，极豪奢的3层楼，楼宇开阔，后面隐隐可以看着院墙，占地极大。三皇子小手一挥，甭再找了，我看这家位置就最好。石产力心头那个痛快，他在京都打理包月楼也做了些日子的生意，可从来没有想过带着皇子挑店址会爽利到这种程度，有钱有势，做起事情来果然干净利落。但他站在那酒楼门口，还是动心思，小声说道：这地方太打眼，我看后面总有背景。三皇子一怔，问道：这天底下还有谁家背景比我家的背景更大？石产力张大了嘴，
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强行将那口鲜血咽下肚去。小易说道：“万一有总督府的分子或是巡抚家的，殿下虽然不在乎什么，但总要给这些官员们些面子。”三皇子年纪虽小，却不是个糊涂家伙，一想到确实是这个理，总督薛清就不是自己能轻易得罪的人物。再说自己这行人千里迢迢从京都来，当头便要夺江南大官们的面子，只怕这事儿不大好看。但他看着这酒楼的位置，是越看越心痒，越看越美妙，皱着细眉毛想了半天，说道：“也得问问啊，要把这个风水宝的放走了，范闲不心疼，我还要心疼好多天。”这一行人已经在酒楼外面待了半晌，光注意看格局，便挡在了酒楼进口处。不吃饭光嗅香，苏州城虽然三教九流混杂，可也没这种事儿啊。这行人在楼门口指指点点，窃窃私语，顿时引起了这条街上人们的注意。只是看着对方衣着光鲜，护卫孔武有力，不似江湖上的人物，所以街上商家都约束着自己看热闹的八卦之心。只有酒楼里的掌柜迫不得已走了出来，堆起职业化的微笑，问道：“诸位可要进楼尝尝本店的招牌菜？本店竹园馆与江南居并称为苏州二楼，确实有些不错的吃食。”他看着楼前这些人似乎是外地来的，而且身份应该不俗，所以小意应着这竹园馆身后自有背景，但经商之人自然是生着颗七巧玲珑心，只说生意，言语间根本没有一丝怪罪对方堵在楼前的意思。石产力一愣，温和笑着说道：“实在不好意思，一时竟走神，掌柜莫怪。”掌柜赶紧连道客官客气。三皇子不耐烦这么慢慢来，说道：“进去坐着再说。”领着一行人便往楼里走，末了还丢了句话：“掌柜的，安排个清静的房间，有些事情要讨教一下。”掌柜一愣，心想你家兄长没发话，怎么小的却抢先说话？石产力咳了两声，掩饰了一下，便跟着往楼里走。众人在楼间一处房间里尚未坐稳，掌柜亲自进屋招呼着。三皇子也不废话，很直接地问道：“掌柜的，你这楼卖不卖？”掌柜今儿吃了不少惊，按道这位小公子说话的口气真是不小，但他这一世不知应付了多少难缠事，谦恭笑着说道：“小公子，这楼眼下生意不错，东家似乎没有转盘的意思，敢请教东家贵姓？”石产立在一旁暗怨殿下心急，转而温和问道。掌柜不卑不亢应道：“东家姓钱。”等掌柜退出之后，石产立皱眉说道：“这出来苏州根本摸不清其中的关系，也不知道姓钱的是何方神圣。”三皇子站起身来，推开包厢里的窗子，面色不由一正，似乎看见了什么奇怪的东西。石产立心头生疑，走到他身后往窗外望去，一时间不由也怔在了原地。只见窗外乃是这竹园馆的后园，园子里竟有一方平湖，湖面虽然不阔，但是胜在清幽，两边有院墙与闹市隔开，院中草坪未青，但可以想见春天时的美丽景色。真像！二人同时开口感叹道。这里说的像，当然是指这楼后的设置与京都抱月楼的设置极像，尤其是那些草坪之上，如果再修些清幽小院，只怕与京都抱月楼会变成双事儿。看着竹园馆的后园，抱月楼的前后两任管理者都动了心，大大地动心，这楼一定要买下来。买下来！三皇子与石产力又极有默契的同时开口，然后呵呵一笑，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等回去后想办法打听一下这个竹园馆的背景，只希望对方的背景不要太雄厚就是，如果牵扯到太高层的官员，事情会比较麻烦。三皇子小小年纪，却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感叹。如果范思哲在这块儿，只怕要和这家酒楼的东家打官司，非指着对方鼻子骂对方无耻抄袭自己的设计。石产力想，范二少爷还确实是这种性情，不由扑哧一笑。笑什么笑？三皇子瞪了他一眼，我那二表哥可比大表哥还要硬，当然他们哥俩都不是什么善茬，硬生生玩了招金蝉脱壳，欺负我年纪小，赢了我的股份，甭忘了这事儿也有份掺和。石产力畏畏缩缩的，哪敢接话。一行人在包厢里用了一顿饭，对这间酒楼的厨艺是大为赞赏，而三皇子更是动了将原本的厨子也一拢招过来的念头。饭毕之后，众人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却发现掌柜的急匆匆的走进包厢，满脸大汗的重新行了个礼，一面擦着汗，一面揉着声音说道：“这几位客官，先前说买楼之事，可否在意一下？”三皇子这行人好生奇怪，这楼子明显生意极佳，而且前面问的时候，对方明显有防备之意，怎么这时候的态度却忽然变化的这么大？石产力试探着问道：“掌柜的，这是什么意思？”掌柜的干笑了两声，说道：“先前东家听说了这事儿，一想着最近生意不如往年，既有贵客出价，干脆便放了出来，只希望贵客们能给个合适的价钱，另外就是还希望转手之后，贵客们能将这楼子好生打理下去。”石产力越发奇怪了，正准备问什么，三皇子却抢先笑眯眯说道：“这是自然，我们也是做生意的人，当然会将这楼子做好，只是你先前说合适的价钱，不知道什么价码才是比较合适。”
包厢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掌柜双眼一呆，心想敢请这位小爷，这就让自己出价了。可东家没个吩咐，这价能怎么出？看东家的意思，肯定是打算双手白送，对方却似乎没察觉到要自个儿出价。他额头上的汗渗得越来越快，面色红胀，似乎这出春料峭的天气已经化作了三伏之际。憋了半天，掌柜终于鼓足勇气，伸出4个手指头。石产力一愣，房间里的护卫们再愣，心想4万两，就算这地方的狮子头再出名，也没有这么狮子大开口的呀。掌柜的看对方没有接话，心里更是害怕，赶紧收回了3根手指头，就留根食指可怜兮兮地竖着。石产力险些再次吐血，这价杀的真叫古怪，自己不用说话，转眼间便从4万两变成1万两。想了想后，觉得这价钱其实已经不错了，点头说道：1万两银子虽然不多，但是……掌柜的双腿一软，险些哭了出来，说道：“这位先生，错了，错了。”石产力讶异道：“怎么错了？”“是1000两。”掌柜勉强挤出天真的笑容：“不是1万两。”石产力咽回今日的第3口鲜血，还来不及说什么，三皇子已经说道：“拿合约来。”看他神情，似乎成竹在胸。掌柜似乎早有准备，立马出去请了位官府认可的中人入内，便开始写契书。等写到买卖数目的时候，三皇子甜甜笑着说道：“16000两，我不占你们便宜，我多给你2成的银子，因为想必你家东家也不大肯卖，这2成的银子算给他买伤药。”三皇子今日虽然穿的是平民服饰，但自然间流露出一股清贵之意。掌柜虽然大为惊讶，却也不敢多言，写好契书，双方摁了指印，约好明天银楼2契。小心翼翼地送这一行人出了酒楼，掌柜的吁了一口气，有些害怕地抹了抹额上冷汗，镇定心神后便往3楼走。走进一个幽静的房间，将怀中的契书递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面相清正，双眼温和有神，正是在杭州西湖楼上楼边出现过的名家少爷明兰石。他接过契书扫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恨意与失望，反手便是一耳光扇了过去。啪的一声响，掌柜的捂着脸颊，畏怯地看着少主，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没用的东西！明兰石心中愤怒，面色却依然温和，话语里却透着股寒风，要你送银子都送不出去。今日他也是适逢其会，在家族会议之后，明兰石便一直留在苏州。忽听得掌柜的说有人想买楼，一听对方的形容打扮，这位名家的接班人便隐约猜到了少许。待后来小二偷听到了范思哲那个名字，他马上就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反应极快的便准备将这竹园馆双手送上。没料到对方竟是一点便宜不占，16000两银子，这可不是小数目。这个数目不止没有占名家便宜，反而比世道上的价钱还高了不少。但名家怎么会差这点钱？明兰石满心想趁三皇子不知道竹园馆的东家是谁，抢先便将这楼送出去，哪怕是贱卖也好。他最主要的目的当然是想讨好一下对方，而如果对方将来根本不认这个小人情，这一纸契书送到京都，便是范闲和三皇子仗势强买民间产业的证据，将来让长公主那边打御前官司也好找由头。没想到那个年纪轻轻的三皇子竟然不肯占这个便宜，难道京都传言有假？这个皇子并不如传说中那般贪财阴狠。明兰石陷入了沉思之中，再一次发现这一次家族要面对的这些人实在是有些难以捉摸。他闭目沉思半晌后，轻声吩咐道：“范大人的心思很简单，这是要开妓院了，传令下去，任何一间楼子都不准卖姑娘给他们，开再高的价钱也不行。”掌柜的应了一声，旋即苦笑说道：“少爷，可是光咱自家的姑娘不卖，这苏州城里做这个生意的可有不少人，那些人肯定不愿意得罪范大人。他们手上有好姑娘吗？”明兰石微笑说道：“好姑娘都在咱们袁大家手里，让他们去买吧。一些残羹剩饭，哪里能吸引到客人？”一辆马车离开了竹园馆，四周的商家们并不知道堂堂名家吃了一个闷亏。这家苏州最出名的酒楼明天便要易手了。石产力虽然少经因会事，但此时也终于醒过神来，皱眉说道：“殿下，看来您的身份被对方知晓了。”三皇子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上闪过一丝厌烦，也算那些人聪明。石产力想了想，忍不住开口问道：“殿下，先前开的价钱是1000两，为什么我要自己加价？”三皇子冷笑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猜到我的身份，便恨不得将这楼子双手奉上。那日后呢？他们要求的只怕可不是这一个楼子这般简单。人凑上笑脸来，咱们当然不好反手就打耳光，可也没必要将自己的脸凑上去和他们亲热。这世上有几个人够资格与我套交情？”石产力摇头道：“不知道那楼子背后的东家是谁，见机倒是真快。”三皇子说道：“管对方是谁，要我占他便宜，肯定就是想占我便宜的人。这事儿你要记住了，以后出去行走也不要胡乱占别人便宜，当心给范闲惹来麻烦。”石产力心里对面前这个小皇子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赞叹道：“殿下这话简单，
但道理极深。三皇子用轻质的声音骂道：“别拍我马屁！好不容易半次平民，就被人瞧了出来，心里真是不爽。”石产力心想，您自个小小年纪一进楼便要买楼，这种口气哪里是想遮掩自己身份应该做的。他又想着，面前这位皇子年纪轻轻，面对着上万两银子的便宜，居然能忍住不占，似乎与当初做抱月楼时候的阴狠性情相差得太远，眼眸里不由闪过一丝疑惑。也不知道三皇子看见他神情没有，继续说道：“范闲说过一句话，但凡我去占这天下人的便宜，最后总会被天下人占了朝廷的便宜。而我如果让朝廷被人占了便宜，那就是甘愿自己掏银子供人花的大蠢货。”石产力默然，暗中替门师担心，身为皇子却树立了这样的思想，那自然是在告诉这位皇子，朝廷的利益将来就是你自己的利益。那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如今太子可是依然在位啊。没有察觉到石产力内心的惊恐，三皇子微羞一笑着说道：“老师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君之财则藏于天下，何须去取？”石产力吞回今日暗伤的第4口鲜血，双眼盯着车窗外不停飘过的轻帆，强抑着内心的隐惧，当作自己根本没有听到过这句话。做生意可以当做一件业余爱好。三皇子嘻嘻笑道：“老史啊，你的胆子可比我那2位表哥小太多了，不是个做生意的材料。”石产力挪动了一下身子，让后背微湿的衣服透透气，苦笑应道：“殿下教训的是。”三皇子喊停了马车，说道：“钱庄到了，你去办事，我先回府。”小孩子的脸上浮过一丝奸笑，不知道在得意什么。看着远去的马车，石产力暗吁了一口气，喊跟着自己的2位侍卫在外面等着，稍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着，便往太平钱庄的分理号走去。在他身后不远处，那家新开数月的招商钱庄虽门庭冷落，但透着股新贵气息，那番崭新的青布像是在嘲笑石产力的迂腐与无知。鸡生双黄，先吃半边。且不提石产力在钱庄里又会遇到什么新鲜惊奇事，单说离苏州城籍遥远的内库转运司辖境之外，那一列载着100余人的庞大车队，这时候正在阴寒的初春雨天里艰难前行。内库转运司与盐司察司都不同，首先是事务更多，利润更大，而且它是3司里唯一占有实地的转运司。内库出产一因工厂工房，需要极大的地盘，打从许多年前朝廷划出闽北的一块地后，渐渐变成了一处特区所在，面积竟是比一个小州还要大些，地位十分特殊。由于担心内库的制造工艺流到国外，所以在内库的保卫工作上，庆国朝廷真是下了血本。对于内库辖境，庆国进行了全封闭的管理，一共设置了5条封锁线，最外围是江南本地的州军与水师，里面的4条线由庆国军方与监察院各设2条，互相监管，像多层果汁蛋糕一般夹着。而往外的运输线，除了明面上的严苛监管之外，更不知撒了多少暗钉进去，无数双明里或是暗里的眼睛都在盯着崔家、明家或是别的什么代理巨商。饶是庆国花了这么大的力量，依然阻止不了其余国家的贪婪眼光。这几十年里，内库不知道出了多少刺史，而庆国也为之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首先是便是驻军与防卫，每年都需要耗费不少银两；其次便是这几十年里，为了庆国繁荣所损失的上千条人命偷窃情报与反商业间谍的斗争，在这个世界里显得格外血腥。这场战争似乎永远没有结束的那一天，而监察院则是在这场战争中付出最多代价的机构，黑夜中的卧底不知道死了多少，好在保证了内库直到今天为止还是安全的。前任4处主办严若海与如今的京都守备秦衡的兄长秦山，是当初布置防卫工作的直接主事人。2人曾经夸口过，以内库的防卫力量，除了依然奈何不了大宗师，就算是只沾了香水味的蚊子都飞不出去。车队正在接受最后一道检验，范闲掀开窗帘，看着不远处河流边的水利机书，双眼微眯。虽然只是一些初始而粗糙的工业，但对于动力的需求已经离不开水了。他眯着的双眼里寒意微现，也不转身，温和说道：“我带你进来，只是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不希望你到各个工坊里面去看热闹。如果被人发现了，你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就算你是9品上的超级强者，也不见得能逃躲这里力量的追杀。而且我虽然伤只好了一半，也会亲自出手。”在他的身后，乔装成婢女的海棠微笑看了一眼身旁的思思姑娘，没有说什么。范闲的目光越过官道旁的青树，树后一望无际的田野，不远处哗哗流淌的河水，越来越远，直似要看穿这里的一切。最终他的2道目光淡淡洋洋地落在了河水去处的大工房里，那处隐有烟腾空而起，却不是农家微青炊烟，而是带着股熟悉味道的黑烟。难道是高炉？这一大片地方的百姓都被朝廷征召入内库做工，工钱比种粮食要多太多，所以打理农田的心思就淡了。一大片沃野之中，野草与出道争着长势，看着有些混杂混乱。范闲深吸了一口气，嗅着空气中清新的味道，放下心来，
看来这里的环境污染并不如自己事先想象中严重。当然，更远一些的铜山矿山里面，肯定要比这里环境恶劣的多。看着眼前的景致，似乎有一种与他脱离了许多年的感觉渐渐回到了他的脑中，只是那种来势依然温柔，并不汹涌，以至于他有些惘然。去年9月间的时候，他就总觉得自己内心深处极渴望某种东西，但却一直没有找出来。看着他走神，海棠双手像老汉一样绣着，皱眉着看着窗边那张清俊的脸，也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个年轻的权臣究竟想做些什么呢？感觉如何？他看出范闲今日有些心绪不宁，微笑问道。范闲安静说道：这话应该是我来问你。海棠笑了笑，确实是很少见的景致，从来没有想到过庆国的内库竟然如此之大。先前看见的那些物事，我竟是连名字也叫不出来。范闲应道：看没看罢，想来你也不可能回去照着做一个。海棠眼中一光一现，微笑问道：你对于内库这么有信心？范闲微怔，然后轻声应道：不是对内库有信心，而是这种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你光看到外面的模样就能学着做出来，那就有鬼了。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海棠沉默了起来，半晌后才说道：如今的内库里面的人都是信阳方面的亲信，你打算怎么接手？范闲眉头一挑，脸上浮现出一丝轻笑：管是谁的人，如今总都是我的人。海棠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真打算和对方不死不休？范闲安静了下来，半晌后沉声说道：你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晚了一些。海棠皱紧了眉头：我相信你的那位岳母不是糊涂人，不会看不清楚如今的局势。按道理讲，不论是你还是他，都有重新谈判和光同尘的愿望，而且利益当前，你和他撕破脸，似乎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不和他撕破脸，估计你和北齐的皇帝陛下会不愿意看到。范闲极俏一笑说道：放心吧，我不会和丈母娘重新联手，欺负你们北边的孤儿寡母。海棠沉默，却不知道他信还是不信。北齐方面的态度，范闲并不担心，反正只要有内库一天，北齐人就必须倚重自己一天。至于海棠先前说过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在玩弄政治的大人物们眼中，过往年间的任何仇怨，在一个足够巨大的利益筹码面前都可以抛却。尤其是范闲与长公主还有婉儿在中间当润滑剂，在世人看来，只要长公主肯让步，范闲没有任何道理不接受合议。而且事实上，长公主已经做出了让步。在苍山刺杀之后，那位庆国最美丽的贵妇真切地感受到了范闲的强大力量，曾经修书数封，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只是范闲没有接受而已。在安你的心。范闲没有收回望向车外的目光，轻轻说道：长公主已经愿意接受我执掌内库的事实，而我没有理会。海棠豁然抬手，那双明亮的眼眸盯着范闲的后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拒绝信阳方面的妥协。范闲轻声解释道：他要30%的份子就可以配合我轻松地接手内库，这个条件并不苛刻。海棠皱着眉头，沉默半晌之后说道：非但不苛刻，已经算是极有诚意的条件。本来站在我大齐朝野的立场上，安知你与那位长公主闹得越僵，对我们越有利，但站在朋友的立场上，我想劝你一句，归根结底，你的权势是庆国皇室给你的，而且他毕竟是你的岳母，这样好的条件没有理由不接受。范闲自嘲地笑了起来：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也许是从骨子里，我就以为在内库这件事情，我不会允许任何人来与我争夺。为什么？海棠依然摸不透他的心思。这是我母亲留下来的产业。范闲温和笑着说道：我没有他的能力，只好做个二世祖，但也不能把这个家败了呀。车厢里沉默了下来，许久之后，海棠轻声说道：可是如今的内库毕竟还是庆国朝廷的，朝廷是一个很虚幻的影像而已。范闲说道：什么是朝廷？皇上、官员、太后，还是百姓？他最后说道：关键就看这内库在我手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那些银子究竟能用在什么途径上。如果朝廷用不好，那我就带朝廷来用一用，把这个虚幻的影像变成实实在在的百姓二字。海棠微笑说道：你又习惯性的想扮圣人了。范闲笑着应道：我和严冰云说过，偶尔做圣人对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很有益的补充。挑明与长公主之间暗中曾经进行的谈判，让海棠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后，范闲就再次沉默了下来，看着车外的景致发呆。那些河边的水车方中某种稀疏的响声，远处炉上升着的黑烟，都在催发着他内心那个不知名的渴望。大人到了。内库转运司官员谦卑的声音让范闲从沉思之中再次醒来，他有些糊涂地看了看车中的2名女子，这才知道内库转运司已经到了，赶紧整理了一下衣着，掀开车帘跳了下去。是跳了下去，而不是保持着一位官员应有的仪表缓缓沉稳地走下去。
仅仅这一个动作就表现出来范闲心头莫名的紧张与兴奋，毕竟终于到内库了，到了母亲当年发家的地方，哪里还能保持一贯的平静。双脚踏在有些坚硬的土地上，范闲微微眯眼，打量着四周的一切，发现街旁就是一个寻常衙门，却根本没有自己想象中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场面。街上有些冷清，虽然四周建筑倒是新丽漂亮，可是不像个工地。那名负责接他从苏州过来的转运司官员，或许是见多了京都赴任官员的这种神态，小心翼翼解释道：三大方离司衙还远，大人今日先歇着，明天再去下面视察吧。范闲有些失望，本来打算今儿就去吹吹玻璃，织织棉布，与工人同志们亲切握手一番，却不想还要再等一日。司衙大门全开，内库转运司及负责保卫工作的军方监察院方诸位大人分成两列，迎接着钦差大人的到来。范闲当先走了进去，高达带着几名虎卫沉默地跟在他的身后。100来人的队伍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被安置下来，看来内库的运转速度依然极快。海棠与思思自然被带到了后宅，加上在路上新买的那几个丫鬟，本来一直冷清无比的转运司正使府顿时热闹了起来。诸位官员向范闲请安之后，众人便依次在衙上坐好，等着范闲训话。范闲对于内库的情况并不是十分熟悉，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开衙坐堂，所以感觉总有些奇妙，示意苏文茂代表自己讲了几句废话，便让众人先散了，只等着明日正式开衙。回到后宅之后，来不及熟悉自己的官邸，第一时间内他就召来了监察院常驻内库的统领官员。这名官员年纪约莫40左右，头发花白，看来内库的保卫工作确实让人很耗精神。他示意对方坐下，也不说什么废话，很直接地问道：讲讲情况。这名监察院官员属4处管辖，打从去年秋天起便已经得了严氏父子的密信，早已做好了准备，今日一见范闲问话，赶紧将自己知道的东西掏得干干净净。他当然明白范提斯出来内库，在内库里并没有什么亲信，如果想尽快掌握局面，那一定需要在库里找个值得信任的人，而自己身为监察院官员，近水楼台，自然要赶紧爬，才不辜负老天爷给自己的机遇。范闲听着连连点头，这名监察院官员说话做事极为利落，谈话间便将内库当前的状况讲得清清楚楚，三大方的职司，各司库官员的派系无一不落。为什么这些年内库亏损的这么厉害？范闲生就一个天大的胆子，这种问题也是问得光明正大，一点也不理会对面的监察院官员说话不方便。那名监察院官员姓丹名达，在范闲的面前却不敢胆大，他一个下层官员怎么能够3言2语将内库的事情说清楚，但还是斟酌着说道：其实亏损谈不上，只是这些年往京都上的赋税确实少了好几成。范闲无可奈何苦笑道：这么一个生金鸡的老母鸡，一年挣的钱比一年少，和亏损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前任是怎么管的。前任内库转运司正使便是信阳离宫长公主首席谋士黄奕的堂兄黄完树大人。范闲接手内库，并没有与这位黄大人见面，双方势若水火，便懒得办面上的接办手续，倒都是些光棍人儿。丹达不敢接他的话，去贬损长公主，诚恳说道：之所以利润年年削薄，一方面是三大方的花费越来越大，包括方主在内，那些司库官员们拿得太多；二来是出销的渠道这些年也有些问题，海上的海盗太过猖獗，不敢说太多，但至少10艇里有1-2艇是折在海上；三来就是往北齐的供货问题，前些年账目太乱，也不知道崔家提了多少私货走了，不过这事儿一直没人敢查，幸亏提司大人出了手，年前查实了崔家，光这一项便能为朝廷挽回不少损失。范闲颇感兴趣听着，但心里却是清楚得很，什么海盗都是名家自抢自获的把戏。他看着丹达欲言又止，好奇说道：还有什么原因？丹达看了他一眼，苦笑说道：还有就是院里这些年的经费增得太快，你也知道，院里一银花销大头都是直接由内库出，宫里的用度这些年没怎么涨，反而是院里花的太多了，加上前面说的那几条，这么一消，内库再能替朝廷挣钱，这么四处补着，也早已不如当年的盛况。范闲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自家监察院原来也是内库的吸血鬼之一。转念一想，3处那些师兄弟们天天研制大规模杀伤型武器，2处的乌鸦们满天下打探消息，不论如何伪装，总是需要资金支持，更不要论像5处6处这2个全无建设，只思破坏与吸金的黑洞衙门。当然，就算这些怨物都不算，他在陈园玩过许多次，那老瘸子养了那么多绝代美女，过着堪比帝王的豪华生活，这些钱还不都是内库出的？他摇摇头，苦涩笑道：院里的事儿就先别提了，传出去也丢人，查那几路就好。丹达与范闲身后的苏文茂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心想提司大人说话倒也直接，出销渠道的问题，海盗的问题，我来解决。范闲盯着单达的眼睛，四害除其二，我只是不明白，三大方发司库怎么也能和这些弊端相提并论。那些官员常年待在江南，不准擅离，确实是个辛苦活儿，朝廷给他们的俸禄丰厚些，倒是应该。
丹达不敢直视他的双眼，低头应道：“三大方负责内库全部出产，那些货物都是他们一手做出来的，所以什么？”范闲冷笑道：“难道他们就敢以此要挟？要挟自然不敢。”丹达苦笑应道：“但是朝廷对内库的管理严苛，一因工序、配料、方子就只有上中下三级司库官员知晓，他们脑子里的东西就等若是朝廷的产银机，只要他们稍许使些心眼，便能让内库的产量减少。所以一直以来，他们的地位在内库里都有些特殊，朝廷也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都有些骄横了。”哦，范闲好笑地眯起了双眼，心想就那些当初叶家出来的小帮工，如今也成了垄断致富的技术官僚，这不是要挟是什么？范闲愈发觉着这事儿有些荒唐好笑，呵呵笑道：“那当初长公主是怎么应付这些司库的？”丹达想了想，皱眉应道：“长公主只求产量不降，对于司库们的要求基本上都是尽力满足，而且将他们的地位抬得极高。当然，如果真有司库不知道分寸，长公主也会有她的手段。6年前就一股脑杀了7个闹事的司库，从那以后，司库们就学会了闷声发大财。对于咱们这些平级官员是没好脸色，但对于朝廷还是不敢有不敬之心。”范闲冷笑道：“骄横，极高的地位，那本官只好头一件事就是将他们打落尘埃。”他心里有些恼火，自己的丈母娘果然不是个做管理者的材料，居然将这样一个超大型企业管成这副模样，难怪皇帝陛下天天叫苦，父亲也头疼国库空虚。单达唬了一跳，心想提司大人毕竟年轻，如果新官上任3把火，雷霆降怒，真把那些司库们得罪光，内库出销渠道先不说，自身的产量与货物质量只怕都很难保证。他双手一依，沉声说道：“大人三思，不妨先以怀柔之心应之，再徐徐图之。”范闲笑着摇摇头：“不能徐徐图之，1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0天之后，本官就要回苏州主持内库开门迎标之事，不在这10天里把内库里面不服气的人打服了，以后你们怎么管事儿？我可没那兴致天天往这地方跑。”丹达苦着脸说道：“这事不好处理，就算打的那些司库们表面上服了，但他们暗中在方里做些手脚，甚至连手脚都不需要做，便能让内库出产减低，查又根本查不明白，最后这责任只怕还是要大人担着。”范闲有些欣赏此人有一说一的态度，监察院官员的风气果然比江南路官员要强上不少。他挥手阻止了对方的劝谏，笑着说道：“不怕，杀了张屠夫，难道就要吃带毛猪？”丹达与苏文茂一愣，不知道提司大人是从哪里来的信心，司库管的是生产，这事儿监察院可不在行。忽然间，苏文茂脑子一动，想到这内库当初是叶家的产业，而自家大人则是叶家的后人，难道说提司大人自有办法？范闲没有解释什么，只是让他们去准备明天真正开衙的事务，而他自己却是去了后院，有些不是滋味地喝了2碗粥，便很诚恳地邀请海棠晚上与自己一路去3大方走走，已经有下属为他办好了通行证，晚上就算不亮明自己的身份，应该也没什么大碍。而他之所以要喊海棠跟着自己一起去，却不是动了善念，要将内库的光辉扩延至北齐，而是纯粹需要海棠这个强力保镖。鸡鸣天度白，内库运转司正使府的后墙那里人影一飘，范闲与海棠结束了一个晚上的探险之行，回到了书房之中。范闲沉着那张脸，皱眉说道：“夜夜笙歌，管理败坏，是这2个词儿吧？”海棠却还沉浸在震惊之中。他今天晚上随着范闲在3大方逛了一圈，虽然没有接触到军工之类的坊间，但依然被所见所闻震慑住了。原来棉布是用那种纺机制成的，而且居然不用人力，用的是那种水力。只是河水之力怎么就能如此驯服呢？回思今夜见闻，他对于那位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叶家女主人更感敬佩，望着范闲的目光也炽热了少许。范闲不就是那个叶家女主人的儿子吗？范闲却不如他那般震惊，起先的新鲜感稍除，虽然心中依然有欣赏母亲遗泽的快慰感觉，但是庆国内库实则比他前世的乡镇企业只怕还不如，只是一些很初级的东西。如果不是庆国皇帝绝顶聪明，将所有的产业都看得紧紧的，只怕早已不如当年值钱了。不过就一顺德镇还不能产电冰箱，范闲哪里会吃惊？他吃惊的是另一桩事，那些内库的司库们果然是生活豪奢至极，他的心不禁痒了起来。如果将这些人吃掉的银子吞到自己肚子里，那又得是多大的一笔进账？而像长公主担心的事情，他并不怎么担心，什么狗屁技术垄断，又不是什么特难的活路。自己当年虽然不是理科出身，但吹几个玻璃总没太大问题。最关键的是，谁叫咱身后有人啊？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底气，知识就是银子，这就是范闲在内库第一天所产生的强烈认知。庆国内库转运司乃是国境之内最出名的独立王国，虽然官员都是由京都派遣而来，但由于远在江南，而且本身内部的诱惑太多，不论是外来的河籍官员，到最后都会被这个庞大而诱人的金窝给同化。监察院的官员或许还好些，
但转运司内部的官员却早已成了这个独立王国的支柱之一，没有人愿意内库发生一丁点变化。哪怕如今陛下下了旨意，让内库由信阳长公主的手中转移到了范提斯的怀里，这些内库官员们虽然当了长公主10几年亲信，却也并不怎么忌惮范闲的到来。他们心想，只要表面上的功夫做好了，想必小范大人也不会动了内库的根本。一朝天子一朝臣这种把戏应该不会上演。内库的根本是什么？不是那些金山银山，不是那些下苦力的工人，不是外围的商人，而是三大方的高级工匠与司库们。内库三大方分布于江南诸州间，甲方负责生产玻璃制品，对精度要求极高的工艺品、瓷货、昂贵至极的香水、蒸了又蒸的出名烈酒，还有许多。而像玻璃制品这一类，又可以延展成无数商品，总之可以命名为奢侈品生产商。而乙方则是负责大量生产棉布、纱布，研究稻种，打造好钢，大肆生产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合集，主要是出产生活资料。丙方却是三大方里看守最森严的工房，这里负责生产船舶以及军方需要的先进军械，比如黑旗目前配备的轻巧连弩就是由这座工房提供的。而更远一些的地方，监察院3处与内库的研究部门还在不停研制着火药，只是自从叶家开方之初，火药的研制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以至于目前监察院也只能拿一车火药当炮使，而没有发明出热武器来。不知道是庆国子民的聪明才干不足，还是那位姓叶的女子曾经使过什么坏。三大方只是一个粗疏的说法，与此相关的出产不计其数，星罗密布于闽北之地，源源不断地出产着货物，再经由民间商人提货，分销往北齐、东夷、小诸侯国、大洋之外的蛮荒王国之中，贪婪而汹涌地攫取着整个世界的钱粮，同时也将更好的生活品质、更多的奢华享受传遍到整个世界。在当年叶家被收入内库之后，虽然各项产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疑则犹在，而且各级司库们也真是拿出不少智慧，将叶家的产业发扬光大。这个曲线在17年前达到了峰值，整个庆国的财政收入竟有40%出自内库，只是在近些年，这个数字才稍微有些回水，不过依然是庆国最大的财政来源。套句某事的常用词，内库就是推动庆国向前的欲望发动机。正因为司库这种不入流的官员对于内库的生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加上长公主本身就是一个以阴谋走天下的女子，不擅长也不屑于用开山大刀去进行管理，所以这么些年来，各种情势相叠，让司库们成为了庆国最特殊的一批官僚。内库最底层的工人挣不了多少钱，甚至连负责管理的官员也并不如何嚣张，唯独是司库们在丰厚的俸禄之外，还享用着各式名目的津贴以及各种各样的红利。这不能不说是长公主高薪养狼带来的后果，而且也与朝廷这些年来管理的混乱有关。司库们在内库转运司一地，真有些像土皇帝。虽然他们表面上并不如何嚣张，但暗底下吃扣拿银，盘剥工人，将获得的钱经由外围的钱庄往四野里撒，在周边的大州里已经盘下了不少土地。至于在其中用了多少见不得人的手段，就不得而知了。另外，这些司库们在内库中欺压下层工人、欺男霸女的事情也没有少做。高级一些的司库还讲究些脸面，那些中级30来岁的司库则是赤裸裸的无耻着。范闲夜里查到的一名司库家中竟是蓄养了12房小妾，而那些年不过20的小妾是怎么来的，谁能说得清楚？只知道年年都有工人闹事，至于告状的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内库特殊，往往这些告状的苦主根本出不了内库，就算侥幸到了苏州城的，也总被朝廷糊弄下来。得罪良民事小，得罪司库事大，这是江南路官员们的共识。于是当新一任的内库转运司正使钦差大人范闲到了闽北衙门之后，那些对司库们怀着刻骨仇恨的下层工人与百姓再也没有去击鼓鸣冤，而是冷漠看着衙门处的大门，眼眸里闪动着阴火。火光一现，鞭炮之声大作，红线漫天飞舞之中，闽北内库转运司衙门的正门缓缓拉开，数十名官员身着正服，在微醺的气味中鱼贯而入，分列两行，对着正中间的那位年轻官员恭敬行礼。出圣旨，请明鉴亮明钦差身份，严钦管事章程。范闲看着堂下的这些下属们，将双手一纳，说道：“坐吧。”谢大人赐座。内库众官员整理衣衫坐下，衙内座椅不够，所以一些下级的官员都站在了后侧。众人看着小范大人面上的温和笑容，心头微定，而且也没有看见监察院那些如狼似虎的京都本官，本来略有些警惕的大脑顿时放松了下来。范闲眯着眼往下方看，很容易的便在众官之中找到自己开山震虎的对象。约莫5、6人下，有3个面色黝黑，穿着长服，腰间腰带系得紧紧的，极为恭谨的坐在那处。只是这3人明显没有官职在身，却坐在了众官之中，而且一看模样就是经常出入宫房的人物。范闲由其眼间，从对方那貌似恭谨之中看出了一丝漫不在乎与对自己的倾泻，那是一种极有底气的神态流露。他微微一笑，陈笃阴狠如他，当然不会被对方的神态所激怒，只是对方既然被长公主养了这么多年，自己要完全控制住内库，
不得已也得敲敲他们。先把那三人抛开，与诸位官员讲述了一番朝廷的意思，又与坐在自己最右手方的军方代表闲聊了两句。这位军中官员乃是叶家远亲，虽然叶家如今似乎被陛下逼到了二皇子一边，但是由于叶灵儿这个奇妙人物的存在，范闲与叶家的关系还算过得去，所以那位叶家将领对范闲也是格外尊敬，想必是京中家门曾经有过什么吩咐等，一因公事说的差不多了。范闲忽然间静了下来，抬起茶碗喝了一口。庆国没有端茶送客的规矩，众官知道范大人一定是有重要话要讲，都安静了下来。众人已经知道，在大江边上苏州码头竹棚中，小范大人的就职演讲已经是惊煞了整个江南路的官员，对他今日的发话不免有些好奇。内库真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范闲笑着说道。众官也陪笑起来。那位副使凑去说道，荒野之地有的只是敲敲打打，虽然闹心，但胜在与众不同。范闲也笑了起来。本官以为之所以奇妙，是因为此次奉旨南下，每经一地，但凡本官开衙亮明身份，总会有当地苦主敲鼓鸣冤，言道本地官员诸多不法事。没料到今儿个开衙已经半日，这么大一个地方，竟然连一个上书的百姓都没有。众官一愣，腹诽道：您一路前行南下，有个屁的鸣冤！但范闲如此说，一定有后话，不由将心提了起来。范闲这话当然是瞎说，只是个引子。本官大感欣慰，内库在诸位同僚的治理下，竟是一片清明，毫无不法之事，实在难得。众官员脸上一热，连称不敢不敢。范闲也没有黑着脸，只是笑着说道，但又有一桩疑问，不知道是内库真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某些官员官威太重，以至于百姓工人们就算心有怨言，也不敢来说与本官听。这话太没讲究，是个赤裸裸的准备购人以罪的把式。众官员不论派系，都是内库本地官，心头一凛，便生了几丝反感，心想就算您要烧三把火，也不能用这种荒唐的手法呀。以副使为首，众官员纷纷出列，大声说道，大人，断无此事，断无此事。范闲低下头去，手指头轻轻搓着丝丝新缝好的袖口，问道，断无何事？本官听闻这些年来，三大方里欠下面工人薪水不少，年前还曾经闹过一次大事，可有此事？众官员一愣，年前由于司库盘剥太厉，三大方的工人们确实闹过一次事，还死了2个人。这事儿一直被转运司上下官员们隐瞒着，没料到风声竟是传到了京都。但范大人既然已经说出口来，那一定是得了确实的消息，再难遮掩。副使赶紧上前陪笑说道，年前资金回流稍慢了些，工钱晚发了3天而已，结果那些刁民借机闹事，竟让三大方停了1天工，为朝廷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转运司商议之后，才请叶参将弹压了一番。好在没有出太多人命，想着以近年关，大人马上便到，所以就没有急着上报。其实哪里是晚发了工钱，准确来说是司库们将发下去的工钱抽了太多水，激怒之下，民愤渐起，工人们才闹起事来。而转运司的官员们又不想得罪司库，又不想掏出宫中的银子补账，所以装聋作哑，直到事情大了才调兵镇压。范闲回身与那位叶参将轻声说了几句，这名参将面露尴尬之色，轻声应话，想来在这件事情里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范闲将眉头一皱，轻轻敲着身旁案几，说道，诸位大人，这内库说白了便是个商号，只不过是陛下的商号，我大庆朝的商号。既然是做东西的，那最紧要的便是做东西的人，年复一年拖着工人的工钱，谁还愿意来给你做事？就算做事，又如何肯用心？到最后吃亏还不是朝廷？众官连声称是，纷纷进言日后一定严格照内库条例行事，断不会再有拖欠工钱的事情发生。至于日后如何，那是司库们与小范大人打交道，这些官员们只求将眼前这幕快些糊弄过去。只是那3名面色黝黑、身无官服却坐在椅中的人物，面色有些难看起来。净说些废话。范闲摇头叹息道，以后自然是不能再拖欠，那以前欠的呢？衙门正堂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静寂之中，官员们警惧之下，再不敢多言。内库工人数万，加上吃食住用、饮水衣料一系列的后勤，人数更是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朝廷给三大方工人定的工钱极为丰厚，从中抽水已经成为内库官员们发财的最大源泉之一。如果范闲真要这些官员们将前些年的克扣全吐回来，这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这些官员们心里清楚，自己这些人碍于庆律与监察院的监察，所以从来不敢明着吃，只是司库们吃剩后上的一些小孝敬而已。范大人针对的只怕还是那些司库，所以众官的目光有意无意间都扫了那3人一道。范闲就像是没有察觉场间的暗波汹涌，和声说道，朝廷总不能亏欠子民，前些年的欠账总要逐步补上，只是事情有些繁杂，断然是不能急的。不能急，众官心头再次一松，却被接下来的话吓得不轻。3天。范闲微笑着伸出3根手指头，望着众官员说道，
给诸位大人3天的时间，将所有的账给我填回来，欠下面工人的工钱都补回去，记得用太平钱庄的利钱为准。3天之后，如果还有工人到本官这里说他的工钱没拿到手，范闲说道，或者说让本官监察院的下属们查了出来，对不起诸位，本官是要露点狠劲儿了。他虽然微笑着，但官员们已经感觉到一股寒冽的味道开始传遍四周。那一直安坐如素的3位仁兄终于坐不住了，面带谦卑的站起身来，说道：大人，下官有话禀报。讲吧。范闲煞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拖欠工钱之事或许有之，但是数目并不大，而且往往是做账不顺。那人呵呵笑道：大人远自京都来，或许不清楚这些地方刁民的厉害。那些人拖家带口的来做工，明明就是一个人在工房做事，但他偏偏要报3个人，不是我们拖欠工钱，实在是他们想骗朝廷的银子。哦，范闲依了一声，还有这等把戏？是啊。那人明显没有看出范闲话语里的讥讽意味，大喜过望说道：大人，那些工人尖角英滑，仗着朝廷心疼百姓，便敢狮子大开口，但凡有些要求不能满足，便会消极怠工，甚至还有些更坏的家伙，竟是敢在工序里做手脚。这些年来，不知道让朝廷损失了多少银子。此人一劲儿将脏水往工人的身上泼，还不是想着范提斯再如何好清明，但毕竟是官员一属，怎么会将屁股坐到工人那边？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不愁你不站好队。范闲却在心里冷笑着，这话说的把自己常犯的剑全推到工人身上，但他面色不变，叹息道：啊，想不到陛下如此仁明，这些人居然还如此不知足。那人陪笑说道：确实如此，拖欠工钱之事，等下官回去之后一定细细查清楚，不过那些闹事的工人也不能轻饶，大人切莫被这些奸人言语蒙蔽，那些人奸滑得很，委实不是个什么东西。范闲看着此人，忽然皱起了眉头。请问大人是？副使赶紧在一边介绍道：这位是甲方的主事官，萧大人。萧大人。范闲似乎有些吃惊，甲方主事官，司库之首。那位姓萧的3大方主事人赶紧行了个礼，正是下官。范闲盯着他看了半晌，忽然开口说道：你一个区主事，只不过是个小小司库，朝廷给了你一个不入流的品级，连官身都没有，怎么敢在本官面前自称下官？众人一怔，他的声音陡然间冷了下来，口口声声下官，你又是哪门子的官？本衙今日头一遭开门，你一个区主事不在衙外候着传问，居然敢大咧咧的入堂，还敢坐在朝廷命官之间，真是好大的胆子。敢请教，你又是个什么混账胆大的东西？堂间安静了半天，直到过了许久，众官员们才听清了范大人是在骂人。顿时场间轰的一声炸开了锅，这还了得！自内库被归为皇室所有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指着3大方主事的脸骂娘。就连长公主当初接手内库后，头一遭来闽北衙门，对这3名3大方的主事也是好生温柔，怎么这位范大人就敢劈头就骂？那位甲方主事萧大人也愣在了当场，他没想到范大人就算不笼络自己也罢，居然如此不给自己面子，骂得如此之凶。他闷哼一声，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但对着堂堂皇子也不敢说什么，悻悻然一拱手，便要回座闷声当菩萨去，撤了他的座。范闲双眼一眯，眉间皱成极好看的小圈，和声说道：本官面前没有他的座位。范大人。那位主事官勃然大怒，屁股还没挨着座位，就重新站直了身子，强抑着内心愤怒，说道：不要欺人太甚。范闲根本不理会此人，自喝着茶，与身旁面色尴尬的叶参将、副使说着闲话。说话间，他身边的监察院官员已经下去，将那明萧大人推到一边，撤了他的座位。如此一来，事情真是大了，不止底下的官员们都纷纷出列说情，就连那位叶参将也压低声音在范闲耳边说道：范少爷，给他们留些颜面吧。给他们留颜面。范闲笑着说道：今儿就是专门削他们脸来的。叶参将一闷，不敢再继续说话。打从内库开衙至今，3大方的主事在衙门里都有自己的座位，地位特殊，从来没有人如此侮辱他们的存在。此时见着甲方主事受辱，另2位大方主事也终于坐不住了，起身站在那位萧大人身边，对着上手的范闲寒声说道：既然大人认为衙中没有咱们的座位，不若一起撤了吧，反正3大方不过是些下贱之人，不是赌气，而是在拿3大方压人。范闲抬起头来，看了面前站坐一排的3位主事，微笑说道：当然是要一起撤，你们以为还能有你们的位置？3大方里当然不全是下贱之人，不过诸位既然自成，本官也便信了。大人，3大方主事没有料到范闲竟是步步进逼，言语间没有给自己留一丝退路，这才知道对方不只是要树威，竟是要赶尽杀绝。可是你范闲有什么底气？难道真想看着3大方垮了不成？3大方主事再次硬化的语气便变得狠了起来。大人，
不知三大方有何得罪之处？盘剥宫前，欺男霸女，以既要挟朝廷，不敬本官。当然，范闲盯着三人说道：你们得罪的不是本官，得罪的是三大方里的工人，还有养你们的朝廷与天下万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三位主事大怒说道：大人出来转运司，便如此肆意妄行，难道我大庆朝真的没有规矩不成？规矩，本官便是规矩。范闲笑着心想，当然这句话没有说出口来，只是想到范老二当年在京都横行时最喜欢标的就是这句狠话，看来做官与当混混一样，遇着情况不明的乱局时使些蛮横技巧总是可行的。来人啊，这三人咆哮牙膛，给我拖下去，打石板子线。范闲将手中茶杯轻轻搁在桌脊之上，毫不理会堂下众官员求情的话语，笑想自己恰得苦，罢得蛮，就是有些耐不得烦，哪里肯和这些人多费口舌。啪啪啪啪，声音很脆，不像京都皇宫外廷杖落在督察院御史们身上所发出的闷响，反而像是谁在为一个节奏感强烈的音乐打着节拍。拍子只落了10下便结束了。三位攻防的主事终于没有像宝玉哥哥一样有进气没出气，也没有像范老二一样晕厥过去。范闲大感兴趣，看着场间的那一幕，不免有些意外，这三位主事的硬气被打了石板子，居然连哼都没有哼一声。他是知道自己属下风格的，自己既然喊打，没有一个人敢留力气。三位主事趴在长凳上，衣衫被掀了起来，裤子也被退了下去，臀背全是一道一道的红痕，看着凄惨不堪。他们今日受辱太重，当着范闲的面竟是硬顶着没有发出求饶的声音来，但板子落在身上总是痛的，尤其是痛楚之外还有一丝被扒了衣服的屈辱感，让这些中年汉子的眼中都开始含着泪水，汪汪的又带着恨意，像可怜的小狗狗。范闲拍拍手说道：插出去。是。属下们齐声应道，便扶起三位主事往衙门外走去。在这三位早已痛辱难当的主事身后，范闲还没忘了像个商人一样喊着：三天，你们可别忘了。衙门里顿时安静了下来，诸位官员望着范闲的目光更增一丝惊惧。天下人都知道范闲的名声，但不是京都中人，对于范闲的亲民文明内里蕴着的阴寒味道，这些官员并没有亲身的体验，不如二皇子那派文官来的痛楚清晰。但今日大家终于看着了，在暗自害怕之余，也不免多了几丝暗中的冷笑。打便打罢，打的是私库，还不是给咱们这些做官的看？只是您范大人在如何博学，对于内库里的事物依然是两眼一抹黑，将这三大方的主事得罪惨了，日后看你如何收场。范闲或许并不清楚自己属下这些官员存着3日后看热闹的心思，或许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又随意说了2句，吩咐诸人在3日之内将欠款填回来，有何不法事自行手检，便放诸官出衙。他留下了那位出自叶家的参将，还有自己的亲密助手转运司副使，3日后要做那件事情，在很多方面他还是需要这2个人的帮忙。也不知道在后园里他与这2位官员说了些什么，只见2人的脸色越发沉重，最后终是缓缓点了点头，对范闲恭谨的行了一礼，便退了出去。大人，苏文茂递过监察院递上来的情报汇总，范闲顺手接了过去，一面看一面微微点头，看来四处的人还是有些用处的，只是这些年被长公主与司库们上下夹压着，没有一展手脚的机会。苏文茂看着他沉浸在卷宗之中，想到先前那幕，忍不住皱了眉头，壮起胆子轻声说道：那3大方的主事杀得？范闲抬头看了他一眼，忍不住笑了起来：当然杀的，不过杀人并不是做菜，吃得便吃，杀的也不用急着杀。大人先前过于温和了。苏文茂出自监察院一处，对于整治官员吏治向来讲究心狠手辣，对于范闲先前的处置实在是觉得过于仁慈，区3个主事，杀便杀了，既然立威便要雷霆一击，哪有说了半天只打10个板子的道理。他不忿说道：大人先前只是打了他们10板子，太轻了，只怕会让这些人心生不服。范闲挥挥手中监察院的情报汇总，平静说道：依手中的证据，我一刀便将那3个脑袋啄下来，也没人敢说什么。苏文茂一怔，心想既然如此，为何先前雷声大雨点小，就此放过那3个目无王法的家伙？范闲笑着解释道：雷霆雨露皆是上恩，如果先前我处置得狠了，虽然官员与那些大小司库们心中会不服，甚至会因恐惧而生嫉恨，但他们也只有应着，而且慑于杀头刀的锋芒，就会老实下来。这3天的期限啊，只怕还不过1天，官员们都会将亏空补上，而那些司库们更是会疯了一般来往衙里送银子。这不是大人所想看到的局面吗？苏文茂越发的不解。范闲摆摆手：错了，一时镇压下去，只杀了3大方的主事，对于内库来说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就像上山猎猴一样，你要把猴王杀了，那些猴子就会四散开来。你也知道，我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常年守在内库这处，将来我们走了呢，那些猴子又会从山里跑出来，来偷咱家的玉米吃。苏文茂心头一动，明白了一些什么，
提斯大人比喻中说的猴子，自然就是三大方为数众多的司库们。如果今日就斩了三大方的主事，那些司库们自然会老老实实的吐回银两，发还拖欠工人的工钱。但是那样一来，提斯大人就缺少了在下屠刀的机会。等日后提斯大人离开了闽北，回到杭州，山高路远的那些司库们只怕又会重新活跃起来，而三大方里的工人们只怕要迎接更惨烈的报复。这是几脓包？范闲笑着说道。你看着脸上似乎平了，其实脓水还在里面，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先磨砂，而是要开阔毛孔，将所有的脓汁都挤出来。苏文茂一怔，明显没有上过美容课，但已经足够明白范闲的意思，笑着说道：大人说的复杂，不就是引蛇出洞吗？引什么引？这叫打蛇惊蛇。范闲摸摸平整光滑的头发，发现自己这形容似乎也不怎么贴切，忍不住笑道：反正3天之期，三大方石板之辱，想来那些骄纵惯了的司库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忍的。如果有人将银子补回来了，怎么办？苏文茂疑惑问道，有些担心提司大人名声大振之后，让那些小猴子们没胆量跳出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范闲很认真说道，没有触犯庆律里行书的司库，只要把银子退得干净，我自然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是来管内库，不是来破内库的。明白了。对于敌人，我们要从中进行分化，进行梳理，分别对待，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看看3日后跳出来的是谁，就知道谁在拒绝本官的好意。范闲微笑说道，不仅仅是针对司库们，想必长工主流在内库的亲信也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在信阳方面看来，我如果将司库们都得罪了，内库自然要陷入瘫痪之中，这时节他们也一定会跳出来。你让4处的人这2天盯紧一些，最后你个名单，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我都会一一清走。苏文茂终于全盘了解了，提司大人要做很彻底的清理工作，又到先前院中的对话，小意说道，只是大人，副使倒是任少安那族里的人，算是可以信任，但叶家……范闲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据京都传来的消息，在大皇子与北齐大公主成婚之后数日，叶灵儿也终于嫁给了二皇子，而二皇子也借着这个机会由太后出面，被从软禁的府邸之中放了出来。不用担心什么，我没有说太多，只是让那位叶参将最近注意一下出库的线路，我不至于狂妄自大到可以用几句话就收服叶家的人。范闲笑了起来，他让叶参将做的事情其实只是为了防止司库们仗着地利偷偷将这些年吞的银子运出去。虽然大部分赃银肯定用在了买地上，但地契司库们的脾性决定了，只可能放在自己的家里，而且不要很随意的将叶家与二皇子与长公主联系在一起。范闲想了想后说道，叶秦二家并称于世，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般简单，怎么可能单方面倒向一个皇子，那也太愚蠢了些。就算有所倾向，但在事态没有明朗之前，他总要卖我几分面子，为了一群司库和我翻脸，除非叶仲真是嫌陛下没将他发配得更远一些。苏文茂一领，没有再说什么，领命而去。范闲却坐在椅上陷入了沉默之中，半晌后才叹了一声气，叶灵儿终究是嫁了，二皇子将来会落个什么下场呢？他不是一个人善之人，但在抱月楼外的茶铺中也曾经说过，之所以要将二皇子打落尘埃，便是想留他一条性命。这一方面是因为叶灵儿的关系，另一方面只是潜意识里想和那个讲究铁血玉子的皇帝陛下较劲，看你会玩还是我会玩。数月来，叶家被皇帝玩了一道，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与二皇子靠得越来越近。想到此事，范闲便是一肚子阴火。皇帝陛下深谋远虑或许是真的，但身为帝王的多疑混账更是不假。看来坐在不同位置上的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坐在龙椅上的皇帝，他的局限性就是过于多疑了，以赐婚试探在先，毫无道理的防备建起，十分无耻的构陷在后，生生将叶家逼到了太子的对立面。太子，那老三为什么要跟着自己出京？皇帝还真不是吃稀饭的，竟弄些让人瞧不出眉目的手段。范闲有些苦恼，旋即安慰自己这个小混蛋弄不明白，说不定老混蛋也是在打乱仗，自己都不见得明白。至于为什么范闲极其坚决的不肯与丈母娘和解，并不是恋爱过程当中受了多少女婿气，也不仅仅是对海棠说过的看好家业的那个理由，最实在的原因是，如果范闲与长公主真的联手了，双方的实力相加会强大到一种很恐怖，一种足以动摇庆国根基的地步，而这绝对是庆国皇帝不能允许的。而对于没有手握天下之权的范闲来说，目前的处事方针就只有极大之若愚的一条，但凡皇帝老子不允许的事情，自己绝对不做，除非有人要打死自己。以后的2日内，出至内库的钦差大人范闲带着自己贴身的7个丫鬟，花枝招展的4处视察宫房，对于内库的流程渐渐熟悉了起来，对于当年叶家的声势更添一丝感性的认识，难免会在河旁水车处抚目窥探，不禁沧桑之感，偶尔也与房中的工人们坐而论道，吹玻璃之道，只可怜他手艺太差，面相太美，吹不成功，玻璃质感却是展露无疑，便这么晃了2日。离官衙近些的宫房大多知道了新来的大人究竟是什么模样，
对于传说中的小范大人，虽不敢逼视，但苦哈哈们也是小意的偷瞧了不少眼，都说这位贵公子生得真是好看，就是手脚笨了些，为人倒也亲善，身边的7个丫鬟都生得如花似玉，只是有一个丫鬟长得实在是不咋地，行事走路大有乡村土风，哪里像是大族人家出来的姑娘。而另一方面，军方与监察院组成的内4道防线忽然间加紧了巡查工作。内库的巡查本就是天下最严密的所在，骤一加紧，顿时搜出了些违禁之物，虽然不是内库的技术密钥，但也是些沉甸甸的东西，是轻飘飘的纸片，却是沉甸甸的地气。不出范闲所料，包括3大方主事在内的司库与相关官员们在3日令出台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身边最值钱的东西想办法运出去，交给内库外面的亲友。但在遇着严密的搜查之后，众官员与司库们终于绝望了，知道新来的钦差大人不会允许自己这些人转移财产，而这些纸上财产留在身边，天啦，3日后如果自己不将亏空补齐，岂不是要被抄家？而且这些人的身上哪里会干净？如果钦差大人要救自己的错处，左右都是个死字。丹达与林参将的工作明显起了成效，从第2天起就没有人再试图转移家产，而一股阴风开始在内库的各个府邸与3大方之间吹了起来。至于吹风的源头是谁，自然有撒出去的钉子在悄悄打听。是叶闽地天降大雨，河流暴涨，虽然由于堤防实在没有任何问题，但那种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氛围已经开始让很多人感觉到了异样。感受到强烈危险的司库们开始串联了起来，上中下一共200多名司库，面对着3日令都有着自己的打算，有的良心尚存的人准备交回赃银重新做人，有些害怕范闲权势的人开始暗中准备举报同僚不法之事，为自己谋取个清白之身，而更多的人则开始聚集在3大方的主事府中，窃窃私议着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此事。3大方的3位主事被打了板子后都只能躺在床上，虽身处3地，但内心对范闲的仇恨与眼中的怨毒颇有情发一心之态。总之他们是不肯向范闲低头的，因为他们做的坏事太多，就算低头只怕将来也逃不出一死。而在这些司库们的串联里，信阳方面留在司库的心腹也起了很恶劣的作用，用远在京都的公主殿下的名义向众司库保证，朝廷首先关注的依然还是内库的出产与利润，而不是你们贪的这些小碎银子，1根筷子怎么着，10根筷子怎么着。总之绝大部分的司库们终于紧紧地抱成了团儿，开始像保龄球一样砸向似乎一无所知只知邪美同游的范钦差大人。3日令的最后一天，范闲依着前2天的规矩，上午的时候还是留在官衙里议事。这2天虽然司库们一直没有主动交赃认罪，但是官员们还是有不少已经退了些银子回来，至于退足了没有，那是后事，自然后论，至少这表面上的公警是做出来了。也有些司库暗中认罪，主动攀到监察院要当污点证人，范闲自然是一笑纳之，看来对方果然不是一块整铁板，内库的铸造工艺确实不过关。他喝着茶，看着堂外的细雨出神，心里悠悠想，昨夜的那场好雨，今年庆国不会又遭洪水吧？看来得抓紧些时间了，不然父亲那边要的银子只怕还来不及运到大江沿岸，堤岸又会崩了。大人，一个黄急不堪的声音就像是一道闷雷炸了开来，将范闲从圣人之思中喊醒。范闲纳闷一看，只见一堆官服全势的官员跑了进来，这些官员们都是今天去各方宣传3日令最后期限的人物，怎么都跑回来了？领头的人是内库的2号人物，转运司副使马凯。只见他一脸震惊，拉着钱巾，不顾地上污水湿鞋，惶急无比地闯了进来。马大人，何事如此慌张？范闲看着对方，微微皱眉，摆足了曹操的谱。大人，不好了！马凯虽然早知道司库们一定会对3日令进行反弹，但今日骤闻此事，不由慌了心神，赶紧来向范闲报告：3大方罢工了。范闲微微一怔，呆呆地站在石阶之上。马凯以为钦差大人也被突如其来的坏消息给镇住了心神，抹了一把脸上雨水，苦笑说道：这下可好，这下可好，3大方罢工，这是自庆国收运内库之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其实范闲并没有杀人，用的手段还不如长公主当年血腥，但问题在于范闲发出3日令，手头又拥有长公主不曾拥有的密谍力量，再堵住了司库们转移家产的谋图，等若是实实在在的准备吞掉司库们这些年扣的银钱。银钱是什么？银钱就是绝大部分世人的命，所以司库们就敢用罢工这样的惊天之举来和范闲拼命。范闲只是略怔了怔，马上就醒了过来，唇角浮起淡淡笑意。其实他惊的不是司库们反应激烈如斯，他只是想着原来这个世界也有公朝。大人，怎么办？要不然先收回3日令。马凯满脸期盼地说道。他是很不赞同范闲出3日令的，如今司库们真的罢工了，内库3大方1日停工，朝廷便要损失多少银子，这么大的罪过谁担得起？就算你范闲家世异于常人，不怕世人误议，但是陛下也不会轻饶了你。出乎马凯与众官员的意料，范闲轻斧头上光滑发丝，
活动了一下脖梗，脸上露出一丝隐隐兴奋。果然没让本官失望，弄了个大动静出来。如此也好，待本官赶上前去，杀他们个干干净啊净！啊！众官员傻立细语之中，衙门幕梁上一双燕子轻轻飞舞。满天雨水之中，范闲穿着黑色的监察院连衣，领着转运司大小官员合计20余人，匆匆赶到了第一个喊出罢工的甲方某处大房外。众官员站在房外，发现听不到火炉滋滋作响的声音，方上也没有黑烟冒出，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众人忍不住都将目光投射到范闲的身上，心想这种沉默的抗议，大人究竟准备如何处理？没有人知道，跟随范闲下江南的启年小组6处剑手已经披着雨衣，沉默地来到了离大方不远处，等待着命令。而在更远处，叶参将沉着一张脸，紧握着拳头，心中忐忑地与身旁的苏文茂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心思却全在今日罢工的大方之中。在二人的身后，一营刀枪在手的官兵正等待着。甲方罢工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间大方之中，方内犹有昨夜残留的热气，这里是负责炼制玻璃的所在。范闲踏着稳定的步伐走入方内，抬头看了一眼高高的房顶，赞叹说道：“房宇做得不错。”工人们三三两两地缩在最后方，脸上挂满了惊恐。这些下层的工人自然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忽然停工，看着新进来到的钦差大人，心里害怕万分。而在工房前方，10几名穿着青色衣衫的司库强自镇定，对范闲行了一礼：“为什么没有开工？好叫大人知晓。”身后还带伤的甲方萧主事用带着怨恨的眼光看了范闲一眼。昨天夜里雨水太大，将炉子浇熄了，冲坏了模具，所以没有办法开工。主事与司库不是蠢货，当然知道不能明着说罢工，不然万一范闲真的发了疯，提刀将自己这些人全杀了，他道理上也说得过去，所以只能找些理由，但实际上还是以罢工对对方进行威胁。这或许便是所谓谈判的艺术。在诗文方面，范闲可以说是个艺术家，但他的本职工作却往往是没有美感的在破坏艺术。他沉着脸说道：“模具毁了，炉子湿了，那以防呢？难道烫死人的钢水也凝了？纺机也能发锈？”不等那个萧主事回话，他双眼一眯说道：“我看你们这些司库们才真是脑子生锈了。根本没有所谓的谈判，范闲只是需要有人闹事而已。内库技术主管的换人势在必行，他怎舍得错过这个机会来人啊？将这个萧主事的头给我砍下来，用他的血暖暖炉子。”范闲一拍手掌，和声说道。那名萧主事一愣，似乎没有听明白钦差大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范闲的话音一落，穿着雨衣的监察院官员已经走入了房中，一位下属抬了把椅子让范闲坐下，另有几人已经干净利落地将萧主事踹倒在地，拉到了离范闲约有5丈之远的炉旁。范闲一挥手，他身后的运转司官员们大哗，马凯副使急火攻心，惶然喊道：“大人，使不得！”而被推到炉口处的萧主事这时候终于醒了过来，知道钦差大人真的要杀自己，真的敢杀自己。他开始拼命挣扎，双脚蹬着地上的浮土，沙沙作响，带着哭腔喊道：“饶命！大人饶命！世间每多愚者，看不透事态所在，要丧命时再起饶命，未免迟了些。”与那位萧主事交好的司库们双眼欲裂，纷纷冲上前去，想要将萧主事救回来。哗的一声，一道雪白的刀光闪过，一颗带着黝黑面色的头颅咕噜噜地滚进了炉子里，鲜血扑地喷出，击打在炉壁之上。大方里爆出无数声惊叫，众人都被眼前血腥的这一幕给镇住了。小司库们痛嚎着，惊恐着，在电光石火间同时收住了前行的脚步，求生的本能在这一刻终于战胜了内心的狂热。范闲看了炉口的尸首一眼，又看了看房后那些聚集在一起约有数百名满脸害怕的工人们，平静说道：“本官杀人自然有杀人的缘由。”雨水淅淅沥沥地下着，敲打在工房之上的屋顶，噼啪作响，和屋顶下方死一般的沉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工房里工人们畏惧地聚集在最后方，脸上的惊恐未加遮掩，但大家的手已经开始下意识地去摸那些铁线木板，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站在前方主持罢工之事的司库们更是满脸畏惧，看着方门口安座椅上的钦差大人，再也没有人理会已经死去的萧主事，甚至没有人敢去看一眼炉口旁尸首分离的惨景，只是惊恐注视着范闲那张温和柔美的脸。众人的脚下意识里往后退去，一人退，10人退，众人退，司库们退后的脚步声沙沙作响，就像是千足虫在沙漠里爬行。只是工房总共就只有这么大，后面又被穿着单薄的工人们占去了大部分地方，这些穿着青色服饰的司库们又能退到哪里去呢？范闲看着眼前这一幕，下意识里摇了摇头，和声说道：“本官不是一位残暴之人，诸位工人莫要害怕，朝廷查的只是司库贪污扣饷一事，与你们没有什么关系。”最后方的工人们互相看了2眼，心绪稍定，却不敢完全相信这个年轻的大官手里依然握着铁线的把手。你就算是朝廷命官，可怎么能胡乱杀人？
一名司库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沉默的压力，尖着声音哭喊道。这时候运转司副使马凯正傻乎乎站在范闲的身后，他根本没有料到范闲竟是二话不说便先砍了一个大房主事的人头。今天这事儿弄大发了，可该怎么收场哦？他颤着声音又惊又怒说道。钦差大人，这是为何？万事好商量，完了，这下完了。在马凯的心中，内库最紧要的便是面前这群司库们，只有这些人才知道如何将内库维持下去。就算你范闲今日砍几10个人头，逼这些司库们就范，可是日后呢？司库们含怨做事，谁知道会将内库变成什么模样？更何况还有2位大方主事也在闹公潮。如果知道你杀了甲方的萧主事，激起了民怨，罢工之事真的继续了下去，天了！您要真把人杀光了，谁来做事去？难道指望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工人？范闲没有理会身边手足无措的副使，示意苏文茂靠了过来，然后轻声对房内的所有人说道：都给我一字一句听着。众人一怔。苏文茂从湿漉漉的涟漪里取出几张纸，眯眼看了一下，便开始高声读了起来。经查明，内库转运司3大方甲方主事萧敬，自元年以来诸多恶行不法事。苏文茂皱眉看了一眼那些瑟瑟不安的司库们，继续说道：庆历2年3月，萧敬瞒铜山矿难，吃死人饷5年，一共合计13700两。庆历4年7月9日，萧敬行贿苏州主簿，以贱价购得良田700亩。庆历6年正月，以萧敬为首的3大方主事并一干司库拖欠工人工钱累计逾万，引发暴动，死14人，伤50余人。罪状不知道罗列了多少条出来，念得苏文茂嘴都有些干了。只听他最后说道：其罪难恕，依庆律当斩。然后他从怀中取出地契若干、苏州主簿的供状以及相关证据。不要再问我，要证据。范闲接着开口说道：人证我留着的，物证也有不少，像萧敬这种混账东西，本官既然主事内库，那是断不会留的。那些本自站立不安的工人们听着钦差大人议罪，听着那条条罪状，顿时想起来平日里萧敬此人是如何的横行霸道，对手下的工人们是如何苛刻阴毒，顿时觉得钦差大人杀得好，杀得妙。而那些司库们眼中的怨毒之意却是愈发的重了起来。有人不服喊道：就算要治罪，也要开堂审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站在范闲身后的副使马凯听着苏文茂念罪状的时候，就知道钦差大人是在找借口。萧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内库转运司的官员心里都清楚，只是就算要依庆律治罪，可是你也不能就这样胡乱杀了呀。马凯毕竟因为表弟任少安的关系，想与范闲维持良好的局面，所以再如何不认同范闲的行事风格，也是强行闭着嘴不去质疑。他不质疑，但是转运司里还有长公主留下来的心腹，可不肯放过这个大放机会，阴险说道：大人处事果断，只是似这等贪赃枉法之辈，似乎应该开堂明审，让他亲口承认，方可警惕宵小。而且大人给了司库们3日之期，这3日的时间还没有到，不免。司库们站立着却不死心，听着官员的队伍里有人帮自己说话，更是大着胆子鼓噪了起来。范闲根本没有转头，唇角泛起一丝冷笑道：本官乃监察院提司，身兼内库转运司正使，监察院负责查案，转运司依庆律特例，由正使断案，审他斩他有何不可？再说了，本官也不是用这些罪名斩他。他微微低头笑着说道：挑动工人闹事罢工，抵抗陛下旨意，本官难道还斩不得这等无君无父之徒？庆律缜密，似杀人这种事情，暗中做着无妨，但像范闲这样明着堂而皇之杀人，则是需要一个极好的借口。如果他只是用萧敬的不法事为绳来说明自己杀人的正当性，就会给官员们司库们一个极好的反驳机会，不问案而斩人犯，放在哪个衙门都是说不过去的。但范闲这人做事很实在，明明查实了萧敬的罪名，却偏说是因为对方不尽陛下旨意而斩。旨意这种东西最是虚无缥缈，他身为钦差，当然有最后的解释权。而监察院查的萧敬罪状也是很必要的，日后在京都朝堂上打御前官司，这些强买良田、欺民致死的罪行，足以堵住事后的质疑。当前杀人立威，事后取证堵住世人悠悠之口，这才是谋虑长远的安排。甲方的大方里已经死了一个人，而工人们对钦差大人有所期望，司库们胆小如鼠，官员们虽然心中有鬼，却无法当面指摘范闲，局势稍稍稳定了下来。又过了一段时间，乙丙两方的攻潮也平息了下来。不过那两处由于是叶参将与单达2个人处理的，所以多费了一些时辰。这2个人不像范闲一样胆子大，只敢抓人不敢杀人。其余两方的司库们被军士们压着进入了大工房中，工人们被严禁留在各方之内。饶是如此，忽然间涌入了200多名青衣司库，还是让大工房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只是军队刀枪寒芒所指，监察院弩箭相逼，在拥挤的人群都不敢有半分动弹。看着这一幕，
随着范闲来到宫房里的转运司官员们心头大惊。众官直到此时才知道，原来钦差大人对于3日令最后一天的局势早做出了安排，而且他似乎早就猜到了司库们会有过激的反应，一时间那些信阳方面的亲信官员无不失望。看来今天这场乱子闹不大了，但同时间他们也在期望着范闲待会儿下手再狠些，最好将所有的司库都得罪光，日后内库减产，质量下降，看你如何向陛下交代。等房内稍安静了一会儿之后，范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本来红在涟漪里的几盆小水流到了地面上。他看着面前挤作一堆的司库们，只见这些司库们眼中有不服之意，而自乙丙两方被压过来的司库们更是有交色，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人倒的挺齐啊，他温和笑着说道。昨夜天降大雨，这间宫房被浇熄了，你们那边呢？还有，明明隔着30-40里地的宫房司库，怎么今天都在衙门附近？就算宫房因雨停工，你们也应该去自己的房内看着才是。天时尚早，难道你们已经去了，然后又折转回来？他自顾自地说着。而司库们经由先前方内留下的司库解说，终于知道先前发生了什么事，面色渐渐苍白了起来。范闲摇头说道：这下好，诸位罢工的罪名拿实了，本官也好下手杀人了。经过萧主事的非正常干脆死亡，经由言语的传播，司库们如今终于知道了钦差大人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听着这句淡淡话语，司库们嗡的一声炸开了锅，有出言求饶命的，有游子狠狠骂娘的，有的人眼睛咕噜直转，似乎要看这宫房哪里有狗洞可以钻出去。人群渐渐散开，形势微乱，只是外围的军队与监察院看得紧，又将众人逼了回去。有2个人从司库里挤了出来，不是旁人，正是此次攻朝的3位领头人，乙丙两方的主事司库。这2位主事先前在各自治下最大的一间宫房内意气风发，口若悬河地指挥着司库与工人们罢工，言辞滔滔，气势惊人。虽然工人们有气无力，有心无意地看着他2人，但是上百名的司库们则被他们说得无比动心，心想以自己这些人脑子里的智慧，朝廷怎么也舍不得严惩。当然这2位主事也严令诸位司库们对于钦差大人要恭敬无比，咱们要的只是家中的银子不被朝廷夺了，而不是真的要造反。没料到罢工不过一会儿时间，由方外就冲来了无数兵士与监察院的密探。面对着兵器，2位主事的言语顿时没有了力量，乖乖的束手就擒，被押送到了这里。但一路他们依然有底气，心想自己这些人行事有分寸，你钦差大人也不好如何。没料到钦差大人做事没分寸，在人群里站了会儿，2位主事才知道原来和自己一起密谋罢工的萧主事竟然死了。2位主事站在人群外，在方内四处看着，终于在炉口边上发现了萧劲的尸首，那片血污与头颅霎时间震慑住了他们的心神。2人悲声哭嚎道：萧大人，萧大人！身边尽是刀枪，所以不敢去炉边耗丧，但他们依然抬起头来，用极怨毒的目光看了范闲一眼，知道自己今天大概是逃不过去了。范闲没有看他们，只是微微偏头，听着丹达的汇报。当知道丙方一应如常，监察院3处的技师们已经全部接手，没有人敢趁乱做些什么，这才放下心来。而在这个时候，一名本应住在府内的虎卫悄悄越过诸关，来到了范闲的身边，凑到他耳旁说道：府里那位想出去逛逛。丙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处负责生产军械船舶之类的要害物，如果那处的机密被泄，日后在战场之上，不知道庆国会多死多少年轻人，范闲可不敢负这个责任。本来听着丹达的禀报心头稍安，但听着虎卫的禀报，眉头又是皱了起来。海棠化妆成婢女跟着自己，可以瞒过官员，可以瞒过许多人，却瞒不过高达那双鹰一般的眼睛。虽然范闲发现自己犯了这个大错，但已经无法弥补了。好在启年小组暗中盯着，虎卫并没有向外面放出什么消息，这才让他稍安了些心，又开始疑惑起来。但眼下并不是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虎卫所指的那位自然就是海棠。看来那位村姑知道今天热闹，只怕是想趁机做些什么。范闲平静说道：不准出去，盯着，用一切方法，今天将他留在府里。7名虎卫对海棠正是去年草甸之上的标准配置，范闲并不担心什么，而且一旦武力相向，海棠知道自己的决心，自然会安静下来。处理完了自己的事情，范闲才将目光重新投注道场中，说道：将这2个缩动闹事对抗朝廷的罪人绑起来。早有兵士上前去将2位主事捆绑起来，司库们虽然面露害怕与仇恨，却没有人敢上前帮手。一方面是暴力机器在前，另一方面是这些司库们这些年来将银子都挣饱了，委实再没有斗狠的勇气。钱越多的人胆子越小，范闲将这件事情看得极明白。范大人，2位主事并未抵抗，有些麻木的任由军士将自己的双手缚住，但乙方主事游子悠悠盯着范闲的脸：你要杀便杀，只是看你日后如何向朝廷交代，是在威胁本官。范闲笑了起来：来之前的路上，我就曾经说过一句话，死了张屠夫，难道就要痴呆毛猪？少了你们这些个小司库，
难道本官就不会打理内库？”乙方主事惨声笑道：“是吗？我们确实小瞧了钦差大人您的决心，但您似乎也小瞧了这些不起眼的攻防。”他最后那句话简直是用喊出来的一般，显然已经绝望，但更是有着变成鬼也要看范闲究竟如何将内库废掉的狠念。范闲看了苏文茂一眼，苏文茂从帘衣里取出另一张案宗，沉着一张脸，开始按照纸上写的名字，将一个一个人名念了出来：张三、李四、王八、龙九。随着这些龙套名字的一一念出，司库人群里的10几个人脸色顿时煞白了起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马上就要和甲方的萧主事一样身手两断。有几个胆子小的双腿发抖，裤子上面竟是湿了一大片。苏文茂厌恶地看了这些人一眼，不明白提司大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吞了一口唾沫后黑着脸说道：“你们可以出来了，钦差大人赦你们无罪，明日便上书朝廷替你们作保。”无罪？还要上书朝廷？这些被点到名的司库们顿时傻了起来，本以为是地狱，谁知道是有清凉的泉水和72个处女的天堂。在深州司库们不解疑惑、猜忖嫉恨的目光中，这10几个司库痴痴傻傻地从人群里走了出来，走到了范闲的面前，噗的一声跪了下去：“谢谢钦差大人。”却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范闲满脸温和笑容，双手虚扶，将这些司库们扶了起来，一面作态一面和声说道：“能够拿住3名主事的实在罪状，能够知晓司库之中竟有如此多的不法之事，全仗诸位大义灭亲，一心忠于朝廷，不然本官还真不知道内库竟然乱成如此模样，也不知道今日竟然有人胆敢挑唆罢工闹事。诸位于国有功，本官自然不会亏待。”坊间顿时哗然，原来这10几个司库竟然是内鬼。就连范闲身后的官员都傻了眼，心想钦差大人来内库不过3天，怎么就发展了这么多眼线？监察院密探之名果然不是虚假。而司库们知道被范闲请出去的10几个同僚竟然在暗中出卖了自己，不由勃然大怒，虽不敢上前痛揍，却也是狠狠地骂了起来，污言秽语漫天飞舞，钻入了那些内监们的耳朵里去。那些内监司库呢，本来是爱死了小范大人，这时候却是恨死了小范大人。不错，他们是暗中还了库银，也偷偷说了几句自己听说过的东西，可是哪里有小范大人说的那么严重？这罢工的事情自己也是昨天夜里才知道的，哪里有时间去禀报？至于萧主事和另外2位主事，天了，自己只是想当根漂亮的墙头草，哪里敢得罪司库们的首领？这些千夫所指的司库们面面相觑，欲哭无泪。就算范闲今日放了他们，可是今天当着众人面指实了自己的背叛无耻之举，自己日后怎么面对200多名同僚？自己还怎么做人？张三望着李四，王八看着龙九，用眼神悲哀地询问着：“你也内奸了？”“是啊，咱也内奸了。”接下来范闲的话又让房里一片震惊。这13位司库勇于揭发弊端，于国有功，本官决定，自今日起，他们便是3大方的副主事范闲温和笑着问身边的副使：“马大人，你看此意如何？”副使马凯心里还记挂着内库究竟如何才能正常生产，心情十分郁闷，但听着这话，仍然是连连点头称是，内心深处对范闲大感佩服，这招真是漂亮，亮明这些司库奸细的无耻嘴脸，日后智库用这些人当爪牙，不愁他们不服。这是人为的在司库当中画了一道鸿沟出来。今天这事儿如果能圆满收场，日后的司库们也再难以重新纠结成一起，成为一个可以与官员们对抗的阶层。忽然有人冷笑了起来，众人定睛一看，正是被捆着跪在地上的乙方司库。只见他冷笑悲哀说道：“好一群无耻的小人，范大人，莫非你以为就靠这些家伙便能让内库运转如初？我不是要挟朝廷，但少了我们这些人脑中的东西，内库只怕撑不了几天。”这话一出，场间气氛又异样了起来。副使马凯想凑到范闲耳边求情，却又不知如何开口。而转运司官员中的信阳心腹也开始明着为朝廷考虑，暗中替主事打气，纷纷向范闲进言，一切应以内库生产为重，杀了位萧主事，已经给足了对方教训。范闲哪里会听这些话，只是盯着那名乙方的主事，半晌没有说话。那一双锐利清明的目光，竟是盯得乙方主事再也承受不住，缓缓地低下了头。而这个时候，范闲才怒声说道：“死到临头，还敢要挟朝廷？司库，撕了你的内裤，蒙脸上看看，你梗子上长的究竟是脑袋还是屁股？”钦差大人雷霆一怒，坊间鸦雀无声。范闲扫了众司库一眼，不屑之中带着怜怒说道：“还真以为你们很出息，还以为这内库还是当年的叶家，不看看你们那点能耐，说旁人是无耻小人。你们呢？除了会贪银子，会偷材料变卖，会克扣那些苦哈哈的工钱，会强占别人的老婆，你们还会做什么？无耻！你们要是有耻，就不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他转身对着乙方主事大怒说道：“你很硬气啊，内库没你不行。那你告诉我，这些年的玻璃怎么越来越浑了？酒怎么淡的快生出个鸟来了？”
香水已经停产了10年，你找出法子来没有？你当年也是叶家的伙计，老人儿。范闲痛心疾首，对着那名主事破口骂道：他妈的，怎么堕落成这样了？我他妈的快气死了！坊间众人一凛，迟钝的大家这才想起，似乎有个流言面前这位愤怒的钦差大人是叶家的后人。他妈的，我他妈的，谁的妈妈会生气？那名主事跪在地上，脸色又红又白，听到叶家2字，他记起了面前这人的真实身份，那一丝隐藏了许多年的记忆缓缓升起，让他又羞又愧，又怒又惧。羞愧的情绪比较好理解，毕竟当年他不过是个在道旁起时的小叫花，能够混到如今这种地步，全因为叶家。而当年叶家小姐是怎么教育自己这些人的，至于怒惧，则是来自于她的自然反应，一种被人剥光了衣服后的羞怒感。而想到钦差大人是叶家的后人，只怕自己脑子里知道的东西，对方也一定知道，那自己还如何能够用那些东西要挟对方？对方将萧主事一刀砍了，难道还砍不得自己？朝廷待你们不薄。范闲看着他，一字一句说道：不说你们3个主事，就是一般的司库，每年俸禄甚至比京都3品官还要多，你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寒意，莫非以为内库所产全要靠你们的脑袋？这每年2000万两银子闪了你们的眼，让你们觉得不忿，觉得自己应该多挣一些。这话说到了司库们的心底，内库一年所产极为丰富，卖往天下诸国，为庆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虽然司库们的待遇已是极高，但和那笔庞大的银钱数目比较起来，他们的心里依然有些不舒服，总觉得自己这些人为朝廷挣银子，应该分得更多才是，这才有了私下的贪赃枉法、欺压百姓之举。此时听到钦差大人如此说，众司库虽然不敢顶嘴，但眼眸里却出现了便是如此的意思。范闲冷笑一声，很无情地撕去了他们的面皮，淡淡嘲讽道：可问题是，你们倚仗的东西，真的就是你们脑子里的东西吗？场间一片沉默，包括官员们在内的所有人都认可这个事实，直到范闲说道：不要忘记了，在叶家没有出现之前，你们知道什么？你们脑子里掌握的技术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是神庙教的。范闲骂道：都给我记清楚了，这是叶家教给你们的，没有当年的叶家小姐，你们就是些废物，继续刨田乞讨去。叶家当年是为了什么才修了这些大公房？我看你们统统都忘记了，当着本官的面还想用叶家教给你们的东西来要挟本官，你们要不要脸？知不知耻？他身后的官员们面面相觑，虽然朝廷早就不追究叶家的事情，小范大人的身世也是渐渐为天下人知晓，可是这么光明正大的叶家说着，终是有些犯忌讳吧。范闲此时却顾不得这么多，一方面是怒，另一方面却是要借这个机会替自己证明。在这个世界上，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名正言顺，所谓师出有名。而范闲今天痛骂司库，刀斩人手，不论利益层面，先就道义层面已经拿了旗帜，用叶家的手艺要挟叶家的后人，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那名乙方的主事终于软了下来，跪在地上哭嚎道：大人，小的知错了，请大人给小的一个机会，让小的用当年学就的技艺为朝廷出力。虽然这位主事痛苦地哭嚎着，但眼尖的范闲却没有发现他的脸上有什么泪痕，反是唇角抿得紧紧的，不由冷笑了起来。知道对方依然以为自己不会继续杀人，还以为他脑子里的东西还有用处。范闲轻轻击掌，掌声将落之时，4位半百左右的老人家被监察院的官员们拱卫着进了公房。这些老人不是旁人，正是由中原一带经由儋州转回的庆余堂掌柜们。监察院官员摆了4张椅子，范闲起身，面无表情，却刻意恭谨地请4位掌柜坐下。官员和司库工人们都糊涂了，心想这些似乎被风一吹就倒的老家伙究竟是谁？怎么有资格与钦差大人并排坐着？那位副使马凯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也在犯嘀咕，心想本官都站在钦差身后，这些平民好大的胆子。范闲手指在身上的涟漪上划过，沾了些冰凉的雨水，涂抹在眉心中缓缓地揉着，问道：还认得这4位是谁吗？叶家倾覆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那库房中的工人们早已不是当年那一批，甚至那些司库们也没有见过当年高高在上的叶家23位大掌柜，所以没有认出来这4人是何方神圣。纵有当年的老人，但隔得太远，也是不能辨清。倒是那名跪在地面上的乙房主事，带着犹疑的目光在这4人的面上缓缓扫过，又低头想了半天，忽然间似乎想到某件事情，竟是害得双腿一软，本是跪着的姿势，顿时一屁股坐到了泥水之中。20年未见，当年身为叶家小帮工的他，也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想起来面前坐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叶家老掌柜。乙方主事的身子颤抖了起来，他此时才知道为什么范闲竟然如此有恃无恐，为什么会逼着自己这些司库们造反，为什么毫不在乎自己这些人脑子里记着的东西。原来他竟是带着被软禁京都的老掌柜们一起来了内库。老掌柜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当年叶家小姐的第一批学生，也是叶家后来所有师傅帮工的师傅，
更是如今这些内库司库们的祖师爷。有这样一批老家伙在身边，钦差大人当然不在乎工艺失传的问题，更不用担心什么内库出产质量。说句实在话，这内库当年就是这些老掌柜们一手建起来的，怎么会没有办法打理？想通了这一点，那名主事满脸绝望，但内心深犹自存着一丝希望，将嘴一咧，在地上往范闲处挣扎着爬了一截，哭嚎着说道：“师傅，您老人家替徒弟求情啊！”众人一怔，范闲也是微微一愣，当然知道这人不是在向自己求情，顺着那名主事的目光望去，发现他看着的竟是七叶，不由偏头好奇问道：“七叶，是你当年的徒弟？”七叶沉着一张脸，盯着那名主事的脸，沙哑着声音怨毒说道：“跟我学过几天？”范闲微微一笑，明白七叶的感受。叶家倒塌之后，23名老掌柜被朝廷从各处抓获，软禁于京都之中，而他们的弟子们有的反抗而死，有的苟延残喘。当然，这都是人们在大祸临头时自己的选择，没有谁去怪他们。但像乙方主事这种爬至高位的人，当年的表现肯定十分恶劣。听到乙方主事喊出师傅二字，一直沉默在旁的丙方主事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了一边，看着坐在钦差身边的4位老人，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而那些司库之中的叶家余人们确认了这4人的身份，惊骇之余，又有些有旧念的人们纷纷站了出来，又惊又喜又惧地跪在了4位老掌柜的面前。四爷，12叔，我是柱子啊，见过老掌柜的，我当年是在滁州分店打杂的伙计。虽然还有大部分的司库和这4位老掌柜攀不上什么关系，但内库认亲大会已经是热热闹闹的开了起来。范闲将脸一沉，冷声说道：“待会儿再来认亲。”他表情虽然不悦，但心里却是安定下来。有了那13个内监副主事，这几位老掌柜余威犹在，自己对内库的改造计划应该会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20年后复相见，公房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伤感起来，而这种伤感却恰到好处的冲淡了先前的紧张。唯独是转运司的官员们心里有些不自在，而更有些信阳方面的人物暗自冷笑。眼前这一幕如果传到了京都，陛下对范提斯只怕会有些意见。乙方主事低着头跪在地上，心里也略感安慰，想着看这模样，顶多受些惩处，待会儿自己拼命认错。钦差大人看在老叶家的份上，估计也不会再过为难自己。他斜着眼瞥了眼远处卢口萧主事的尸首，心中后怕不已。幸亏萧敬强先出了头，他又有些同情那厮，心想和老叶家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在钦差大人手下果然死得干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范闲斥退了那些司库之后，脸上浮起浅浅笑容，说道：“将这人拉下去斩了。”“是，大人。”乙方主事抬起头来，用迷惘的眼神看了四周一眼，一时间没有想明白这还要斩谁呢？事情难道不应该就这般了吗？直到他被监察院的官员拖了起来，这才知道钦差竟还要杀自己。本想开口喊冤，却被一团泥土堵住了自己的嘴巴。看着监察院官员拖着浑身瘫软的主事出了公房，看着地上的那道水渍，公房里不论是官是民，是掌柜是司库，都死寂了起来，将目光望着当中坐着的钦差大人。范闲像是根本感受不到这无数道目光一般，微低着头。公房外面传来一记铁器斩在肉颈上发出的闷声与一声闷哼，方内一滑，马上又陷入死一般的沉默。都知道那名乙方主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死了。没有沉默多久，被反绑着双手的丙房主事自嘲的笑了笑，脸上泛着绝望的惨白，很自觉地走到了范闲的面前。他自忖自己也在无幸里，钦差大人既然用的是镇压公朝的名义，那自然不会再傻到开堂审案，也根本不需要任何证据，务必要当场将自己这3个人杀死立威，才能重新让那4位当年的老掌柜控制内库的技术人员3大方的主事以死其二，自己自然就是第3个。范闲看了他一眼，微微皱眉。丙方主事望着他，咬牙半晌后忽然说道：“我自有取死之道，也不愿大人挖这个坑让我跳。不过临死之前，求大人与我问件事情。”范闲眉头一挑，说道：“问。”丙方主事却不再看着他，将头一偏，望着他身边的叶家12掌柜，嘴唇抖了半天，才颤着声音说道：“12叔，我师父他老人家在京中可好？徒弟不孝，这些年没有孝敬。你是？”12叶眨着有些浑浊的眼睛，看着这名主事疑惑问道。7叶叹了一口气，在一旁说道：“13的大徒弟，你当年和12关系最好，所以他来问你。”12叶大惊说道：“胡金陵，你还活着？都以为当年你死了。”这位老掌柜忽然想到身边尽是朝廷官员，这话说的有些不对劲，赶紧住了嘴。胡金陵满脸残容，低头不肯言语。12叶叹息道：“小姐当年说过，活着总比死了好。我们这些老骨头都在苟延残喘，又怎么好意思怪你？只是你问13。”掌柜的摇了摇头，说道：“前些年就已经去了，入京23人，如今就还剩了15个。”胡金陵听闻恩师已去，全然忘了自己马上也是要死的人，
面上悲容大作。范闲在一旁安静听着，心里也是有些异样的情绪。叶家的老人渐渐被雨打风吹去，自己出入京都那1年时，23位掌柜还有17个人，这2年不到的时间又死了2个。他望着这座工房四周堆着的货料，陡然间有些走神，心想时光如水这般流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把叶家的名字重新立起来？什么时候才能让该死的人死去，让该活的人重新活在庆国子民的心里？只是很短的时间，他就已经清醒了过来，看着面前的禀房主事，嘲讽说道：“虽然不知道你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有旧情，不过我本来就没打算杀你，所以不要以为你能活下来是因为我的心软啊！”自忖必死的胡金玲在2位主事伙伴惨死之后，根本没有丝毫侥幸的念头，忽然听到这句话，反倒是震惊的不知如何言语。范闲面无表情说道：“有罪者斩，罪小者赎，本官又不是来了结救日恩怨。”范闲不杀胡金玲的原因很简单，丙方一直是由内库与监察院3处共同管理，专门负责军械船舶的研究，而监察院3处本来就是范闲的同门师兄弟，对于丙方的情况最了解。胡金玲此人一心醉于研究当年叶家女主人留下的图纸，性格木讷沉闷，虽然也是贪了不少银两，但像霸田妻女这类范闲不能容的事情却是没有犯过。比起甲乙2方的主事来说，确实有不杀之理。当然最关键的原因是范闲不想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某人并不是一位名利清晨。丙房主事被压了下去，而方内还剩着许多司库们，这些人面面相觑，罢工之时大家内心暗自惴惴，但总有几分底气。司库们抱团与朝廷转运司官员唱对台戏不是第一次了，而以往只要自己这些人要求不过分，事情总是会得到平和的解决。在他们看来，只是想保住自己这些年里盘剥克扣下来的银钱，委实是件很合理的要求。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新来的钦差大人如此心狠手辣。而在点明内库本质与请出4位老叶家掌柜之后，司库们都知道自己所有的底牌在这个年轻官员的面前已经失去了任何效用。此时的司库们只是一群待宰的鸡，只是看范闲想宰多少只。不多时，随着苏文茂的点名与罪状陈述，又有3名司库被从人群里拉了出来。这3名司库平日里作恶多端，而且暗中与苏州府里的官员都有勾结，经手之事不知道出了多少条庆律，杀了16、17遍是不嫌多的。范闲接过苏文茂手中的卷宗，看了一眼面前一名尿湿了裤子、站都站不稳的司库，皱眉说道：“就是你娶了12房小妾？”那名司库连点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惊恐万分。范闲摇摇头，讥讽说道：“娶12房小妾，那只能说明你有钱，夫妻床地间的信心极强。可是12房里居然有9房小妾都是强抢的，这就很混账了。抢人老婆还要杀人亲夫，厉害厉害！您可比京都里最著名的纨绔做派还要嚣张一些。”其余2名司库犯的虽然不是这等粉桃事，但也自有应死之理。范闲挥挥手，监察院官员又将这3名司库拖了出去。随着3声刀响，3声惨叫，3条人命就此报销。杀人而面不改色，监察院的官员们能够做到，包括攻防边上的军士们也能勉强做到。可是内库转运司的官员已经有些受不了了，被吓得汗湿后背，有的人闻着方外方内的血腥味，心恶欲呕。副使马凯还算镇定，但脸上的汗也开始拼命地淌着，可怜兮兮凑到范闲耳边说道：“大人，再过些天内库就要开门招标，杀人不降，杀人不降。杀了的人自然没办法再救回来，但马凯却怕范闲凶性大发，再继续杀下去。”范闲笑了笑，说道：“马大人放心，6年前我岳长公主殿下最后一次亲至内库，杀了几名司库。”他伸出大拇指与为止，说道：“6个，本官是晚辈，自然是不会多杀的。已经杀了5个，够了。”一听够了这2个字，他身后众官员无由心头一松，身前司库们大喜欲狂，但不论是谁，都已经被这5颗血淋淋的人头吓得腿有些软了。只有苏文茂微一愕然后压住了心中的不愉悦，没有说什么。副使马凯皱了皱眉头，心想钦差大人这话里有话，长公主杀了6个，他只杀了5个，日后若是此事出了问题，御史们奏他枉刑朝法，胡乱杀人，看来也有说头。如此看来，这位钦差大人年岁虽然不大，心思倒是缜密得很，表亲任少安千辛万苦替自己搭的路子，可不能就这样错过了。想妥了此事，对于范闲接下来的几项任命与措施，副使马凯正色应下，毫无一丝推脱与抵触。内库转运司有些官员们虽然心头不悦，但是正使副使定下了章程，自然无法反对。在范闲的计划中，3大方的主事死的死，囚的囚，正好腾出最关键的3个位置，由3位叶家老掌柜屈尊暂设着，另外则由这2日向监察院举报同僚罪状的那间司库们担任副职，算是弥补老掌柜们20年未归对于内库略感陌生的缺陷。杀人在前，明察奸细于其中，这样安排下来，整个司库的队伍就算是稳定住了。那间司库们日后只是要防着下面的司库心存不忿，
刻意挑他们的错处，做起事来当然要格外小心。而队伍一旦站立了，这些副主事们又会格外凶狠，盯着下属司库。两相对冲犯险所不愿看到的那些事情，想必会慢慢少起来。3日令还有半天的时间，范闲说道：“没死的人，把银子吐出来，把账给我交代清楚。犯过那些事情，自己写个条书，不要看我。我知道你们都识字，都回吧。有的人应该待着的工房还隔着上百里地，不赶紧回家筹银子，再回坊开工，难道还准备继续在这儿杵着当泥人儿？”华伟的声音渐渐冷起来。说完这句话，他便在众司库们惊惧的目光相送下，往大工坊外走去。叶参将带着的军士渐渐散开，监察院官员各归其位，四处安插在工房中的钉子依然不知是谁。官员们窃窃私议着，不知道在说什么。工人们瞧了一出大戏，司库们被血与火教训了之后，变得格外老实和惊惧。坊外大雨渐停，一场热热闹闹的内库罢工事件，就在范闲的刀子与掌柜们的老脸下，这般荒唐而无稽的结束了。司库与官员们的退营行动十分顺利，范闲一审核之后，也轻轻抬了一下贵手，只要不是瞒得太过分的人，都给对方留了几分薄银的面子，没有将众人的家产压榨干净。为官一任只是为财，如果全部搜刮干净了，内库众官表面无法，但心里肯定有极大的疙瘩，做起事来自然会懒散的无以复加。但就是这样五指全部张开的8拉银子，府衙3日令依然收回了一笔巨大数目的银两。就算范闲家世累富，这一世也算是见过不少场面，但看着账上的那个数字，依然震惊的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的心里有些隐隐后悔，此事闹得轰轰烈烈，绝没有可能瞒住京都那面。世人注目之下，这些清回来的银子，除却发还这些年来亏欠工人的工钱外，其余的都要打入内库专门的账房，自己根本无法私人调动。如果早知道司库们是天下最肥的贪官，范闲说不定不会搞这么一个清库行动，而是会直接让监察院6处的剑手去当小偷，除却地契之类的东西外，把其余的银票什么的都抢到自己私人的手里。他如今正是缺银子的时候，如果能有这一大笔银子，就不再需要北方的帮助，避免过程之中产生一些新的麻烦。更关键的是，也可以让父亲大人置身事外，免得被日后的招标之事牵连着。说回海棠，那日攻朝之后，范闲回到府中，对这位姑娘好生痛诉了一番。正义凛然之外，详加分析了当前的情况，警告对方，庆国皇帝只怕已经知道了两人如今在一处，如果你还敢当着虎卫的面去各工房里偷窥，自己只怕在内库的位置上坐不了2天，而自己不能待在内库，你北齐1年又得多掏多少银子？海棠有些无辜，心想自己只不过是闲了，所以想去逛逛，怎么又扯到了什么阴谋诡计？范闲此人有些多疑，表面上不再提这事儿，但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好在内库一因事务逐渐走上正轨，而这个过程竟是只需要了几天的时间。不能不说，那次攻朝中范闲冷面杀人的一面，深切地震慑住了众人，而老掌柜的重新出山，范闲的巧妙安排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工人们重新得到了劳作多年的工钱，被霸占的姑娘们也回了自己的家园，整个内库的面上都升腾着一种叫做喜气的氛围，一片喜气之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虽然范闲心思极为细腻，早就猜到了若干，提前用官府的权力压迫着那些苦情故事的发生，但是庆国百姓自己的故事总是家长里短的极其复杂，百姓们看着那些富人不顺眼，天生富人们跟着小司库过惯了快活的日子，一朝情势变也有些不适应。司库们不是午夜淫魔，所以也没多少这等强娶小妾的事情，但是事情虽然不多，牵涉男女之事，在民间却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范闲苦恼之余，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清官难断家务事，自己这个库里也强不到哪里去，只好就此丢开。不过这些只是小插曲，在大的层面上，新任内库转运司正是钦差范闲的权威已经树立了起来，而且在内库数万名底层工人的心中，牢牢地铸就了刚正不阿、清廉英明的形象。如今再也不需要巴楚在旁帮忙，由文明武名官声顺落而下，范闲早就熟悉了此等手法。内库渐趋平静，只是攻朝结束了，范闲的计划却只是刚刚开始，打蛇惊蛇。如今双头蛇的一半已经被他下了狠手打死，另一头受伤之下，当然也要开始动起来。子月有没有新的消息？范闲坐在椅子上，眯眼看着今日来的院报，随意问道。苏文茂应道：没这么快，依您的吩咐，那些信阳方面的官员就算把消息递出去，但这么一来一回，至少也要个把月的时间。范闲叹了口气，朝廷里的御史们办事也太慢了。苏文茂苦笑，心想世上哪有提司大人这种等着督察院御史来参自己的狠角，也就是您背景靠山够强，才能如此安坐如山。不能等了，明天就把那些人逮起来。范闲说道。这话里说的对象当然是信阳方面留在内库的亲信官员，这些官员在3日令之初便暗中挑拨司库们的情绪，挑动众人对抗范闲。而在范闲施出血腥手段之后，这些官员们更像是吃了蜜枣一般欢喜，连夜里就想法子送了奏章出去，不问而知，
当然是向京都的长公主派系官员们报信。范闲当初任由司库们在3天之内串联，最后形成罢工逼宫之势，为的就是让内库里的脓包生得更丰满些，看看究竟有谁在弄鬼。事前事后，监察院的密探都十分警惕地注视着转运司内的众多官员，这些人没有办法逃离范闲布下的这张网。动手吧，范闲苦笑着说道。我们都要走了，不能再留他们在这吃稀饭。苏文茂应了一声，疑惑问道：大人，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把风声遮掩实一些？毕竟这次闹出宫潮来，京都朝堂上移，如果信阳方面再做些手脚，大人的日子只怕不会太好过。范闲沉默了起来，手指头轻轻敲打着椅子的扶手，这是他思考问题时很寻常的表现。想了会儿，还是决定对自己的心腹多交代一些，抬头解释道：内库一共分成2片，攻防这里是根基，外销的行商则是手脚。我要断人手脚，自然要先将根基打实在。而我向来不习惯筹划耗时太长的局面，所以才会选择逼着内库里的这些人抢先反应过度。如此一来，我才好下重手，也找到借口将信阳方面的官员赶出去。苏文茂点了点头，但心想这并不能解释自己先前的疑问，只是看着提司大人的神情，知道大人自有分寸，便耐心听着。我要逼着内库里的敌人动手。范闲微笑说道：长公主何尝不是等着我来逼？以他在朝中宫中的眼目，怎么可能不知道老掌柜们跟着我来了江南？而他一直将这件事情没有告诉内库里的官员，明显就是不想让那些官员因为知道了我的底线而不敢勇敢地站出来。试想一下，如果谁都知道老掌柜跟我们在一起，这次宫潮哪里还会发生？自然不会发生。苏文茂皱眉道：如果知道大人身边带着庆余堂的老先生们，那些司库底牌尽失，哪里敢站出来说3道4？但问题是，为什么长公主会将这消息声瞒着，等着内库官员们暗中串联，从而给了大人一个立威的好机会？如果他事先交代清楚，司库们一定会老实许多，那些信阳方面的官员也会平静下来，不让我们抓着由头。范闲摇了摇头，叹息道：这位长公主殿下站的比一般人都要高很多，不错，这次他看着似乎是给了我一个立威的机会，甚至还让我震慑住了内库的一众官员。可是在处置这件事情的手段里，我不得已要更多的借助当年老叶家的人员与力量，我必须要杀人立威，手段会显得比较猛烈和不择手段。他继续解释道：出入内库，我便杀了5位司库，传至京都，朝廷对于我一定没有什么好评价。至于用老掌柜执掌内库，更是会触着宫里某些人的忌讳。长公主将这锅粥盖着，等最后沸腾了，看似让我吃到嘴里，实际上却存的是要烫我嘴的念头。苏文茂担忧说道：说来也是，当日处置宫潮之事，大人说话里似乎有些触着忌讳了。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苏文茂满脸凝重，等宫潮、杀人、老掌柜这些事情传回京都后，无论如何，朝中对于大人会加以训斥，往最清楚想，也是个行事鲁莽草率，不堪。他住了嘴，范闲却笑着接道：不堪大用，往厉害了说，还可以暗奏我心有意志，犹记叶家往日，如何如何。苏文茂一愣，马上想明白了范提司这一生最忌讳什么，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此时才终于感受到了那位长公主的手段，对方竟然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只是暗中帮范闲藏着老掌柜们南下的消息，就可以把大人搁到一个极其危险的火山口上。大人既然深明其忌，当初就应该第一时间内将老掌柜们抬出来，行事也该谨慎些才是。他壮着胆子向范闲进谏。范闲摇摇头说道：长公主算准了我必须让矛盾激化，才能尽快的收拢内库，至于以后的余波，是我当下根本无法顾及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算他冷眼在京都看着，我也必须要做。他冷笑说道：至于内库的那些心腹官员会因此被我挖出来，想必他也清楚，有监察院的帮助，这些人日后数年根本起不了丝毫作用，反而会给他带去一些不想要的麻烦。既然已经是无用之人，他又怎么会在意对方的死活只是几颗弃子罢了，死之前给我弄些麻烦而已。既然无论如何动手脚也不可能阻止我的全面接管，长公主她当然愿意看到我的接管会出些麻烦，给我带来一些将来的隐忧。此言中的所谓隐忧，自然是宫中贵人们对范闲的认知，也许会因为内库的事情而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范闲处置内库事所展现出来的冷血一面，不知道会不会触动太后那根敏感的神经，会不会让皇后与东宫太子联想到当年的叶家。而联想这种东西就像毒蛇一般，是人心魂，在范闲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付他们之前，或许他们就会警惕起来。太后、长公主、皇后这一群后宫妇人团，太子与二皇子这一对欢喜冤家，如果再次因为范闲的存在而团结起来，如果皇帝会对范闲产生某种怀疑，长公主该笑了，范闲该哭了。而在内库这件事情当中，所谓掌柜在手，天下我有，长公主必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她只是想从中获得某些方面的利益。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范闲低下了头，
淡而无味说道：“没什么，按院长大人的话来讲，长公主的眼光依然局限在义工之中。若此次督察院真的参我，她只怕要吃个闷亏。”苏文茂难以理解地看着他。范闲抬起头来，脸上浮起自信的笑容：“陛下既然将老掌柜给了我，那就说明在短时间内他相信我的忠诚。我下江南接内库，损的是长公主的面子。如果长公主此时保持沉默，那便罢了；如果我收拾内库稍有不妥，京都朝官便群起而攻之，陛下不免会有些生疑。至于什么老叶家的问题，反而不会对我造成太大影响。我想让内库这锅粥赶快煮好。长公主喜欢我用猛火，我却是希望她暗中助我用猛火。”范闲笑着说道：“我在内库行事虽然放肆，大有值得怀疑之道，但我并未刻意遮掩，陛下自然信我之诚。而长公主虽冷眼旁观，却机心善作，这便是所谓不成。”他最后解释道：“任何权谋之算，到了最后的阶段，只不过是看陛下的心情与亲疏，而我对陛下向来是一片坦诚。”这句话不知道是在说服苏文茂，还是在欺骗自己，但在这一仗中，范闲清楚女婿一定要获取胜利，身为儿子的自己也必须获得胜利。皇帝在给太子树立了二皇子这个敌人之后，如今又成功的将范闲树立成为了最强悍的磨刀石。长公主只是看到了范闲的做大给那两位皇子与宫中太后皇后所带来的压力，却没有看清楚这种压力本身就是庆国皇帝所暗中培养出来的。这便是先前范闲借陈萍萍之口说的那句话：长公主的眼光依然有局限，不是历史局限性，而是屁股局限性。他毕竟不是坐在龙椅上眼放天下的君王。3月中了，春意早就由北向南扫荡了整个天下，无论是北国上京还是南庆京都，都笼罩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盛景之中。而江南之地绿水荡漾，青山相映，沿河柳树抽出嫩绿的枝桠，更是写足了生机二字。内库便在江南路西南巷，自然也逃不脱这大自然的造化。不过数天的时间，河道上下宫房内外便生出些青幽幽的草，淡粉粉的花，点缀着本来有些枯燥的官衙与宫房，将此间有些坚硬而生冷的氛围弱化了许多。一片祥和之中，上衙门因差事的官员们堆着满脸微笑，在衙门口拱手致意。血雨腥风已去，明日钦差大人便要回苏州主持内库新春开门招标仪式。这些内库转运司的官员们心情都非常轻松。开衙议事，范闲坐在正中间的位置上，将日后的安排略说了说。只是这些人里没有什么亲信，讲的自然也是大套路上的话，比如各宫房的安排，以及重申了一遍庆律之外，朝廷对内库专门修订的章程不能有违。不论是工钱还是俸禄，都必须及时发下去，而日常治安与保卫工作也要更加警惕。诸官听着钦差大人如此说着，他们便也如此应着。有那5颗人头在前，谁也不会蠢到当面去顶撞什么。范闲安排苏文茂留了下来，只是他本身没有转运司的官职，所以临时将他的辖属调入了4处，与丹达一并统领内库一地的监察院官员密探。众官员知道范闲在苏州主持完内库新春开门仪式后，便会去杭州定居，这是从很多年前便形成的规矩。转运司正使都不会住在内库，如此一来，留在内库的苏文茂便等于是钦差大人的代言人，那是万万轻慢不得的。于是众人赶紧站起身来与苏文茂见礼。便在上下相的之时，范闲的眉头却皱了一下，对身边的副使马凯轻声说道：“昨夜说的那事，我便要做了。”这是对副使一种表面上帝尊重，马凯却是苦着脸连连摇头。坐在范闲右手方的叶参将眼中一芒一现，不知道钦差大人又要整出什么事来，居然没有通知自己。他的疑问很快便得到了解答。苏文茂皮笑肉不笑地走到堂前，向诸位大人双手一拱，回礼之后轻声念道：“经查实内库转运司内某些官员暗行不轨之事，挑动司库闹事，动摇内库根本，诸位得罪了。”随着得罪了这3个字出口，打从府衙侧边走出来7、8名监察院官员，老实不客气的请本来端坐以上的几位官员离了座，蛮横无理的去了他们的乌纱。这些官员勃然大怒，一边推拒着，一边呵斥道：“你们好大的胆子！”其余的转运司官员一见不是对付自己，心下稍安，但是他们心中深深知晓监察院的手段。庆国满朝文官在监察院面前有一种天然的同盟性，赶紧纷纷站起身来，正色对范闲说道：“大人，这又是何故？”其实众人不是傻子，当然心知肚明。此时场中被范闲交代，除了乌纱的那几位，都是这10来年里信阳长公主殿下安插在内库的亲信。钦差大人此举，无非就是要将前人的树根刨干净，再重新栽上自己的小树苗。只是事关官员颜面，府衙之上就这般凶猛拿人，众官的脸上都挂不住，免不得要与范闲争上2句。范闲看了众官员一眼，温和说道：“诸位不必多疑，但也不必求情，像这几位大人，本官是一定要拿下的。”坐他右手边的叶参江面色有些难看，看了一眼旁边的副使马凯，发现对方虽然也难掩尴尬，但是眼眸里却没有震惊，想必昨夜已经得了范闲的知会。想到此节，叶参江的心情就开始沉闷起来，闷声禀道：“
大人，这些官员在转运司任职已久，向来克己奉公，就这般拿了，只怕有些说不过去。范闲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道：克己奉公，只怕谈不上。叶参将面色微沉，说道：即使偶有不妥，但大人3日令一下，这几位大人也以依大人吩咐行事，明言罪不罚，便不应罚。范闲低着头，知道这名叶参将以及在座的其他官员为什么今天要跳出来反对自己。道理其实很简单，上次镇压司库罢工，这名参将知道根本拦不了自己的整理手段，而且自己用来压他的帽子也足够大，内库停工1天，朝廷可损失不起。而今次捉拿这些官员，却是触动了众人最敏感的心理防线，生怕自己这个兼着监察院提司的钦差大人以此为由，大织罗网，将整个转运司都先翻了过来，伤到了自己。对于叶参将来说，本家如今被皇帝逼得不轻，加上叶灵儿与二殿下的关系，已经有了隐隐往那方面靠的迹象。叶参将虽然从来没有收到定州叶家方面的任何密信，但此时也清楚，范闲今日拿人是要将长公主在内库的心腹全数挖空。他下意识里便想替长公主那边保留一些什么，任由范闲在内库一人做大。叶参将担心自己将来的日子也不大好过。范闲并不解释什么，只是从怀里抽出一封卷宗，递给了叶参将。叶参将微微一怔，接过来展卷细细一看，面色渐渐阴沉了起来。只见那卷宗之上写的全是今日被捕的那几名官员亦因私不法事，而且很关键的是，这上面的罪名并没有扣在所谓贪贿之事上，而是一口咬死了这几名官员在此次公朝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所有证据，甚至还有司库们反水的口供，都是清清楚楚。比如某位官员曾在何时与哪位司库说过什么话，地点人物写得清清楚楚，下口极很极准，着实是监察院的上等手段。看着卷宗上面的一条条证据，这位参将的心中不由渐生寒意，想着这位钦差大人才来内库这么几天，怎么就将转运司所有的底细查得如此清楚？而且那些信阳心腹与司库们的暗中交谈，监察院的人怎么就知道如此的清楚？难道说司库里面本身就有监察院的密探？一念及此，叶参将想起了传说中监察的恐怖，那些在民间已经被形容成黑夜毒蛇一般无孔不入的密探，他不由开始担心起自己来，自己的府上不会也有监察院的眼线吧？不过身为全管内库一营防务的参将，他并不是很惧怕监察院，一来他自身就是3品大员，监察院没有不请上只便查缉自己的权利；二来身为军方一员，先不论派系，监察院看在庆国军方的强大实力上，总得给2分薄面。在公朝一事上，叶参将自存表现得足够不错，今天真切涉及到长公主的颜面以及京都皇子们的事情，他强忍着内心的不安站起身来，对范闲行了一礼，言辞恳切说道：大人，这个毕竟是将领身份，求情的话却是不知如何组织。范闲笑着看着他，摇了摇头说道：不用求情了。叶参将心里惶恐于定州方面始终不肯来的消息，自己根本不知道到底该怎么站队伍，这才让自己陷入了眼下的两难境地。但是范闲动手在先，他咬了咬牙，强行大着胆子说道：可是大人，这几位大人都是转运司官员，不知道大人要拿他们究竟是以转运司正使的身份，还是以监察院提司大人的身份？他低着声音说道：大人，就算是钦差拿人，证据却在，可如果要审案，开堂也要许多天时间，这个内库便要开门了。范闲看了他一眼，倒有些意外对方的胆气，略一想便明白了些许。如果自己要拿这些官员，用什么方法拿却是大有讲究的。如果是用监察院提司身份查案，那传回京都便会引来朝议，朝中大佬们只怕会以为自己是在针对长公主如何如何。如果是用转运司正使或钦差的身份审案，可是这时间却已经拖不得了。但范闲是何人，又怎会在乎京都的议论？笑着说道：叶参将不用多虑，本官向来信奉庆律，断不会胡乱行事。今日拿了这些官员，为公允起见，本官不会亲自审案。叶参将微微一怔，心想只要你不亲自审案，不论是谁人去审，总要看京都的倾向。有了范闲这句承诺，他好向京都交代，便呢退了回去。只是好奇范闲不亲自审案，那难道就准备将这些官员关在内库？这也不能一直关下去啊，朝廷总会发出询问的。我会带着他们一起上路。范闲说道。内库亦是朝廷一属，虽然向来不与朝中官员们打太多交道，但在规矩上还是要归江南路管的。他望着堂下众多面色不安的官员，安抚说道：本官知道诸位担心什么，请放心，本官不是一个挟怨报复之人，就如先前与参将大人所说，为公允起见，本官不会亲自审问这些人，而是交给苏州的总督大人。他微笑说道：由薛大人审案，想必诸位不会再有任何疑虑了。他看着犹在场中与监察院官员们对峙着的长公主心腹，唇角闪过一丝怒意，说道：什么时候抓人变成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了？苏文茂面色微红，狠狠地盯了手下2眼。监察院官员们心头大惭，上前几个佛山无影脚使了出来，
将那些犹在叫着撞天区、很不肯服的内库官员踹倒在地，实实在在地绑了起来。堂前众官忍不住摇头，本想劝说钦差大人总要为官员们留些颜面，但一想到范闲先前一时柔和一时冷峻的表现，便被那种温柔的冷酷、喜怒无常给震慑住了心神，不敢再多嘴求情。身为下属，不怕上司严酷，就怕上司喜怒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又祭出那把刀来。范闲在内库的最后一次开衙就此结束。散堂之后，他将副使马凯留了下来，两个人便在府后的花园里，一面亲近着春天的气息，一面讲这些带着秋意肃杀的事情。莫怪我下手太狠。范闲揉了揉有些发干的眼角，说道：既然他们敢在我就任之初就动手脚，也莫怨我拿下他们的乌纱。马凯苦笑着，虽然名义上他与范闲是副正二使，看上去品质差的不多，但他知道实际上面前这位小爷手中的权力可是大的惊人，甚至比皇子们还要恐怖许多。所以昨天夜里范闲与他商议要清除长公主在内库方面的心腹时，他虽然表示了小小的担忧，还为那些官员们开脱了一下，但怎么也不敢当面反对。而今日范闲又一次将他单独留了下来，而且当着自己面说出如此实诚的话来，马凯清楚对方是准备将自己当心腹栽培了，暗自微喜之余也有些担忧，毕竟谁也不知道多少年后面前这位小爷和京都那些大爷们究竟是谁胜谁负。朝官们对于那把龙椅的归属也是极敏感的，虽说眼下看来当然是太子即位，但是陛下这2年的表现似乎太过怪异了，所以谁也不敢完全相信。如果说是二皇子即位，众所周知范提斯与二皇子可不对劲，而如果自己铁心跟着范提斯走，将来二皇子成绩大保，自己一定没有好下场，这才是马凯一直暗中疑虑的方面。但他也清楚，官场之上虽然要左右逢迎，但在事关重大的战队问题上，最忌讳的也是做墙头草。今天范闲在离开内库的最后一天再次与自己谈话，当然就是想要自己表明态度。马凯昨天晚上已经想了一晚，所以并不如何慌张，平静说道：大人所议皆是下官所请，此事下官会马上写2份文书，一份送往门下中书，一份马上快骑送往苏州总督府，请大人放心。范闲一听这话，便知道马凯知道绑上自己的大腿，甚至不惜以这2份文书分担范闲可能会受到了言论攻击，并且借此向官场中人表明自己的阵营，这是下了决心了。他温和地看了马凯一眼，说道：马大人有心了。马凯微笑应道：下官身为内库副使，本就应查缉下属官员，今次让他们闹出事来，已是下官失职。范闲笑了起来，半晌后复又开口说道：不知马大人认为本官今日处置可算妥当？马凯略想了想后，恭敬回道：大人深谋远虑，实为良策。官员不比司库，既不能随便杀，又不能随便用刑。如果在转运司开衙审案，一来拖延时间太长，二来也容易引人非议。大人明日带着这些犯官前往苏州，交由总督大人审问。总督薛大人乃国之栋梁，官声威著，目望游龙，定能带朝廷审清此案，给陛下一个极好的交代。范闲在心里暗赞了一声，这位副使果然将自己的心思猜得清清楚楚。内库里的信阳心腹，范闲当然要使法子清除了出去。虽然此次攻朝之事给了自己极好的借口，但如果完全由自己动手，绝是不大妥当。是社长、公主、皇子这些宫中贵人，这个烫手山芋扔给那位超品大员才是妙招。一来江南路总督本就有管辖此事的权限，二来薛清虽然会暗中骂自己2句，但他身为封疆大吏，站的位置不同，当然不怎么害怕远在京都的长公主，反而会有些忌惮身在江南腹地的范闲。两相权衡，薛清应该很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来之前，少安便向我提过，说到这位表兄颇有济世之才，这几日相处看来，少安果然没说大话。范闲笑着转了话题，开始再次用任少安这个中人拉近2人间的距离。马凯笑着说道：2年前提司大人入京，便与少安一见如故。少安来信时也常提及大人精才绝艳，日后定为匡氏之臣。正父2世相谈甚欢，互赠高帽与马匹，又于言语间商定了日后内库一行归程，这便拱手告别。送到花园门口，看着马凯微弓着的身子，范闲眨了眨眼睛，看来朝廷里的厉害人物确实不少，只是那些人总比自己少了许多前世的恩泽，所以没有太多机会施展罢了。今日之事一定，内库便无大碍，他也自觉轻松。而且往转运司里塞亲信的工作，在年中也会逐渐展开，得了马凯的帮助，这事儿做起来会十分顺利。此时范闲只是有些猜不到究竟是什么让马凯选择了自己，而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子，这肯定不会是因为太常寺少卿任少安与自己的亲密关系就能左右的。其实马凯投诚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三皇子和范闲的关系，让他下了一个事关日后宦途以及家门兴衰的大赌注。他将银子全部都压了小，送走了马副使，迎来了七掌柜。将要离开内库之前的这天，范闲显得格外忙碌。七叶是此次随范闲南下的4位掌柜中的领头人，如今他已经是庆余堂的理事了，
这些年一直在为范府谋财，与范思哲极为相得，与范闲也是熟络无比，所以有些甚至不敢试探别的掌柜的事情，范闲当着他的面却能很直接地说出口。一老一少二人凑一处窃窃私语，总不过是日后内库的管理与生产问题。范闲知道自己对于生产管理、化学物理都是门外汉，所以把这方面的权力全部都下放给了七叶。他这人没有太多的好处，但有一桩就是用人不疑。如今在内库是这般，以往在京都中也是如此，但凡涉及购置阳谋计划，全部由四处那位小严公子处理。范闲绝对相信对方的专业能力，而不会白痴的指指点点。确认了一应事项之后，范闲放下心来，当年老叶家如此红火，如今在掌柜们的手下也一定可以逐渐扭转最近这些年内库经营不善、出产质量数量方面的问题。只要能卖出更多的银子去，就对皇帝有了初步的交代。这是范闲当前比较关心的事情。拖欠工钱的事情再也不能发生了。范闲皱着眉头叹息道：货物水准的关口，您老也多把把。七叶看了他一眼，有些疑惑于提司大人为什么一直念念不忘工钱这种事情，当然他也想不明白什么原因。今日春光满园，老掌柜看着范闲那张俊秀的面容，不知怎地有些走神，心里悠悠想着，虽然少爷与小姐长得不怎么像，但都是人间最亲昵的人物，如今少爷终于重新拿到了叶家的产业，虽然只是代管，但老掌柜依然有些难捺感慨，心中喟叹不已，面上却遮掩得极好。之所以要遮掩，是因为接近20年的京都软禁生涯，让这些老掌柜们都清楚，有些事情是只能做而不能说的，但凡露出什么征兆来，都会给少爷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本想着请您去北齐帮老二，范闲没有察觉到七叶的心理活动，苦笑说道：没想到那些公公们竟然一直跟着，宫里看得极严，只好让您也来了内库。七叶微笑说道：公公们看在您的面子上，如今对我们已经是很温和了，二少爷天生就是经商的材料，大人不必担心。至于内库，您也应该知道，我是很想回来看一看的。范闲沉默了下来，半晌后说道：苏文茂在这里，如果您老几位有什么不舒服，或是谁敢对您挑眉毛，和他说一声，我交代过了，既然出了京，当然不能再受憋屈气。七叶心中感动，却没有说什么。一阵风吹了过来，院中青树上的嫩嫩绿叶还没有生牢，竟是被刮了下来。范闲轻咦一声，随手捞在手中，看着那新青的断口处，眉头皱了许久。良久之后，他才轻声悠悠问道：公义能抄下来吗？七叶身子微颤，半晌后摇了摇头：死规矩，不能行诸文字，只能口口相传。范闲说道：图纸总不能口口相传。七叶摇头道：先前看得紧，如今都不知道在何处。范闲想了会儿，面上浮出一丝微笑：过几个月你来杭州给我讲讲，我记性很好的。4轮马车的车轮碾过官道上刚刚生出来的小草，与路面上的石缝一碰，发出咯咯的声音，与车书间的簧片响声合着，就像是在唱歌一样欢快。出内库的道路上竟是一片欢愉景象，小鸟在远方水田边的林子里快速飞掠着，青青的禾苗展露着修长修切的身姿，水田边的野草不屑一顾看着他们，道路上车队络绎不绝，河道上货船往来，将内库的出产经由各种途径运出去，卖给天下人，好一片热闹景象。一列车队由官兵开道，很轻松地通过了最内的那道检查线，本来官道上的货车们都不敢与这辆车队争道，下意识里停了下来，但那队马车中有人看了两眼，似乎是发现今天内库出货量太大，交通有些繁忙的缘故，便下令让自己这行人的车队停在了道边一片草地上，很令人意外的让货车们先行。车队倒数第2辆马车中是昨日刚被去了乌纱，除了官服，可怜兮兮的内库转运司官员，这几位官员都是长公主安插在内库的心腹。虽然曾经想到过范提斯到任后自己的日子一定不好过，但确实没有想到范闲竟是如此不给官员和那位岳母留脸面，干脆至极地将他们抓了起来，而且用的名义竟是公朝之事。这些官员此时当然知道自己是中了范闲的套子，内心惶恐不安。不过范闲并没有马上开堂审案，这些官员自有亲友，昨天夜里在狱中就知道范闲准备将自己这些人带到苏州，交由江南总督薛清薛大人亲自审问。一听到这个消息，这些官员的心情才稍微好了些，只要不面对监察院的老虎凳、辣椒水，这案子哪里容易这么定下来？就算监察院方面掌握了司库们反水的口供，可是只要自己到苏州后抵死不认，薛清薛大人总也要给长公主些许脸面。只要拖些时辰，只要京都的压力到了，范闲自顾不暇，想必也不会再理会急等。为什么要给薛清去审呢？海棠半倚在车窗边上，微微皱眉。范闲低着头说道：这事儿我不适合做。海棠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再继续说什么。自从攻朝那天之后，两个人之间的气氛便变得有些怪异起来，往日里的彼此信任似乎减弱了少许，相待有礼却多了几次生疏。海棠事后转念一想，便明白了是为什么，知道自己当日提出出游确实有些让范闲为难，但是后几日看范闲总是这般刻意清淡着，他也不好主动开口解释，
毕竟不论怎么说，海棠身为北齐圣女，地位何其超然，范闲的骄傲也触动了他的骄傲。于是两个人目前便保持着这种尴尬的对答。我想再确认一次，银子到账了没有？范闲皱眉问道。海棠脸上浮着淡淡微笑，似乎是在嘲讽范闲的患得患失，轻声说道：上次在苏州就说过，何必如此担心？莫非你现在信不过我了？范闲忽然觉得马车里的气氛有些压抑，低声嘱咐了身旁的思思几句，便掀开车帘下了车。思思微微偏头，好奇地看着海棠，不知道这位名声满天下的姑娘家究竟是怎么得罪少爷了。这些天他看得清楚，少爷虽然与这位海棠姑娘没有什么男女之私，但起先的表现像极了相交多年的知交好友，这几天却有些奇怪。海棠被思思看得有些莫名，忽然展颜笑道：看什么看呢？思思没好气道：就信你看我，不信我看你。海棠笑着摇摇头，习惯性的将双手往腰旁一揣，却发现揣了个空。她这些天一直穿着婢女的衣裳，而不是惯穿的花布腰子，身前并没有那两个大口袋。她望着思思取笑道：我看你是想瞧瞧范闲喜欢的女子是什么模样。这话是实在话，海棠这妮子一直有些不理解，明明她的好友司礼礼乃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为什么范闲在李李面前却能保持着镇静，刻意维持着距离？就算在那一夜癫狂之后，对李李也没有什么牵挂之情。这下江南数十日了，范闲竟是没有问过自己一句，比如李李最近过得可好之类。就算再是绝情之人，对于曾有过一夜之缘、同车之福的绝世美女，总不至于如此冷漠。于是乎，海棠甚至开始怀疑范闲此人是不是有些隐疾，比如像陛下那般。可是偏生范闲却收了思思入房。海棠这一路行来，当然知道思思这个大丫鬟乃是范闲的房中人，所以有些奇怪，但看了这些天也没瞧出来思思究竟有什么奇异处，长相只是端庄清秀，远不及司礼礼柔媚丰润。听着海棠姑娘说到范闲喜欢的女子时，思思的脸倏的一下就红了，用蚊子一般大小的声音应道：少爷怎么能喜欢我？海棠苦笑着摇摇头：不喜欢你又怎会收你入房？虽然范闲是个冷血无情之人，但我可不相信他会如此行事。思思忽而抬起脸来，露出骄傲与自信的神采。姑娘弄错了，少爷是世上最重情分的人。情分？海棠品咂着这两个字，想起来思思好像是从小侍候范闲长大的人，一时间皱起了眉头，心里犹豫着，像范闲这种冷血无情、以算计他人为乐的年轻权臣，真的是重情之人。他叹了口气，由于衣服上没有大口袋，只好有些遗憾地将两只手绣了起来，问道：思思姑娘，那你先前为什么要盯着我看？其实思思对于前些天总是与少爷形影不离的这位海棠姑娘有些许抵触情绪，毕竟对方又不是少奶奶，而且又是敌对的北齐人。但后来接触的多了，就像许多和海棠接触过的人一般，思思也很容易的就喜欢上了这位言辞温和、行事光明、性情直率而不辱蛮的姑娘家。海棠这人身份高贵，面容虽然看似淡疏，说话不多，但是待人却极诚恳，不论是什么样身份的人都会平等看待，而且是从骨子里的尊重与平等。比如现在还是大丫鬟身份的思思，仅仅这一点就已经超出世人多矣。此时听着海棠姑娘发问，思思不由掩唇而笑，说道：和姑娘想的一般，我也是想瞧瞧少爷喜欢的人是什么模样。马车里安静了下来，海棠睁着那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眸，像看可爱小动物一样看着思思。半晌之后，双手互套在袖子里，耸了耸肩，说道：胡人会不杀人吗？西湖北蛮数百年来不知道残害了多少中原子民，凶恶之名传遍四野。思思很坚决地回答道：不可能。海棠缓缓眨眼，微笑说道：同样的道理。微风拂过范闲的脸，告诉他现在就是春天。他闭着双眼，迎着扑面而来的小风，嗅着风中生命的气息，十分惬意。眼前水田那头的树林青叶被风吹得沙沙的，忽然间他的眼帘微动，听到了后方也传来了沙沙的声音。不是风拂林梢，不是扫大街，不是掷骰子，不是铅笔头在写字，不是春蚕把那桑叶拾，是他在走路，村姑在走路。范闲没有睁开双眼，缓缓说道：为什么是不可能？海棠平静地走到他身边，用一个字表示了自己的疑问，清淡处像极了很多年前那个瞎子对陈萍萍在表示疑问。范闲唇角微翘，说道：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可能喜欢上你？据院里的消息，北齐太后已经开始着急你的婚事了。海棠将双手揣在袖子里，站在他身边，看着前方水田里的耕牛，浅浅一笑，知道自己与思思在车厢中的对话被他全听到了，开口说道：看来你的真气恢复得不错。范闲睁开了双眼，盯着一只落到耕牛背上的小鸟，笑着问道：我问的是为什么我不可能喜欢你？海棠扭头看了他一眼，发现他是很认真的在问这个问题，不由无奈应道：总是喜欢这般口花花的，又不能真的占什么便宜。范闲默然，想到昨天与七叶的那番谈话，
自己重生之后有许多事情是只能做而不能说，但与海棠似乎只能说不能做。他不由笑了起来，说道：“我只是很好奇，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海棠微笑说道：“在上京城里，你曾经说过，但凡男人或者说是雄性动物，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而我自存，并没有那等容颜引发你的心思。毕竟我的身份不一样，你有所忌惮，又不可能获取什么利益，怎么会喜欢我？”海棠是北齐圣女，范闲是南庆权臣，两人可以以友之道相处，但如果真要凑成一对，北齐太后、南庆皇帝肯定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相反，对于两个人的谋划却会带来一些损害。但范闲想的却不是这些，嘲讽说道：“喜欢这种事情和利益无关。我发现这不过半年的时间，你的心性和以往已经差了太多。”这话在杭州的时候，范闲似乎也对海棠说过。海棠默然半晌，缓缓开口说道：“天一道讲究天人感应，上体天下，下连万民。我本以为这些事情自然而行便可，但是这半年来纠缠于诸多筹划之间，与我门中心法大相径庭，不免有些不适应。”范闲微微颔首，赞同说道：“这种勾心斗角的事情，确实只适合我这种人做。你还是应该做回村姑这个有前途的职业。”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叹息说道：“说来你心性不邪，终究还是我的问题。若在上京时，我不将你拉入局中，或许你现在还在园子里养鸡斗驴。”他转向海棠微笑说道：“我算不算是把你引入了魔道？”“何为魔道？”海棠平静应道：“只是心魔罢了，有所欲便有所失。虽然我之所欲看似堂皇，但依然必有所失，这才是所谓自然之道。”范闲问道：“那你依然坚持？”“当然。”海棠轻声说道：“安知你说过一句话深合我心。”“什么话？”“这世上从来没有好战争，坏和平。”海棠微笑说道：“所以为了这个目标，我愿意帮助你。”范闲再一次陷入沉默之中，看着面前的景物发呆。只见那只鸟或许在糊满黄泥的耕牛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寄生虫可以果腹，于是呼的一声飞走了。“其实你不要太自卑。”范闲扭头望着海棠，极为严肃认真说道：“我一直觉得你长得很是很端庄的。”海棠哑然片刻后应道：“敢请教，这是在赞赏朵朵，还是在嘲讽？”范闲笑了起来，摇头说道：“只是针对你先前说的我不可能喜欢上你的原因，有感而发。”海棠终于忍不住白了他一眼，像个小女孩一般，极为难得。范闲发觉眉心有些痒，伸指头揉了揉，说道：“不要和我比，这世上的女子但凡和我比起来，也没几个美人了。”他郁闷说道：“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父母的问题。”海棠再怎么清淡自持，毕竟也不过是个10几岁的姑娘家，姑娘家哪有不注重容貌的？除非是瞎子。她被范闲这几句名为宽慰、暗为取笑的话气得好生狱足，心想这厮的嘴果然有些犯闲，咬牙说道：“身为高官，说话还是不要乱周的好。”范闲似是没有察觉对方的贿赂，认真解释道：“不是乱周，你说我不可能喜欢你，是因为你长得不够漂亮，而我是想向你解释，在我看来，你长得真的不错。”海棠微微一怔，范闲下一句话来得极快：“毕竟有过潜力，我那妻子，京都人都说她长得也就是清秀罢了，但在我看来，婉儿却是世上最美的女子。”他摇头叹息道：“我的审美与这世上大多数人大概都不相同。”这句话终于将海棠读翻了，他闷哼一声，取出袖中的双手，拂袖而去。双袖一拂，草地上草屑乱飞，风无一而动，气势逼人。想来这一拂中携着天一道的无上真气才是。范闲伸手遮目，在一片草屑中好不狼狈，前后摇晃，似乎随时可能倒地不起。偏这般漫天草屑之中，却传来他快意无比的笑声。风停草屑落，海棠静立一旁，面带一丝机械，看着他嘲笑道：“羞辱我一番，可将前2天的气出了。”范闲微微一怔，叹了口气，微笑说道：“朵朵，你可还有气？”这是攻巢之日后，他第一次以朵朵称呼对方。海棠一愣之后，缓缓转身，向着马车那方走去。此时马车里的6处箭手早已下车看护着，而以高达为首的虎卫更是警惕地盯着海棠。毕竟先前那一阵草屑风，这些范闲的属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害怕海棠忽然出手。范闲跟了上去，微笑说道：“不要急着上车，陪我走走。”他挥挥手让高达一等人退开，又交代了几句，便携着海棠并排沿着官道旁的林地往前方走去。2个并排走着，离车队已经有了好长一段距离。头顶的春林透着阳光，丝丝点点叉叉，幻化成各式各样美丽的光斑，照耀在2人的衣衫之上。我是很在乎信任这2个字的人。范闲平静说道：“或许是因为我这一世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人，所以那天你要出府，我有些失望。”海棠微低着头，没有解释什么，而是很直接的说道：“朵朵也是个很在意此事的人，毕竟你我分属2国，
若无信任二字，实在很难成事。话一旦说开了，就比较简单。只是此时再去问海棠究竟是不是想去工坊里偷窥，还是范闲误会了这位姑娘，都已经是很没有必要的事情。既然经由范闲那张尖酸嘴，二人间的信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再提旧事就会显得极为愚蠢。二人并排往前方走着，海棠用余光瞥了他一眼，皱了皱眉头，双手还是袖在袖中，总不及范闲揣在大口袋里舒服。范闲轻声解释道：“监察院官服，我让思思加了2个口袋。”海棠微微一笑，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官道旁林地里，沙沙之声再起。这一对并无男女之私，却格外苛求对方信任的男女，就如同半年之前在北齐上京的皇宫里，在玉泉河畔的道路上，那般自然而然地拖着脚跟，懒懒散散地走着。身前身后尽是一片春色，头顶林叶清嫩可爱。打算怎么对付明家？海棠轻声问道。范闲的眉毛微微一挑，说道：“内库开门招标，一共16项，往年崔明2家便要占去14项，如今崔家倒了，便留下了差不多6个位置。我已经安排人来接手，等年终司辙在北边将崔家残业收拢的差不多后，北南2方一搭，路子就会重新通起来。只要你们那卫指挥使不要瞎整，内库输往北方的货路不会有问题。至于其中能搭多少私货的分子，这还要看我能将内库掌握到什么程度。另外就是父亲那边给我调来的人手，不知道能起多大的作用。这是他与北齐小皇帝之间的协议。海棠南下，当然就是来盯着此事以及那一大笔银子。”海棠沉默片刻后说道：“就算你能在短时间内将内库全盘掌握到手中，但如果你往北方发的数量依照协议要比长公主往年发的私货更多，你往庆国朝廷交的数量怎么保证？我担心你不好向庆国皇帝交代。这次来之前，陛下也托我给你带话，如果今年无法满足北方需求，可以暂缓2年，等你站稳再说，毕竟这是长久之计。”范闲微微一怔，没有想到北齐皇帝竟然如此替自己考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看情况吧，只要今年内库出产能比前几年有明显的增长，我就很好向朝廷交代了。”海棠看了他一眼，疑惑问道：“这增长从何而来？”范闲平静应道：“第一，当然是内库各工坊的出产要有增加，开园之后如何做账将货偷运出去，自然有老掌柜苏文茂还有父亲派来的那些户部老官在账上做手脚。你也知道监察内库的本就是我自己，我想抹平痕迹并不太难。第二就是我打算在明家身上狠狠啃上一口，将这个大族的财富挖出来，双手献于陛下，陛下一定会很高兴的。”回到了海棠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究竟打算如何对付明家？海棠听他的口气，似乎并不准备在短时间内抹平明家，有些意外，问道：“你能容得下明家？”“不得不容，至少在今年之内。”范闲自嘲笑道：“崔家的根基太浮，战线铺得太远，所以监察院可以一战成功。但明家百年大族，早在内库之前就是江南名门，根基扎得极扎实，数万人的大族，在朝中做官的就不知道有多少。如果用雷霆手段对付，只怕江南路会一片大乱。最关键的是，”他的脸色凝重了起来。明家这些年从内库里吃了不少好处，但这么大的生意，他们当然不可能一家独吞。这个体系的后面当然有皇族的影子，长公主、太子、二皇子在里面都有股份。或许说来你不信，连我范家在里面都有一个位置。而且他们年年往京都送着重礼，各部甚至枢密院对明家的印象都极好。而他们向来低调，你也见过那位明少爷，为人做事都是很稳重的人，在民间也没有太坏的名声，想要动他们实在是有些困难。海棠也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复杂，但他发现范闲的眉宇间虽然略有忧虑，但依然不失自信，问道：“你的底牌是什么？”“我的底牌是皇上。”范闲认真地说道。“明家窃了内库的银子，再送给公主皇子大臣们一部分，这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喜欢明家，但是陛下不喜欢，因为明家偷的就是他的银子。”听到范闲的分析后，海棠微感安心，心想只要他拿准了这一点，有了庆国皇帝的暗中纵容，只要加以详尽的计划与周密的安排，那么明家的亲王是迟早之事。再如何雄霸一方，根深蒂固的地方豪族，面对着强大的国家机器，依然只是石头旁边的那颗脆弱鸡蛋。今年的目标是吃掉明家的银子进账。”范闲说道。“内库招标是需要有民营做押，而且中标后需要预留标底40%的数目。这次新春开门，我会让人与明家竞标，将价钱抬起来，让明家大大地出几口血，再也没能耐和我去争崔家空出来的位置，同时也筹些快银，赶紧填到国库里去。”“你准备抬到多高？”海棠认真问道。范闲笑着说道：“能多高就多高，你知道我是个很贪心的人。”海棠皱眉说道：“既然你不打算正面与明家冲突，那只能用开门招标之势打击对方。可是像抬价这种事情，又不是赌坊里对着头子同喊数目，万一你抬的价太高了，直接从明家手里夺了过来，内库3大方16出项，
，40%的存银，你自己算算要多少银子？你怎么拿得出来？是明标。范闲解释道。为了防止官员与商人暗中勾结，所以一直以来内库新春开门都是用的明标，恰好这给了我机会。既然事情都是摆在明面上做，我自然会。他想了想，没有继续遮掩什么，轻声说道：我会让夏七飞标出一个合适的价钱，然后让明家知道。夏七飞？海棠微感惊讶。江南水寨的大头目，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怎么可能听你安排与明家对抗？要知道他可是江南土生土长的人。关于夏七飞的身世，范闲自然不会继续讲解，只是表明了夏七飞已经是自己的人后，就银子的问题解释道：正如你所说，我们手上筹的银子还不足以完全将内库16出项全部吞下来，所以自然有一部分是要留给明家，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对方，一方面也是要用那笔庞大的银两将明家陷在江南，让他们无法脱身而出。海棠好奇问道：你怎么确定明家不会壮士断腕？他们这些年已经挣了太多的银子，今次明眼人都知道你下江南就是为了对付他们。如果你让夏七飞喊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高价，万一那位明老爷子一拍双手，不完了，你岂不是要吃一个闷亏？拿不出定银来，庆国朝廷肯定不会让夏七飞好过。范闲冷笑道：明家今年就算吐血，也必须把内库的标夺下来。就算他家有万顷良田又如何？那终究只是些死物，哪及得上内库这湖活水与肥草多？而且是涉京都众皇族大员的利益，他明家要送银子出去，要维护长公主的颜面与利益，就必须继续扎在内库里面。他望着林子那一头缓缓升起的黑烟，双眼微眯说道：商人终究只是傀儡而已。明家自产海盗，抢劫内库的财货，再反头从朝廷这边吃钱，心狠手辣。如果他一旦收手不干，京都那些人物没了镜像，老羞成怒之下怎么会放过他们？到时候轮不到我动手，他们就要垮了。所以明家今年无论如何也必须将内库商品的行销权掌握大部分，先稳过这1-2年，然后再看京都不见血却格外阴森的斗争究竟会是怎样的走势。那笔银子你准备调给夏七飞？这是海棠很关心的问题。范闲点点头。一部分虽然父亲也为我准备了一些，但是内库开门，全天下的人都盯在我的身上，盯在户部库房里，长公主只怕早猜到了我的这条财路。如果我真的动用户部存银来与明家打这场仗，只怕一招不慎便会全盘皆输。他自嘲说道：调用国库之银，这可是满门抄斩的罪名，我胆子小。海棠听他自称胆小，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轻声问道：可是用太平钱庄调银子过来，太平钱庄的背景是东夷城，你不怕他们察觉到什么？范闲看了他一眼，缓缓说道：这是你家皇帝陛下的安排，大概连你也想不到，北齐内库的银子从前年牛栏街之事后1月便开始经由几10个渠道平缓而不引人注意的注入太平钱庄，中间不知道赚了多少万，这才将银子调到了江南。海棠一愕无语。范闲继续说道：我有监察院与户部帮忙，都没有察觉到这几10笔银钱的走向，而且那笔银钱虽然数目巨大，但放在太平钱庄这个天下第一银号中也不是特别打眼，我想东夷城方面一定没有注意到。海棠有些难以相信地摇了摇头，说道：等等，你是说这笔银子是2年前陛下开始往江南移转？这怎么可能？我是去年9月间才知道的此事，而且上京城里一直没有风声。不错。范闲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欣赏与警惕，我是你与我交了底，才重新去查线头，结果什么都没有查清楚，只是隐隐查到那几10笔银子进入太平钱庄的时间就在2年前。2年前？海棠皱眉道：你不过刚入京都不久，陛下怎么能猜到2年后你会执掌内库？他怎么能知道2年后会与你携手，大口吞下内库的行销权？范闲自嘲说道：那时候我只是司南伯府一名籍籍无名的私生子。他悠悠叹息道：可能是牛栏街的事情让你那位小皇帝确认了长公主想杀死我，而且从各方面的情报判断出我会接掌庆国内库，至于后面的事情或许只是他的分析罢了。既然我与长公主之间无法协调，那么我肯定需要斩掉长公主的臂膀。崔家、明家，难怪去年末时我们双方收拾崔家会如此顺畅。范闲皱着眉头说道：可是你家皇帝怎么可能猜到我会用这招对付明家？如果要说是算计到了这点，我只能赠他一句话。海棠也还没有从震惊中摆脱出来，他实在没有想到，与自己从小一道长大，经常对自己小师姑小师姑喊着的那位少年皇帝，竟然会如此深谋远虑，远在2年之前就开始布局因和范闲，或者是有可能出现的变数。听着范闲说话，他下意识问道：什么话？四贵主之多智，实尽妖也。范闲柔声说道：2年前便开始筹划，事态的发展竟和他的猜想没有太大的偏差。就算我朝陛下决定整肃内库用的不是我，不是这个你们北齐足可信任的我，只怕他依然有办法将这些银子换个面目，
参与到此次内库的开门招标之中。直到今时今日，范闲才有些郁闷地承认，自己确实小看了北方那位年轻君王。对于内库这个天下最光彩夺目的金鸡，由于庆国看守的极严，各国都没有什么办法，窃取工艺这种事情做了10几年都没有成功。谁料到北齐皇帝竟然别出机杼，玩了这么一招。对于北齐皇帝来说，既然当小偷偷不到你家的宝贝，当强盗打不赢你家的护卫，那我便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没有名字的资本商人，掺和到你家卖宝贝的过程中来。虽不能挣得头啖汤，却也不止吃些残食。只不过在这个天下之局的安排中，后来出现了范闲这个令北齐人惊喜的变数，所以北齐皇帝愈发慷慨与沉稳起来。范闲叹息着，这天底下多的是聪明绝顶、老谋深算之人，相比之下，自己这个国际主义者还真带着太多的理想主义味道。你生气了？海棠看着他的脸色，试探着问道。范闲微笑着摇摇头，如果这件事情你家皇帝一直瞒着我，我当然会生气。不过如今他必须与我配合，我有什么好气的？如今等若是他将这些钱全部当做了人质，交到了我的手里，这足以换取我对他的信任。海棠叹了口气，说道：你不是一个容易信任别人的人。范闲低下头去，缓缓说道：信任是相互的，我只是好奇你家皇帝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要知道，日后若两国交恶，或是我有了别的心思，那我随时可以吃了他的银子，断了他的货路，他根本没有一丝翻盘的可能性。他抬起头来，看着海棠那双明亮若清湖的眼睛，轻声说道：我有些疑虑于这种忽如其来的大信任。海棠沉默想了会儿，忽而展颜笑道：我在信中向你提及这笔银子的时候，好像就是你的身世流言将浮现于世的时候。范闲疑惑看着他，有什么关联？海棠微笑说道：或许在陛下看来，既然你是叶家后人，那你一定不可能满足于做个庆国的权臣，而且你的眼光绝对不会局限在国境之线上，庆国能给你的一切，我大齐全部都可以给你。陛下只怕还有些别的意思。话没有说完，但范闲已经听明白了，自嘲摇了摇头，说道：谢谢你家皇帝好意，我可不想横眉冷对千夫指。海棠一笑，说道：难得有作诗的兴致，我更不会俯首甘为孺子牛。范闲淡淡说道：更何况你家皇帝后来应该知道，我也是为如假包换的庆国皇子。这世上的皇子有许多，叶家后人却只有你一个。海棠清清淡淡柔柔地说着，却挑明了北齐方面的意思。范闲笑了起来，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在庆国正是风光之时，虽然宫里有几位妇人，京都有2位皇子，自己对付起来有些小小困难，但凭良心讲，皇帝目前扮演那名慈父的角色还算不错，他找不到太有说服力的理由要去考虑北齐方面的邀请。说回最初吧，范闲说道：为什么你不可能喜欢我，我不可能喜欢你？海棠有些傻了，有些怒了，心想此人怎么总纠缠于此事，冷声说道：朵朵向来不在乎男女之事，情之一境，无大小之分，却有上下之别。我不求灭情绝性，但却不会考虑这个问题。范闲明白姑娘家是在表达以天下万民为先的意思，微嘲说道：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么活一辈子岂不是太没滋味？你家皇帝还有顶帽子戴着玩。他没说那顶帽子是什么颜色，忽而露齿阳光一笑说道：朵朵。海棠停住了脚步，偏头看他，却被范闲那清秀面容上的温柔微笑晃了眼睛，忍不住叹了口气，问道：什么事？胡人也是有可能不杀人的。范闲很认真地说道。海棠知道他是在说先前自己在马车里堵嘶嘴的那句话，不由气苦，但依然安静回道：是吗？或许不论是北齐还是南庆的子民都不会相信。范闲温柔说道：胡人当然有可能不杀人，如果他们都被我们变成了死人。海棠一怔，莫名其妙地失笑了起来。范闲轻声说道：同理可证，我也是有可能喜欢上你的，你也是有可能喜欢上我的。海棠嘲讽说道：等我们都死了。不，范闲很认真地解释道：等这个世界上别的人都死了。海棠无可奈何说道：所有人都死了，就剩我们2个站在河边吹风。范闲抬起头来，想了半天才点点头，似乎确实没什么意思。然后他从口袋里伸出双手，握住海棠的手，在姑娘家微恶的眼光中轻轻搓揉着，温和一笑说道：既然是没意思的事情，就别想了，这天气还冷着，你又穿个丫鬟的衣服，手指怕冻着了。四手相握，坚定与温柔在一片暖意里融融着。2人身后传来马车车轮咕噜的声音。海棠眼中带着丝有趣的笑意，并没有将双手抽出来，反是微微偏头看着范闲说道：故意给人看到。范闲半低着头，眼睫微眨，轻声应道：要说服我的皇帝相信我在江南带着你是有原因的，要让你的皇帝与我之间的相互信任有个更坚固的基础，我们都必须更亲近一些。海棠似笑非笑望着他。
范闲最后认真说道：“当然，你的手握着还是很舒服的，经常做农活，却没有劳茧。”苏州城内一片繁荣景象，四处可见的嫩青之色与庆国别的地方倒也没多大差别。但林立的商铺、繁忙的码头、络绎不绝的人群，南城连成一大片的官衙，西城富气逼人的盐商、皇商府邸，东城当街红袖招的姑娘，道上清折张台柳的公子哥们，北城那些汉意十足、阴险狡猾的道上兄弟，所有的这一切构织成了一幕与世上所有地方不同的味道，那便是冒险、刺激、富庶、欲望。在这里，学识孙文的遮掩要少了许多，千年王朝的压力要小了许多，官府的威严虽然依然没有人敢挑战，但是由于流动人口太多，出入港的货物银两巨大，市民们囊中有钱，做起事情来底气也是足了不少。且不提那些与官府瓜葛颇深的商人们，单是那些吃水路饭的道上兄弟们，也开始学京都太学生们穿起了青色的长衫，不再一味的打打杀杀。苏州码头靠下游那方一大片都是名家的产业，此时那些长衫汉子正老老实实听着一位年轻公子的训话。这些长衫汉子一看就是精武之辈，只是在这明面相柔和中正的公子哥面前，却没有露出一丝骄横，因为那名公子哥是名家老爷子的亲生儿子明兰石。这些在码头上厮混的人，基本上都是在靠明家吃饭，算是半个家丁。等明少爷走后，这些汉子们扯着长衫，擦着额头上的汗，窃窃私语着，心里都在奇怪，为什么明少今天会专门来提醒自己这些人，最近这些天要在苏州城里老实些？难道以明家的力量，还怕谁来救自己的小辫子？总督大人倒是有这个能耐，不过这几年，难道明老爷子还没有将对方喂饱？长衫擦汗倒是方便，这些道上兄弟毕竟不是正牌的京都学生，不过其中也有些聪明人，隐隐猜到应该和马上到来的内库新春开门一事有关。没听说吗？堂堂崔家与明家并称两大豪族的崔家，在新年之际竟是被朝廷一网捞光了。这事儿据说就是监察院那位年轻的提司大人一手操办的，而提司大人正是如今在江南的钦差大人。难怪明少爷会如此谨慎，生怕被官府抓到什么借口，原来是怕了那位六亲不认、油盐不进的小范大人。不是我怕他。明兰石此时坐在车中，再也无法保持在外人和下属面前的镇定自若，沉着那张脸说道，而是小范大人实在是和朝廷里任何一位官员都不一样。如果让范闲看见此时与明少爷对话的对象，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坐在马车对面的人竟赫然是杭州西湖畔武林大会的主持人，那位江南路的官员。那时范闲看那位官员说话行事，便暗生欣赏，只怕他根本猜不到这名官员与明家的关系竟是如此之深。明兰石当着对方说话毫无避讳，很明显这名官员是明家绝对相信的人物，而当时如果范闲多些心，一定可以查出对方与明家的关系，对那个所谓武林大会也会更警惕一些。这名官员姓邹名磊，是督察院江南路御史。只听他疑惑说道，表兄，钦差大人和朝中别的官员有什么不一样？明兰石冷笑道，范大人如此年轻，手中却握有如此大的权力，别的官员能比吗？监察院和你们督察院可不一样，如今他又有钦差的身份，做起事来更是毫无障碍，总督大人都要给他几分面子。你应该也收到消息了，这位小范大人一至内库便砍了5个闹事司库的人头，里面还包括2名大方主事，如今还将长公主放在转运司的官员全拔了。这样的辛辣手段，朝中那位官员有底气使得出来？邹磊叹息着摇摇头，没有内应，以后族里再想做手脚就难多了。明兰石望着他，嘲讽一笑，轻蔑说道，我看你是当官当糊涂了，这是什么时节，还想做手脚？只求那位钦差大人不要做我们手脚就是好的。在西湖畔楼上楼中，明兰石对面前这位朝廷官员是何其尊敬，此时却是丝毫不给面子，偏生邹磊却似乎很习惯这种口吻。仅此一幕就可以看出明家在朝野之中隐藏着多少力量。邹磊将眉心愁地纠结了起来，可是钦差大人此次下江南，明显剑指族中，老爷子可有什么安排？明兰石苦笑着摇摇头，这就是我先前说过的，这位范大人与别的官员都不同，一般的手法根本行不通，如果是别的高官下了江南，我们明家有的是法子对付，偏生落在这位小范大人身上，往常惯行的法子竟是一点作用也没有。邹磊试探着说道，这世上还没有不贪财的官。明兰石的双眼眯了起来，似乎想到了某件令他很心寒的事情，沉默半晌之后才悠悠说道，这是最俗的法子，也是往常最有效的法子，父亲看事极准，知道必须用开山金斧，我们也曾经尝试过。他摇头叹息道，结果对方根本不收，直接退了回来，也没有说什么狠话，只是像快兵似的。送了多少？邹磊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不贪银子的官员，就算你是皇帝的私生子，可是也得有银子啊。明兰石比了4根手指头。邹磊疑惑问道，就4万两？明兰石眉间现出煞意，压低声音骂道，4万两？
你没看那位小爷牙里箱子里就放着13万两银子？这次父亲调足了筹码，甚至把往京中的贡钱都压了下来，整整凑了40万两。40万两！邹磊心头一颤，嘴唇都抖了起来。这么大的价钱，买个小诸侯国都能买下来了，难道还买不动钦差大人的心？明兰石咬牙说道。还有2成干股。邹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2成干股比40万两要更可怕。族里怎么舍得动用这么大笔利益去收买范闲？往常供奉长公主也没有出手如此大方过，这甚至已经不能叫大方，完全是在割肉保平安了。明兰石缓缓闭着双眼，眼帘微动，面容有些扭曲，想必心里又是极为不愉。邹磊不敢再说什么，马车里陷入了一阵沉默。许久之后，如今已经渐渐替父掌管明家大部分产业的明兰石才睁开双眼，缓缓说道：我们都低估了范大人的胃口，不要忘记他的那位父亲大人可是朝中的户部尚书，40万绝对可以收买一位皇子，却收买不了他，所以先前说过这个法子是行不通的。长公主那边呢？邹磊微恨说道：我们明家为他出了这么大的力，他总不能眼看着不管吧？明兰石想了一会儿后轻声说道：对付官员收买不成便是重伤，由中书而发4支，便要在京都下功夫，在朝堂之上算计各路官员，可惜这招似乎也不会起作用了。为什么？邹磊大吃一惊。明兰石自嘲说道：范大人是何许人也？他的背后可是有陈院长大人与范尚书。林相虽然辞官已久，但余威犹在，只要陛下没有表现出倾向，哪有官员敢依我们的意思上书参他？你们都查院倒是做过2次，可惜却被陛下的廷杖打寒了心。邹磊想了想后摇头说道：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范大人远在江南，不及自辩，又远离监察院，反应必不如往日快捷。就算他与陛下关系非同寻常，可就算是一位正牌皇子，也不可能在江南闹出大事来而不被召回京都。如果我们闹些事出来，说不定陛下会将范大人召回去。明兰石嘲讽说道：这就是你们这些官员看问题的弊端所在，你们总是将眼睛盯着官位品质与身份。不错，就算是一位正牌皇子下江南，我们明家也有办法让他灰溜溜的回去。范闲只是陛下的私生子，我们似乎不应该害怕，但族里看问题却与官员们看问题大不一样。在我们眼中，范大人有权有兵有钱，名声极佳，偏又下手极狠，就算他有些什么污点，却被朝廷负责放大污点的监察院全数抹得干净，人们根本都抓不住他。这样一个光溜溜的鹅卵石，谁能咽下肚子去？他可是比什么皇子殿下要难对付得多。如果真依你的意思煽动江南百姓闹事，明兰石冷笑道：你信不信范闲敢调黑骑入苏州，直接把我们明家灭了门？邹磊倒吸了一口凉气，犹疑说道：不能吧？难道他就真的一点不在意朝廷的颜面？庆律可不是写着玩的，那是个疯子。明兰石咬着牙低声咒骂道：一个看似温文尔雅的疯子，能不招惹他就不要招惹他，除非你有把握让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邹磊忽然安静了下来，半晌后忽然悠悠说道：武林大会，这是明家暗中对江南武林的控制，只是披了件朝廷的外衣，所以明家虽没有控制太多的江湖高手，但手上毕竟也借由邹磊控制了一批亡命之徒。此时发现明家对于鹅卵石一颗的钦差大人竟是根本无法下嘴，心中狠念一闪，便提到了此事。明兰石像看白痴一样可怜看着邹磊：你难道不知道范大人自己就是9品强者？你难道不知道陛下派了一批最精锐的虎卫给他？你难道不知道监察院专司暗杀的6处剑手如今根本不离他身？你难道不知道那位北齐的海棠姑娘曾经与他在杭州一起住过一段时间？明兰石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发觉得这个平日里看似精明的族地官员今天真的很像一个白痴，骂道：就那个武林大会，父亲从东夷城请来的云大家就在西湖边上现了一眼，就不知道被谁刺了一剑。如今东夷城那些狗屁高手们被那些奇怪的人在四野里追杀的如丧家之犬，那是云之蓝。东夷城四部剑的后人在范闲面前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你觉得江南这些武夫可以杀死对方？邹磊面色一阵青一阵白，这才想到了范闲并不仅仅是一位权臣那般简单。在如今的天下，范闲绝对算是最有钱的那批人，而世上比他有钱的人绝对没有他有权，比他有权的人绝对没有他的武功高，比他武功高的人绝对没有他无耻，比他无耻的人绝对没有他靠山硬，比他靠山更硬的绝对还没有生出来。送钱他不稀罕，想在京中削他权他不担心，想暗杀他他不害怕，想搞臭他他不在乎，只会直接用刀子割了你的脑袋，发泄心中的怒气。这是一个数十年前过往，在数十年之后造就的畸形存在。他是一位隐形皇子，却拥有皇子根本不可能拥有的监察院与户部，就连暗中影响朝局10余年的长公主殿下想对付他都无从下口。明家又能有什么办法？邹磊安慰明兰石道：郭大人如今也在苏州，
看他的意思，长公主会在京都出力。你先前说的有理，可是范闲如今这般嚣张，只怕太子爷与二皇子会有些不舒服。就算不能将他调回京都，宫里人说说话，总能压制一下他的气焰。明兰石点点头，知道如今的局面只能勉强维持着，但听见那个郭字，依然止不住额头青筋一现，寒声说道：“让你那位上司别掺和进来。当年他在刑部衙门里打了范闲一棍子，结果就被赶到江南来，难道他还想报仇？不要忘了，钦差大人才是最记仇的年轻人。我只求不要被那个郭征老白脸给拖累了。天下市民没有几个人有资格朝拜朝廷监察院长陈萍萍大人所居住的陈园，所以在他们的眼中，信阳离宫、东夷城建庐、江南名家的名园便是世上最美丽、最富贵的3家私人所有建筑。当然，这个排名自然是没有将北齐上京那座美丽如仙宫的黑青色依山皇宫算进去的。离宫里住着贵人，建庐里有位大宗师，都是离普通百姓距离比较远的存在。只有江南苏州城外不远处的名园，才给了天下市民们更多近距离欣赏的可能。名家一向不怎么仗势欺人，也没有刻意保持高门大族的神秘，所以许多江南的读书人以及远道而来的游客，都会在苏州城里逛完之后，沿着那条林间的宽阔大道绕向城外，远远的去看几眼那座美丽的庄园。虽不能尽玩，但如此远观一番，也足以娱目。名家低调而不神秘，所以这座修成已经40年的名园，也保持着他们家族的深刻烙印。一砖一瓦，一草一树，一街一亭，并不如何华丽的刺眼，反是透着股淡淡的清静之意。而且沿着山下修积而成的院墙也并不高大，游人们站在官道之上，便能看见里面的飞檐，站得近些，更能听到里面的淙淙流水之声。清静不代表着家常，简约当然不是简单，在真正懂行的人眼中，一定可以看出这座宠大庄园里每个细节处的无法挑剔，每一样用材及设计的巧夺天工。而在军人的眼中，更可以看出这座庄园看似没有防御能力，但只要加以简单的改造，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成为一座可以据守半年之久的城堡。今天天气不是太好，初春料峭时候，细雨微蒙，明少爷乘坐的马车孤单地行走在回家的道路上，并没有往常时候可以看到的3两游人与踏青的女子。马车到了侧门外，便有些奇怪地停下了。明少爷拉开车帘一角，露出一截布满阴沉色彩的脸，看着自家正门处，那里似乎是在送客。一位穿着官服的中年人正满脸怒容地走上自己的马车。明兰石放下车帘，回头看着邹磊微怒说道：“说郭征。”郭征便道：“你这个上司怎么就这么不知趣？”邹磊默然，郭征是他的直属上司，去年的时候还在京都任督察院左都御史。春闱案后，郭征领头在刑部3司会审范闲，当时他仗着有长公主撑腰，硬生生打了范闲几棍，想来个逼打成招，却哪里想到范闲的背景靠山如此强大，没有整倒范家不说，事后还因为得罪了林相爷范家和监察院这3大巨头出手，也没有闹出什么声势，便简简单单的将刑部尚书韩志伟搞丢了官，同时将郭征发配到了江南。御史大夫郭征这一事吃的最大的亏，便是因为范闲，所以他一直记恨于心。如今范闲又下了江南，郭征看样子是想挑动着明家与钦差大人作对了，所以明兰石才会脸色如此难看，心想那个郭老匹夫挟私怨而动，今日来到自己家，只怕又是要来施加那些压力的父亲已经交代下去了。明兰石恭恭敬敬地站在明园一角小院的石阶下，对着屋内禀道。屋内传出明家当代主人明清达略有些疲惫和安慰的声音：“好，怎么也要熬过这1年再说。不止族里的人要叮嘱到，不要被官府抓到把柄，便是兰石你向来沉稳，如今也更要小心。”明兰石赶紧点头应是。明清达从房里缓步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丝疲倦。先前看见郭征了？明兰石皱眉应道：“是，父亲，他就这样堂而皇之地上门，只怕会落在钦差大人的眼里。”明清达苦笑一声：“罢了，我们身上的烙印已经足够深，这时候再想与那方面私托关系，一来是不可能，二来也没有人会相信，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他是自己来，还是代表着经理那些人？明兰石犹疑问道。听着这句话，明清达眼角的皱纹愈发的深了，半晌后才叹息说道：“这些当官的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身份？”明兰石心头一紧，知道父亲这句话的意思，代表着说郭征是来传达长公主与殿下的意见，有些紧张看着父亲：“你不要担心，也不用理会经理的意思，殿下让我们给钦差大人使办。”明清达这位当代首富冷笑说道：“这是要拿我们当刀使，我能这么蠢？当然，表面上我们还得依着他们，因为谁也不知道将来怎么回事，坐上那把龙椅的又是哪位？”明兰石微微皱眉说道：“命令已经发布下去了，只要钦差大人在江南1天，我们就安静1天。只是老这样一味示弱，总不是办法。”“是个好办法。”明清达脸上浮起淡淡笑意：“范提斯又不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明面上抓不着咱们的把柄，又要忌惮江南一地官员士绅们的反弹，
他就不可能端一碗水来将咱们一口吞了。我们老实些，给足他面子，想必他也会给我们几分面子。这位小范大人可是连二殿下的面子都不给的。明兰石苦笑说道。明清达自嘲一笑，说道：商人的身份在历史这个层面上总是上不了台面，但如今却恰恰相反。范大人乃是当年叶小姐的儿子，观他行事一向是伤官而不害民，对于商人也没有什么偏见。他不给二殿下面子，却不见得不会给我们面子。说到底了，二殿下再如何反击，也不过是在官场之上给他下套子，我们却拥有撬动民间力量的能力。当然，只要事态没有发展到白刃相见的时候，一定不要去撩拨他。明清达说道。明兰石有些厌烦了，这几天里也不知道父亲大人说了多少遍，父亲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过于谨小慎微，让人感觉很是有些不舒服。他虽然明白缘由，但依然很难接受此时望着父亲面上的淡淡愁容，他忍不住安慰道：父亲，实在不成，咱们收手吧。石阶上下安静了一阵子，明清达这位当代江南最富有的人缓缓摇了摇头。片刻之后，这位年近半百的长者眼中闪过一抹厉色，说道：有些事情不是为父想收手便能收手的。他旋即冷笑道：收手了，族中数万人吃什么？不要忘记京里那些贵人们占了那么多干股，就算咱们不做了，难道他们就不会向我伸手要银子？长公主、太子、二皇子，京里的几大家这些年习惯了吃咱们，如果这次我们真的收了手，势头一起，谁知道他们做什么？永远不要低估皇族和官员们的贪婪程度。明兰石望着父亲，心中闪过一丝同情，谁能知道江南首富也有诸般的不得已。明清达满脸痛恨说道：明家看似风光，其实还不是他们眼中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如果老母鸡不下蛋了，那些本来支持咱们的人物，只怕会比钦差大人更想宰了咱们，最后吃一顿香喷喷的鸡肉。明兰石面上恨色一线即隐，低声咒骂道：如果不是京里那些人每年吃银子太厉害，咱们就正经地带销内库出产，比如今也差不到哪里去。就算内库那边被钦差大人劫了，但咱们家遍布江南的产业也能将族里维持下去。明清达挥挥手示意他不要再继续说这个话题，冷冷一笑说道：这些年我明家一直做那些见不得光的生意，就为了填满那些人的胃口。今次小范大人下江南，说不定也是上天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趁机从那些事情里摆脱出来。从今年起逐渐削薄进京的份额，长公主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只要这次开门中的标不低于去年的60%就好，不要像崔家一样大煞忽清，说起正经做生意，难道我明家就做不得？明兰石微微欠身说道：父亲说的有理，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舍了往东夷城走私的路子，斩去自家海外的那只海盗，这1年账外的银子只怕要少挣太多，京里那些干股依然要付红利。这样一来，至少今年之内族里肯定会亏本，还得拿本金往里面填。如果钦差一直待在江南，难道自家便要一直往里面填银子？就算自家财雄势大，也经不住蚂蚁搬山。知道自己的儿子在担心什么，明清达也不想多做解释与安慰，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如果明家要与过往割裂而进行自保，那么这2年必要的代价是一定要付出的。说到内库开门招标的事情，明兰石想了想后轻声说道：孩儿这2天和大家见了见面。这话里的所谓大家，指的就是江南一带但凡出名一些有实力参与到内库招标仪式中的巨商们。他继续禀告道：相熟的几家都问过了，岭南熊家、泉州孙家都知道眼下的情况。虽然看模样他们很是眼馋内库的行销权，但目标还是放在崔家留下来的那些份额当中，也向孩儿保证了不会与我们抬价。明清打点点头说道：这个金饭碗哪家都想捧一个，不过我们既然打点在前，他们总是不好明着与我们作对，除非他们不想在江南做生意了。说到此时，这位明家的主人才隐隐透露出几丝江南首富应有的自信与骄傲。关键是那几家私盐贩子。明清达眉头微皱说道：那些盐贩子都是在生死之间捞银子的狠角色，手头的闲钱也足够多，如果他们掺和进招标仪式会有些麻烦，虽然不惧，只是又要多出些银子，朝廷规定4成的定银。他摇摇头说道：占得太多，怕上半年有些周转不过来。江南最富的便是所谓黄商与盐商，两边本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但如今崔家已倒，谁知道那些盐贩子会不会眼馋内库的生意？那些盐商手中资金极为雄厚，而且在朝中也有靠山，明家有些隐隐担心这个。苏州城里这几家盐商我都去拜访过了。明兰石想到自己这2天的所见所闻，有些意外回道：他们说的极干脆，说今年是一定不会进内库之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明清达微微一怔，略想了想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自嘲笑道：看来所有人都知道小范大人今年在整治内库出销渠道，都不敢在第一时间内抢这碗饭吃啊，这是准备看着咱们与钦差如何收场。那些盐贩子看样子是准备明年再进场了。明兰石抬起头
皱眉问道：“那些盐商们可不像这么瞻前顾后的人，他们的靠山是谁？”明清达冷笑道：“咱们江南路的父母关薛清薛大人，薛清明知道范大人的意思，至少在这头1年里会压制着盐商，不让他们进内库给范大人捣乱。这是薛大人给小范大人、给京中的老范尚书，还有那位院长大人的面子。”明兰石默然无语。也好，明清达想了想后说道：“被钦差天威镇着，没有人进场乱局，咱们也好筹划。只要将标书拿到，安稳度过这1年就好。钦差大人会让咱们？”明兰石试探着问着自己的父亲。明清达说道：“只要一切从明处来，我们何须忌惮钦差大人？做生意这种事情，他总是不如我们的。关于内库开门招标，价高者得，宫里要来人，江南路会在旁边看，并不是内库转运司能够一手操作的事情。只要我明家肯出银子，小范大人总不能硬压着不给我。孩儿的意思是说，钦差大人会不会暗中唆使别的家族来故意抬价？这是最简单的一招，他们不用损失什么，却可以让我们吃一个大亏。”明清达很自信地摇头道：“江南路上敢得罪小范大人的，可能还没有，但是除了他以外，敢得罪咱们明家的，或许也还没有。你先前也去问过风声，有实力一些的家族，今年都应该会旁观才是。如果是想找个傀儡抬价。”明清达皱眉说道：“投标需明银，钦差大人没有这么多银子，根本抬不起多少。”他面上浮现着淡淡嘲讽之意，说道：“不要被那1箱子13万两白银晃了眼，如果要用银子砸人，官员们还是不行的。论起用银子砸人，这天底下当然是明家砸得最为惊心动魄，气象万千，气吞风云，一次就抛出40万两纹银，意图将范闲砸晕。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气魄哪里是京中那些行贿受贿之辈所能接触到的境界？钦差大人的父亲老范大人可是咱大清朝的户部尚书，手下管着国库。”明兰食苦笑着提醒道：“要说起银子来，他的银子可比我们明家还要多不少。”范尚书。明清达微微讥讽说道：“户部不动则罢，如果钦差为了打压我明家而动用了他父亲的力量，这事情就有些好玩了。相信我，长公主殿下一直这么安静，肯定等的就是那个时候。”明园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明兰石心头微微一寒，知道父亲大人虽然看似步步退让，但和京中的贵人们早就议好了对付钦差大人的方法。内库招标一事的背景，不知道隐藏着多少血光与凶险。事涉国库，尚书明兰石不敢再继续这个不能宣诸于口的话题，沉稳换了话题，禀道：“依往年惯例，太平钱庄那边的银子已经备好了，父亲叮嘱得紧，所以这次又额外多准备了30%的银子，以免到招标的时候措手不及。内库招标用的是明标明银，先不说成交之后高达40%的定金，便是标银本身就要求事先备好，或是真金白银，或是朝廷认可的钱庄银票，都必须在开门那日内送抵专门的会场。这是一笔累积到无比恐怖的数目，像明家这种江南首富也很难马上拿出这么多的现银，毕竟不可能去卖地卖宅，而且还有60%的标银在中标之后就可以马上回手，皇商们不想占用流水，便会从外借调。而像崔明两家这种大户，每年投标之时需要的现银极多都是经由太平钱庄筹措银两，以出产货物为抵押，已经形成了惯例。今年预料到内库开门会有些麻烦，范闲一定会想办法让明家多出些血，所以明家今年让太平铺庄准备开出的银票多准备了20%，不要小看这20%，基数太大，20%已经是非常恐怖的数目，让明家多质押出去了不少东西，太平钱庄是信得过的。明清达沉声说道：“老关系了，而且毕竟是东夷城的产业，那些夷人总要靠咱们供货。”是，明兰石轻声应道。而且咱们也不是平白条银子，如今江南一地总有些白眼人想瞧咱们明家的笑话，这次如果能中了标，也算是给他们一个耳光，同时也是让钦差大人明白，能够代理内库这么大笔生意的家族，还是只有咱们家。明清达赞赏地看了他一眼，说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标我们必须接下来，朝廷的制度需要这么大笔银子压在转运司，本意是想剔除那些实力不够的商人，同样也是为我明家扫了不少对手。天下能调出这么多银子来的人，已经到了一家，那还有谁呢？除非钦差大人想眼看着明年内库的货没人能接手，不然就只有给我。我们要确保的，一是价钱问题，不要高得太离谱；二是捆绑问题，经理会来压力，压着转运司依往年规矩，16项分成4份，6811，我们还是只要那个8，一半的份额。明家主人还说是只要，话语间的信心展露无遗。明兰石心悦诚服，看似很紧张的局面，在父亲对朝廷制度的分析下，便变得极为容易了。想要中大标，在朝廷那种荒唐制度的规定下，似乎也只有自己家有这个能力。海上的事情已经妥了，明家主人最后缓缓说道：“你让家中的那位也闭嘴吧。”明兰石听着海上的事情妥了，不由感到浑身上下放松了下来。那是明家最大的把柄，只要被清除干净后，
依明家在江南路本地的平稳行事，范闲应该抓不住什么对付自己的理由。但听着父亲最后那句话，明家少爷的心里依然止不住一寒。他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办妥海上的事情，那些盘踞在岛上的海盗又是如何被灭了口。关于明家的助力，肯定有一部分是来自军方，但是父亲口风极严，所以就连他这个明家少爷都不知道经理这次究竟动用的是哪方面的军队。海上的事情由父亲出面解决，家中的事情却只有自己解决。明兰石的脸上闪过一抹狠色。入夜，明家少爷在苏州城里的一处偏僻金屋内，他躺在床上，双眼望着天，不知道在想什么，怀中一位为着寸缕的女子像小猫一样乖巧地扶着，纤细的手指头在他赤裸的胸膛上画着圈。这女子是明兰石的第3房小妾，因为身份特殊，所以一直养在名园之外。兰石，这名小妾吐气微热，喘息着说道：“我还要。”男人在事后最厌恶听到这句话。明兰石冷笑道：“还要什么？不知道知足吗？”这名小妾忽而脸色一变，咬牙说道：“你什么意思？是不是钦差大人查得紧，海上不敢出船？你觉得我们兄妹2人没什么用处了？”明兰石微笑着回过身来，轻声说道：“小乖乖，这几年你给我明家挣了这么多银子，怎么会没用处呢？”话语一落，他的手便重重地拍到了小妾的雪臀之上，震起白浪起伏，娇嗔连连。小妾媚眼如丝，满怀期待。明兰石满脸微笑，一掌砍在了他的后颈处，看着小妾嘤咛一声昏了过去，然后用自己的双手稳定而无情地扼住了那道自己亲吻过无数遍的雪白脖颈。第2天凌晨，苏州城外的码头上少了一个大石头，少了一个麻袋，有人听见了扑通一声重物坠河的声音。紧接着便听说明少爷的第3房小妾回老家泉州省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回来，归期未定。同样是那个灰蒙蒙的晨雾之中，远在泉州城外大海之中的一处岛屿之上，趁着黎明前夜色的掩护，许多凶残的石鸟鸥从层云之上急冲而下，降落到岛面之上，密密麻麻地铺满了整个地面。这些贼鸥们贪婪地低下自己的头颅，用带着污血的喙尖不停地啄撕着什么。因为鸟的数量太多，所以抢起食来也是显得格外暴烈，不时便有鸥鸟为了抢夺进食的地盘而大肆撕咬起来。一时间，昏暗的岛面上鸟语乱飞，血肉四溅。他们抢食的不是日常喜欢享用的小雏鸟与龟蛋，而是人的尸体。整座岛上此时竟是尸横遍野，刺鼻的血污气息冲天而起。好在初春料峭，所以并没有太过腥恶的腐烂气息发出，但饶是如此，这么多具尸体依然惹来了方圆数百里之内的贼鸥们。好一场盛宴！岛上隐约可见码头一般的建筑，但此时早已是全无人迹。死去的人们睁着惊恐的双眼，泛着白的眼珠子，无法动弹，蒙着一层死亡后形成的黏膜，似乎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摸到岛上来杀了自己。嗤的一声，一只贼鸥准确无比的啄中那具尸体难以瞑目的双眼，叼着一粒血乎乎的眼珠，骄傲地扭动着脖颈，旋即低下头来，似乎害怕有同伴要和自己抢食，双翅一展，挪了一个地方，躲到礁石下面开始进食，却发现这个食物有些硬，割住了自己的脖颈，慌急地咯咯叫着。满岛残尸，肉飞现白骨，脏腑被啄出，血污、死亡、飞舞着、战斗着的鸟群，死亡与恐惧的气息弥漫在大海上。一只手有些艰难无力地扒开上方的尸体，小心翼翼地赶走身边那些该死的贼鸥，一对眼睛从那个缝隙里紧张地向外张望着，确认了上岛的那对官兵已经坐船离开了。这位大难不死的岛上海盗才心有余悸地从同伴们的尸体中爬了出来。这人肩上挨了一刀，血肉模糊，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对于那些官兵所携带的杀气感知极快，抢先一步装死，并且用同伴的尸首掩护住自己，或许他也早就死了。那些上岛来的官兵本来应该是这些海盗们的同伴，但忽然凶性大发，下手之狠实在是难以言说。直到岛上所有的人都死光了，想来那位海盗的首领才会想到明家是来灭口的。侥幸逃生的这人面色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海上生活，面容寻常，神情坚毅，双眼微眯。经历这等大难后，他却似乎并不怎么惊慌，喘息着坐在同伴们的尸体中，强行镇定了一下心神，撕下身边同伴的衣服，紧紧地包扎住了自己的伤口，然后开始起身，在岛上寻找着清水与食物。官兵们离开的时候，以为人都已经死光了，所以并没有将清水与食物毁去，给了他一个活下去的机会。恢复了一下精神之后，天也就亮了。迎着海上升起的那轮朝阳，那个人缓缓地坐在码头上，看着不远处时飞时落的鸟群，看着那些常年相伴的伙伴们凄惨的死后模样，他的嘴唇开始发白，却忍住了恶心欲呕的情绪，反手拿过一壶清水，往干枯的嘴里灌了下去。死的人都是他的伙伴，但他不会去安葬这些人。一来是死去的人太多，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安葬这么多尸体；二来当海盗的人死后如果不能葬入海中，被这些贼鸥们带上天去，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三来这些海盗们平日里做的恶也不少，
杀人奸淫的事情常常发生，如今先被人杀，再被鸟食，也算是报应吧。他叫青娃，泉州本地人，家世普通，能力普通，常年在海上当水手。去年某个时候，他所乘坐的大船被海盗劫了，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竟然侥幸活了下来，而且还加入了海盗的内部，开始与海盗们成为伙伴，在泉州之外的滔滔大海上做着那些很丑恶的事情。这座岛上的海盗是海上最大的一股，但是很奇怪，他们做的生意却是不多，而且首领似乎刻意在掩饰着这支队伍的行踪。在岛上待了半边，青娃才终于发现，原来岛上的主要生意就是劫民家往西洋送货的货船，每次劫船通通不留活口，尤其是船上负责押送的朝廷官员。只是半年的时间，青娃因为自己的冷静与冷血，得到了头领的赏识，成为了海盗当中的一名小头目，开始逐渐了解到了更多的详情，并且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很可惜，这个时候，这个夜晚，一批强大的水师找到了小岛，并且血腥无比地屠杀了岛上所有的人。朝阳拂面却并不清爽，因为身旁全是死尸血肉，青娃的喉咙咕隆了2声，认出来了前方不远处正被鸟儿们啄食大腿上肉的那名海盗，正是与自己同住一个山洞的采仔。青娃眼睛无力地眨了眨，有些困难地站起身来，走到采仔的尸体旁边，用手中的木棍赶走那些天杀的贼鸥，看着采仔的尸首，半晌无语，最后缓缓说道：“我如果活着回去，你的爹妈我会照顾好的。”说完这句话，他就决绝地扔下自己伙伴的尸体，沿着码头下的那条隐蔽小路往另一个方向走去。岛上的船已经全沉了，不过那里有海盗首领留的后手，不知道那里的木船还留着没有。青娃走得不快，但格外坚决，他必须赶紧回到陆地上，因为自己虽然活下来了，但后来的那几封情报并没有送出去，提斯大人那边应该已经开始着急了。他一边走一边抹泪，强忍着不回头去看。虽然身后那些海盗都有取死之道，但相处半年，纵是铁石心肠，也禁不住有了些感情。此时青娃的胸中升腾着一股名为愤怒的火焰，眼看着就可以拿到明家与海盗勾结的证据了。昨天夜里那批军队战斗力极为强大，究竟是哪方面势力的人呢？既然是上岛来灭口，一定是某位军方大佬，才有可能调动沿海的强大水师，难道是叶家？不过他没有下判断的资格，只希望能赶紧把这个情报发回苏州。是的，正在哭泣的青娃就是监察院四处驻泉州巡查司外围一组的5只乌鸦之一，他就是曾经向范闲禀报明家与海盗关联的那名密探。离这座岛屿极远的江南苏州城外，那座清美地似乎不肯沾染一丝世俗气息的名园之内，当代明家主人明清达正恭恭敬敬地站在一张椅子前面，回着以中人的问话。以中人是位妇人，是位老妇人，就算在长公主殿下的面前，明清达也没必要如此拘谨持礼，但在这位老妇人身前，他必须低下自己的头颅，因为这位老妇人是明家真正最有权的太君，他的亲生母亲。若干年前，如果不是这位老妇人心狠手辣，毒死了那位最得宠的外室，在老太爷死后，又将那名老妻追杀出了家门，明家这宠大的家产，只怕早已经落在那个人手里，哪有明清达什么份儿？明清达每次看着自己年迈的老母亲，总是联想不到年高德少这4个字，而是想着老儿不死是为贼，七弟的尸首大概在某处已经化成白骨了吧。他这般想着，虽然心安，却也有些心寒。只要这位老妇人还活一天，自己在明家就不能算是真正的主事人。你的动作太慢。明家老太君看着自己的儿子，毫不留情面冷声说道：如果想要将自己洗干净，那你应该从2年前就开始动手。明清达是称聪慧，不然也不可能把持明家这么大的产业，但在母亲面前却是被批的不行，面上一热，皱眉说道：为什么是2年前？因为2年前宫里就决定要让范闲娶林婉了。老妇人眼中寒光一射，恨声说道。明清达面色恭谨，但心里却另有想法，心想就算那时候就猜到范闲会下江南找内裤，但那时候谁知道他是皇上的私生子，谁知道他是叶家的后人，谁知道他日后会统领监察院？这老太婆看来真是糊涂了。老妇人骂道：这次如果不是老身请军方帮忙，如果让监察院查到了那个岛上，以范闲的性格会怎样对付你？明清达心中冷笑不语，面色恭谨应道：让母亲烦心，真是孩儿不孝。兰氏今天怎么样？明家老太君冷漠看着自己的儿子，关心着自己的孙子。明清达眯眼说道：那孩子知道孰轻孰重，再说这几年他对他也不错。男人啊！明家老太君讥讽嘲笑道：终究都是这种样子。老妇人想了想后摇头说道：让兰石少和袁大家来往，前些日子听说钦差大人那位门生正在城里开青楼，兰石卖了主管出去，心里有些不舒服，正和袁大家筹划着怎么破一破钦差大人的生意。如今既然咱们拟好了章程，当然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他继续冷冷说道：袁大家是世子的女人，你让兰石少流些口水。再说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范家对袁梦是恨到了骨头里，
如果让范闲察觉到了袁梦在苏州城内，只怕会在第一时间内杀了他。明时与他来往，会多几分危险。明清达点头应下，正准备退出房去，不料老母亲却仍然将他留了下来。沉默半晌之后，忧虑问道：“我们的安排，终究是我们的安排。我总觉得那位小范大人在铁手整治了内库之后，不应该如此安静才是。”明清达想了想后，沉着应道：“母亲放心，毕竟咱们家在天下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族，没有拿着实据，就算是钦差也不敢胡乱出手的。”明老太君须眉皆白，满脸皱纹里都夹着世故与冷漠，寒声哼道：“不敢，连40万两白花花的血银都不要，他要的定然更多。这天下除了我明家，还有谁能给他这么多银子？”确实如此，40万两白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筹措出来，并且送到范闲的手上，这种能力已经足以震惊世人。虽然范闲极为不可思议的没有接受，但这笔堪称世上最大的贿银，已经可以载入史册。范闲连40万两白银都不要，所谋所求自然更大。儿子想过。明清达不慌不忙说道：“钦差大人没有收银子，也不见得全然是坏事。就说去年9月间，老崔家的曾经在一旦居送出去了2万两银子，小范大人倒是笑纳了，可一回头就将崔家给搅了。所以收不收银子，并不表示这位奇怪的大人有什么想法。从古至今，收银子办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像范闲这种收了崔家2万两白银，却一点好处不给不说，还雷霆一击将崔家扳倒的事情，实在是相当罕见。这个举动完全破坏了范闲在汇入江湖中的信誉，江南的商人们对这件事情记恨极深。”明家老太君两颊皮肉无力，一笑起来显得格外恐怖，嘲讽说道：“崔家也是小家子气，看事情都看不准。他家那宝贝儿子在北齐上京得罪了范闲，被罚了半夜跪，就想用2万两银子抹平。小范大人收这银子，不是为崔家办事，只表示对上京的事情不再记恨。至于后来，谁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到此处，这位老妇人皱眉问道：“慧儿怎么样？”明清达回道：“情绪好些了。崔明两家在长公主的暗中安排下进行着联姻，此时提到的慧儿就是明家第3代明兰石的正妻崔芷慧。崔家被范闲整倒之后，那些头面人物虽然在燕小乙的保护下活了下来，但是家破人散，千贯风流而去，嫁入明家的心腹难免心生惶然之感，日日以泪洗面。”略说了些家事，又将话题扯回正途。明老太君眯眼说道：“太平钱庄的掌柜前儿来说过了，咱们家寄存的银子这次都备得差不多。不过前些天你来和我说的招商钱庄又是个什么来路？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太平钱庄那边我有些担忧。”明清达皱眉说道：“先前提到的实产吏，听说在钱庄里提过几笔大数目的银子，如果朝廷或者说钦差大人埋了什么手脚，我怕到时会出什么问题。”他见母亲一言不发，在沉思中又继续说道：“招商钱庄是新起的一家，去年才开始在东夷城那边出现。您也知道，如今的钱庄大多出自东夷，背后的股份和背景，我托人查了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儿子想的是，如果此次内库招标被钦差抬了价，日后的流水总要有个保证，太平钱庄之外再留条路子。”明老太君睁开双眼，冷笑说道：“是什么背景，竟让你如此相信？咱家做内库生意，要的银子如流水一般，小的钱庄哪里周转得及？范闲下江南，竟是让你乱了心思，真没多大出息。”明清达心头微会，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微笑，解释道：“主要是背景可靠。您猜那家招商钱庄的背后是谁？别和我弄这些玄虚。”明老太君厌恶地盯了一眼自己的儿子。明清达咳了2声后说道：“查得清楚，招商钱庄的股份大部分是沈家的产业，北齐朝廷追索的厉害，当年沈家管钱的先生逃到了东夷，这才开始做这个生意。”沈家。明老太君双眼里终于现出了一丝兴趣。北齐镇抚司招抚使沈仲。正是。明老太君沉吟少许后哭笑说道：“北齐朝廷抄沈家，沈大小姐单身逃走，一直有笔财产没有抄到。当年沈仲与崔家联手把持着内库往北齐的走私，不知道存了多少银子。如果是他家的话，这家钱庄倒是有些财力。最关键的是，招商钱庄的真正靠山是东夷城里极有实力的一个家族。”明清达趁热打铁说道：“沈仲是北齐皇帝杀死的，而且应该与小范大人有关系，所以招商钱庄肯定不会和朝廷与北齐通气。明家除了田地与庄园里藏着的庞大银两之外，用来做生意的银两基本上都是存在太平钱庄里，而从太平钱庄调钱的印章却是一直掌握在明老太君的手中。明清达空有明家之主的名号，实际上却只是个傀儡。今日极力向母亲推荐招商钱庄，谁知道肚子里存的什么心思？也不知道明老太君是不是察觉到了儿子的心思，笑容瞬间即逝，冷冰冰说道：“实产吏从太平钱庄里能调多少钱？难道你没有查到？”明清达感觉到一丝冷汗正从后背往下流淌，
强自镇定说道：“太平那边被我逼了一下，他们老掌柜只好坏了规矩，给了我一个实数。石产力能调的那批银子来路不清楚，应该是范家的，总数目应该在5万两左右。”明老太君冷哼一声，也不说话，只是盯着自己的儿子。明清达愈发的紧张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明老太君才叹了一口气，说道：“还是先不要慌着和招商那边联系了。一来，石产力能动的银子不多，根本不足以在招标上面给我们造麻烦；二来，太平钱庄的背后是四顾剑那个老怪物，这钱庄最讲究的就是信誉。你让他们坏了规矩，那是因为四顾剑需要咱们明家往东夷城送货，如果你一转身就去和招商钱庄眉来眼去，他们心里哪里会舒服？三来，招商钱庄的背后就算是当年沈家的那笔钱，其实也不算什么。就算还有你所说的东夷城里的大族，可是东夷城那边也很乱，所谓大族，只怕是四顾剑的眼中钉，我们何必去得罪四顾剑？”明清达抬起头来，似乎没有想到母亲会这么温和地对自己说话。明老太君最后下了结论：招商钱庄那边可以有些小的往来，至于内库这边，必须还是走太平钱庄，保险起见。明清达不敢再说什么，总觉得母亲的温和背后藏着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只是心中依然有些不服。做生意本钱当然讲究个狡兔三穴，什么都放在太平钱庄里，这哪里能行？母子二人的判断产生了一点偏差，而就是这一点偏差，导致了后来那些很麻烦的事情。如果钦差大人能容咱们家几年，那便依你的意思就这么下去；如果他一定要置我们明家于死地，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明清达勾身应是，沉吟半晌后说道：“君山会下月开，我怕来不及。”明老太君冷冷看着他，杀人又不是一种急活儿。至于君山会那边，我们明家将江南武林养了这么多年，在朝廷的目光下保护了他们这么多年，他们难道不应该有些报答？这话里的杀人自然指的是杀范闲，而君山会也绝对不是邹磊曾经想用来对付范闲的武林大会。庆国有所谓江湖，但真正的江湖绝对不是西湖旁边青石屏上那副模样。草莽之中自有所谓高手，像江南水寨老供奉那种层级的高手，不知道隐藏在多少地方。所谓君山会，便是这些所谓江湖中的所谓高手真正聚会的地方。君山会向来不为人所知，谁也不知道到底拥有多高的实力。如果范闲真的要将明家赶尽杀绝，一个绵延100年的大家族自然有办法进行反击。尤其是目前六处的影子与专业刺客们正满江南地与东夷城剑客们玩捉迷藏的游戏，范闲身边的防卫力量并不如看上去的那般严密。明清达很明显不赞同这个提议，微嘲说道：“东夷城都杀不死的人，我可不相信君山会能够做到。另外，母亲不要忘了，钦差大人本身就是绝顶高手，他的身边还有陛下派来的虎卫，最关键的是那位北齐圣女海棠应该也在他的左右。”明老太君怜悯看着自己的儿子，杀人就是拼命，不是一个讲究成功率的游戏。如果别人都要杀我们全家了，你还在考虑能不能杀死对方，那你永远都没有杀死对方的机会。明清达苦笑应道：“就算能杀死范闲又如何？陛下震怒，天下震惊，难道我明家还能活下来？自然要做的滴水不漏，要给天下人一个幸福的答案。”明老太君冷漠说道：“如果能将范闲杀死，那自然是东夷城四顾剑做的，与我们明家有什么关系？反正四顾剑这些年也背了不少黑锅，再多一顶也无所谓。”明清达嘲讽说道：“这个借口或许只能骗我们自己，却骗不了天底下的百姓，更骗不了监察院与陛下。如果能将范闲杀死……”明老太君面无表情说道：“当然，如果能维持和平是最好的，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相信我们大庆朝英明的陛下一定不会因为一个死去的私生子而动摇整个江南，动摇他统治的根基。事情能压到最小，陛下就一定会压下去。一个活着的范闲比10个明家都有价值，但10个死了的范闲都比不上一个残破的明家。陛下不喜欢我们明家，但却不能毁了我们明家，所以陛下只是希望这次范闲能够将我们明家完好的夺到朝廷的手中。你如果看明白了这点，这个家我也就能放心的交给你了。”明老太君面上浮现一丝恨色：“到时候我再把我这条命填进去。”明清达百感交集，哭泣说道：“母亲这是说的什么晦气话？”他在心里暗自冷笑着，老妇人果然是老了，看事情居然糊涂成这副模样。如果真依你将范闲杀了，陛下怎还会给明家生路？填进你的命？你以为你的老命还真的这么值钱？石产力从竹园馆里走了出来，嘘了一声，抹去了额头上的汗珠。他身后这座楼正在装修，距离开业还有一段时间，抱月楼扩至江南的事业进程开头倒算是顺利，只是这2天在苏州城里买姑娘的事情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从同行的楼子里挖姑娘，虽然仗着三皇子的威势顺利无比，怎奈何却没有请到几位红官人。每每思及此事，石产力便有些头痛。江南女子多娟秀，
是出了名的，怎么却找不到一些像样些的姑娘？难道都是被人藏起来了？本来还有其他的途径，他也曾经去衙行里看过，只是衙婆们热心介绍的姑娘都是从江北逃难来的可怜女伢子，虽说是父母在卖，但身条都没有抽出来，石产力总有些下不了手，也害怕范闲生气。说到那位门师，石产力的脑袋就更大了，真不知道那位小爷心里在想些什么事情。前天从内库回来后，便一头扎进了盐商让出来的花园里，整日街的闭门不出，连马上要到来的内库开门招标仪式也似乎没有做什么准备。石产力今天穿着一件棉袍，虽然如今是商人的身份，却依然脱不了10几年寒窗苦读所养出来的读书人做派。他的手抚在马车光滑的箱壁上，却没有上车。车旁的侍卫好奇地看着他。车旁无数行人走过，就在这车水马龙的苏州城大街上，石产力忽然走神了起来。他望着那些面色安乐的江南百姓们，微微皱眉，回思起这1年来的过往，对于自己的选择忽然多出了几丝惶恐之感。杨万里在杭州那番谈话之后，虽然这些人依然以范闲为首，坚定地往着那个不可知的将来迈去，但是石产力与那3位同窗不同，他已经淡了仕途的念头，开始为范闲打理一些隐秘的事情，也知道了一些隐秘的消息，所以越发觉得范闲这人有些难以捉摸。自己这些人是想济天下养万民的，可是门师大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心里明白，报月楼的扩展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范闲在监察院之外有第2个探知天下消息的途径，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方便范闲日后洗钱。门师的所作所为或许是为了一个良好的目的，但是在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中间，或许却要牺牲许多，比如无辜者的性命，比如读书人一直秉承的正道，比如似乎每个人都应该有的良知。到了今天，石产力当然知道范闲已然是一位权臣，而不是自己期望中的名臣，但他更明白，如果要做一位能够青史留名的名臣，攫取权力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名字就会显得太愚蠢了。这是一个哲学上的两难命题，石产力陷入其中，却找不到任何答案，只好沉默地上了马车，将赌注压在了自己对门师的信任上。马车是开往太平钱庄的，最近石产力一直在那处调银子四处使用，那足足5万两银子的份额，实在让他有些惶恐。小范大人的银子未免也太多了些，只希望他将来拿够了足够的权力与金钱资源之后，还能记得当初所想的事情，为这个天下做些什么。我很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范闲满脸平静看着面前的杨万里。从内库回到苏州之后，他将杨万里传了过来。虽然按理讲杨万里不能擅离职守，范闲属于乱命，但是有个钦差大人的身份，想必富春县的官员包括上州的大人们都不敢对杨万里多加指责。杨万里叹息说道，老师，学生只是担心这官场险恶，而且极能诱人以奢华权欲。话虽然没有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在范门4子当中，范闲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杨万里，因为这小子说话够直接，而且一直牢记童年寒苦，刚正不阿不论，清廉自持也属一类。范闲虽然不是个清官，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清官的欣赏。而石产力虽然心中自有清明，但却只肯将事情闷在心里。至于另外2人，程嘉林过于中庸求稳，唯有侯继常这位当年京都与贺宗纬齐名的才子，心思立刻，实在是做事的好人选。只可惜目前远在他州，范闲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他挥手指住杨万里有些过了头的担忧，笑着说道，我知心性坚定，又岂用你来担心？不要总怕我滑向邪恶的深渊，习惯了黑暗便看不到光明。杨万里微怔，复又想到自己的门师是何等人物，怎会那般不济，自己的担忧或许真是过头了。金钱只是工具，范闲说道，但凡贪欲之辈，总是需要用金钱来换取某种生理或是心理上的快感。而对于一个足够有钱的人来说，贪钱如果不是为了数银子，那么一定是为了某种目的。杨万里摇头说道，欲壑难填，世上太多这等事情。虽然范闲经常蹦出些有些奇怪的词语，但杨万里已经习惯了，反正听得懂大概的意思，我又不是太监。范闲笑着说道，对于银子这种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杨万里苦笑，心想，您若不爱银子，那何必用石产力的名义经营青楼？尤其是此次针对名家与内库的行动，很明显是要劫银子下来，而到时候交回朝廷手里的又有多少呢？范闲根本不理会学生的腹诽，很直接说道，这次喊你过来，是有些事情要向你交代一下。杨万里虽然对于范闲的某些行事手法极不认同，心里有些抵触情绪，但对于范闲交代下来的事情，只是不违律乱法，执行起来是极为用心用力。请大人吩咐。他看着范闲一脸正色，以为是政务上的事情，所以改了称呼，极为严肃地应道。范闲看了他一眼，斟酌着说道，马上京中会来任命，将你调到工部，我事先通知你一声，免得你有些摸不着头脑。杨万里听着这话一惊，还真有些摸不着头脑了。自己在富春县上做得好好的，依惯例明年就能入州，仕途看好不说，而且这也是正途。
他虽然是个中肯之辈，却不是不明白官场之中的纠葛，当然清楚当初春闱后为什么门师会让自己等3人下入到各州郡，而不是想办法留在京都的各部司之中。因为范家在京都的势力已经足够雄厚，所以需要在外郡有些助力，这就是杨万里会被发到富春县的缘由。所以此时听着自己要被调入工部，杨万里便有些不明所以。以自己的品质，在京外还可以帮门师做些事情，回京之后官卑位低，连话都说不上。门师大人这个安排不知道有何深意。看出了他的疑惑，范闲轻声解释道：从地方入工部，依惯例会上调半级，你不要以为这又是我做的手脚。至于为什么让你进工部，你也不用多加猜疑。杨万里疑惑的点点头。工部下有4司。范闲盯着他的眼睛说道：庆历元年新政时，水部司被改做了都水清吏司，这次你要进的就是都水清吏司。杨万里微微张嘴，以为自己能猜到门师准备做什么事情，一张嫩脸涨得通红，说道：大人，虽说河工修葺耗银无数，但是这个银子可是动不得的。范闲一愣，旋即笑骂道：你生的什么猪脑子？杭州城里那通骂还没有骂醒你。杨万里这才回过神来，想到门师就算要贪银子，放着屁股下面的江南名家与内库不管，怎么会将手伸到河工之上，自己肯定是想差了，极为羞愧的连声叹息。范闲没好气地瞪了他2眼，叹息着说道：你这个莽撞性子也得改改，在我面前倒好说，入工部之后对着那些奸猾无比的官员还是这样，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杨万里一咬牙说道：听老师的话，学生日后一定沉稳些，请老师交代。范闲微一沉默，缓缓抬起头来，盯着杨万里的双眼，一直盯到他的心里有些发毛了，才平静说道：都水清吏司负责审核发放朝廷拨往沿江治河所需的银两，数目十分巨大，尤其是去年大江决堤，死伤无数，今年朝廷只要国库状况稍微一好转，陛下一定会拨足实银。而我让你去都水清吏司，就是要你看着这笔银子。杨万里愣在了椅子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河工、大堤、洪水，洪水一般的银子，世人皆知，河运一向乃是国计民生中最耗钱的事物，尤其是庆国这10几年来，年年修河，年年决堤，银子像洪水似的往里面灌着，却没有听到半个响声。一方面是天老爷不给面子，另一面自然就是人祸了。从京都的工部，再从河运总督府往下的各级官员，都不知道从这笔数量庞大的银子里捞了多少好处，贪腐之祸甚于洪水。陛下当然也心知此事，4年前大河决堤，监察院详加调查之后，当朝诛杀了那一任的河运总督。据说那位河运总督家中积产累国，而且背后的靠山是太后。只是庆国皇帝如此力杀，依然止不住河工这路的贪腐风气，而河运总督的位置也已经空了4年，没有人接任。加上最近几年内库的收益一年不如一年，两线征战，国库空虚，大河两岸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这才造成了去年大江决堤所带来的可怕后果。连皇帝陛下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的事情，让自己去做，这个事实由不得杨万里不傻。他有自知之明，自己治一郡一州的能耐或许是有的，但要治河，涉及天下万民生死，可不敢讲这个大话。于是他惶恐败于范闲身前，连声请辞。范闲看着他，摇摇头说道：慌什么呢？只是让你去看银子，又不是让你上河填土。为保大江之安，万里便是上河填土，又有何惧？杨万里苦笑应道：只是老师既然想着河工，便知道此事干系甚大，稍有差错，便是水淹万民的悲惨事情，学生实在不敢应下。范闲冷笑说道：不是想做一位青史留名的清官吗？我这便是让你去咱大庆朝最黑的贪官窝子，你却不敢去。杨万里面色一红，缓缓低下头去。范闲也不再说话，只是冷漠看着他。良久之后，杨万里终于勇敢地抬起头来，咬牙说道：便衣大人。他心里想着，就算到时候被阴死在河运衙门，也总能出些力。正如门师所言，既然要为天下谋利，又何用牺牲？范闲眼中闪过一抹欣赏之色，和声说道：舍得一身剐，敢把？嗨嗨，总督拉下马。杨万里一愣，心想这句话有些古怪。范闲掩饰着笑道：更何况如今河运总督的位置一直空着的，有我范家与监察院看着你。河运衙门虽然深如龙潭，但那些贪官们如果想用阴私手段对付你，也得看我答不答应。杨万里一想，对啊，自己有门市这么个大靠山，还怕那些人作甚？他倒也是心绪转变得快，面上马上浮现出了跃跃欲试的神情，似乎这时候就准备冲回京都报道，然后赶紧赶往大江之畔，去盯着朝廷的银子是不是花到了实处。范闲看着他这神色，忍不住笑了起来，旋即正色说道：但有一句话你得记清楚了，请老师吩咐，你只能管银子，不能管河工。
范闲十分严肃地看着他。杨万里微愣，心想修和之事利国利民，为什么自己不能做？范闲盯着他的眼睛，极为认真说道：修和自然有专业的工部司员们去做，你只要保证银子用到了正途上，河工万万不能管。这世上最害怕的就是外行管内行，你以为修和就是将堤岸填高这般简单？杨万里脸上露出理所当然的神色。范闲心里叹息一声，叮嘱道：我让你去工部，只是用你之清明诚恳，眼里容不得沙子，却不是倚重你连半吊子都没有的志和本事。他看着杨万里虽然应下，但依然似乎没怎么听进去，便寒声冷笑说道：莫要以为我这话是在说笑，杨万里，你给我听清楚了。杨万里下意识里站深了身子。范闲盯着他，一字一句说道：如果让我知道你敢对河工修葺的具体事务指手画脚，敢仗着我的名声乱出主意，我马上派人来将你斩成36段。杨万里被范闲寒冷的眼光一逼，身子一颤，知道门师是极为认真的在交代，赶紧端正态度，诚恳应下。二人又交代了一番赴任后的具体细节，以及在河运总督衙门里可以信任的事情。这时候范闲才真正的相信杨万里并不是自己以往印象中那般愚鲁，对于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应该能比较圆滑的解决，便开始说出今日谈话的重点。我让你去兜水清利司，其实并不指望你能消除掉河工一路陈年已久的贪腐避风。范闲若有所思说道：监察院在那边也有不少钉子，但是官员数目太多，与朝中的瓜葛太深，牵一发而动全身，总是不好处理。杨万里虽然有些讶异，但这个时候也终于学聪明了，没有发问，而是静静听着。所以说朝廷拨到大江的银子到最后总是会不够的。范闲嘲讽说道：不管你信不信，但总之到最后都是会形成这种局面，就算陛下拨下200万两银子，工部依然会喊不够。本来如果徐徐图之，也不是完全不能扭转这种局面。范闲眯眼说道：只是时间上有些来不及，去年大江决堤冲毁了不少堤坝，让常年失修的两岸堤防与水利设施愈发的不堪，而去年冬季水枯之时正是修河的大好时机，偏生那时候国库里却没什么银子，那今年怎么办？今年如果不发大水，那是咱们大庆朝的运气好。他冷笑说道：万一再发大水，那可就挡不住了。而河工一事还要倚仗那些官员，所以并不适合监察院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杨万里这时候才隐隐察觉到门师大人身在苏州，心却在天下黎民之上，心头微暖，试探着说道：国库调银不够，而且已经到了春天，就算能挺过春汛，可后面还是需要银子，这就是我让你去工部的真正目的。范闲平静说道：我会筹措一笔很大的银子，其中大部分会经由户部入国库，再调往河运衙门，但是先前说了，沿途克扣，不知还会剩下多少。最关键的是，我怕时间上来不及，所以另外的那部分银子我会直接调往河运衙门，由你接手。杨万里大惊失色，范闲口中所称的很大一笔银子，那数量肯定极为恐怖，想来一定是从内库中所得，只是这笔银子按理讲应该归入内库，再依陛下旨意分拨至国库。像范闲所说的直接调银，这往小了说也是私动国帑，往大了说和谋反也没什么区别了。时间太紧，范闲无可奈何说道：往年的银钱调动要耗上大半年，到那时节，娘的，大江早决堤了，官僚主义害死人啊！杨万里这个时候当然清楚，范闲这么冒险和没有收益的搏命做法，肯定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确实想让修河一事赶紧走上正途。心中虽然感动，但更多的还是对门师的担心，焦急劝说道：大人，此事定要慎重，万一被人知晓，那可如何是好？范闲笑了笑说道：怕什么？难道陛下还舍得将我杀了？杨万里一想，倒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虽说这笔银两的来源无法交代，但只要是用在河工上，又不是用在思绪死事上，皇帝陛下怎会与自己的儿子过不去？那笔银子的来源，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其实也清楚，这银子的来路肯定是见不得光，只是不问清楚，总是有些不自在。坑蒙拐骗偷，我是个喜欢吃大户的人。范闲笑着说道：马上内库开始招标，银子你不用担心，关键是把这笔银子要运作好。监察院四处会帮你处理具体的事务，工部里面也有人会替你遮掩，你不用过于担心。杨万里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这么大笔数量要用非常规渠道灌注到河工一事之中，当然必须是朝廷高层睁一只眼闭一只睁，说不定事后的总谋划便是门师的父亲大人，那位一直显得有些沉默的户部尚书。我的银子会越来越多。范闲叹息说道：会一年比一年更多，所以现在我愁的不是怎么挣银子，而是怎么花银子，怎么才能花得愉快。这话有些嚣张，只是明家的银子还没有骗到手，他却就已经开始提前想着怎么花银子了，这事儿不免有些荒唐。河运总督空缺4年，范闲对着自己最拧的门生微笑说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你就是我大庆朝的河运总督，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不贪的河运总督。杨万里昂然而立，胸中红日初升，豪情万丈。之所以要调苏州的银子入河宫，为了就是抓紧时间，抢在秋汛之前对千疮百孔的河堤进行最低限度的修补。杨万里自然不肯再待，匆忙告辞而去。他要回富春县交代，又要入京报道，又要折回河运衙门。这万里果然是要万里奔波，辛苦去了。范闲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等着马上要到的那个人。没有等多久，海棠推门走了进来，像看神仙一样看着范闲，半晌之后才轻声说道：“问题是，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明天内库就开标了。”范闲笑着说道：“夏七飞如果不是蠢货，一定能将价钱抬到一个合适的程度，4成的定银不是小数目。明家既然如此老实的双手奉上银子压在转运司里，我总得把它花出去才对得起明家。”海棠摇头说道：“京中已经来了监察御史，江南总督府也会派员旁听，这笔银子你根本动不了多少。”他接着说道：“就算夏七飞那边能够接下崔家的线路，可是要等货物变成现银，至少还需要7个月。”范闲笑着望着这位姑娘家说道：“反正是往北边运货，反正你们皇帝要出银子，而且我这转运司衙门里压着足够的银子，试定之后我从太平钱庄里调些银子先用着，想来你们不会有太多意见。”海棠微微一怔，旋即苦笑道：“这倒也不错，只不过7个月的时间，你总是能还得起，只是陛下并不知道你的安排，而且用我大齐内廷辛苦攒了这么多年的银子来给你们南庆修河道，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吧？这事儿何止说不过去，如果北齐那位聪慧于内的小皇帝知道范闲如此玩法，只怕要气得吐血。”范闲一摊双手，望着海棠悲天悯人说道：“朵朵，你曾经说过，天下子民皆是上天的恩宠，咱们要一视同仁。如果大江决堤，淹死的是我南庆人，难道就不是人？你忍心看着这一幕发生？北齐内廷的银子，明家的银子，朝廷的银子，还不都是天下人的银子？我只不过冒着极大的风险，用在天下人的身上，何错之有？”海棠微微一笑，点头说道：“天下人的银子用在天下人的身上，当然不错。只是日后若我大齐境内出现什么灾荒年景时，还盼范大人不吝支援才是。”范闲想也未想，含笑说道：“这是自然。”海棠似乎没想到他答得如此之快，不由愣在了当地，不知道对方是真这么想的，还是在随口打哈哈。毕竟这世上真的没有国族概念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海棠摇了摇头，说道：“先不论银子的事情，不过你今天倒真是让我有些吃惊。贪银子的官员权臣见得多了，但真没有想到你贪银子居然会用在这些事情上。”范闲缓缓抬头，似笑非笑说道：“很难理解。其实很好理解，正如我先前与万里说的，银子只是工具，只是用来谋取生理与心理快感的手段。挣银子难，花银子更难，怎样才能花得舒爽？有人喜欢买马，有人喜欢买美姬，有人喜欢买庄园当地主，有人喜欢买官位，而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太简单的事情。”范闲继续说道：“我既然要花银子买乐，就得花一笔最大的银子，买一个世上最大的乐子。独乐乐，众乐乐，孰乐？”范闲开始用孟老夫子教育海棠。海棠微笑着坐了下来，说道：“原来归根结底，你还是只想让自己过得更快活些，就像以前你在信中提过的那样，你希望这个世界能更美一些，你生活在里面也会更自在一些。”“不错。”范闲笑着说道，“就算锦衣玉食，全副集于一身，一朝国破人亡，如何享受？就算高歌清台，有美相伴，云游天下而不携半丝云彩，可身遭尽是恶嫖腐尸，黑鸭啄食，如何能够快意？养狗咬人而哈哈大笑，这是很没有品质的纨绔生活，我却是乐不出来的。”他最后下了结论：“一人好，万人不好，这样不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海棠盯着他的眼睛，忽然有些无助地摇了摇头：“真不知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范闲想了想后，很诚恳地说道：“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人相信？其实我是一个好人。”海棠低头隐去自己如湖水般清澈的眼眸，轻声说道：“好人，明天内库开门招标，你打算继续做一个好人？”范闲的脸色平静了下来，说道：“在某些时候，我不仅不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恶人，一个屠夫。不过这两者并不冲突。”海棠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似乎是很随意地问道：“这2天晨间，你又开始恢复了修炼，真气的状况好了些没有？”其实从杭州城西湖边开始，范闲每日晨昏之际的例行冥想便开始恢复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下意识里躲着海棠，似乎有些事情隐瞒着对方。此时海棠当面问了出来，范闲也没有应下去，只是含笑摇了摇头。海棠浅浅一笑，又问道：“你先前说的花银子之论确实新鲜，不过天下多有不平事，含苦待己之民甚多，为什么你第一项就选了河宫？各地善堂
会逐渐开起来，江北一带的流民，朝廷会想办法安置。我与陛下曾经商议过。范闲平静说道。内库的银子，至少有一部分我必须攥在自己的手里，然后用来做一些合适的事情。这是某位前辈的遗愿。海棠好奇问道。范闲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你还没有回答我，为什么第一项就选了河宫？范闲依然没有回答，只是脑海里凭空出现了一幅图画，那画上清丽的黄衫女子正站在河畔的山石之上，满脸忧患地看着河道中凶猛的洪水巨龙，看着对岸河堤上辛苦着的民夫们。先休息吧，他轻声说道。明天内库开门，还有一场仗要打。庆历6年3月22日，据说大吉，所以钦差大人寻内库转运司正使范闲到江南之后，内库第一次新春开门招标就选在了这一天。这天春光明媚，微风送暖，苏州城里的公子侍女们纷纷往城外去踏青。宽阔的官道上草未长一眼，因未飞已经，城外青山处处绿水丝丝，便化作了男女们互相勾搭的好去处。空气里漫着一股清新美好的味道。苏州城里又是另一番景象，由江南总督府往南行74丈处，便是内库转运司常驻苏州府衙。不论是江南路的各司衙门，还是苏州府的衙门，都开在这一片地方，正是官气云集之地。平日里就是戒备森严，首要看防之处。今日里只见军士游走于两边街头，各持长枪于手，又有衙役强打精神，在春浓困意里警惕地注视着各方的动静。这一大片区域已经被严密地控制了起来。每年的内库开门日都是这种情形，一来是各地来的巨商们手中带着太多的银子，二来是主持内库开门仪式的除了转运司的官员，还有宫中派来的太监监合，江南路总督也会到场旁听。这种时候更是少不了督察院那一帮子成天没什么事儿做的御史们。今日汇集到这里的银子太多，大官太多，所以安全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好在苏州身在大江之畔，庆国武力强盛，也没有哪个势力敢做出任何的试探，就连苏州城里的小偷们也都早已被清逐出了城外。正是一片清明时节好收钱。转运司依惯例腾出了一间大宅院，这座院子宽阔无比，沿正堂两边一溜的小隔间，据说是前朝时候江南一带的升学考场。后来庆国皇帝南巡内库之时，发现这种格局倒有些合适进行招标，便定在了这里，形成了惯例。平日里这座宅院就空在苏州最高级的区域之中，被转运司借给总督府衙门理账，只是到了3月间就归还转运司衙门。从10几天前就已经开始重新整修打扫，如今的这座宅院明亮至极，清净无尘。宅院之外有兵士把守，院内堂边站着几名面容寻常的护卫，大堂间的光线有些阴暗，只隐约能看见一排4个太师椅摆在桌案的后方。当南街京都新风馆苏州分店的街堂包子卖完之后，这座宅院的门终于开了。来自各州的巨商们并不慌乱，极有秩序地涉级而上，对于身边兵士们警惕的眼光视而不见。10几年的时间，他们对于这一整套程序早已了然于心。一个商人的身后往往代表着一个家族，以及家族身后的官场派系。内库开门之事重大，所以今日前来的代表都是家族中的头脸人物，只是人数并不多。这些商人的身后都带着自己的长随与账房先生，还抬着箱子与账册及相关的工具。走在众人之前的当然是明家的代表。从去年开始，明家就已经将大部分权力下放到明兰石少爷的手中，明老爷已经很少出来抛头露面。但让众多巨商有些震惊的是，今天那位明老爷子明清达居然亲自到了大宅院。明清达微眯着疲倦的双眼，与各位同仁拱手见礼，一捋禾下长须，便傲然走入门中。江南商家隐隐以明家为首，赶紧向这位老爷子回礼，跟在他的身后进入门中。没有人会有一丝不自在的感觉，既然是内库招标，当然是明家先行。众人只是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明家今天会如此慎重，连老爷子都请了出来。偶尔有人联想到内库新来的转运司正使那位钦差大人，又想到这个月里明家少爷暗底下与众人不停的交流，这才隐隐猜到今天的内库招标只怕不会如往年一般风调雨顺，也不会如今天的春光一般明媚喜人。檐下的2排房间早就已经贴上了名字，各家依次进入，明家便排在左手方的第一间大房内。他们带的人也最多，足足带了16名掌柜伙计。一入房间，便有转运司安排的仆妇下人们端茶倒水，递了热乎乎的毛巾，以及一些精致的小糕点。虽然开标的是官府，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妇人们也要招呼好。如范闲知道往年安排后笑着说的那句话般，要杀猪当然得先把猪养肥了。明清达稳坐于椅中，双眼微眯看着门外庭院里散下的清淡天光。入院之前，他就与那些商人们有过眼神上的交流，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极为一致的。在利益面前，没有人愿意彼此将价钱哄抬起来，尤其是那些商家根本不敢得罪自己。想到这一点，明清达的心里才稍微放心了些，低声问道：“还有多久？”明兰石规规矩矩地站在父亲的身旁，低下身子说道：“快了。”他伸出那双白皙的手，端着茶送到父亲的身前。这双手是如此的洁净，
就像是从来没有沾过血一般。明清达点了点头，朝廷既然还是发明标，这天下又没有人有那个财力与自己争，应该和往年没有太多差别。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嘴唇还是有些发干，或许是人的年纪渐渐老了，精力总有些不济。想到这一点，明家主人心里却涌起一丝莫名的情绪，自己的母亲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身子骨还是那样康健？明清达下意识用目光扫了一眼对过，很轻松地分辨出来了那些房中所代表的家族。虽然这些年他已经很少亲身入商场，但老一辈的交情犹在。今天那些家里来的都是些第二代的后人，想来对方也清楚，内库16标，崔家腾出来的份额可以强抢。至于明家定死的那8项，他们是断不能动的。只是对面檐下最后的那个房间门依然关着，不知道是哪家递了标书，人却还没有到。明清达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皱眉说道：“以4是谁家？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人还没有到？”明兰是一怔，无法应答，因为他明明已经调查得足够详细，为什么那间房还一直空着？明清达的心中开始生出某种警兆。范闲退回40万两银票之后，便陷入了安静之中，不知道那位钦差大人究竟在想什么。他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微会说道：“办事就要滴水不漏，连人都没有查清楚，待会儿万一出什么问题怎么办？”明兰时面色微窘，只好认错，心里却有些不服。这些豪门大族的人物都带着这种心口不一的坏毛病，试探着说道：“会不会是哪家盐商？他们做事向来古怪，指不定这次也是眼馋了。”明清达一脸阴煞，摇了摇头，说道：“不是盐商。1. 他们给过我们承诺；2. 薛大人也曾经向我做过保证。”这位明家主人看着对过那间空无一人的房间，看着那紧闭的房门，看着玻璃窗里隐约渗出的寒意，心中涌出强烈的不安。这次真是可惜了。江南总督府书房之中，一位师爷叹息着：“崔家空出了6项，咱们却不方便插手，眼睁睁看着这么多银子又要被明家和那些江南的土财主们瓜分，实在可惜。”封疆大吏江南路总督一品大员薛清大人面带微笑，不言不语。坐在他身边另一位师爷也是面露可惜之色，说道：“杨继美前些天来了几次，还不是指望大人能帮他在小范大人面前说说话。他家世代做盐，如今看着内库这块肥肉也馋得慌。杨继美是两淮一带最大的盐商，或者说是私盐贩子，一向对总督府小心巴结。”薛清想了想后笑着说道：“馋？谁不馋？杨继美这老沙财，那么好一座华园，我找他要，他都硬顶着不给。这次非要经我的手送给范闲当住所，他想的什么？难道本官不知？难道范大人心里不清楚？他身为江南总督，掌管天下1/7的兵马民政，实力雄厚至极，耳目自然众多。想到一桩事情，忍不住叹息道：范大人日后肯定要卖杨继美一个面子，不过内库这个事情，他是没什么机会了。师爷好奇问道：钦差大人究竟怎么想的？空出来的那6项，他究竟准备交到谁的手上？薛清面上的笑容渐渐敛去，说道：其实问都不需要问，陛下既然派他来了江南，这6项自然是他准备自己得了。他接着冷笑道：别说这6项，我看明家自己的那8项，今天要保下来，只怕也会非常吃力。师爷深深皱眉说道：就不知道小范大人这次选的是哪家？薛清嘲讽一笑，他统领江南一地，当然知道范闲做的一些手脚，笑道：那个人选，只怕你们谁都想不到，这位钦差大人也委实厉害，竟然不在商人之中选代言，却在草莽之中挖人。如果平日里那厮敢大摇大摆地走进苏城里来，本官只怕要拿他入狱，索些好处才是。师爷不知内情，干笑了2声，心头却依然有些不舍，试探着问道：关于内库开门一事，钦差大人没有和您说道？依官场惯例，像内库这么大一块肥肉，总不能由一个派系的官员独吞，尤其是薛清地位超然，又深植江南，范闲再如何嚣张，也总要对总督府一丝一丝。薛清微微皱眉，摇头说道：小范大人自然是有提过此事，别看他年纪不大，行事却颇有圆融之风，范尚书和陈院长交得好啊，只是本官此次不得已，只好婉拒了小范大人的好意。啊！师爷惊呼出声，婉拒好意？只要范闲开了口，这小小的好意，只怕至少也有10几万两银子的份额。总督大人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清廉自持了？难道他学会了变脸？薛清自嘲一笑，站起身来说道：虽说离得近，但咱们还是先走一步。小范大人在宅院里等着，还有郭征那个老白脸，宫里的公公也带着旨意来，我们不要太迟缓了。他没有向和自己比夫人还要亲密的师爷们解释自己为什么婉拒了范闲的好意，是因为薛清明白，内库看似只是范闲与长公主之间的较量，其实背后还代表着更深层的意义。那些皇子们究竟该如何排序，这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薛清的身份不允许他太早站队，不然陛下会很生气，所以他不方便去分享内库这场盛宴。
在护卫的拱卫下出了江南总督府的正门，薛清下意识回头看着府前的匾额，被这出生不久的太阳晃了晃眼睛，他的心中涌起强烈的不安。陛下这几年行事愈发古怪了，这天下所有人的都看着京都，在猜测着将来的格局。可是这样的动荡，对于庆国的朝廷来讲，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人心不定，官员如何自处？陛下呀，陛下，您究竟是在想什么呢？内库开门，前来应标的商人们已经坐在房间里等候，而主持此事的范闲，此时却还悠哉悠哉地喝着茶，与他饮茶对话的，乃是一位从京都来的太监。内库乃是皇室财产，依规矩，便要由太常寺与内廷共同监合。由于范闲本身就是太常寺少卿，所以今日太常寺就没有多事地再派人来苏州，也给他减少了很多麻烦。但来了一位大太监，同时也是个大麻烦。黄公公说的有理。范闲将茶碗搁在案几之上，微笑说道：本官也以为一动不如一静，一切依旧年规矩办理就好。这位自宫中来的大太监品质极高，不然也不可能被委以如此重任。此人生的肥头大耳，两颊边的肥肉都堆在一处。此时听着范闲应话，皮笑肉不笑说道：大人主持此事，咱家是放心的。这名太监一向身在内宫，虽然很清楚范闲的大名，但心想自己身负圣命，倒也不是怎么害怕对方。相反是他来苏州几天，范闲却没有请他过府一叙，这个被漠视的事实让黄公公的心里有些不舒服。先前的一番谈话，这名黄公公给范闲带来了一个极不好的消息，准确的说是传递了太后老人家的口谕，让范闲主持内库一事，尽依旧年规矩，莫要乱来，莫要乱来。旧年规矩，范闲在心里冷笑着，这自然是说该名家的归名家，其余的就自己慢慢折腾。看来长公主回京之后，太后心疼这个幼女，居然拉长了脸，用出了这么大的面子。他心里明白，太后这是在警告自己，做事不要太过分，总要为皇族那些成员们留些活钱花花。想到此节，范闲就忍不住想笑，心想自己那位皇帝老子号称一代帝王，怎么这些年却越活越壮回去了？人有老妈妹妹，把家业往自己的儿子们府上送。他当然知道皇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只是越发有些不明白，皇帝造就如此一个动荡的局面，究竟是为了什么？欲大治，必先大乱。他下意识里皱眉说出口来。什么？在他身旁的黄公公好奇问道。没什么，范闲笑着说道。辛苦公公传旨。黄公公咳了两声，微带娇意说道。也是太后老人家信得过咱这个奴才，当然也要谢谢小范大人卖咱家这个面子。范闲没有接话，只是笑谑着看着黄公公像猪头一样的脸，半晌后说道。你的面子？黄公公一怔。范闲微笑说道。黄公公，在本官的面前，你最好收起那一套。老姚老戴老侯可比你会做人一些。黄公公大怒，却玄又一惊。范闲提到的这三人都是宫中的实力派大太监，虽说老戴如今早已失势，可是除了最近调往东宫的头领太监红烛之外，老姚老侯可都比自己面子大。范闲如此说，自然是表示连姚公公侯公公在自己面前都得恭恭敬敬的，你又算做什么的？黄公公城府颇深，敛去怒容，反而笑着应道。大人说的是。他心里却是对范闲看低了一线，如此四处树敌的年轻权臣，只怕日后难以长久了。而且他毕竟是太后的近人，身份有些特殊。范闲似笑非笑说道。黄公公，在苏州城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黄公公低下脸去，应道。钦差大人这是说的哪里话？说的京都话。范闲阴沉说道。本官最厌憎有人用太后来压我，别人怕你3分，却不包括我在内。你回京后自可四处说去，且看到时又是个什么格局？黄公公大怒，抬头，一位臣子竟敢对太后如此不敬，难道你范闲真的不想要小命了？范闲如此说话，自有他的道理。他含着那张脸，双袖一拂，转过侧廊，走向宅院的正堂，丢下最后一句话：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可不姓洪。除了洪老公公，那座凉沁沁的皇宫里，还有什么事值得范闲警惧的？范闲冷漠着站在正堂前方的石阶上，两边檐下房间里的商人们赶紧走了出来，对他躬身行礼。他眼光直直地盯着正门处，连离自己最近的甲字房的名家父子都没有看一眼。大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一列沉默的人缓缓走了进来。这行人的身上并没有带着商人们常见的富贵气息，也没有官员们的味道，反而是充斥着一股血杀的草莽感觉。这行人往院中一站，就像是羊群里忽然来了几匹饿狼，高点上搁着一条鹿尾，显得格格不入。突兀至极领头的正是江南水寨大统领夏七飞。今日夏七飞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水洗绸，却依然没有遮掩住他身上的铁血气息，面色虽然平静，但是微眯的双眼中依然流露出了一丝兴奋与紧张。夏七飞抱拳向范闲行礼说道：正使大人，草民来晚了。不晚。范闲冷漠说道：只要来了就好。
江南的巨商们往往都有些见不得光的生意，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倚仗地方上的草莽力量。而夏七飞身为江南水寨的大头目，其实暗中与这些商人们甚至与名家都有些来往，所以也有些人见过夏七飞的真面目。今日他领着自己手下的兄弟往院中一站，马上便有眼尖的人认了出来，窃窃私语之声渐起，逐渐变成了无数声的惊叹。水匪也来内库招标。众巨商们满脸惶恐地看着院中的夏七飞，又忍不住去看了一眼站在石阶上的范闲，怎么想也没有想明白这件事情。水匪经商，那咱们这些商人做什么？难道去当山贼？这世道自从小范大人显明以来，似乎就变得有些光怪陆离，难以捉摸了。而且这些江南商人们更为好奇的是，夏七飞就算四处抢劫，可是哪里能筹足这么多银子？不过这些江南水寨的人们既然已经入了内库门，想必至少已经交齐了保证金。当水匪能挣这么多钱，那自己还用得着辛苦做生意？站在石阶最近那个房间门口的明清达眯着眼睛，看着那个最后入院的人，轻声说道：“这个人是谁？”“应该是夏七飞。”明兰石附在父亲的耳边轻声说道。江南水寨的大头目以往有过一些联系，不过没有见着本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今天也来凑热闹。明清达的双眼眯得愈发厉害，快要看不见里面深寒的眸子，只听着他悠悠说道：“看来这人就是钦差大人预先埋下的棋子。”便在此时，夏七飞缓缓转头，对上了明家当代主人投来的目光，微微一笑，笑容极为真诚地展露出无穷的敌意与嗜血欲望。被杀母夺产的明七少爷，在范闲的帮助下，终于有了堂堂正正站到台面上复仇的机会。并没有等太久，江南总督薛清也赶了过来，而一直磨蹭在后院的御史郭征也终于走到了前厅。到此时，主持及监核内库开标仪式的四方大员终于齐集一地。郭征如今早已不是京中风光的督察院左都御史，但巡查各路还是有一定的权力。他与范闲旧怨未除，所以见面时难免尴尬。四位大员互相行礼之时，总觉得范闲那平静冷漠的眼光里藏着几丝凶险。今日这四位大员之中，从京里来的黄公公自然代表宫里，江南总督薛清代表朝官系统，御史大夫郭征代表言官系统，而范闲代表的势力却有些多，比如内库转运司，比如监察院，甚至也包括太常寺这个管理皇族的机构。当然大家都是代表朝廷，代表陛下。范闲坐在第二张椅子上，微笑与薛清说着话，却将今天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盯着此事的人太多，不论是谁，不论是哪个势力，都很难一力完成台面下的交易。历史形成的内库开标程序极为有效地保证了公平，至少是表面上的公平。只要商人有钱，都可以来争一争内库16出项的代销权。他是如此想的，其他的三个人也是如此想的。黄公公与郭征互视一眼，虽然隐有不安，但在他们看来，范闲当着众人的面总是不可能玩出什么花招来。他们要保证的只是明家依然能够获得如往年一样的份额就好。公公与御史本来在历史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阶层，但今天却极为默契地站在了同一个阵营之中。只是这二人并不了解许多隐情，也没有对最后入内库门的那位夏七飞下大当家投以足够的重视。薛清不同，这位江南总督抱着看戏的心态，满脸祥和地注视着台下的巨商与身边的人们，看戏不怕抬高，总比演戏的人要轻松一些。一方戏台数人唱，内库大宅院的后门缓缓重新关上，门外的兵士与监察院官吏拉起了严密的防守。往年内库招标一般1天的时间就结束了，不过朝廷的规矩其实允许各户商家用2天的时间来喊价。轰的一声巨响，范闲笑着捂着耳朵，看着宅院之外那只冲天起的春雷。春雷直冲天穹，在浅云之下炸开，声音清亮明脆，远远传到了地面上，令无数人心神为之一震。苏州城中昨夜辛苦的青楼姑娘们被这道雷声惊醒，骂了几句脏话，又钻进棉被里沉沉睡去。正在街上向父母讨大钱要买糖人吃的孩子，以为是老天爷说自己不乖，打雷罚自己，吓得哇哇哭了起来。后院里正翘着腿对老树根撒尿的那条黑狗，被这雷惊得浑身一哆嗦，前肢伏地，将狗头埋进毛茸茸的包裹之中，学起了鸵鸟。人类的反应本就各不相通，这声春雷落在有些人的耳中，却是另外的意思。不论是在苏州城北城码头上聚集待命的各家师爷掌柜，还是茶楼里议论今日开标仪式的苏城居民，众人翘首望向了南城方向，望着那个看不见的宅院，知道内库招标已经开始了。庆历6年新春的内库开标，其实一开始就进行得格外不顺利。首先由内库转运司对去年各商号的盈余亏损情况进行了一下汇总，当中自然不乏勉励之词。而负责演讲的转运司副使马凯最后更是严厉无比地通报了朝廷对于崔家的查处情况，这是警告接下的那些商人们，不要以为朝廷没有看着你们，这都是往日规矩，没有人在意。但当马凯说到今日招标的具体事项时，宅院就炸了锅。那些商人们纷纷站出来表示反对，就连坐在正堂里的4位大员都开始争执了起来。
因为转运司突然决定将原来的16项细分成34个小项，并且今年不再进行捆绑式招标。这个变化看似不大，但对于下面这些商人来说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每逢招标之前的3个月，这些江南的巨商们早已私下进行了串联，拟好了彼此之间的界限与分野，井水不犯河水，以免彼此间伤了和气，更因为抬价伤了财气。比如岭南熊家今年必争的便是酒水类北向的一标，而泉州孙家则是要拿此货的海外行销权。今天如果依着转运司的意思，将16大项分成了34小项，虽然从表面上看大家还是可以各持底线，但是预料中本该归名家得的8大项分2次捆绑招标，全部被细化之后，谁能知道会不会有哪家商人忽然红了眼，想抢些名家的份额。毕竟不再捆绑之后，那些最赚钱的进项似乎所需要的银子也并不是太多了。而一旦有人对名家的份额动心，名家怎么办？肯定回头就要抢别人的份额，这是商人们逐利的天性所决定的，只怕今天内库开门招标会乱得一塌糊涂。这些江南商人们如今最怕的就是乱，名家已经说好了原属崔家的份额，他们不插手。这些商人们今天已经可以多吃好几碗肥肉，当然不希望有人打乱自己的计划。在他们看来，钦差大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变动，目的其实很简单，一来是想让大家伙在乱中杀红了眼，把价钱抬起来，二来就是想细分进项之后摊薄每项所需要的定银，让最后进院的夏七飞也能分一杯羹。这些奸猾的商人们已经察觉到，一直沉默的以4号房乃是钦差大人主义的代言人。只是你钦差大人想挣钱，咱们都能理解，可是你不能用这种看似公允实则恶毒的法子。范大人，此意不妥吧？黄公公被范闲削了一通脸后，竟是依然表现得足够沉稳，肥脸上挤出笑眯眯的神情，说道：往年规矩16项就是16项，怎么忽然要细化？这事儿总得经理拿主意才是。范闲皱了皱眉，说了几句，又回头与薛清低声说道：总督大人，化成细项，不再捆绑，其实想的只是能让更多的人有资格入场，这事儿对于朝廷总是有好处的。薛清沉吟少许，面现为难之色，说道：话虽如此，只是此事非同小可，我看范大人还是禀明朝廷，交公忠义后，明年再缓缓推行不迟。见薛清也表示反对，范闲心里有些不愉快，看着堂下闹得乱哄哄的商人们，脑中闪过一丝怜恨之意。其实之所以今天要准备分项，根本不是这些商人所以为的理由。的确，他是想试探一下，有没有可能从名家的那捆绑在一处的8个大项里面挖出最挣钱的那2项给夏七飞。但真正重要的理由，其实倒是为这些商人们着想。这些商人们此时心里总想着，崔家留下来的那6项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所以不会与名家去争。可是待会儿夏七飞肯定要把崔家的那6项全部吞进肚子里去，这些商人们只有去吃那可怜的2项。事前有情报过来，岭南熊家与泉州孙家这次都准备了一大笔银子，磨刀霍霍的准备接受崔家的线路。待会儿一旦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商人们可是要吃大亏的。由于崔家的倒闭，今天来内库开标的商人比往年硬是多出了3倍。范闲本意是想这些商人们也有口饭吃，所以才会有细分这个提议，没料到竟是没有人领情。虽然明白是因为这些商人并不知道待会儿的情势发展，才会如此强硬的提出反对，可范闲依然难以心头吕洞宾的憋屈感觉。又与身边的黄公公郭征争了2句，解释了一阵，发现商人们依然坚持以往年惯例办理，而其他的这3位大员也是死扣着规矩2字不敢松口。范闲终于决定放弃了。所谓以退为进，有时候就是这种道理。副使马凯为难的回头看了范闲一眼，范闲挥挥手示意罢了此意。商人们大喜过望，纷纷长躬于身，言道：钦差大人英明。范闲冷眼看着这些商人，忍不住摇了摇头，心想待会儿你们别哭就好。薛清坐在他的旁边，微笑捋须无语，其实目光却注视着离正堂最近的那间房以及最远的那间房。先前场中一片吵闹，最平静的就是那2间房。他知道夏七飞是范闲的人，只是不知道范闲从哪里准备的银子，以及名家究竟准备如何应对。招标进行没有多久，已经有商人开始后悔，而岭南熊家的当家主人成为了第一个险些哭出来的可怜家伙。内库转运司的官员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唱礼，然后各房开始出价，出价自然不能像在青楼里标姑娘一样喊将出来50两、100两。朝廷做事总要有些规矩，所以有意某一标，比如绵沙北路的商家会在官员唱礼之后，通过合计去年的利润以及今年的走势，由自己带的老掌柜进行细致的计算，然后在纸上写下一个准确的数目，封入牛皮纸袋之中，由接下印着的转运司官员交到正堂左手边的花厅之中。商家叫价一共有3次机会，而且开的是明标，所以如果第一次有人喊的价超过了自己，这些商家们还有机会再行加价，最后以第3次为准。很简单的中标原则，价高者得，然后中标的商家则要在第一时间内或欣喜万分，或心痛肚痛的取出高达40%的定银，
交到花厅之中。花厅之中是转运司的会计人员，还有由京都户部调来的算账老官，他们负责比对各商家拟上来的数目，以及对最后中标商家交上来的银票进行查验。已经很多年没有商家傻乎乎的抬着10几箱银子来开标了。从这个层面上讲，内库招标其实和在青楼里标红官人也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内库这位姑娘有些偏贵而已。不论是商家还是那些忙碌着的官员们，对于这种场景都不陌生。此时宅院之中，官员们忙碌的四处穿行着，手里拿着各家交上来的信封。监察院的官员们警惕地注视着一切，防止本来就很难发生的舞弊事宜。这时候开的是酒水类北向的标书，已经是第3次喊价了。岭南熊家今天来的人是如今当家的熊百灵，他抹着自己额头的冷汗，看着前2次对方的报价，面部的肌肉抽搐着，有些欲哭无泪的感觉。岭南熊家向来在庆国南方行商，由于地域与机遇的问题，一直没有机会将触角伸展到北方，所以生意的局面极难打开。而今年由于崔家倒台，给了这些商人们夺取北方行销权的机会，所以熊百灵对于这一标是志在必得。先前反对范闲细分项目最起劲儿的也是他，可是这时候他开始后悔了。明明自己已经让族中准备了足够充分的银子，可是前2次叫价居然被人硬生生的压住了。熊百灵双眼泛红，急火攻心。如果这一标拿不下来，不是今年要少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家族绕过明家这座大山，向北方进军的脚步却要被迫放慢下来。所以他对于那个不守规矩、敢于和自己抢标的人，真是恨到了骨头里。但在恨意之外，也有无数警句，因为他知道那人有钦差大人当靠山，可问题是对方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以4，他恨恨看着最后方那个安静的屋子。以4号房里的夏七飞一行一直极为安静，可是抢起标来却是十分心狠手辣。最关键是的，对方不知道有什么高人助阵，竟是将酒水行北泉1年的利润算得如此清晰，而且对自己家族的底线也估得十分清楚。前2次叫价，每次叫价都恰好压了自己一头。熊百灵心中无由生出一股挫败的情绪，难道世代经商的自己还不如一个强盗头子？身旁的老掌柜满脸丧败之色，提醒道：老爷，不能再加了，再加可就没什么赚的了。熊百灵想了一会儿，眼中厉色大作，熊家靠这一标挣钱是小事，打开商路才是大事。他决定和以4房的强盗拼了，直接报这个价。熊百灵比划了一个手势，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咬牙说道：当强盗的不心疼抢来的银子，可也没必要赔着本和我抢生意。这个时候院落里已经安静了下来，第3次叫价已经没有别的人在参呼，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岭南熊家与以4号房里。黄公公与郭征虽然心有疑虑，看了范闲一眼，但仍然没有升起足够的重视，因为这毕竟只是一个小项，也许只是范闲想捞些油水，只要不伤到明家，伤到自己这些人的利益就好。2名官员分别从这2个房间取出2封牛皮纸袋，沉默着入了花厅。所有人都紧张地等待着结果。虽然这一标并不是16项中最大最挣钱的一标，但是院中的人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感觉到了以4房的古怪，所以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以4房究竟是来抢标，还是钦差大人用来做头抬价的。以4房下家37万两。对，负责唱礼的转运司官员站在石阶上面，无表情地唱出了结果，唱得极为动听，甚至最后一个得字飘飘摇摇，唱出了几分戏台上的味道。院落里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之中。片刻后，人们似乎才从这种震惊里清醒过来，发出震天界的惊呼声。37万两，只是往北方卖酒水，如果按照往年来算，这肯定是要亏本的价钱。岭南熊家报的是30万两，这已经是在砸锅卖铁的争标了，没想到居然还是输了给以4房。不过如此一来，众商家们也清楚了一个事实，以4房的夏七飞绝对不是钦差大人用来抬价的托儿，而是实实在在要与自己这些人争生意了。一时间，众人不知是该喜还是该悲。便在此时，岭南熊家的房间中传来一声闷响，似乎是什么重物从椅上摔到了地上。众人心有余悸地注视着那个房间。熊家的主人熊百灵从地上爬了起来，很辛苦地拿着一杯冷茶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气喘吁吁说道：个烂仔，他妈的居然标37万两，这强盗就是强盗，做起生意来还是这么匪气十足，算你们狠。范闲坐在堂中的太师椅上，微微低头，心里倒是有些不乐意这个价格，这个价格确实太高了。本来前2次叫价，夏七飞那边叫的极为漂亮，恰恰压过熊家一头，这最后的一口价却是生生多花了7万两银子。自己再有钱也禁不住这么花啊，他在心里叹息着，但也清楚叫价这个事情肯定不是夏七飞做的主，自己在以4房里放了几位老奸巨猾的户部堂官，是他暗中向京都父亲那边讨过来的好手，只是看来那些户部堂官还是高估了岭南熊家的决心。不一时，以4房中就已经取出了一个锦盒，交由花厅审验，确实是足足的15万两银票，由太平钱庄开出，印鉴无伪，童叟无欺。这个时候，
所有的人都知道，安静的以四房中坐着的乃是位强盗中的商人，商人中的土匪，抢起镖来是半分不给情面，只会血腥无比的拿银子砸人。而且对方确实有这么多银子，只是不知道以四房的强盗还准备抢多少镖。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让除了明家之外的所有人都绝望了。江南水寨大头领下七飞同学，完美的发扬了强盗的风格，以银票为刀，以绝妙的叫价为权，硬生生的在众商人环视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石阶上官员畅礼声声之中，锦盒不停往花厅里递着，人们似乎看到了无数张美丽至极的银票在空中飞舞，而夏七飞则拿着一把大刀，淫荡无比的叫嚣着：谁比我有钱？2个时辰过去，除了漏了一个不是太重要的小镖之外，夏七飞竟是连夺4镖，这其中还包括了原属崔家北方线路的3镖，不止杀得熊百灵跌坐于地，也杀得泉州孙家面色惨白，其余的那些商家更是魂飞胆丧，心想自己今天来感情不是来夺镖，而是来看强盗杀人的。直到这个时候，商家们才有些后悔没有接受范闲最开始的提议，如果分拆开来，后面的还有10个大项，就算明家虎视眈眈，自己也有机会吃些净嘴，宁肯和明家撕破脸争，也别和以四房里的强盗对上。这是江南商人们今天最大的感触。范闲满脸平静坐在太师椅上，与薛青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话，其实心里却在嫉恨着夏七飞，心想这种拿银子砸人的可爱游戏，怎么就轮不到自己粉墨登场，却好死了你。黄公公与郭征已经从前一刻的震惊里摆脱了出来，似笑非笑的互视一眼，心里想的事情相当一致。你范闲的这些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只怕京都那位户部尚书身上可不会干净。第5镖开始了，这是原属于崔家的邢北玻璃制品。以四房的房门又被推开，又一封牛皮纸袋递了出来。这时候已经没有商人愿意陪这个强盗玩，所以都安静着，只希望强盗能早些吃饱。而就在此时，一直安静异常的甲1号房门却被推开，明家不知为何提前出了手，不求中标，但要拖时间，至少拖到今天结束。明清达闭着双眼养神，对身边的儿子说道：对方声势已成，我们要小心一些，给自己留足1晚上的应对时间。明兰时默然，知道父亲也开始担忧以四房那似乎深不见底的银子数量，准备晚上再行筹措。明清达没有睁开双眼，心里却在想着那名以四房中的强盗为什么会让自己如此的不安。那个叫夏七飞的为什么看着有些眼熟？听到明家叫价的消息，范闲微微皱眉，似乎没有想到对方的应对来的是如此之快，如此老辣，但其实他心里依然是一片平静，这本来就是预料中事，明家又不是一头待宰的猪，虽然眼下是出突然，但是老谋深算如明清达，肯定有比较好的应对方法。黄公公与郭征听到这个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安坐许久的贵臀终于往前移了移，满怀期望地听着院中的声音。只有薛青依然是一副老神在在的神情，品着碗中的佳茗。这已经是第5镖了，本来就不属于明家的目标之一，但他们选在此时出价，目的自然是在此时万马齐喑的场面下，当一个出头马，小压一下以4号房中下七飞一行人的气焰。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用一种寂静无赖的手段拖时间缓进程，所以这一轮叫价就显得格外无趣，甚至是无聊，远远及不上第1轮时夏七飞与岭南熊家针锋相对，双刀并火的激烈状况，甚至连先前那几轮都及不上。明家叫的价极低，根本看不出半分诚意。不过明清达本就不在意这个，满脸微笑的看着自己的儿子与族中的掌柜们磨蹭着时间。一轮叫价就花了几刻钟的功夫，明家算起账来就像是出歌一样生涩，叫起价来像黄花闺女一样害羞，递起牛皮纸袋来像没牙老婆婆一般行动不便。反正是能怎么拖就怎么拖，有主人到账房，配合得极为默契，硬是让众人等得心焦不堪，却也没办法找出什么问题。转运司负责唱礼的官员已经开始站在石阶上打呵欠了，这第5镖还没有结束。夏七飞的价一直压着明家一大截，但3轮叫价未止，谁也不能跳到下一个环节。四周的江南商家们开始聊天喝茶，这些老狐狸们都看出来了明老爷子存的什么打算，知道今天之内大概就只能开到第5镖。天上的日头缓慢而又坚定地往西边移去，明家人的说话动作缓慢拖泥带水地进行着。庭间一只小鸟落了下来，好奇地看着四周打着呵欠闲聊的人们，似乎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个院子里的一切都像是慢动作。明家不急，江南商人们不急，黄公公与郭征不急，江南总督薛青更不急。不知道以4房中的强盗碰到这种慢火熬老汤的功夫会不会抓狂，不过范闲还是在众人的小意窥视中隐去眉间的一些焦躁，内心一片清明，满怀赞叹明家的老辣功夫与无耻手段。日头渐趋西山，将内库宅院大门的影子拖得长长有如姑娘的裙子。那只在石阶上连青草都没有找到一根的小鸟，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满怀幽怨的咕咕了2声，振翅飞走。当的一声鸣锣响起，代表内库招标成功结束的鞭炮没有炸响，因为第5标第3次叫价才刚刚结束，
夏七飞再次艰难地战胜了明家，获得了北方玻璃行销权。此时内库新春开门招标的第一天就要被迫结束了。庭院间，众家商人吁了一口气，伸了伸懒腰，有些心有余悸地抹了抹冷汗。幸亏今天最后明家出手，硬生生将时间耗了过去，不然以最开始以4号房的气势，鬼知道这肥得流油的内库16标还能留下几滴汤水来。黄公公与郭征互视一眼，欣慰地笑了。夏七飞的出手确实令他们意外，好在最后拖得对方气势全无，想必明家今天晚上应该会对明天的事情安排妥当。范闲坐在椅上，抬着头越过大宅院那道高墙，眯眼看着天边的一抹红，却已经看不到夕阳。宅院里开始清场封标，商人们带进来的银票与译音工具都不用再带出去，一来是为了方便，一来是为了安全。在今天晚上，由江南路、监察院、转运司、苏州府4衙联防会将这座内库宅院紧紧看守起来，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士兵们开始在廊下的房间与花厅外面贴封条，商人们已经出来了，站在院落中3、5凑在一处聊着天。待看见明家老爷子与明少爷从假衣房里出来，众人赶紧过去问安行礼。大家说话的声音比较低，但议论焦点所在自然是那位以4房中的强盗。夏七飞沉着脸，领着自己的手下站在离内库宅院大门最近的墙下，那处一片阴暗。众人一边议论着，一边望着那处，看着阴暗处的那群人，想到先前这些强盗们的手段，愈发觉得心中惶然。这时候，正堂里的4大员也走了下来，见过黄公公，见过薛大人，小范大人，可得给小的留口饭吃啊！商人们一下子涌上前来，将4位大员围在中央，见礼的见礼，诉苦的诉苦，热闹至极。范闲忍不住笑了起来，看着面色有些恼怒的岭南熊家熊百灵，安慰一番，又取笑说道：“还有11标，你们这什么节？”众家族代言人心中叫苦，心想剩的11项里，明家对捆绑的8项是志在必得，哪里有自己的饭吃？范闲又叹息说道：“分项太少，总是有人会轮不到，这是朝廷规矩，我可没有办法。”众人一听这话，马上就想到范闲最开始的提议，又听他说着规矩2字，眼睛不由一亮。熊百灵忽然嘿嘿一笑，压低声音说道：“这规矩还不是人定的，这些商家今天没有争到好处，当然不可避免的对于明天的标项产生了某种饥渴。”一直在人群外冷眼旁观的明清达皱了皱眉头，知道钦差大人这是在暗中诱劝那些商家与自己明家争份额，心里冷笑一声，面上却淡淡笑着，不易察觉的看了黄公公一眼。黄公公会意，微笑插话说道：“诸位，咱家也是这般想法。”众人无由一喜，心想连宫中的代表也同意细分标项的提议，这事儿看来可成。没料到黄公公接着叹息道：“只是可惜朝廷规矩在此，谁敢擅动啊？这事只能带咱家回到京里，去太后老祖宗和陛下面前为诸位说相说相，咱家敢说明年肯定会比今年好。”众人一愣，面上尴尬万分，心里却在痛骂着这阉人只会说漂亮话。这一段时间内，范闲与众人说着话，实际上心神却是注意着明家那边，发现那位明老爷子陡遇今日之变，心神却依然清明，情绪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判断事情仍然极快极准确，不免有些小小的担忧。既然是要逼明家昏头，看来是要再加筹码了。一应封库工作终于结束，布防已成，内库宅院的大门在这一天里被第2次缓缓拉开，街面上清新的空气涌入院中，让众人精神一振，决定晚上回去再好生商议，明日再来夺标。已经到了这个时节，管你什么名家范家，总得抢几笔生意来做。到这个时候，诸位巨商已经从范闲的只言片语中听出来了朝廷某方势力的意思，就是想针对明家。有利诱之，有势导之，商人们开始对一直不敢正面冲突的明家流口水。以岭南熊家、泉州孙家为首的几个大家族头领互视一眼，诡异地笑了起来。欢笑间拟定了晚上在江南聚一道吃饭。众人暗中商议要抢明家的标，当然注意着明家老爷子的动向，发现明家老爷这时候正在与钦差大人说话，一老一少2人面带微笑，亲热无比。这官家与商家其实都是虚伪到了极点的职业，这种表面功夫自然是会做的，大家也不奇怪。正要离开的时候，却见钦差大人轻轻招手，将一直留在阴暗处的夏七飞一行人唤了过来。商人们都停住了迈步出门的脚步，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一幕。范闲面色平静，浅笑望着夏七飞，双手袖在身前比划了一个只有他们2人才懂的手势，口里却说道：“夏先生，今日你可是大出风头啊！”夏七飞一笑，拱手往4周行礼道：“全靠诸位老板谦让。”众商家们再如何记恨于他，但知道对方毕竟是混黑道的人物，最好不要当面得罪，而且看得清楚此人乃是范钦差的心腹，于是也就着面上回了几句，说夏先生10年不明，一鸣惊人，如何云云。明清达眯眼看着身前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敌人，忽然开口问道：“夏当家的怎么忽然有兴趣做生意？”场间安静了下来，夏七飞低着头，半晌后才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这一代名家的主人，似笑非笑说道：“夏某虽然久在江湖，但是家中却是世代经商，到了我这一代，再不济也要继承一下先父的遗志。”哦，明清达眼角皱得愈发厉害，疲惫问道：“原来夏当家也是世代商族，却不知道是何地行商，说不定我当年与令尊也曾有过交情。”众商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听了这段对话，他们也很好奇，夏七飞家中原本是做什么的。夏七飞静静望着明清达那张时常在噩梦中出现的脸，心里涌起不知道是怎样的情绪。片刻之后，唇角微一抽搐，静静说道：“交情自然是有的，我的父亲便是你的父亲，难道明老爷会不认识？”场间众人有些没听明白这句话，熊百灵开始下意识里挖耳朵。明清达微微一怔，看着面前的夏七飞，没有说话。夏七飞虽然不知道钦差大人为什么要提前让自己暴露身份，但重新站在明家人的面前，是他这些年来的最强烈愿望。今日梦想成真，让他的心情无比激荡。但他表面上依然保持着平静，只是垂在身边藏在袖中的右手有些颤抖。他望着明清达，清清淡淡却又悠悠含含说道：“大哥，10几年没见，难道就不认识小七了？”夏七飞就是明家的七少爷，就是传言中那个本来应该继承明家产业，最后却离奇失踪的明家七少爷。场间众商人不可思议地看着夏七飞，像看见了一个自地狱里爬出来的猛鬼，看见了一个本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怪兽。这怎么可能？虽然没有人敢议论，但谁都能猜到，是明家的那位老太君以及眼前的明老爷将那个明七公子杀死了。他怎么还活着，还变成了江南水寨的大头目？明清达怔怔望着面前的夏七飞，盯着那张脸，不知道看了多久，忽然间身子开始颤抖了起来。他终于从这张脸上看到了一丝熟悉的影子，当年那个青涩不知事的小兄弟，那个被自己用鞭子毒打得瘦削身体，那张充满了怨恨与复仇快感的脸。爹！明兰石此时心中也是无比震惊与恐惧，像个痴呆一样看着夏七飞。那个传说中的小叔却发现父亲的身体已经摇摇欲坠，赶紧扶住了他。在明兰石看来，今天这个内库宅院就像是阴宅一般，根本就不能久留。扶着一瞬间似乎苍老了许多的父亲，带着族中人员往内库院落外面走去。场间的商人们还是满脸震惊，盯着夏七飞，轻声议论着什么。明家人走到了大门口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家主人明清达猛地挣脱了儿子的搀扶，强行站直了身体，转过身来。明家主人的脸色有些苍白，却用强大的自制能力恢复了暂时的平静。他望着院中的夏七飞，平静说道：“夏当家的说笑了，我那可怜的七弟10几年前就已经不幸病故，请不要说这种笑话来撩拨老夫之心。”商人们默然，心里清楚，幸亏明家老爷子这时候站住身子，回身说了这么勾话，不然如果在震惊之余露出空门，让这个消息在没有明家人反驳的背景下四处流传开来，这事态愈发不好控制。范闲微微偏头，看着石阶上那个苍老疲惫的明家主人，心里叹息道：“可惜，佩服。”对于范闲来说，可惜的自然是明清达没有在自己隐藏许久的突然一击面前乱了方寸，佩服自然也是因为同样的缘由。夏七飞的真实身世绝对是世界上最隐秘的事件之一，明家根本不知道这位明七公子还活在世界上，被当年江南水寨的老寨主救活后，竟成为了江南水寨的统领。明家甚至和江南水寨还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如果明清达早知道夏七飞的身份，只怕早就已经想办法去对付他了。今日面对着像鬼魂一样出现的明七少爷，明家当代主人只是稍一错愕，便至少恢复了表面的平静。这种养气功夫，果然不愧是庆国首富、江南大族的当家人。明家虽然在京都里关系颇深，但也没有可能知道这一点，因为就连范闲也是在去年秋天拟定了今年计划之后，才开始有针对性的对明家进行研究，才在江南这块铁板之中找到这丝可以利用的缝隙。当然，这要归功于如今监察院四处头目严冰云、小严公子的资料归纳、情报分析与缜密追索能力。正是这位一向不怎么显山露水的监察院高级官员，成功的挖出了夏七飞最隐秘的身世。如果没有严冰云帮助范闲事先就打理好了基础，范闲此次下江南绝对不会如此轻松与成竹在胸。明家一行人强抑着内心的震撼，沉默着离开了内库大宅院的门口，行出有兵士封锁的街口，早有马车上来接着他们，往城外的明园驶去。不知道今天夜里明园会因为明七少爷突然复活，于是这个消息乱成什么样子，明家又会做些什么样的应对。范闲站在大宅院门口，微笑看着明家的马车消失在暮色之中。他身后的官员与江南众商绅们看着这一幕，心里都不由寒冷了起来，觉得钦差大人唇角挂着的那抹微笑显得无比的寒漠冷血。众人又忍不住看了夏七飞几眼，似乎心里依然无法将江南水寨的大盗头子与明家许多年前就认定死亡的明七少爷联系起来。他们知道有钦差大人做靠山，有当年那封传说中的遗嘱，关于明家那笔庞大到了极点的家产，日后好友的一争，虽然明家完全可以矢口不认，可是事情总会变得激烈起来。
而自己这些江南商人们可以从中获取什么样的好处呢？岭南熊百灵与泉州孙吉祥老爷子互视一眼，都在心里想着，晚上在江南居的聚会是不是应该多请一个人。只是今天的牌面掀得过于突然，江南商人们一时也拿不准主意，而且此时就向夏七飞伸出手去，也有些过于冒失。再说也不知道这位姓夏的名七爷到底是怎么想的，夏七飞怎么想的，范闲并不清楚。他只知道在严冰云给自己拟定的行动手册里，江南一行应该是左右分化而行之，打名家，那对其余的商人们则要怀柔。今天夏七飞抢了这么多标，已经隐隐要逼着江南商人们联合起来，明天与名家开始争食。而夏七飞这个真假莫辨的身份一出，那些江南商人们也应该能嗅到其中的阴谋味道与机遇。风险与机遇向来是一对双生子，商人们具有先天性的冒险精神，所以范闲给夏七飞打了个手势，便只见夏七飞满脸微笑的走到了熊百灵与孙吉祥二人面前，在对方略感错愕的目光注视中，轻声说了几句什么。商人们都轻声笑了起来，似乎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然后众人分散离开这条大街。范闲回身与薛清、黄公公说了两句，又看了郭征一眼，便在虎卫们的保护下先行离开。离开之时，他回头用余光扫了一眼，看见夏七飞虽然与那些商人们离开的方向并不相同，但心里清楚，待会儿江南居上的聚会应该有夏七飞一把椅子。名家吃亏，名家正在被范闲疯狂地进攻，但身为名家靠山代表的黄公公与郭征却似乎并不怎么激动与在意。这二人微笑着向薛清总督行过礼，又轻声说了几句什么。薛清微皱着眉，摇了摇头，将双手负在身后，上了自己的官轿离开。此时大宅院门前就只剩下黄公公与郭征御史二人，他们眯眼看着江南总督的轿子渐渐拐过那个弯，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郭征冷冷说道：“这位总督大人做事也太过小心了，联名上书有什么好怕的？”黄公公呵呵笑道：“郭大人，这世上又有几位大人能像您一样做到铁肩担道义？想去年在刑部大堂之上，您不惧权贵，严审范闲，这事儿宫里可是相当欣赏。”郭征自嘲笑道：“莫提那事了。”黄公公静下来轻声说道：“薛清此人一向深得陛下信任，而在官场之上，这人最是圆滑难以捉摸。今次范闲暗示下七飞出来夺标，您是御史大夫，可以风言上书，可是毕竟没办法拿着实据，薛清是断然不会掺和到其中的。咱家先前一问，也只是试探一下他的态度。您也知道，咱们看的地方本来就不在江南。”郭征微微一笑，应道：“这是自然，官员不许经商，朝廷这条规矩定了这么多年，又有哪位大人真的遵守过？就算夏七飞是范闲的卒子，咱们抓实了证据，捅到朝会之上，只怕陛下也会一笑了之。前些年就没有管过，如今范闲胜券正浓，更不会有什么问题。”二人又对视了一眼，郭征继续笑着说道：“江南的事情总是要在京都里结束。公公，您说范闲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呢？咱们虽然查不到银子是怎么来的江南，但总可以查查本来应该放满了银子的房间，这时候是不是被范家给搬空了？”黄公公嘿嘿阴笑道：“宫里那几位主子本来就是这般想的，江南一地就由着钦差大人折腾吧，过2天京里恐怕就要开始查户部了。”范闲站在华园的书房之中，身子向前面倾着，看着书案上那只小手捏着毛笔，认真的写着字。在这么大的孩子当中，三皇子的字算是写得相当不错的，娟秀而不柔媚，骨架有力而外斜圆润，含而不露，静而不发，以字观人。范闲心里清楚，这个像自己往时一般，面上总喜欢挂着羞涩微笑的殿下，实在不是一个简单角色，只是年纪毕竟尚小，有很多事情看得不是很分明。在处理江南事宜之余，范闲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要履行太学司业的职责，负责三皇子的学业与修身。关于三皇子的学习，前些天薛清好心好意的请了江南著名的夫子来给三皇子上课，结果被三皇子踹出了门。范闲回到苏州之后，听闻了此事，勃然大怒，领着三皇子亲自去江南书院向那几位先生赔礼道歉，好言好语请那几位先生重新进华园任西席，而自己更是将三皇子锁在书房之内，狠狠地打了几记手掌心。戒尺落在手掌之上，声音很清脆，尤其是落在了三皇子的手掌上，戒尺更觉嚣张得意。等薛清听闻此事赶过来时，掌心已经打完了。总督大人看着双眼泛红，但依然服服帖帖的三殿下，不由心头大震。虽说范闲是陛下钦点的皇子老师，可是真下得手去打，这小范大人果然胆子不是一般的大。这件事情宣扬出去后，江南士子们都齐赞钦差大人果然不愧是文人之光，如此尊师重道，本来范闲极好的名声就更漂亮了。其实众人不清楚的是，范闲教三皇子与皇帝无关，却纯粹是不想误了宜贵嫔郑重所托。殿下，差不多了。范闲望着伏案认真书写的三皇子柔声说道：“老师，还差2页。”三皇子愕然回首，似乎没有想到范闲今天会这么温柔。范闲笑着说道：“
手掌还在痛吧？明天再不就好。今天先休息一下，出去玩吧。他揉了揉三皇子的脑袋，这个动作显得有些过于亲切了些。就算他是老师，按理讲也应该是端然高坐，不苟言笑才是。偏生三皇子就吃这一套。或许在宫中长大的孩子们都有些接触缺乏症，不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小家伙笑眯眯的行了礼，便往房门外跑去，跑得如此之快，不知道名园之中有什么好玩的在等着他。看着三儿离开的背影，不知怎地，范闲心里有些空空的，开始想念远在北齐上京的弟弟。王启年来信说，司哲最近正忙着在监察院的帮助下收拢崔家在北方的线路，只是七爷没有办法出国，他一个少年郎要主理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有些辛苦。至于三皇子如此雀跃的离开，范闲也明白是什么原因，因为他这些天让三皇子去禅海堂上，以皇子之尊要拜在天一道门下，想必苦荷也不会太过反对才是。就算这事儿将来弄不妥，可是让老三从海堂上身上学些功夫护身，硬凑个师徒之时，对大家其实都有好处。书房外传来敲门声，范闲从沉思中醒来，抬头望去，只见石产力正扭头望着园内，手指却下意识地在敲门。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进来吧，有什么好看的？”石产力苦笑着迈进门来，说道：“老师让三皇子跟着海棠姑娘学艺，也真只有您才敢做。对方可毕竟是北齐圣女，这事儿如果传到了京里，只怕又要惹来不少麻烦。”“有什么麻烦？”范闲笑着说道：“陛下让我带着三皇子下江南，我当然要用心教。至于说到武道这种事情，海棠总比我要合适些。”二人不再谈论这个话题。石产力苦着脸说道：“今天杨继美又来了，非要请我吃饭。”杨继美就是两华一带最大的盐商，范闲如今居住的华园就是这个盐商让出来的。范闲也清楚，这个盐商乃是薛清的近人，所以总给对方几分情面。一听石产力这般说，就知道杨继美虽然今年没挣到什么好处，但对于明年的内库大有期望。他笑着说道：“这园子本就是他家的，他要来看看，我们当然不好不干。他这是知道巴结不上我，只好来巴结你。吃就吃吧，你日后也要在江南做生意，像这种地头蛇多，认识几个总是有好处的。他准备在哪里请你？”范闲问道。“江南居。苏州城里最高级的酒楼就是江南居与竹园馆。范闲初到苏州时，薛清为首的江南官员接风就是选在江南居。如今名家的竹园馆被三皇子半买半下的捞到手里，准备改造成抱月楼的分号。杨继美要请客，当然只好在江南居。范闲心想自己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沉吟片刻后说道：“今天江南商人们定的也是在江南居聚会，名家今天要应付下七妃的事情，估计不会派人与会。杨继美非要今天请你吃饭，肯定也是想借此与那些皇上们攀上。这个机会，你给杨继美，到时候带她入席。”如今苏州城里的人们都知道，抱月楼分号掌柜石产力其实就是范闲的心腹，有石产力作为中引，那些皇上们一定很乐意接受杨继美的到来。当然，范闲的想法并不仅仅是还杨继美和薛清一个人情，还有别的安排。在席上，你把耳朵张大点，范闲说道：“名家不在场，那些皇上们也不会避你，说不定会刻意通过你的耳朵把他们明天的安排传给我。”石产力点了点头，其实心里还是有些紧张，要不要注意看看下七妃？与范闲在一处待得久了，往日里只知苦读圣贤书的史夫子也开始习惯用阴谋论的眼光看待世上一切。这句话明显就是不怎么信任夏七妃。范闲笑了起来，说道：“放心吧，夏七妃是个聪明人，不会傻到这时候背叛我，这对她一丝好处都没有。”石产力微窘一笑，又问道：“大人有没有什么话要我带给那些江南皇商们？”范闲低下头想了会儿，说道：“就说本官支持他们放手去做，就算今年全盘放空，明年本官自会补偿。”他抬起头叮嘱道：“当然，这话你要修饰一下，别说得太赤裸裸。”石产力领命，正准备离开，忽然想到杨继美先前神秘提到的一件事情，想了想，还是开口说道：“杨继美先前说，江南有个叫君山会的组织，实力有些神秘莫测，请大人留些心。”范闲想了想，觉得君山会这个名字很陌生，似乎监察院的案卷里面都没有什么记载，皱眉说道：“神秘并不见得强大，我知道了。”等石产力离开之后，范闲的眉头却皱得越发紧了起来，一个连自己也不知道的组织究竟代表着什么呢？他喊了一声，一直守在门外的高达阔步走了进来。如今范闲做事越来越少避着他，一方面是刻意通过虎卫向金钟龙以上那位展示坦诚，另一方面也是想尝试一下以情动人四字，看有没有可能真的将这几名实力强横的虎卫变成真正的自己人。让高达喊来6处的剑手头目，范闲对着那名下属皱眉说道：“苏州城里还有多少人？”这问世的6处刺客剑手的人数，陛下拨调过来的虎卫一共只有那么几个人，要不离范闲身边，又要有几人留在三皇子身后，这是断然不能调动的。
而监察院6处的刺客，如今大部分在影子的带领下，满江南地与东夷城派过来的那批高手在打游击，所以范闲可以调动的人手，竟然一时间有些不趁手起来。6处还有7个人，4处驻苏州巡查司的人倒是不少。那名下属沉声应道：如今启年小组的正牌头目王启年在北齐，邓子越在京都，苏文茂又被范闲留在了闽北内库3大方，所以此人就算是目前范闲最直接的下属，恰巧此人当年也是出身6处，所以是启年小组中对于防卫工作最擅长的一人。4处人的不要掉了，范闲叹息着说道：他们打架杀人可是不擅长的，如果有个什么折损，严冰云知道我乱用他的人，以他那等性子，还真不知道会怎么反应。回京后我可是要挨批的。在一旁听着的高达与那名启年小组成员都笑了起来。那名下属疑惑问道：大人，今日有什么行动？去保护一个人。范闲沉声说道：你带着6处的那7名剑手，这时候赶到江南居，找到夏七飞，直接告诉他这是我给他的护卫，同时让他不要疑心，等内库招标之事一结束，我马上就会收回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范闲在夏七飞身边到底放了钉子没有，谁也不知道，但至少表面上除了几名户部的老官之外，监察院并没有监视着夏七飞的一举一动，这才是双方相处之道。所以范闲今天决定调人去夏七飞身边，总要解释1-2句。那名下属皱眉说道：大人，全调过去了，您和3殿下身边怎么办？范闲看了高达一眼，自信笑道：我的安全自然有高大人操心，你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在内库开标之前，夏七飞本人不能有半点折损。高达听着这话，一握刀柄行了一礼。那名下属不再继续发问，很平静地接受了命令，准备开门去安排。范闲皱了皱眉头，忽然开口说道：注意安全，今天明家老太君心情似乎非常不好，连每日1粒的温补鸽子汤都没有动一口，原封不动地送回了小厨房。而明老爷与少爷今天从苏州城里回来后，便直接进了后园，一直没有出来过。而各房的叔伯侄爷也得了命令，满脸忧心忡忡地穿过名园清美的行郎胡亭，往老太君的院落赶去。满脑门子不解的丫鬟下人们看着只爱遛鸟的4爷，只爱娶小妾的3爷，只喜欢和武士们练摔跤的6爷，急匆匆而面色不悦地行走着。明家平时极难聚集到一齐的男丁，此时都已经到了，不由好生不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时间，整座名园都被笼罩在一股紧张不安的气氛之中。而流言这种东西的传播速度，总是比庆国引以为傲的邮路系统更要迅捷。没过多久，名园里所有的下人都知道了一个惊天消息：原来今日苏州城内库开标，突然出现了一个敢和明家对着干的敌人，而那个敌人竟然就是传说中早已经死了很多年的明七少爷。当年明家上代主人最疼爱明七少爷的母亲，而遗嘱中似乎也是将大部分的产业留给那位命运凄惨的明七少爷。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明家早已经成为了长房的囊中之物，这时候突然冒出那样一个人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都镇静些！满脸皱纹的明老太君冷漠地看着堂间一地的明家男丁们，心里涌起老大一股愤怒。这些男人们遇到这么点小事便如此慌张，自己100年以后怎么安心将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他们姐姐？突然出了这么个流言，也难怪孩子们惊慌。坐在明老太君身边的是当年那位明老爷的小妾，因为对正妻8戒的好，所以一直活到了今日。他看着明老太君的脸，颤抖着声音说道：如果那个姓夏的真是小妾，这可怎么办啊？既然知道是流言，那有什么好慌的？明老太君愤怒地尖叫着，老妇人的声音因为某种奇妙的屈辱感而尖锐了起来，就像是刀尖在瓷片上面划过一般可怕。坐在他身边的姨奶奶被吓得浑身一激灵，赶紧老老实实地坐回了椅上，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明家老太君善妒心狠，所以当年的明老爷子拢共也只娶了3房小妾，如今那一代的人物就只剩下了2位妇人。好在明家男丁兴旺，如今正在江南居喝酒的夏七飞不算，有子熙的2房也一共有6个男子。明清达长房长子是如今的明家之主，而老3老4都是这位姨奶奶生的。见自己的亲生母亲被老太君这般吼着，这2位心里自然不会怎么舒服，但老太君继位日久，谁也不敢分辨什么。明清达身为长子，当此局面自然要出面温言开解2句，不料明老太君竟是连明家这个名义上的主人也不怎么理会，含着一张老脸说道：都给我记住了，明家那个老妻10几年就已经死了，至于如今苏州城里的什么夏当家的想用10几年前的传闻来闹事，我明家可容不得他。明清达被驳了面子，脸上却依然挂着微笑，温和说道：母亲，这么荒唐的传言自然是没有人信的，只是万一朝廷就是要信怎么办？这句话说得很直接，夏七飞是范闲的族子，如果范闲所代表的朝廷势力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兵不血刃地将明家庞大的家产与实力收编，这种局面是最危险的。老太君眨了眨有些浑浊的双眼，厌恶说道：那个姓范的官员说是就是，难不成这朝廷就不讲理了？明清达心想，
朝廷什么时候讲过理？只不过以前朝廷是站在自己家一边，所以满天下道理和拳头最硬的都是自己明家。如果朝廷内部有了分歧，这自家的拳头已经忍痛自斩，这道理只怕更是说不清楚。他苦笑说道：“请母亲大人示下。”夏七飞来势凶猛，看今天招标的模样，带的银钱十分雄厚，而且又有钦差大人支持，这明家究竟怎么应对？总需要明老太君你个章程。明老太君其实内心深处并不见得如表面这般理直气壮与霸道，他没有正面回答明清达的问话，只是盯着满院子的明家子弟，寒声说道：“如今时局和往年不一样了，前些日子我让蓝氏去各房见过你们这些当叔叔的，让你们老实一些。今天老身再重复一遍，这个时候你们莫要给明家带来什么麻烦，遛鸟就在家里遛，把那些只会摔跤的鲁汉子都赶出园子去。还有这件事情不准任何人传，如果让我听到谁还在背后嚼舌根子，当心我将你们的口条抽出来。”明老太君一番话说得又急又怒，竟是咳嗽了起来。身后的大丫鬟赶紧给他轻轻捶着后背，身旁的长孙明兰时赶紧恭恭敬敬地递了一碗茶过去。庭中的明家子弟们齐齐俯身，不敢稍违老太君之命。明清达看了母亲一眼，欲言又止。明老太君在心里冷笑一声，自己这个儿子做起事来就是缺乏决断之力，这坏人总是要自己来做。他浅浅饮了一口茶，蓦然开口说道：“明天是开标第2天，你们也知道钦差大人是冲着咱们家来的，后面的8标分2批捆绑，看模样价钱会比往年高出太多，只有1夜的时间再去现找钱庄出票，只怕已经是来不及了。这时候你们哥几个回去，把自己房里的私房钱拢拢，待会儿交到账房那里。”这句话一出，庭间那些明家的爷们儿顿时傻了眼，不让自己遛鸟摔跤，那只是暂时的无聊，谁也能忍下去。可是怎么还要自己拿那些少得可怜的私房银子来往宫里填？每年内库开标，家里都会备足银两，如果那8标价钱高的离谱，不抢就是了，怎么用得着这般拼命？朝廷可不会设个上限，谁会知道要填多少银子进去？这些爷们是含着矜持出生，却又没有继承权，只知道享受人生的人物，哪里知道内库招标对于明家的真正意义？这背后隐含着朝廷内的势力争斗。听着老太君这话，便下意识里不想应下。明家六爷年纪轻些，平日里喜欢摔跤，胆气也壮些，鼓起勇气说道：“母亲啊，咱们这兄弟几个向来又不能参与道族里的生意，都是按月例过日子，各自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就算存了些私房钱，可那点可怜的银子往里面填，只怕也没什么用处，还不如……”话还没有说完，一只茶杯已经在他的面前摔得粉碎，发出清脆的一声。明六爷唬了一跳，身子一抖，看着上方老太君的神色，竟是吓得双腿一软，跪了下去。老太君悠悠寒寒看着他，说道：“可怜的银子，你当我不知道这些年你们从宫中捞了多少好处？你们的那些七舅，如今个个都是苏州城里有名的富豪，以前我当看不见，因为你们毕竟也都是明家的血肉，依祖例又不允许你们接手族里生意，瞧你们可怜，捞些银子就捞些银子。可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都给我跪着听话！”此言一出，包括明清达在内的所有人都跪在了2把太师椅的面前。老太君的声音像毒蛇的性子一样，令人不寒而栗。大树垮了，你们这些猴儿难道有好？我就明说了，明天的标如果标不下来，我们明家就算能再撑几年，但终究也只有败成散灰。这个时候不能允许我们退，我们只能进。在这个关节，你们莫想还要藏着掖着。姨奶奶心疼地看着庭间的儿子，偏身劝慰道：“姐姐莫要生气，他们知道怎么做的。”庭间的明家爷们儿吓得不轻，倒头如蒜，连连认错：“知错就好。”明老太君缓缓靠回椅背上，眼帘四壁微闭，说道：“待会儿你们就回去，不论你们用什么方法，在明天天亮之前把银子交到账房里，每房20万两，老六15万两。”这话一出，老二、老四、老五都没有什么意见，虽然依然心疼得不得了，但老三不干了，直着脖子说道：“母亲，凭什么老六只交15万两？”老太君瞪了他一眼，说道：“老六年纪最小，这2年和守备大人来往，喜欢摔跤，花的银子多些。你个做哥哥的和他计较什么？”老三鼻子里喷着粗气，不服说道：“难道我平日里就没有花银子？”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老太君心疼自己亲生的幼子，但这话谁说都可以，就不能让老三说，因为老三是姨奶奶的亲生儿子。姨奶奶一看情况不好，连连给老三使眼色，但老三最近的银子确实不趁手，硬是不肯低头。老太君勃然大怒，骂道：“你就知道在青楼里花银子，还把那些婊子买回家里来，这银子花的还有道理了。”从夏七飞母子2人的凄惨遭遇中，就可以看出这位老太君对于男子的某种癖好，有种很执着的厌恶感。那大哥呢？我是长房。明清达跪在地上，微笑看着自己的兄弟几人，说道：“自然要多尽一分心力，我认50万两。”听到大哥都这般说了，
兄弟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名媛家族聚会马上就散了，兄弟几人赶紧出园去筹措银子。虽然说他们确实藏了不少私房，可是要在一夜之间将这些数目筹集到，这个难度确实有些大。明家老三一面跟着兄弟们往外面走，一面哭着穷，指望着哥几个能帮帮手。但这时候大家都自顾不暇，而且当着明老太君的严令，谁也不敢打马虎眼，哪里还顾得上他？时间太紧了。姨奶奶这时候也回了自己的院子，老太君的院子里就只剩下长房一只。明清达微微皱眉说道：“钦差大人这一手来的突然，竟是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反应时间。”明老太君看了儿子一眼，叹了口气说道：“今天在内库大宅里，你的反应不错，至少多争取了一夜的时间。”明清达苦笑摇头道：“一夜太短，而且看今天下戚妃的出手，只怕还留有不少余力。明日一战，只怕凶险极大。就算兄弟们能将银子凑足了，也不过是多个100多万两，说不定还是不够。”明兰石在一旁听得瞠目结舌，自疑说道：“父亲，往年8标连中4成定银，也就是500万两的份额。今年我们本来就多准备了2成，这再加上叔父们筹的100万两，难道还不够？”明清达苦笑说道：“最大的问题在于，钦差大人明知道我们是一定要拿下这8标，所以下戚妃喊价可以胡乱的喊，而且出产销都是他们内部的事情，他们是可以亏本做的。”明兰石叹了一口气，他是个聪明人，不会去问为什么明家一定要争下这几标，且不论所谓是的问题，单说东夷城那方面，也必定要求自己把8标拿下，不然东夷城一年为了内库出产所付出的代价，只怕要远远超过好几个100万两。太平钱庄那边有消息没有？沉默了一会儿的明老太君忽然开口说道。明清达平静应道：“他们也没有料到是这个情况，准备有些不足。夏七妃的银子全部是从太平钱庄调出来，如今他们只能给我们开期票，却已经开不出现票，而明天我们必须要现票。你也知道，他们也有忌惮。先前他们掌柜的已经来回过话了，顶多还能再给我抽出30万两来。”明老太君明白这是为什么，钱庄的银票契书开出来总是需要兑现的，夏七妃已经开出了极大数额的银票，相对应的再敢开的就很少了，因为钱庄要保证有现银可以支付，这是关钱庄最要命的信誉问题。当然，以东夷城与明家的关系，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紧张的局面下，太平钱庄完全可以虚开银票，只是冒的风险太大，而且这种手法太粗劣，一旦将范闲得罪狠了，内库转运司完全可以用开标之后的夏家银票与明家交上来的银票，玩一招最无耻的挤兑。这么多银子，太平钱庄就算是神仙，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调到苏州。如果一来，太平钱庄就算是毁了。虽然太平钱庄与各国的经济关联都极为紧密，一般而言，没有哪国的朝廷内宫会做这么狠的事情，但是此次主持内库开标的是范闲，是那个最摸不清脉络，而且行事最为阴狠霸道的范闲，太平钱庄是打死都不敢冒这种险的。庭院中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安静，明家3代人物这时候心里都开始有些紧张，难道明天真的要眼睁睁看着那位明老七将明家的生意抢走？失去了内库的行销权，明家就只不过是个拥有最多土地的土财主而已，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宰掉。这个可怕的事实让明老太君的眉头皱得愈发的深了，他忽然想到一个名字，冷冷说道：“最近这些天，那个招商钱庄还有没有人来？”明兰石摇了摇头，他们知道我们是太平钱庄的大户，试探了几次，大约知道拉不动我们，就知难而退了。明老太君下意识里点了点头，说道：“看来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因为太平钱庄账房一直掌管在明老太君手中的缘故，明清达一直是极力主张与招商钱庄发生关系的人。听着母亲的话语有些松动，心头一喜，面上却安静说道：“应该值得信任。如果真有什么问题，应该不是这种行事手法。”明老太君皱着眉头，似乎是在思考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许久之后才说道：“派人去招商钱庄？不要派人，兰石你亲自去，看看他们今天夜里能调多少现票出来。”“是，母亲。”明清达微微一笑，又犹疑问道：“夏七妃那边要怎么应对？”明老太君的脸寒了下来，说道：“那个人我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咱们明家都不认识。既然如此，要什么应对？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了，不要被钦差大人借题发挥。如今钦差大人就希望咱们明家反应激烈，咱们就应该愈发的平静。”明清达长揖及地，赞叹道：“母亲英明。”明清达要去处理明天开标的事务，要去账房盯着几位兄弟。明兰石要进城寻那个一直神神秘秘，传说也有东夷背景的招商钱庄，所以并没有在庭院中多加停留。行礼之后便退了出去。明老太君看着自己的儿子孙子走出了小院，双眼骤然间从先前的严厉变成了此时的疲惫，他有些无力的翘起为止，敲了敲椅子的扶手。贴身大丫鬟凑到了老妇人的唇边，老妇人闭着双眼，为止一直翘着，许久没有放下去，也没有说话，似乎是在权衡某件重要的事情。
小七。此时老妇人紧闭着的眼帘中似乎浮现出一幅黑暗的画面，画面中一个满脸狐媚的女子正在一个熟悉男子的身下辗转承欢，正在自己的面前自矜而骄傲地笑着。画面一转，那女子生了个孩子，她抱着那个年幼的婴儿在明园里四处招摇着，笑声就像银铃一样飘啊飘的，一直飘到了天上。老妇人豁然睁开了双眼，眼中全是一片冰冷之意，她的尾指激动地颤动了起来，微微一屈。在这一瞬间，她想起了很多当年的事情，比如那些重杖落在那女子身上时雪花飞溅的美丽景象，那女子被自己生沉到了井底，那天的雪花也是飘啊飘的，一直飘到了天上。那个女子的尸首只怕早已成了枯骨老鼠，在上面钻着，只会发出难听的声音，而永远不可能发出银铃般的笑声了吧。那个老不死的死了后，这家里就是自己说了算。那女人死了，但女人生的孩子却不好杀，毕竟名义上是名家的血肉。好在清达心狠，天天用鞭子打着，终于打的那个小孩受不了这种屈辱与痛楚，在一个清晨跑出了名园。或许那个孩子永远不知道，当时自己就在门后冷漠看着他。或许那个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早已经准备了杀手，在名园外面等待着送他下枯井，与他的母亲团聚。可是那个孩子怎么没死？怎么没死？明老太君冷漠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怒火，一直翘着微曲着的手指终于温柔地放在了椅背上。同一时间，微干的双唇微起，对附在唇边的大丫鬟轻声说道：请周先生。在明老太君终于下定决心的时候，他的儿子与孙子正并排走着。明兰石满脸佩服地望着父亲，说道：您是说奶奶一定会对那个混账东西下手？什么混账东西？明清达满脸和蔼的笑容：那是你七叔，虽然现在是咱们的敌人，但总是你的亲七叔。明兰石自嘲一笑，忽然皱眉问道：杀了七叔固然可以将这件事情完全了结，可是钦差大人那边会怎么反应？君山会就算再有实力，可是总不能造反。你奶奶老了。明清达叹息道：这件事情从一开始他用的手法就是错误的。明兰石摇了摇头。明清达忽然笑着说道：不过他的错误并不代表明家的错误，如果这次你七叔不再那般好命，也不见得全部是坏事。你不要过于担心，我有分寸。这位明家表面上的主人在心里冷笑着，就让那个自己永远无法控制的君山会与监察院去对冲吧。老谋深算如他，自然有办法收拾这个残局，只是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手法。六叔这次又讨了个好。明兰石忽然嘲笑说道。明清达爱怜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开解道：老人家总是最喜欢最小的儿子，当然必须是他亲生的。当明家乱成一锅粥，同时这锅温粥里还有许多老鼠在虎视眈眈，彼此存在踩死对方的念头时，明家最小的那个儿子明清城，如今的江南水寨统领下七妃，暗中的监察院四处驻江南巡查司监司，正站在苏州城内江南居最高的那层楼上。他站在楼边，轻抚木兰，若有所思地望着城外某处，那里曾经是他的家，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的嘉明园。江南商人们的聚会已经结束了，虽然大家没有定下什么具体的章程，但看着岭南熊家与泉州孙家贪婪的眼神，夏七妃就知道提司大人的计策已然奏效。明天明家不只要面对自己的进攻，也要面对那些类似于熊孙两家联合起来的攻势。商人总是要吃肉的，饿得太慌了，管你是谁家的肉下。七妃双眼微眯，明园离得太远，站在高高的江南居楼顶，也没有办法看清楚其间的灯火。今天是他侥幸在这个世界上活下来后，活得最放肆尽兴的一天。他终于当着所有人的面，骄傲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明清城。与此相较，拿银子砸人的快感，脱离了江湖人的身份，站到了庆国的台面上来，这些事情都算不得什么。只要能说出自己的真名字，就等于扇了明家那个恶毒的老妇人一个耳光。这种报复的快感遮掩了一切，让夏七妃无比感激范闲，就连范闲今夜派了7名剑手来，他也没有一丝不愉快的感觉。他陶醉于伤心于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之中，以至于这位江湖上的枭雄也没有注意到对面的街上出现了几个奇怪的人。夏七飞离了江南居，将身来在大街前，看着在夜里过往的人们，忍不住微微低下了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大哥，楼外有10几条汉子围了上来，带着一丝敬畏一丝陌生看着他，行礼恭敬。这些人都是江南水寨的好手，因为内库招标的事情，随夏七飞入了苏州城，只是苏州城一向看防极严，这些水匪们有几人甚至还在海捕文书的画像上，所以寻常来讲是不会进苏州城的。这些人没有料到，如今自己这些当贼的人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苏州城里逛着，甚至自己的带头大哥可以与江南最有钱的那几大家商族同席而坐。那些商人们平日里只会用银子买兄弟们的性命去搏，哪里会像今天一样对着夏大哥如此客气。想到此节，这些汉子们心中都升腾起了一股虚荣骄傲的感觉，这世道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看着下属们满脸惊慌喜乐的复杂神情，夏七飞忍不住自嘲着笑了起来，说道：
兄弟几个都要多学着点。这次你们也看见那几位老先生了，平时有闲的时候多向那几位先生请教。这话里说的先生，就是钦差范闲派给他相助夺标的户部老官。江南水寨要渐渐往商行方面发展，夏七飞也希望自己的心腹手下能够尽快地掌握做生意的技巧，至少算账这种事情总要会的。便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气氛之中，夏七飞忽然感到了一丝凉意。他抬头望去，明月正在素叶穹顶，仍是春时，大晴之日的夜间果然要显得更加冷一些。收回目光，然后他看见了街道对面站着3个奇怪的人。之所以说这3个人奇怪，是因为这3个人很突兀的出现，然后很冷漠地看着街这边，不是夜归的游人，不是酒后寻乐的欢客，身上穿的衣服很寻常，但中间那人却戴着笠帽，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就显得有些特别了。常年在江湖之中厮混，自幼便在生死之际挣扎，夏七飞根本没来得及反应，那股骨子里的寒意，对于危险的直觉，让他双眼中寒芒一射，怪叫一声，脚尖在地上连点3下，整个人往后方江南居的门口飘了过去。当他的脚尖点在地上的时候，街对面那3个人中间的那人将手放到了自己的肩后笠帽下，握住了什么东西，然后便是一片泼血似的刀光洒了下来，追觅着夏七飞像一只水鸟般踏水无痕的身体砍了下去。杀！刀光起时，江南水寨的汉子也反应了过来，凭借骨子里的悍勇，想挡在大哥与那追魂似的刀光中间。只是他们的反应永远及不上那个戴笠帽之人的刀光，只有离夏七飞最近的那名亲信狂喝一声，拔出衣间藏着的直刀，力贯双臂，用力一挡。擦的一声脆响，水寨汉子手中的直刀像江南脆嫩的莲藕一般，被那记刀光斩成了2半。哗的一声，这名汉子的身体被那记狂暴至极的一刀生生从中劈开，变成了2片恐怖的血肉，鲜血迸射中，内脏流了一地。那2只已经分离的手还握着刀柄与刀尖，无力而凄惨地防御着。刀势未止，已于静夜之中杀到了江南居的楼前，那位脚尖刚刚落在地面上的夏七飞身前，刀气就像是一道直线一般，遇人劈人，遇地斩地，哧啦啦破开街面上的青石，露出里面的新鲜石茬。轰的一声巨响，江南居楼前乱石飞溅，灰尘溅起，只听着夏七飞暴喝一声，双掌齐风，与那记一往无前的刀势对上，刀光忽敛，灰尘溅落。夏七飞鼻孔里被震出2抹鲜血，双掌颤抖着防在身前，满脸惊恐地看着对面街上的那个戴笠帽的人。这一记狂刀隔着一条长街斩了过来，途中破开一个人的身体，还让自己受了内伤，这是何等样恐怖的境界，只怕已经是9品高手。江南哪里还有这样陌生的绝顶高手？一刀狂暴无理而斩，划破夜空。此时稍寂，众人才瞧清楚了那名戴着笠帽的人。笠帽之人身材高大，浑身透着古力锦之意，他手中拿着一柄长刀，刃口雪亮，刀柄极长，竟是一向只在戏台上或是战场上才能看见的长刀。这把刀足有8尺长，也不知道对方先前是怎么收在身后的。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夏七飞拼命挡住这一刀后，才眨了眨眼。一眨眼便发现事情有些可怕了，因为戴笠帽之人身边的那2人已经消失无踪，不知道去了哪里。对方既然是来杀自己的，那2人肯定不会不出手。其实就在戴笠帽之人拔出身后长刀，隔着一条大街霸勇无比砍将过来之时，他身边的另2位高手已经飘然而起，避开了街中间江南水寨的一众汉子，身姿像飞燕一般划出2道极优美的弧形，像2个黑暗的箭头一般刺向了夏七飞所在之处。以长刀为雷开山，引以双燕齐飞之势合杀。如果不出意外，惊惶未定的夏七飞在先前那一刻就应该已经死了。而他之所以没死，是因为当夏七飞勉强挡住那一刀时，长街之上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江南水寨的汉子们往夏七飞身前挡去的时候，这群汉子里面有4个人很诡异地往2边移了移，然后当那2名如燕子一般急速掠过的高手想自2旁闪过时，这4人手掌一翻，取出了长衫之下的铁签，横着刺了过去。很干净，很简单利落的一刺，却恰好落在了那2名高手的胸腹下阴处，由不得对方不避不回。这4人自然就是范闲今夜匆忙派过来的6处刺客。6处刺客的水准或许不如今夜前来杀人的3大高手，但是他们对于时局的判断，对于对方杀人可能选择的路线，却有一种天生的敏锐程度。所以他们挡住了对方意图合击杀之的2只燕子。叮叮叮叮，就在一瞬间内，无数声轻微的脆响就在江南居之前的大街上响了起来，密密麻麻，似乎永远没有中断的那一刻，就像是这春和景明的苏州城里忽然下起了一场碎碎的雹子。2只像燕子一样的高手手里拿的是2把短剑，上面喂着毒，在夜色之中泛着幽光。4名6处的刺客剑手手里拿的是铁签，上面也喂着毒，与夜色融为一体。刹那之后，数声闷哼似乎同时响起。2名前来杀下七飞的高手颓然掠回街对面，身上衣衫被铁签划出了10几道口子，有几道深的地方似乎已经划破了皮肤。
而六处这边也为此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一人的左手已经被齐齐削去，露出里面的骨肢，又有一人肩上被刺了一刀，鲜血之中开始泛出怪异的颜色，而有一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双方甫一照面，彼此便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那些叮叮细细的声音中，不知道曾经有过怎样的凶险。可就是受了如此重的伤，六处刺客们顶多只是发出了2声闷哼，心智坚毅，果非一般江湖人士所能比拟。还能行动的三人，一边吃着3处配置的解毒丸子，一面意图退回去，缩小防守的圈子，务必保住夏七飞的性命。退回街对面的那2只燕子，似乎也没有想到夏七飞的身边竟然会有这样一群专业刺客的存在，竟让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2人对望一眼，知道对方肯定是监察院的人。对于监察院的毒药，无论是哪方势力的人都知道那种恐怖程度，由费介老先生一手打理的毒药，不是谁都能挡得住的。所以这2人干净利落地转身而起，脚尖在墙上一点，掠入夜空之中，马上消失不见。他们都是江南武林真正的高手杀手，今日受托前来杀下七飞，但是却根本不舍得将自己金贵的性命填在这里。远处夜色小巷里传来一声轻响，3位对接高手走了2人，但夏七飞却觉得自己的情况没有丝毫好转，自己所受的压力甚至更大了一些。因为那把刀，那把戏台上才能看到的长刀，在两侧那阵密密叮叮的战斗发生时，已经又杀了过来。刀前无一合之敌，刀下无全尸之鬼。泼血式的刀光将那些悍勇可敬的水寨汉子们肢解分离，斩首泼出一条血路，在满天残肢乱飞之中，离夏七飞越来越近了。看着自己的兄弟们惨死在长街之上，听着那声声惊心动魄的刀声与惨叫声，嗅着浓烈的血腥味道，看着一路踏雪而来的戴笠帽之人，那人走得如此的坚定与执着，就像是一个魔鬼一般。夏七飞的心凉了，血却热了，双眼欲裂，满心想冲上前去，挡在兄弟们的身前，与这个戴笠帽的高手轰轰烈烈战上一场，哪怕死在刀下又如何？可是他不能动，他反退，很悲哀，但是很坚决地往江南居里逃了过去。因为他知道对方的目的是要杀自己，而自己这个名字，这个人是很有用的。如果要报仇，要让敌人寝食难安，自己就必须活下去，哪怕是这么屈辱的活下去。戴笠帽的人离夏七飞只有5步远，6处伤后的3名剑手终于回救到位，但伤于之身却敌不住那名笠帽高手惊天的刀势，铁签断成数截，3人都被震飞了出去。江南居近在眼前，夏七飞逃上了台阶。楼门口的小二食客们惊慌尖叫，却像是中了魔一般，被这血腥恐怖的一幕震撼住了心神，双腿发软，似乎是走不动了。戴笠帽的高手脚尖上离石阶5步之远，已是一刀斩下，刀势所向正是狼狈至极的夏七飞后背。一位似乎被吓呆了的食客，此时正扶着江南居美丽的廊柱发抖，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抖出了一把铁签，力狠无比的向着戴笠帽的高手大腿根扎了过去。戴笠帽的高手身材高大，威势十足，这名隐藏着的6处刺客没有信心攻敌之必救，抢在一刀劈破夏七飞身体前，刺中此人的要害，所以他选择了大腿根。谁也没有料到，戴笠帽的高手竟像是没有看到这一刺般，仍然刀势不止，往下斩去。叮的一声响，铁签刺中了此人的大腿根，却像是刺中了铁板一般。6处刺客心头一寒，知道这是江湖上已经没有人再练的傻笨功夫铁布衫。可是对方既然练了，而且根本不必，这就说明对方很愚蠢地花了数十年的苦修，摒弃了所有的男女欢愉，将这门功夫练到了极致。这名6处刺客知道自己挡不住这一刀了，但是提司大人严令在前，一定要保住夏七飞的性命，所以他横身飞去，悍不畏死地朝着笠帽高手的上空跳了过去。人在半空之中，一自削尖抽出小匕首，狠狠地扎向一直被笠帽遮住的那双眼睛。此时戴笠帽高手的刀离夏七飞的后背已经不足1尺，2把铁签不厌其烦地再次出现。范闲派来保护夏七飞的一共有7名6处剑手，先前已经出现了5位，安静到最后的这2人本来也是准备如先前的头目一般攻敌之必救，来救夏七飞的性命。但是当发现对方一身极其变态的横练功夫之后，他们知道那个方法是行不通的，而且那把刀已经到了，所以他们只好无奈地与对方硬拼了这一击。咔嚓2声极难听的响声起，2把铁签没有断，却被震得脱了手。夏七飞趁着这一挡，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往前一扑，十分危险地躲过了这一刀。刀光落地，竟是直接将江南居的石阶展开了一道大口子。夏七飞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他始终被这名高手的气机锁定，刀势袭身，受的内伤却是最重的一人。一口鲜血喷出，伏在地上的他面容却依然阴狠着，右手奇快无比地从左腋下穿了出去，扣动了袖中藏着的弩箭。这是钦差大人赠给他防身用的东西。弩箭去时，那名6处剑手也已经扑到了笠帽高手的身前。笠帽高手长刀不及收回，
左手握拳横击，轰的一声将那名剑手打得横飞出去。而如此一来，他的面门之前也就露出了一个空门。细细的弩箭射到了厉茂之前，这人终于有了一丝正常的反应，微微向后仰头，看来一身霸道功夫，面门上依然是脆弱的地方。箭矢破空而去，嗖的一声深深扎进了厉茂的上缘。厉茂下面系着带子，并没有被这一柄弩箭带走，所以这位神秘九品高手的真实容颜依然没有展露在众人的面前。一声轻响，但并不清脆，微轰一声，就像是顽童们在玩爆竹，又像是烧湿柴时所发出的噼噼啪啪。扎在厉茂上缘的弩箭爆了，一道火光闪过，厉茂高手的头颅顿时升起了一阵烟尘，看上去诡异无比。三处的改造虽然依然没有办法发挥火药的真正威力，燃烧之势也不够猛烈，但是依然在一瞬之间将那顶厉茂烧得干干净净。那名厉茂高手手握长刀，双脚不丁不扒，沉默地站在江南居酒楼之前，脸上一片漆黑，中间夹着恐怖的水泡，双眼紧紧闭着，不知道是生还是死。陡然间，他睁开了双眼，眼中闪过一丝暴怒。这位神秘的高手依然没有死，但让所有人惊骇莫名的不是此人在这样的杀伤之下依然保住了性命，因为以对方的实力，本来就不是这么好杀死的。最让夏七飞与监察院众人惊骇的是，这位一直戴着厉帽的高手原来是个光头。如今的天下讲究孝道，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没有人会胡乱剪头发，更不用说是光头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被允许以光头的面目行走的那类人，就是苦修士，信奉神庙的苦修士。而世人皆知，苦修士一向爱民惜身，从来不与世俗之间的争斗发生关联。为什么今天这名厉害到了极点的苦修士会来杀夏七飞？来不及思考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了，因为这名苦修士再次擎起了那把恐怖的长刀，闷哼一声，双手执刀向着台阶上的夏七飞砍去。势若风虎，千钧难当，千钧难当，一花可当。石阶上绝望的众人只感觉到面前一阵清风掠过，一片花一般的海洋盛放在自己的眼前，片刻间驱除掉了酒楼前长街上的血腥气味，清香朵朵，沁人心脾。一双稳定而温柔的手提着一篮从梧州买来的廉价绢花，迎在了那柄一往无前的长刀锋锐处。刀来得极快，那双手动得更快，不知为何，下一刻那个花篮就已经挂着了那把长刀之上。刀势极猛，那个花篮极轻，但当花篮轻轻挂在刀尖上时，那柄一直稳定的令人生惧的长刀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往下一垂，似乎那个花篮重的无以复加。刀势一顿，持刀的苦修士暴喝一声，双臂真气狂出，如条大东山一般，汗意破天挑起。哗啦啦一声响，花篮终于是抗不住双方这等惊人真气的抵抗，被刀尖一挑，整个就散了架。隔藤编成的花篮在那一个仿佛停顿下来的时光中被丝丝抽离，根根碎裂，化作无数残片迸射而出，击打在地面上啪啪作响。而篮中的绢花却被劲风一击，飘飘扬扬地飞了起来，打扮着已经有如修罗沙场的长街。花瓣雨之中，那位穿着花布棉袄的姑娘家就像是一阵风般，沿着那柄颤抖的长刀轻轻柔柔地攻向那名苦修士。苦修士出掌，掌锋如刀，却阻不住对方那飘摇的身影。片刻之后，那双温柔的手掌轻轻一拍刀柄，再弹指而出，直刺苦修士巨掌边缘。苦修士怪叫一声，被烧伤后的脸颊露出一丝真气激荡而形成的怪异红色，整个人像是一头大鸟一般往后退去。一个照面，这位杀神般的苦修士就被击退。此时漫天花雨还在下着，与苏州城上方青叶明月一衬，显得格外清美。花瓣纷纷落下，海棠姑娘满脸平静站在花瓣雨中，并没有追击，只是略带一丝忧愁地看着对面那位苦修士。村姑偶尔也有最美丽的一瞬间。庆庙二祭祀，为何你在这里？海棠满脸忧愁说道。那名苦修士望着他，认出了他的身份，厉声间喝道：海棠朵朵，你为什么在这里？海棠微微低头，轻声说道：我和范闲在一起。苦修士一怔，似乎没有想到以海棠天一道传人北齐圣女的身份，竟然会将这个理由如此轻易地说出口。今日我要杀人，你莫阻我。苦修士望着他冷冷说道。海棠微微皱眉，看着江南居石阶上下长街中央那些死去的人们，那些破离的残肢，那些刺鼻的血水，轻声说道：今夜你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不要杀了。不是请求，也不是劝说。范闲既然不放心夏七飞这边，临时起意让海棠过来看一眼，这就代表着对海棠的绝对信任。而海棠在这里，除了那传说中的4位老不死外，只要他说不要杀人，就没有人再能杀人。苦修士虽然被烧得不轻，但面上依然能看到那一丝坚毅之色。他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海棠一眼，然后转身离开。离开不需要道路，这名苦修士很直接地撞破了街旁的一道院墙，轰隆声中，墙上破出了一个大洞，他的身影就消失在这个洞中。漫天花雨落下，海棠默然，然后轻身一飘到了院墙之后。
海棠掠入街旁的院落，轻轻捋了捋鬓角的发丝，看着那名果然没有离开的苦修士。能住在这条大街两旁的人，自然是非富则贵。一番侵扰之后，这家的主人早已醒了，躲得远远的，不敢点灯。此时大街对面酒楼的灯光顺着墙上的那个大洞映了过来，照在院中，也照在此人受伤后显得格外可怖的脸上。海棠看着他，微带忧愁问道：“这是为什么呢？”苦修士只是平静地望着他，没有回话。海棠并不着急，虽然远方已经隐隐传来苏州府官差们铁链大动的声音。这个天下的苦修士并不多，庆庙大祭司为首的苦修士们一贯都在各地传道。这些苦修士们默诵经文妙义，体型善举，从来不是以武力著称的势力。但是这几十年间，庆庙也出了一位异类，就是30大师。此人天生神力，一身内外功夫都修到了顶端，加之性情暴戾，嫉恶如仇。不过由于祭祀身份，所以极少有人见过他出手，也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与实力。当然，这也是因为往年前庆庙大祭司一直以经文劝谕看管得紧的缘故，不然这位3旦大师只怕早已成为天下间最出名的人物。因为庆庙与北齐天一道毕竟都是供奉神庙的所在，算得上是一脉相传，所以海棠往年也曾经见过对方一面，他心里清楚。面前这位苦修士，这位庆庙的2祭司，这位传说中的30大师，纯以身份论是极为尊贵的人物，以心性修为论，如今也不是个嗜血之人。所以他最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向不干世事的祭祀，今天也会加入到内库或者说朝局的斗争之中？君山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海棠微微蹙眉说道，像是自言自语。2祭司冷漠地看着他，说道：“不要费心思去想这些问题了。不错，我如今就是君山会的一员。君山会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或许这个组织本来就没有具体的目标，而一旦大家找到了某种目标，就会往着那个目标一同前进。”海棠轻声问道：“那您的目标是什么？”“杀死夏七飞。”2祭司冷漠说道。海棠微微一笑说道：“只不过是些商人间的争执，怎么会引得您出手？”他平静问道：“夏七飞今日已在内库夺标，您选择在大街之中狙杀，难道不怕南庆朝廷震怒？”2祭司面无表情说道：“杀死夏七飞，只是为了让内库的事情回归到我们想要的路线中。”海棠微微一怔，大惑不解道：“这句话不足以说服我。我了解您以及大祭司，您不是一个贪图名利富贵的人。”2祭司沉默了下来。海棠又轻声说道：“名家也没有资格能请动您。”2祭司缓缓抬头，先前说过，这只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只不过我的目标与名家的目标恰好统一在了一起。您想对付范闲？海棠的眉毛皱了起来。2祭司冷漠地摇了摇头。海棠在心里叹息了一声，猜到了事情的真相。对方的身份特殊，既然是不可能被人指使，又要在内库招标一事中横插一手，那自然是因为京都里的问题。2祭司的目标既然不是范闲，那么此事的源头就引然呼之欲出了。海棠摇头说道：“真的很难令人相信，庆庙的祭祀居然会暗中对抗庆国皇帝。”2祭司的脸上已经被烫出了无数细泡，黑灰一片里夹着血丝，看着恐怖无比，眼帘中的瞳仁泛白，悠悠说道：“圣女聪慧，钦差大人领了圣命前来整治内库，我所想就是要让这所谓圣命永远无法执行下去。”海棠默然，看来南庆朝廷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股暗流，暗流所向自然就是那位端坐于龙椅之上的男子。而范闲作为那名男子如今最宠幸的权臣，不出意外会站在风头之上，面临着极大的凶险。而2祭司之所以肯当着海棠的面说出这么多的秘辛，原因自然是因为海棠北齐人的身份，庆庙与天一道之间的亲近。2祭司心里明白，就算海棠与范闲走得再近些，但身为北齐人，知道南庆内部有人准备对皇帝不利，就一定会保持相当聪明的沉默。海棠沉默半晌之后，忽然开口说道：“大师，与虎谋皮，殊为不智。松散的君山会，因为那个十分恐怖的原因而要走得更紧密一些，这样的大事一定会有人领头。以海棠的分析，领头之人或许就是一直没有什么厉害表现出来，却让范闲一直小心提防着的长公主。”2祭司冷漠说道：“花眼中虫是虎，主眼中火是虎，河眼中日是虎，我眼中陛下是虎。”海棠皱眉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事情会让这位庆庙的2祭司毅然决然地投入这个混杂脏乱的人世间，让一贯慈悲怜惜世人的苦修士变成了一个刀斩人手的修罗魔鬼？”2祭司那双恐怖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黯然与追忆之色，片刻后温柔说道：“师兄去了。”海棠微微一怔，庆庙大祭司去世的消息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传遍了天下，但当时庆国朝廷发的明旨说的是大祭司常年在南方传道，久入恶障，积劳成疾，所以回京不久便病逝于床。而此时听2祭司如此说，海棠自然明白内情肯定不是这般简单，说不定庆庙大祭司的死
与庆国皇帝有莫大的干系。他双手合十，行了一礼，知道这话不能再问下去，对方已经给够了提示，也不会再说什么。先前您为何不阻止我点破您的身份？海棠沉默说道：今番大街杀人，难道您就不担心打草惊蛇，被庆国皇帝察觉到了些许蛛丝马迹？庆庙二祭司面无表情地竖起了3根手指。山有3旦，一名明，一名正，一名气。3旦自幼异于常人，被村人逐于荒野，若非师兄故，早已葬身野狗腹中。庆庙二祭司声若洪钟，须发皆飘，不怒而威。世人夺我师兄命，我当乱世人心，以明计杀人，以正生欺人，以己身为弃子，杀夷乱君，而安天下万民。海棠听明白了这句话的前2个意思，最后一个意思还是不甚了了，但心中依然涌起无数复杂的情绪。庆国朝廷内部虽然已有分裂之际，但冠庆国皇帝对于七路总督以及军方的强力控制，就知道庆国的统治本身并没有出现根骨上的问题。30大师今夜临街杀人，不外乎就是以铭记正声，向世人宣告庆庙的祭祀与朝廷已经不是一路上的伙伴。虽然2祭司并不足以代表整个庆庙与天下间的信徒苦修士，但这种表态依然有着极强大的象征意义。至于最后那个气字，海棠也终于想明白了。30大师心里也清楚，君山会的幕后主使者比庆国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今日行事，一方面是借机杀下戚妃，破坏庆国皇帝的施政大举，二也是毅然决然地弃了自己。或许这位2祭司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在失去了大祭司的教诲与约束之后，30大师又没有办法杀死皇帝，而且庆庙祭祀根本不想因为复仇一事而让天下黎民受苦。对于30大师来说，江南水寨众人本身就是满身血污的歹徒，杀便杀了，没有丝毫怜惜之心。可是内心强烈的复仇欲望与对局势的判断与对天下黎民的担忧，让这位3旦大师陷入一种精神的冲突之中，所以他才会将这些事情讲给海棠听，同时告诉他自己只是心甘情愿当一个弃子。我回京都杀人，转告苦河国师我今天所说的话。30大师沉默着，与壮阔身材极为不协的忧郁着，转身离开已经破开一个大洞的院落。海棠安静地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心里想着庆庙的2祭司就这样轻易地舍弃了自己，君山会却一定还有后续的动作，却不知道是针对远在江南的范闲，还是直接针对安做京都的庆国皇帝。看来这个天底下有很多人都不希望那名庆国皇帝过得舒服。大齐应该如何应对？3旦弃子。范闲看着海棠，似笑非笑，眼眸子里却跳跃着阴火。我听不懂你们这些人阴阳怪气的对话，我只知道如果他真的是想舍弃自己，这时候就应该直接杀入皇城正门，与大殿下领军的禁军与宫里的洪公公大杀一场，而不是跑到苏州城里来坏我的事，杀我的人。最后2句话的声音高了起来，语气十分严厉。至于弃之1字，海棠望着他平静说道，君山会肯定不希望2祭司这么早就暴露了身份，今天如果不是我在那处，大概也没有人有机会说出这个秘密。这句话里含的意思很清楚，敌人们的估算出了问题，2祭司杀人未果，于是干脆将弃就弃，将一切问题都在海棠的面前挑明了，以自己去吸引庆国皇帝的注意力，而隐去君山会其余的存在。范闲冷笑道，这位2祭司未免也将自己看得太重要了，陛下这个人或许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自信，却是比所有人都强烈些。如果我是你，我怎舍容那个光头就这么安生的走了？只是说几句油盐不加的淡话，便说服你不理不问。这位2祭司看来还真有当说客的本事。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却内含诛心之意。范闲在愤怒之余，很直接地表明，2祭司与海棠的对话当中，有一部分海棠并没有直接说出来。毕竟这是庆国内政，海棠身为北齐人，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做出什么事情来，谁也说不准。海棠也不生气，轻声解释道，君山会肯定是要保明家的，而那位老太君也中了你的激将之计，请人来杀下戚妃，这不都是你的意料中事？为什么还会如此生气？范闲一滞，没有料到海棠竟然如此不留情面的将自己阴险心思全展露了出来，皱了皱眉头，说道，不错，我是想逼着明家出手，不过我没有想到明家居然能请得动如此高手，看来我还是小看了所谓君山会。今夜江南居之前死伤惨重，夏七妃带入苏州城的江南水寨好汉，被那一把利刀杀死了8、9成，而监察院为了保住夏七妃的性命，也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6处7名刺客死了1人，此时还有4人陷入昏迷之中，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自从范闲接手监察院之后，这是监察院损失最大的一次行动，由不得他不自责愤怒起来，明明都是自己计算中的事情，可惜最后由于低估了对方的实力，而导致了这样的局面。而最让范闲生气的是，在计划之中，一旦逼得明家出手，自己就可以借机大势出击，但所有的这一切都毁在了长街之上，海棠的那声喊之中。2祭司，庆庙2祭司
顶多会与皇室打打交道。范闲如果想借这件事情查到明家身上，根本没有那个可能性。就算用监察院最拿手的阴晦手段进行栽赃，也根本不可能说服朝廷以及京都中的朝官们。没有人相信一个江南富族名家就可以驱使庆庙二祭司来充当杀手。这个事实让范闲产生了某种荒唐的挫败感。以往面对的敌人，就算不是对方做的事情，自己也可以栽赃让对方承认。如今明明是对方做的事情，自己正大光明的去追查，却没有人会相信。他无奈的摇摇头，挥手说道：“朵朵，你先去睡吧，先前我心情不好，说话冲了险，你不要太在意。”海棠有些意外的看了他一眼，皱眉问道：“今天晚上？”范闲深吸了一口气，强压下心中那股灼热的感觉，面上重新浮现起温柔的笑容，轻声说道：“很晚了，什么事情都明天再说。”为了今天晚上，范闲已经准备了许久，在此时却要突然放弃，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海棠有些纳闷的离开了书房，范闲一人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略想了一想，便开始提笔在纸上写了起来。他必须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向京都的皇帝陛下做一个汇报。其实在他的心里，并不以为二祭司的出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身为臣子，哪怕同样是不怀好心的臣子，也要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某种因为关心而惶恐焦虑的态度。写完了密信，他忍不住又拿起了旁边的一封信，信上的字迹十分干瘪难看，正是那位叫做陈萍萍的老人手书。信中陈萍萍没有说任何有关朝局以至官场的叮嘱，只是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乌鸦喝水的故事，告诫不在身边的范闲，不论是什么事情做起来都不能着急，越是心急，有时候反而就越没有水喝，往瓶子里扔石头。这是一个欲夺之必先予之的游戏。范闲看着这封信，眉头皱了起来。今天在内库大宅院里，明清达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极为深刻，那位名家老夫子处乱不惊的本事实在是很值得学习。相较而言，被自己成功的撩动了情绪，便暗中通知君山会当街杀人的明老太君，似乎就有些不足为患了。只是明家如今还是那位老太君掌权，这个事实让范闲的心里轻松了少许。动手的是二祭司，此事牵连甚大，今夜不适合马上动手。范闲想了想，决定将日子往后压几天，下期非命大没有死，明天内库的开标依然要继续，生活也要继续，日子也要继续。等一切平静之后，等石头塞到瓶颈的时候，自己再开始喝水吧。出门，他从思思手中接过一件大氅，说道。思思诧异的看了他两眼，心想这时候已经筷子时了，出门到哪里去？但心里清楚，少爷这时候急着出门，一定是有大事，所以也没有再问。范闲披着鹤氅，急匆匆地往名园前门走去，一路走，一路对身边的下属说道：“事情闹大了，马上发一级院令，在东南一路严加搜索那位二祭司的下落。”下属皱眉应道：“大人，庆庙向来归宫中管理，咱们也不便插手吧？”范闲微怒，斥道：“都杀到我们头上来了，我还不能杀他？”那名下属赶紧住嘴，发下了命令。其实范闲这句话里也存了别的心思。海棠先前说过，那名二祭司看模样是准备往京都校荆轲一次，范闲却是让监察院在东南一路查缉。影子不在苏州，监察院目前的人手根本不可能留下那名三旦大师。范闲此举不外乎是做个姿态，一来避免了自己的手下与这个高手再次相逢受到大的折损，二来又可以放二祭司入京。明明二祭司入京是准备玩屠龙，范闲却做这等安排，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走到正门之外，虎卫高达替他掀起了车帘，范闲一只脚踩在马车上，停住了身形，似乎在想什么，片刻后回身说道：“今天晚上被在外面的人手都喊回来。”那名监察官员微愕，心想难道今天晚上的计划取消？以他对提司大人的了解，如果他的属下吃了亏，他绝对会马上报复回来。难道提司大人忽然转了性子？不理会属下的惊愕，范闲钻进了马车。马车轮碾压在苏州城的青石道路上，发出得得的声音。此时夜早已深了，街上根本没有行人，只有那些得知今夜发生了事情的苏州府衙役们满脸睡眼惺忪的四处瞥着。不过他们还算好，至少比江南居街前的兄弟们轻松些。听说那里的弟兄今天晚上抬死尸，剪断肢，已经有好几位恶心的吐了出来。范闲半倚在椅背上，双手轻轻捏着自己的眉心，强行驱除自己脑中的疲惫与心中时刻准备跳江出来砍杀一阵的强烈冲动，任由马车带着自己在安静的苏州夜街上行走。马车之旁是几名虎卫，今天下七飞御赐，范闲出行的保安工作也加强了不少。没有过多久，马车便来到了江南总督府的侧门前，也来不及递什么名帖，范闲很直接的用自己的脸当了通行证，一路往总督府里钻。在总督府管家下人们满脸不解的拱卫下，直接来到了总督府待密客用的后园花厅。茶端上来，还没有喝两口，管家口中说早已睡了的江南总督薛清便赶了过来。范闲抬头看着薛清的打扮，一怔之后笑了起来。这位总督大人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哪像是刚从床上被自己闹起来的模样。看来今天晚上苏州城里的官员没几个人能睡得好。
薛青见他笑，也忍不住笑了，挥手让所有的人都退了下去，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很直接地问道：钦差大人连夜前来，有何贵干？范闲回答得更直接，竖起一根手指说道：今天晚上有人要杀我的人，所以我准备杀人。江南总督威正陷入了沉默之中，他当然清楚今天晚上苏州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料到一向阴狠护短的范闲肯定会对明家下手，只是没有想到对方会在事前来通知自己，这种姿态让薛青感到一丝舒服。薛青沉忖片刻后和声说道：本官能理解钦差大人此时心情。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理解当然不代表支持。范闲也明白这一点，明家毕竟是江南望族，族中子弟以数万计，在朝野之中的助力更是不知凡几。明家的手脚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江南百姓的生活中间，如果范闲想要动用监察院的武力对明家进行简单粗暴的欺压，那一定会引起无数的反弹，江南的局势说不定会因此形成大的动荡。江南不能乱，一旦乱了，身为江南总督的薛青自然首当其冲，他根本无法向朝廷和陛下交代，所以当着范闲的面，他只能说理解，而不肯说出其他的东西。而且对于范闲来说，黑旗仍在江北之地，不到最后一步，他是断不敢冒着皇帝猜忌、群臣大哗的风险调兵入苏州。所以此时他手头可以利用的力量其实并不太多，要对付明家这种角色，他很需要江南总督薛青的帮助，至少是默许。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连夜赶来总督府的原因。知道薛青在担心什么，范闲微笑说道：总督大人放心，本官虽有些豪放之气，但做起事来也是会讲规矩的。薛青心头稍安，他本不是长公主那边的人，所以对于监察院与皇子的斗争愿意置身事外。而今夜明家既然派人在江南居之前暗杀押镖商人，虽然谁都知道那个商人其实是水匪，但这个事实依然让这位封疆大吏感到了愤怒伤，便要有伤的本分与界限。明家今夜已经越了线了，更何况杀人所在的江南居可是总督大人的产业，内库16镖全部定下之前，本官不会动手。范闲望着薛青的眼睛，和声说道：后天之后，我会让明家为此事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受些教训就成了。薛青叹息着，像一个悲天悯人的苦修士。范闲微笑着，心里明白这位总督大人依然是不愿意事情闹得太大，而自己本来也就没有奢望，几天之内就将延绵百年的大族敲得雨打风吹去，说道：大人放心，我自有分寸。证据，关键是证据。薛青看着面前这位年轻的钦差大人，忍不住开口提醒道：这件事情并不是简单的官商争斗，而是朝廷势力间的争斗，如果不能拿到实证，想削明家的血肉，极容易被京都内的某些人抓住范闲的把柄。生活中从来不缺少证据。范闲安静说道：只是缺乏发现证据的眼睛，监察院的眼睛很亮。这两位江南一地权力最大的官员又密谈了许久，二人倦意难掩之时，范闲才告辞而去。如今的江南局势愈发的浑浊起来，就像这黎明前的黑暗一般，一眼望去，漆黑不知深渊之底。范闲靠在车椅背上沉沉睡去，浑然不觉车外的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苏州城的清晨未有钟鼓鸣起，春晓已至。虽然在这个夜里有很多人没有睡好觉，有很多人在忙碌着，甚至有些人是整夜都没有入睡，而且苏州城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内库新春招标的第2日还是如期到来了。这是规矩，这是朝廷往日的规矩。所以就算黄公公与郭征以苏州城禁言以及下七妃遇刺为由，要求转运司将招标的日期往后推迟几天，范闲依然斩钉截铁，无比强悍的要求招标必须准时开始，一刻都不准推迟。明家已经争取到了1晚上的时间，如果再给他们多些反应的时间，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范闲揉着发酸的眉心，强行掩去面上的倦容，看着鱼贯而入的商人们。他发现这些江南巨商的表情虽然依然平静，但眸子里还是藏着股奇怪的情绪。看来昨天晚上下七妃遇刺的事情也给他们带去了极大的困扰。范闲只是暂时无法判断出这种变化对于自己的计划是好还是坏。明家父子是倒数第2批走入内库大宅院的人，身后跟着族中的长随与账房先生，满脸温和的四处行礼。官员与商人们稍一敷衍便移开了眼光，谁也不敢当着范闲的面再和明家表现得太过亲热。当明家父子在正堂前行礼的时候，黄公公与郭征温言相待，很明显是在表示对对方的支持。范闲冷眼看着，笑着点了点头，便挥手让对方入座。明清达的眼神很奇怪，显得很镇定，看来对方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并不怎么害怕自己会对昨夜下七妃遇刺一事所进行的报复。在大门关闭之前，江南水寨的人也到了。夏七妃的身后，除了范闲派过去的那几名户部老官之外，贴身的护卫就只剩下了3个，其余的兄弟已经葬身在昨夜的长街之上。今日的夏七妃脸色惨白，看来受的重伤根本没有办法恢复，只是今天事关重大，所以他强撑着也要过来。与身上的绷带相比，他额上的白带显得格外刺眼与雪亮。
他后方的下属头上也戴着白色的布带，在这春季之中散着股冰雪般的寒意。带笑入内库门，几十年来这是头一遭。宅院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这样一群带着笑、浑身携着杀气的以四房强盗身上。以岭南熊家、泉州孙家为首的商人们行出房间，与夏七飞见礼，轻声安慰。夏七飞在下属们的搀扶下，缓缓走到正堂之前，看也没有看一眼第一间房内的明家父子二人，轻声开口说道：“夏某还是来了。”黄公公与郭征的脸色有些奇怪，范闲的眼角抽搐了一下，马上恢复了平常，平静一摊右手，沉稳而坚定说道：“只要你来，这里就有你的位置。”所有人都听明白了范闲这句话的意思，而黄公公与郭征却根本不可能由这句话指摘范闲什么。今天江南总督薛清称病而不治，如今大宅院之中便是范闲官位最高，明摆着薛清是让范闲放手做事。但是明家的靠山们也不会眼看着整个局面被范闲掌握住。黄公公略一沉吟后说道：“夏先生，听闻昨夜苏州城里江湖厮杀又起，贵属折损不少，不过这带笑入院与理不合呀。夏七飞的出身毕竟不光彩，所以明家那位老太君才敢请君山会的高手来进行狙杀的工作。毕竟如果能够将夏七飞杀死了，可以解决太多问题，而且事后也可以推到江湖乱斗之中。”黄公公此时这般说法，不外乎就是想坐实这一点。范闲却根本不屑在与对方计较这些名义上的东西，倒是听着黄公公说带笑入院与理不合八字后，怒火渐起，双眼微眯，轻声说道：“黄公公，不要逼本官发火。”这句话说的虽轻，但声音却像是从冰山的缝隙中刮出来，从地底的深渊里窜出来，那般冰冷阴寒，令闻者不寒而栗。不要逼本官发火。这句话钻进了黄公公的耳朵里，让这老太监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赶紧住了嘴，不和这个天杀的娘们少年赌气，就让他去吧。反正明家已经准备了一夜，待会儿只要自己盯着就不会出问题。如果这时候让范闲借机发起飙来，谁能拦得住他？坏了大事可不好。一旁正要开口的郭征也是心头一寒，赶紧将准备说的话噎了回去。昨天夜里他们都以为范闲会在震怒之余莽撞出手，所以彼此都已经写好了奏章，做好了准备，就准备抓住范闲这个把柄。没料到范闲反而是一直保持着平静，让他与黄公公好生失望之余，也都清楚范闲心里那股邪火一直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出来。一想到倒在范闲手下的尚书大臣们，郭征也退了回去。长公主要保的是明家的份额，又不是明家的面子。又是一声炮响，内库大宅院外的纸屑乱飞，烟气渐迷。范闲眯着眼看着这幕有些熟悉的场景，不知怎地却想到了去年在离开北齐上京的那一天，闻之庄莫喊死讯的那一刻。那一天上京城门外给自己送行的鞭炮，也像是在给庄大家送行。今天的鞭炮是在给昨天晚上死的那些人送行。夏七飞带着属下沉默地走回了以四房，将自己头上系着的白带取了下来，仔细地铺在桌上，笔直一条。身后的兄弟们也随着大哥将白带取下，铺直，一道一道，刚劲有力。范闲的眉头有些难以察觉地皱了皱，不知在想些什么。内库负责唱礼的官员再一次站到了石阶之上，内库第二日的开标正式开始。昨天一共出了5标，内库一共16标，除了最后的2分捆绑8标之外，还剩下3标放在最开始唱出。明家依然按照江南商人们之间的约定没有喊价，反而是夏七飞似乎没有受到昨天晚上事情的干扰，很沉稳地开始出价，夺取了其中1标，而其余2标被岭南熊家与杭州陈家得了。这大概都是昨天夜里在江南居上商量好了的事情。夏七飞夺的那标依然是行北的路线。范闲拿到花厅的报价之后，确认夏七飞得了此标，忍不住暗暗点了点头。夏七飞没有意气用事，这点让他很欣赏。这3标竞价进行的是平淡无奇，价钱也与往年基本相当，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地方。但场间所有的商人官员们都没有大的反应，因为谁都知道今天的重头戏在后面，就在明家势在必得的后8标中。行东南路兼海路2方货物共4标，开始出书，价高者得。内库转运司官员站在石阶之上，面无表情地喊着这句话，他不知道已经喊了多少年。每年这句话喊出来之后，就只有明家会应标，没有人会与明家去抢，所以喊起来是觉得寡然无味，意兴索然。但今年不一样。唱礼声落，第一个推开门递出牛皮纸封的正是以四房宅院里嗡的一声响，起了无数议论声。夏七飞这位传闻中明家弃了的七少爷终于开始对明家出手了。贾衣房里的明清达面色不变，似乎早已料到了这个局面。以往这些年中，因为自家的实力雄厚，加上长公主在后审看着，江南商人们没有谁敢与自己较价，所以明家在后8标里和崔家在前6标中一样，都是唱独角戏。这种戏码唱久了终会感到厌倦，今日终于有了一个人来和明家争上一番。明清达在微感警惧之余也有了一丝兴奋，他微笑着对身边的儿子说道：多二，压下他。明兰时大惊失色，
父亲的意思是说，第一轮叫价就比去年的定标价多出20%。那如果待会儿第二轮夏七飞真的有足够的银子，继续跟下去，自己这边怎么顶得住？明清达端起身边的茶杯，喝了一口茶，缓缓说道：“多出的2成，压的不是夏七飞，是别人。”明兰时大惑不解，心想今天的内库宅院之中，除了有钦差大人撑腰的夏七飞，还有谁敢和自家争这2大标？在这位明家少爷的心里，仍然坚定地认为夏七飞的底气来自于范闲私自从户部调动的银子，而其余的人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明清达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明镜似的。范闲昨天让夏七飞四处扫货，这就是想让江南其余的商人们变成一头饿狼，而一匹饿了的狼，谁的肉都敢啃上2口。当2封牛皮纸封递入花厅之中，所有关注着此事的商人官员们都将屁股落回了座位上，吐出了一口浊气，知道好戏正式上演了。但似乎有很多人没有猜到这出戏的走向。以1号房的房门也被缓缓推开了，递出了一封牛皮纸，封到门前官员的手中。泉州孙家，举院大哗，谁也没有想到泉州孙家居然会在2虎相争的时候来抢这杯烫手的羹。孙家，明兰时阵惊望着父亲说道：“他们家哪儿来的这么多银子？”明清达面色不变，说道：“孙家一家不够，难道几家还凑不出来？你难道不觉得熊百灵这老货今天变得安静了太多？还有那几个一直盯着咱们这边看的家族，如果不是心里有鬼，看这么久做什么？老夫脸上又没有长花。”正堂之上，那3把太师椅里坐着的官员心里也各有心思。范闲是早料到这个发展，所以并不怎么吃惊，而黄公公与郭征却是咬牙切齿，心想那个泉州孙家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在这个时候出来捣乱。在所有人紧张的注视之中，第一轮叫价的结果出来了。范闲拿着花厅那边的报价对照单子，不由在心里叹息了一声。按道明家能够在江南盘踞这么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在范闲的计划中，后4标才是自己与明家拼命冲价的时刻，因为从北齐方面挪过来的银子数目虽然巨大，但是周转需要太长的路线，终究还是有上限。而且夏七飞连夺5标之后，也付出了一笔极大数量的定银，如果可以毫无限度的进行假冲，夏七飞完全可以空口叫价，让明家接连吐血。问题在于，范闲一直看不明白明清达这个人，这位明家名义上的主人似乎不仅仅是名义上这般简单。范闲无法判断出，如果自己真的进行假冲，明清达会不会不顾长公主的严令，大致斩首。以范闲目前手中所掌握的银两，如果用来冲价，只有把握在第2个4连标中将明家冲的受重伤。万一明家真的在第3轮中玩得狠的觉得放手不要这4连标，夏七飞将价冲得太高，只可能有2种结局：一种根本拿不出4成的定银，一种就是成功的夺得前一个4连标后再无余力，眼睁睁看着明家不费吹灰之力夺了后面的那个4连标。第2个结局不是范闲想要的，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往东夷城的输货线路，所以在明家看来是必不可少的4连标，对于他来说是鸡肋。他根本不想夏七飞真的夺了这个标，但是如果眼睁睁看着明家如此轻松的夺了后面的4连标，范闲也咽不下这口气。至于第一个可能，如果真的报了价，在黄公公与郭征的虎视眈眈之下，在这么多人的眼光注视之中，内库之事就真的要前功尽弃，而夏七飞只怕也没有活路。综上所述，在范闲事先拟定的计划中，这第一个4连标是准备让泉州孙家出来放炮，而夏七飞的叫价只是虚晃一枪，并不打算去搏命。但看着花厅递来的报价单，范闲就知道明家那位老爷子早就已经猜到了自己的安排，所以第一轮的叫价竟然就到了那般恐怖的一个数目。孙家今天敢出手，就是因为昨天夜里自己通过实产力传递过去的信息。但面对着明家这般东山压顶式的攻势，再联想到昨天夜里明家悍然派人刺杀夏七飞，文武之火相攻，范闲开始担心孙家或许会被这一轮叫价给吓得不敢再加价。事态的发展果然往范闲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滑去。当场里的官员喊出明家高达380万2白银的报价后，满院大哗。而以1号的房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开过，孙家果然被吓住了。范闲微眯着眼，看着甲1号房里的明家爷俩，开始盘算在昨天夜里的刺杀事件中，这爷俩是不是真的如监察院调查所得，并没有怎么参与，主事的纯粹就是明老太君。刺杀夏七飞看似莽撞，但和今天的凶猛报价搭配起来，却能为明家吓退不少想趁乱火中取利的敌人。如果明清达真是一位这般会借势，连自己的母亲都要利用之人，范闲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对方第一轮报价一出，黄公公与郭征捋须而笑。只是黄公公的下颌下并没有什么胡子，所以显得有些滑稽，但至少可以看出这2人对于明家的出手以及众人的反应相当满意。以4号房里平静着，隔着窗棂，夏七飞用征询的眼神看了范闲一眼。范闲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用双手的掌心抹平了额角的飞发。这个暗号的意思是让夏七飞徐徐图之，既然孙家退出，夏七飞一定要继续出价，
只是这出价的分寸要掌握得好，既要让明家痛，又不能太狠，还得让对方很满意的接手这前4连标，而不会忽然脑子进水放弃，把这4连标扔给自己。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局面，就算夏七飞身后有几名户部老官帮忙，也很难处理的滴水不漏。唱里的官员再次站到了石阶之上，如是者两番。人们期待中的明家老大与老七的家族大恶斗并没有发生，以四房的强盗完全丧失了昨天的凶猛，极为谨慎小心的出价。不过虽然是谨慎小心，这第一个4连标的价格依然被缓慢抬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个原因固然是因为明家第一轮叫价就比去年夺标价高出2成，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以四房像牛皮糖一样缠住对方。最后叫价成功的果然还是明家，这个结果和这么多年来都是一样，只是标出的价却和往年有了太大的变化。512万两，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听着这个标价，心想内库的叫价规矩如果是5轮，只怕以四房的夏七飞和甲一房的明清达会将这个价钱抬到去年标价的2倍去。这个价钱着实已经高得有些离谱了。但范闲清楚，这只能说明前些年内库在长公主的操持下，行销权的价钱低得有些离谱，这个价钱明家不会亏本，说不定还有的大赚。当然这必须得是明家依然敢做海盗生意，在范闲的眼皮子底下依然敢往东夷城走私。所以范闲笑了，很满意于这个结果。明家今年就等着往这标里砸钱吧。甲一房明家512万两，得。一直有些打不起精神的内库转运司唱理官员，此时爆出内库开门招标10几年来最大的一个标额，终于显得精神了起来，报价的声音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得自出口即墨，毫不拖迟，显得干脆至极。不论对明家持何种态度的商人们也感觉到了一丝兴奋，为了这个数目唱起彩来。反而是甲1号房里的明家父子2人脸上却没有什么喜色，尤其是明清达眉间泛着浅浅担忧。他所想的与范闲所想的都一样，如果没有一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帮忙，这个4连标是赔定了。而最关键的，夏七飞那边叫价似乎有高人相助，将分寸拿捏得极好。这一标512万两银子，光定银待会儿就要留下200多万两，更何况对方真正搏命的出价肯定是在最后面。昨天一夜明媛连夜筹银，6房拢共也只筹出来了60几万两，远远不足明老太君定下的135万两的份额。而这个4连标已经超出了明清达的心理预算太多，后面该怎么办？太平钱庄的供银还有1半剩余，可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明清达的双手轻轻摁在身边的木盒子上，若有所思。明兰石看了满脸疲惫的父亲一眼，心疼无比。他知道父亲昨夜一夜未睡，连夜去苏州城里几家大的钱庄调银，直到凌晨才终于拿到了放心的数目。这个盒子里放的便是招商钱庄10万火急开出来的现票。你说钦差大人会不会还想要这后面的4连标呢？明清达疲倦叹息着。明兰石不知如何言语。日已中移，内库招标暂告一段落，由苏州府与转运司的衙役们抬进了饭菜，供各位大人与商家们用膳。官家提供的饭食虽然不如这些巨富们家中的饮食精美，但这些商人们依然吃得津津有味，凑在面有颓色的泉州孙家身旁，打听着什么事情。人们都在期待着下午，那是最后的决战。上午已经开出了500万两银子的恐怖数目，下午的绚丽到什么程度？没有人注意到明清达沉默地走上了正堂，来到了几位大人物用饭的偏厅之中，也不怎么避嫌，微笑说道：见过黄公公、郭御史，老夫有些话想禀报钦差大人，还请2位大人行个方便。黄公公与郭征大怔，心想这是玩的哪一出？难道明家想当着自己的面倒向范闲？可是也不可能这么正大光明啊！明清达久持明家，与朝中大官们来往匪浅，自有一股威严在胸。黄公公与郭征对望一眼，深信其人，便含笑退了出去，留给他与范闲说话的空间。厅中无人，明清达有些困难的一掀前襟，跪在了范闲的面前，并没有说话。范闲一手执碗，一手执筷，正在饭菜之间寻觅可口的下腹之物，眼光也没有往那边瞄一眼，只是说道：后面的4连标，本官还是要抢的。范闲的筷子在盘子里扒拉着，捡了块香油浸的牛肉铺在了白米饭上，缓慢地送入唇中，细细咀嚼着，品味着，依然没有理会跪在一旁的明清达。明清达不是个简单角色，这一跪所代表的意义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范闲需要时间思考，等他思考完了，他才轻轻放下碗筷，说道：明老爷子，您年龄可比我要大上不少，这怎么当得起？钦差大人双手虚扶无力，明清达却必须站起。官商之间的对话开始得非常平静与沉着。范闲望着他说道：老爷子准备交代什么？怎样的交代能换回范闲几名下属的性命？范闲怎样才肯放过明家？明清达并不清楚，也不需要清楚，他所需要的一切只是范闲能暂时放过明家，为家族以及京都方面换来必要的缓冲时间。现在局势太不明朗，就算自己准备做跟墙头草，也得知道风从哪边来。
他只是祈求着自己的姿态能够让钦差大人稍微松一松手，能让钦差大人相信自己也是有往他那边倒去的强烈愿望。范闲没有等这位老谋深算的明老爷子回话，说道：“你心不诚，所以无所谓投诚。”明清达面色平静，却叹了口气，说道：“钦差大人不能信我，非我不能信你。”范闲低下头说道：“你自己也不能信你，你在那条船上太久了，要下来很难，你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如果你还是在那艘船上，船上其余的人总会要保你平安。如果你到了本官的船上，你留在原来那艘船上的货怎么办？此货自然并非彼货。”明清达心里也清楚这一点，听着范闲的话，知道不可能说服这位年轻的钦差大人，带着一丝疲倦自嘲求道：“请大人指条明路。”范闲的目光依然停留在桌上那些菜修之间，略一思考后静静说道：“你有很多兄弟，最近听说以四房的夏当家也是你的兄弟。”明清达面色不变，心里却开始痛苦起来，自己明家跟随范闲的敌人已经太久，如果要让范闲真的相信明家肯倒向自己，除非他能够有把握将明家完全掌控在手中，而夏七飞明显就是范闲用来掌控明家的棋子，换了其他的任何人，范闲都不会接受这个协议。范闲这句话无疑就是给出了自己的条件，只是这个条件明清达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且不论明清达不可能放手自己的家族产业，只是想到夏七飞冰冷的眼神，还有那衣衫下面一道凄惨的鞭痕，他的心就开始纠结起来。在目前的局势中，进攻的是监察院，防守的是明家，而且明家步步后退。今日内库标价大涨只是一个事件串的头一环，后面的事情接踵而至，明家风雨飘摇矣。直到此时，明清达才发现，明前这位看似年轻的钦差大人，原来骨子里竟是如此保守谨慎加立刻阴险，面对着自己给出的如此大的诱惑，竟是毫不动心。直到此时，他才发现，原来范闲要的东西远远比自己所能付出的更多，不止40万两，不只是明家从此以后在江南的暗中配合，而是一种显得有些狂妄无比嚣张，奢求对内库产销全盘的控制，还请大人给条活路。明清达苦笑说道：“先前是谈明路，此时便只能谈活路了。后四标再这样下去，族中上万子弟，还有周边雇的无数下人，只怕明年家里都要揭不开锅了。明家不缺银子。”范闲看着面前的明家主人，心里对于对方越来越欣赏。明明是要挟自己的话，说的却是如此温和卑微，一点都不刺耳，反而透着古服贴滋润。待会儿的后四标，就当你明家把前几年吞的银子吐回来。他微微偏头，眯眼打量着面色有些颓败的明清达，心里不停猜忖着这位明家主人心中的打算，说道：“你应该知道本官的过去，过往年间你卖东西的手法，我很不欣赏。当然，本官不是不讲理的土匪，只要你们做事稳妥些，本官自然也会稳妥些。所谓稳妥，自然说的是昨夜之事。”范闲拿块尖敲了敲瓷盘之沿，发着叮当的脆响，最后说道：“值晚要龙吐珠，下块要凤点头，吃饭8成饱，吃不完自己带走。做人做事与吃饭一样，姿势要漂亮，要懂得分寸，这就很好了。”明清达知道在这位钦差大人面前不可能再获得进展，得到了范闲最后这句话，他心里稍微放松了少许。虽然不能全信，但他绝对相信范闲并没有逼着明家垮台的念头，对方始终是想将明家控制住，而不是摧毁掉。而要控制住庞大的明家，夏七飞不行，母亲不行，只有自己。明清达有这个自信，所以说待会儿自己肯定会因为后四标吐血，但心里明白往后的日子里与钦差大人还有的商量。商人最不怕商量，讨价还价是他们的长处。明清达十分恭谨地对范闲再行了一礼，便退了出去。看着明家当代主人微微佝偻着微现老态的背影，范闲再一次将筷子轻轻搁在了桌子上，微微眯眼。直到此时此刻，他依然瞧不出明清达这个人的深浅。先前那一跪代表的含义太丰富了，认输、求和、投诚，为昨夜之事补偿。如果明家真的有意倒向自己，那么今天内库这种光明正大的场合，反而是最好表露心迹的地方。问题就在于范闲根本不相信这位老爷子会甘心投降，自己的牌根本还没有出尽，明家也没有山穷水尽，习惯于站在河对岸的大树想连根拔起，移植到河的这面来，所必须经历的痛苦代价，应该不是此时的明家所愿意付出的。为什么对方会摆出这样一个卑微的姿态？他的上面可还是有一位老太君在，明家要投向哪方，这种关系到全族数万人前途的大事，明清达应该还没有能力做出独断。而且这一跪的并不隐秘，应该已经有人看到，而且马上会传开来。范闲的眼睛眯得更细了，难道对方是准备打悲情牌？在这个还没有产生阿扁这种人物的世界中，悲情或许是可行的一招，只是刻意在众人面前跪自己一跪，这又能悲到哪里去？如果换成别的官员，面对着明清达所表现出来的倾向，一定会心中暗喜。只是范闲不这般想，因为正如明清达所料，他要的东西太多，不是明家给得起的。而且
他为这件事情已经准备了许久，他有底气吃掉明家，而不是接受明家的投诚。既然不论什么时候范闲都可以吃掉明家，那他凭什么还要与明家讨价还价来获取对方的投诚？非不为，非不能，实不屑也。清风跨门而入，吹拂走内库大宅院间残留的食物香气，吹拂走有一丝的鞭炮火香，只有凝重的氛围却是始终吹拂不动。庭院间弥漫着紧张，有若千年寒冰，有若河底巨石。春日春风难容，大江巨浪难动。负责唱礼的转运司官员的嗓子已经嘶哑了起来，不是因为说的话太多，不是因为喝的水太少，只是因为紧张。沿着甲乙两廊而居的各房居商们也早已坐不住了，隔着镂空的门铃，站在房门高间内，紧张地盯着外面。下午是内库后4标的叫价，2轮叫价之后，没有人再喝彩，甚至没有人去抹额上的冷汗。上午被明家吓退的泉州孙家，面色惨白地听着价，双眼无神地看着外面，被那2家疯子又惊吓了一番。所有的商人们都觉得今日之行开了大眼，同时也是受了大惊。那是银子，那是银子，凭什么甲一房的明家和以4房的夏家就敢那么往外扔？难道在他们眼里，那些厚厚的银票和废纸没有什么区别？岭南熊家的熊百灵双眼通红地看着外面，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对身边的账房先生说道：“刚才唱礼官是不是报错了？”熊家的账房先生抹了抹额头的冷汗，花厅核算的数字怎么可能出错？这天爷爷啊，夏当家的昨天被杀了几个兄弟，今天开始发狠发疯，这明家居然也跟着发疯。明老爷又不是强盗。熊百灵的口水紧张地来不及吞下去，噎在中间险些呛着了，反手夺过一名下属手中的茶杯灌了下去，压低声音骂道：“夏七飞就是明老七，我看是他们兄弟2人干起了真火，兄弟戏于墙，当真刺激。明家人看来骨子里都有些疯。”不止唱礼官的声音颤抖着，江南巨商们不停冒汗着，就连坐在正堂之中的那3位大人此时都开始紧张了起来。听着第2轮的叫价，黄公公与郭征对望一眼，脸色变得煞白一片。他们2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内库开标最后的4连标竟然被范闲和明家哄抬到如此恐怖的地步。明家这4连标是亏定了，而且是大亏特亏。对于黄公公与郭征来说，明家的进账减少，江南往经理送的见不得光的银子自然也要少太多。想到此节，这2人盯着范闲的目光便有些怨毒。范闲虽然用强大的心神保持着面部表情的平静，但如果有细心的人，依然可以看出钦差大人紫色官服的江喜硬挺，袖口有些微微颤抖，薄而秀气的嘴唇抿得有些紧，耳垂下面微泛红色，毕竟像今天这种场面实在有些少见。庆国皇帝号称天下最富有的人，但范闲敢打赌，一向不入户部库房的庆国皇帝这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银票随着唱礼官嘶哑颤抖的声音在天上飘来飘去。1150万2白银。庆国开国10年之后，举国的财政赋税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将1000万两。哪怕是如今已入极盛的庆国，这样一大笔白银依然是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这1000多万两银子，如果用来在江南上收买死士，足以挥手间灭掉东夷城4周的那些诸侯小国，足以成一方之霸。这样大一笔数量的银子，可以换来多少美人？可以打造多少战马兵器？如果全数投入民生之中，可以修多少里的堤？可以煮多少锅粥？可以开多少堂？可以救活多少人？而如果全部换成银锭，又可以压死多少人？上午的500万两银子已经是内库有史以来的最高标价，而下午则是轻轻松松突破了纪录。尤其是第2轮叫价，明家便喊出了破1000万两的价钱，这不止破了纪录，也突破了所有人的心理防线。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当然要归功于明家目前所处的内外交困局面，以及范闲从北齐皇帝手中借来的大批真金白银。明家必须抢这个标，而夏七飞却有对冲的能力，种种因素加在了一起，才造就了这样一个恐怖的数字。范闲喝了口凉茶，强行压下内心的情绪，打了个很隐秘的手势。可以了，就到这里吧，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直到此时，范闲才渐渐有些明白了明清达的想法，陛下的想法，很多人的想法。明清达夺标之时，极为服帖的依照范闲的计划走，一方面是受到了信阳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存的想法则有些玄妙，左右不过是送银子，喊价低，赚了银子一部分要交给信阳，喊价高就等于把银子送给内库，也就等于是送给陛下和范闲。明清达看是看得极准，他看出来朝廷需要自己的银子，所以干脆来个狠的，把自家的家业恨不得砸一半出来。如此一来，又夺了标，又合了范闲的意，两边不能得罪的人，他一个都没得罪。只是可惜得罪了钱，这么多真金白银，也不知道明家要花多少年才能恢复元气。所谓花钱消灾，明家这一次用在消灾上的银子，实在是下了血本。而在范闲看来，明家在经济方面的实力实在已经大到过于恐怖的地步，这样一种存在，庆国皇帝是断然不会看他们做大，要不然就是削弱对方，要不然就是摧毁对方。这就是皇帝让范闲下江南的真正用意。
而明清达也很清楚地把握到了这个意图，只是当年沈万三依然是死了，明家能活下去吗？这是后来的事情，范闲也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但对于明家的表现，范闲感到很受用，所以他才会做手势让下妻妃不再出嫁。不是小农一时作祟，也不是心存怜悯，而是范闲知道明老爷子的戏肯定还没有演完，1150万两银子已经足够了。范闲不希望让朝野之中的议论太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负面评价。看到已四房的强盗停止了喊价，包括官员商人们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看戏，没有看全场的遗憾与恼怒，反而都是同时松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今天下午的叫价太恐怖，那个数字太敏感，商人们不愿意引发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官员们也不希望事态被牵引到爆发的程度。花厅的户部内，库联审官员们开始进行紧张的审核工作，最终确认了这一标，用朱笔认真而紧张地写好底书，交由前厅。那名唱理官员走到石阶上，咽了口水，润了润嘶哑火辣辣的嗓子，颤着声音说道：行东南路兼海路一方货物，4标连标，甲一房，明家1150万两，得。没有人喝彩，没有人哗然，所有人都恨不得赶紧逃离内库大宅院，离这个数字越远越好。父亲，父亲！就在这个时候，离正堂最近的甲一房内传出一声惊呼声，一时间众人都惊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看着那方，不知道明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您这是怎么了？来人啊，来人啊，快来救人！甲一房中传出明兰石少爷惊慌失措的呼救声，杂乱的声音。官员们赶紧推门而入，这才发现原来明家主人明清达面色铁青，已是昏厥在地。不论官商，都以为自己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有人都以为明家主人被内外压迫，强行抢了这4连标，却被迫标出了天价。一想到明家有可能因为这笔天价而走向衰败，明老爷子急火攻心，这才昏迷不醒。所有人都知道明家是被谁逼到了今天这样凄惨的境地之中，于是乎庭院内所有人的眼光都下意识里投向了站在石阶上的钦差大人。范闲并不怎么惊慌，眯眼斥道：慌乱什么？赶紧封库存银，等程序完了，赶紧送明老爷子去就医。内库开门关门都有一整套程序，宅院里放的银票又极多，所以很花了一些时间，一直昏迷不醒的明老爷子才被抬了出去，搬上了范闲特准驶至门前的明家马车，直往医铺而去。谁也没有料到，热热闹闹的内库招标，再连创几个记录，惹来无数凶险之后，竟然会如此凄凄淡淡的结尾。看着明家远去的马车，想到生死未知的明家主人，江南的商人们都不由唏嘘不已，心中生出几丝兔死狐悲之感。明家人先退了，商人们在经过检验之后也退出了内库宅院，剩下的全部都是官员，开始进行内库最后的收尾工作。既然是卖钱的营生，自然清点4成定银票的工作才是最关键的。3位大人物站在花厅之中，看着户部与转运司官员登记入册上封条。范闲看着明家最后那高达400万两的定银之中，最下方夹着一厚叠招商钱庄开出来的银票，眼睛微微一眯，知道事情终于成了。本来在计划之中，最后这4连标逼着明家要用招商钱庄开出的现票，范闲还要刻意为难一番，毕竟招商的信用不如天下好，而到时黄公公与郭征肯定会为明家说话，如此一来，范闲又能将自己摘得更干净。只是没有想到明清达行事如此干脆利落，范闲也就懒得再在小处上抹浆子，只是最后明清达的昏倒。装，你继续装。范闲心里冷笑着，面上却带同情之色，对身旁的黄公公叹息道：明家艰难中标，只是明老爷子到底还是年纪大了，竟是经不得这般惊喜，反而昏了过去，这喜事不要变成丧事才好。正搓着手指看着银票流口水，而且依然有几分紧张的黄公公听到钦差大人的说话，一怔之下险些将自己的手指头给撅折，开口就想骂，却又不敢骂，心想哪有你这等完了人还说风凉话的家伙。黄公公气哼哼的没有说什么，郭征却皮笑肉不笑说道：今年内库进项比往年足足多了8成，此事传回京都，陛下一定会对小范大人多有嘉奖，来日封王封侯指日可待啊。以范闲的身份，以他如今把持的权力，日后封王土侯本就是板上钉钉之事，他也不想听郭征的马屁，冷笑说道：全靠诸位大人，还靠江南众商家体恤朝廷，宁肯亏着血本也要贴补内库，至于本官在这件事情里却是没起什么作用的。郭征一滞，心想明家今天把裤子都快要当了，还不是被你逼的，居然还有脸说自己没起什么作用。他冷哼一声，也不再说话，只是在心里不停骂着：装，叫你继续装。你知道大殿下沙湖马时拉的那种铜刺线是怎么发明出来的？那不是铁的吗？差别并不是太大，你知道吗？说实在话，北齐还真没有这个东西。北齐君臣对于南庆内库3方里的军工产品也是最感兴趣，好不容易今天谈话的一方主动提起了这个，
另一方的姑娘家自然感到一丝高兴，很诚恳地说道：“不知道。哦，铜线这个玩意儿很难啦。”那个温温柔柔的声音叹息道：“听说是江南的商人们为了抢一块铜板，硬生生拉出来的。”这个笑话本身是有趣的，但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比较寒冷，所以姑娘家只是翘了翘嘴唇。他又问道：“你知道沙洲那里沙湖破开大堤入河的通道是怎么挖出来的？”姑娘家摇了摇头，不是很想陪他玩这些东西。那人摇头晃脑道：“因为江南商人掉了一枚铜板到大堤上的一个老鼠洞里。”海棠看着讲笑话的范闲，静静地看了他半天，才开口说道：“这两个笑话我能听懂，我只是不知道你想说什么。”范闲挠了挠有些发痒发痛的发颈，思思这2天精神不大好，天天梳头发的时候用力过猛，头后发丝拉得太狠，所以起了些小红点。他一边挠着一边说道：“这两个笑话告诉我们，对于商人来说，吝啬永远是最值得赞赏的美德，而利益永远是他们无法抵御的诱惑。”这是他前世听的关于犹太人的2个笑话，这时候用在江南商人的身上，倒也并不怎么别扭。他转过身来，对海棠指了指自己的背心，刚才给自己挠痒，结果痒的范围迅速扩大，马上跑到了天沙的后背正中心。虽然以范闲的小手段，手掌可以轻松地抠到那里，但感觉不大好，所以他指了指自己的背心。海棠瞪了他一眼，手却已经伸了过去，隔着衣服在他的背上轻轻挠了起来，感觉到那只可以轻松打败2祭司的妙手在自己的痒处用无上心法挠着。范闲只觉魂体舒泰，舒服地呻吟了一声，继续说道：“吝啬是商人的天性，明清达这么肯割肉，就有些出乎意外了。而且事关利益，明年我肯定要安抚一下泉州孙家以及今年落空的商家，所以要麻烦你告诉你家皇帝知晓，明年顶多能保持今年的份额，再多那是极难的。”海棠嗯了一声，紧接着他又继续问道：“明家准备怎么处理？看样子你对明清达的态度很满意。”范闲摇了摇头，认真说道：“他的态度并不能完全代表明家的态度。那天夜里的事情还没有收尾，我也不可能收手。明家如今的伤势全在经济体上，以后的1年中，单靠内库出货卡他，我就可以让他家继续流血。但明家整个机体还算健康，如果想把他们一口吃掉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要我在江南1天，我就会隔些日子就去削块肉下来。所谓蚕食，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只是海棠听着不免有些替明清达悲哀。那位明老爷子摆足了低姿态，却依然没有办法控制范闲强悍的计划执行。似乎猜到他在想什么，范闲谢释道：“明家肯定不会坐以待毙，问题在于这次小严定的计划和对付崔家不一样，监察院的手段全部是见得光的手段，我所进行的事情全部依足了庆律规条，这不是阴谋，只是阳谋。面对着实力上的差距，明家不可能进行正面的反击。你不要以为明清达纯粹是想息事宁人，他还不一样，是在耗时间，等着京里的局势发生变化。”他加重语气说道：“对于明家来说，京都的局势一定要有变化，不然他们就只有等着被朝廷吃掉。”海棠轻声接道：“所以你不会让他们就这么安安稳稳地等下去，而是要赶在京都局势变化之前，尽最大可能削弱他们的实力。”“不错。”范闲面无表情说道：“一切依足规矩来，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明家的声誉好的有些难以理解，内库转运司的账目上找不到任何问题，对方抹平痕迹的能力太强了，如今那座岛上又再没有消息过去，似乎有人在帮助他们遮掩。面对着这样一个看似温和有德的大家族，如果我或者说监察院对明家逼得过于紧，明家摆出来的姿态度过于可怜，江南的市民百姓们或许会有反弹。你不是一个在意别人议论的人。”海棠笑盈盈说道。范闲也笑了起来：“这话确实，不过我不在意，不代表陛下不在意。陛下想青史留名，又想君权永固，这本来就是麻烦事。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朝廷有太多办法可以直接把明家削平，为什么一直没有动手？还不就是因为怕在人心之中落下天子寡恩，朝廷阴刻的印象，怕在史书之上留下不太光彩的一笔。庆国皇帝是这种人吗？”海棠疑惑问道。“相信我。”范闲苦笑说道，“陛下确确实实是一个好明之人，不然前次天降祥瑞，他也不会非要与你的皇帝争那口闲气。这次陛下派我下江南收明家，当然是希望我能做得漂漂亮亮，又要把明家踩死，又不能落下什么不好的名声。如果到时候江南甚至天下的百姓都为明家抱不平，京都里面那些势力再一闹腾，就算陛下无情到愿意让我去当黑狗，也要被迫把我召回京去。既然如此，今天已经是内库开标之后的第4天了，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海棠好奇问道。范闲笑着说道：“谁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抱月楼的事情，我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提到抱月楼，海棠的感觉便有些古怪，叹息说道：“你向我借银子去修河宫，倒也罢了，可是我大齐朝的银子，你却拿去开妓院，这消息传回上京，只怕陛下会笑死我这个小师姑。”范闲知道
这位北齐圣女对于自己开青楼一事，总有些不大舒服的感觉。她正色说道：“何公是行善，你所知道的，我马上要着手进行的安置流民工作也是行善。但其实你不清楚，开青楼也是行善。”海棠大感疑惑，心想青楼逼迫女子行那等可怜之事，和行善扯得上什么关系？人类最古老的2个职业，一个是杀手，一个就是妓女。范闲打了一个响指，又指指后背，示意海棠不要停止挠背的动作。这事儿你改变不了，我改变不了，连我妈都改变不了。既然如此，这个行业绝对会永远的存在下去，那我们就不如把这个行业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定下一些规程，尽可能的保护那些可怜女子的利益。先说了古龙的名言，又重复了一遍当年说服时产力的说辞。范闲严肃总结道：“我开青楼就是为了保护那些妓女，而一味将道德顶在头上，不理不问，两眼一遮便当这世上并无这等事情，那才是真正的没有一颗人心，把那些妓女不当人。”当范闲具体说到抱月楼的诸项新政，比如请大夫和月甲之类，海棠给范闲挠痒的手就已经停了下来，微感震惊地望着他的后脑勺，似乎没有想到范闲说的居然不是虚套的假话，而是真正在做这些事情。等听到最后那句话时，海棠脸上的佩服之色一现即隐，轻声说道：“安之说的有理。”范闲有些意外的回头，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认真的回话，这感觉真不好，像是徐子林在说服施尼姑。他摇摇头，将这个令人难过悲哀的联想赶出脑去，没头没脑说道：“朵朵，对不起。”这次轮到海棠意外的嗯了一声。范闲说道：“前几天你我2人生分了线，事后我想了想，这主要是我的问题，当然也有你的问题，可是归根结底是我的问题。”虽然海棠不是很明白他想讲什么，也不理解这个古怪多于占字数兼灌沸水的句式，但依然很轻易地联想到在北齐上京城外的古道边，面前这位年轻人曾经说过的8、9点钟太阳，世界你的我的之类。他的唇角泛起了一丝浅浅的笑意。范闲拍拍双手，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奢求朋友之间的坦诚，但其实对你是不够坦诚的，所以这是我的问题。而你自从离开北齐来到江南之后，天天要盯着那么多银子，还得担心我如何，你的压力太大，让你心绪难宁，不及当初，无法成功的化解这份压力，是你的问题。但是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归根结底，这些压力是我弄出来的，所以这问题也是我的。”海棠笑了起来，掩嘴只露出那双明亮有若青湖的眸子。范闲微微一怔，下意识里说道：“眼睛挺漂亮的。”两人间第3次嗯。范闲呵呵笑道：“没想到你也有小姑娘的一面，不过说到底，你到今天也没告诉我，你到底多大了？”看到海棠微怒神色，他不置可否的挥挥手，说道：“转话题，刚才不是问为什么这2天对明家没动作？你说你忙着妓院的装修工作。”海棠也是会开玩笑的，只是偏生涩了些。范闲点点头，笑道：“这是一桩。当然，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在等下妻妃养伤。”3月26的晚上，苏州西城一带盐商皇商府邸聚集的地方，红灯高悬，鞭炮喧天，一片喜气味道。原来是这些日子在内库一事上出尽风头的江南水寨统领下妻妃，正是在苏州城里置办了一座院落，今天第一次开门迎客。其实真正的江南巨富，在苏州城外江南水乡之中都有自己的大院，平日也都是居住在自己的庄园之中，很少留在城中。但是他们每一家都必然在苏州的西城里预置一座豪奢的住所，因为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与家族实力的展现。西城地价极贵，而且一向没有人愿意卖房产，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住进来。而夏七妃能够成功的开了自家的宅院，这就代表着经过内库一役之后，江南已经承认了他的资格。当然，住进苏州城的夏七妃当然要把自己洗得干净一些，脸上不留一丝黑道，所以自然不能以江南水寨统领的身份入住。他如今的身份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夏明记的东家。夏明记自然也是新开的商行，这名字里暗藏的意味，前来道贺的商人们心知肚明。那个明家是如此的显眼刺目，只是不知道明家今天会不会派人前来。听说明家主人明清达老爷子那天昏厥之后，整整2天后才醒过来，身体虚弱的一塌糊涂。一辆马车停在了夏府之前，马车全黑，没有任何灰迹，但是四周虎视眈眈的护卫与街中顿时多起来的陌生人，无不彰显了这辆马车的身份。正围在夏宅门口的商人们赶紧走了过来，对着马车躬身行礼，又热切地准备迎接马车中人。马车内，范闲对三皇子和声说道：“殿下，您真想凑这个热闹，似乎有些不大妥当。”三皇子甜甜一笑说道：“我知道老师在担心什么，不过既然老师今天不避嫌疑来为夏七妃注事，多加学生一个也不算什么。”范闲笑了笑，知道这个小家伙无时无刻都没有忘记宜贵嫔的教导，死活都要与自己绑在一处，不仅是心理上的，更是在舆论上。一大一小，
苏州城里的2位贵人矜持地下了马车，引来车外的一阵喧哗与此起彼伏的请安声。范闲站在房间内，用手摸着明显是新做好的书桌，嗅着鼻尖传来的淡淡青木香味，心想这个世界别的不咋地，不过新装修的房子没有甲烷的味道，这条好处就足够了。他忽然间心头一惊，发现自己已经有很久没有想起过原来那个世界的事情，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或许是自己越来越适应这个世界了，可为什么自己的心里那种不知名的渴望一直还在挠着，让自己心里发痒，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渴望什么东西？不是烟草，不是 A 片，不知道是什么。他从走神里摆脱出来，才发现夏七飞和三殿下都怔怔望着自己，不由自嘲一笑，说道：青城你受了伤，自己坐着，不要理我，我经常会发呆的。知道钦差大人与三皇子联袂而至，前院来道贺的江南商人们一是暗中羡慕夏七飞的运气，心惊于钦差与三皇子不避人言的举动，另一方面也不敢过于喧哗，所以前院饮酒作乐的声音并没有打扰到后园书房里的谈话。夏七飞其实很震惊于范闲的到来，更何况跟着他前来的还有一位三皇子。范闲摇头说道：如今的江南，谁都知道你与我的关系，我想京都里也应该知晓了。既然如此，何必再来遮遮掩掩？夏七飞看了三皇子一眼，一想到坊间传言，便也不怎么避讳，直接说道：提司大人，下属怕为您带来麻烦。有什么麻烦？范闲望着他温和说道：你替朝廷办事，最近看似风光，但实际上吃了不少亏。夏七飞想到那夜死去的兄弟，面色微暗。伤好了些没有？范闲问道。夏七飞恭敬应道：好多了。范闲稍一沉吟后缓缓说道：你不用担心太多，关于明家，我的态度是很坚定的，或许进度会慢一些，但是你不要以为本官是被谁的姿态给蒙骗了过去。明家当代主人明清达在内库大宅院内的那一跪，以及中标之后的那一次昏厥，这些天早已传遍了苏州城内城外，所以夏七飞作为范闲手中的那把刀，最担心的就是握刀的手会不会忽然转了念头。这时候听到范闲做出了承诺，夏七飞伤于之身，无由精神一阵复仇，夺回明家是他此生最大的心愿，如果没有范闲的帮助，他永远也做不到。范闲看着他的神情，沉声说道：你为朝廷办事，朝廷就要为你撑腰。再说直接一些，你既然是本官的人，本官就必须光明正大的昭告世人，这个关系不需要扯脱，也没必要遮掩。将来你在江南办事，往北边输货，有这层影响，都会轻松许多。夏七飞面现感动，心里却有些惶恐，不知道提司大人为什么如此着急于挑明此事。其实夏七飞如今还一直以为自己是在为朝廷办事，他不明白范闲用他并不代表着朝廷用他。让夏七飞往北边输货，通过当年的崔家线路与北境内的范思哲接头，在南范咸北皇帝的庇护下重新打通那条走私线路，这才是范闲的目的。如今南边有监察院暗中理着，北边的镇抚司指挥使魏华既是范闲的老熟人，又是北齐小皇帝信得过的人，这条线路本身就已经是天衣无缝，唯一需要再锤两下的就是起头处的夏七飞本人。范闲今日顶着议论前来，不外乎就是用世人的言论将夏七飞牢牢绑在自己的身边。今日之后，不论是谁都不会相信夏七飞不是范闲的心腹。日后走私开始，夏七飞便是想出卖范闲，只怕也没有人敢相信他。而且范闲的敌人也会针对夏七飞，江南居之前已经是个良好的开端，这样只能逼着夏七飞把范闲抱得更紧。以外花儿老本心绑人上船，三皇子是死乞白赖的要上船，夏七飞却是不上也不可能后天。范闲离开夏府之前，最后对夏七飞嘱咐道：需要的手续应该就齐了，到时候就该你出马了。夏七飞微感激动，虽然心里明白提司大人只是需要自己来吸引住明家的注意力，但是自己终究可以在苏州府里吼上一嗓子，似乎距离自己的人生目标也越来越近了些。不过你也明白。范闲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庆律对这种事情并没有成立，对方是长房长子，依律论他是占便宜的，就算院里帮忙也不大可能获得理想中的结果，失去的东西再想拿回来，方法有很多种，你不要着急，也不要过于失望。夏七飞心头微颤，总觉得面前这位年轻的提司大人说的不仅仅是明家之事，上下级之间似乎因为家产这两个字而产生了某种同调的和谐。他一抱双拳，感动说道：因夏某之事令大人费心，实不敢当。当得。范闲怜惜说道：打一开始就说明了，本官也是利益为先之人，你不要过于细怀。他越强调利益，夏七飞越觉得对方真诚，连连行礼，将他与三皇子送出府去。准确来说，范闲与三皇子只是在夏家里略战了战便离开，前后不过一盏茶的时间。不过这其中所表露出来的姿态与决心，必将通过那些商人官员的嘴巴传出去，传到明家主事人的耳中。马车离开夏宅后，并没有急着回花园，而是往北城驶去。苏州北城多是江湖好汉，
所以车旁的护卫们也紧张了起来。后天是什么日子？三皇子睁着纯良无害的双眼问着范闲。范闲应道：下期飞入苏州府衙，状告名家应夺家产一事。安静的苏州长街上，清晰响起的马车车轮声掩盖住了车中的一声惊呼。三皇子一惊之后说道：这官司还能打？为什么不能打？范闲微笑道：打不打的赢在一说，但打是一定要打的。三皇子毕竟只有9岁，还是个小孩，听着这事儿就来了兴趣，说道：先生，到时候咱们去瞧热闹吧。听说夏七飞的亲生母亲就是现在的明老太君活活打死的。范闲叹了口气，打的是家产官司，又不是谋杀旧案，扯的只是庆律文书上面的条文，没什么意思。三皇子好奇道：先生，没成算？梅范闲苦笑着摇摇头，如果这都有成算，那何苦还做那些手脚？只求将时间拖着，拖得越久越好。三皇子闷闷不乐地坐回了椅上，看着四周往后掠去的陌生街景，下意识问道：这时候不回华园，是去哪里？范闲望着他说道：陛下让殿下随我学习，殿下也一直用心，既然今日殿下也随臣出来了，就顺路去学一下您将来一定需要学习的东西。三皇子一怔，不知道范闲说的是什么。马车由西城至北城，却没有进入那些汉子们常年盘踞的所在，反而是悄无声息地沿着一条巷子转向西面，借着夜色的掩护，与身后启年小组成员们地暗中警戒，摆脱了可能有的跟踪盯梢，消失在了苏州城中。马车在一处民宅外停了下来，这里地势僻静，极难被人注意。高达从驾位上下来，手掌握住身后长刀之柄，冷漠而细致地观察了一阵后，握拳示意安全，范闲才牵着三皇子的手下了车。如今留在范闲身边的6处刺客们都在养伤，唯一完好的2人，范闲也不舍得再让他们出生入死，所以目前的人身安全全部交给了虎卫和启年小组负责，做起事来显得愈发的小心。沿着安静的门洞往里走着，三皇子心里觉得有些发毛，四周一片黑暗，鼻子里却能闻到一丝火焰的味道，这种感觉让人有些毛骨悚然。小孩子下意识里抓紧了范闲的手掌，入屋转到另一个房间，却是一间卧房，房中一应用具皆在，大床妆台，甚至床上还有一对夫妇正在睡觉。三皇子张大了嘴，半天没有发出声音来，心想这玩是的哪一出？范闲微微一怔，回头看了领路的监察院官员一眼。那名官员面色不变，径直走到床边，一拉床架上的挂钩，只听得咯啦一声，床的上头那面部围缓缓拉开，露出一条斜斜向下的道路，然后比划了一个请的动作。在他做这一切的过程之中，床上那对夫妇只是往里挪了挪，并没有任何反应，看也没有看床边的人一眼，就像是瞎了聋了般，又像是范闲这一行人都像是幽灵一样。范闲看着这一幕，不由苦笑起来，挠挠头，总觉得很像前世看过的某种小说，没有想到如今却在自己的眼前成为了事实。这间民宅自然就是监察院4处放在苏州城里的一个暗狱。到了此时，三皇子自然知道今天来的是什么地方，牵着范闲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地下通道里走去，心里打着鼓，颤声说道：老师，虽然学生是皇子，但是依朝中规矩，学生是没有资格知道监察院暗狱的。范闲笑道：每个州城里都有3到5处暗狱，又不是什么出奇事物，至于规矩，有我在这里，没人能说什么。他是监察院提司，在陈萍萍那封手书之后，他便拥有了监察院绝对至上的权力。听到范闲这般说，三皇子略放了些心，在那些幽暗灯光的衬映下继续往前行进。其实监察院4处在苏州城的寓所并不是最大的，但却是最隐秘的。下行不多久，便到了一间密室，室内灯光宁静凝重，昏暗映照着有些逼仄的房间。房间里生着一炉炭火，2把烙铁，几盒药物，几把长凳，10几只或长或短形状各异的金属尖锐物，正是逼供的标准配置。尤其是配上刑架上面那2个奄奄一息、血肉模糊的人，更是清楚无比。范闲嗅着这股熟悉亲近的气息，忍不住抽了抽鼻子，感觉三皇子的手握得更紧了，心里不由笑了笑。这小孩子在宫中京都中行事阴险，但毕竟还是小孩，哪里真正见过这等土场一般的场景。正在逼供的4处官员，因为热的缘故，已经脱了衣服，赤裸着上身做事。见着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忽然来到了暗狱，唬了一跳，赶紧匆忙的4处找衣服穿。范闲挥手止住他们的举动，说道：继续做事，问得怎么样了？一名官员正穿了一个袖子，狼狈不堪地走到屋角的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拿了几张纸过来，正是逼供所得。范闲拿着看了一眼，不由皱起了眉头。正是因为自己一直记着君山会的事情，所以为了抓紧时间，今天亲自来看审问的情况，没料到已经是好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太大的进展。被监察院抓获并且一直上手段的2个人，正是3月22日夜间在江南居前刺杀夏七飞的2只如燕子一般的刺客。当日，这2名刺客中了6处箭手的毒，剑击极快，便想逃跑，
但没料到途中却被海棠给打昏了。事后范闲这边自然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并且藏到了一个暗喻之中，严刑逼供，就是想知道一点君山会的内情。对于监察院来说，君山会实在有些神秘，而连监察院都没能掌握的势力，由不得范闲担心起来。一个松散的组织，却能把庆庙的二祭司当棋子。范闲皱眉看着下属们逼供的成果，这2名刺客是江南一带出名的杀手，武功高强，行事阴辣，不过似乎却对君山会的了解不多，只是被名家用银子买来行事。弄醒他们，他有些无奈地摇摇头。一名官员拿了一个小瓶子凑到刑架上的2人鼻端，让他们嗅了嗅。只见那2人一阵无力的挣扎，肌肉一阵扭曲，身上伤口中的鲜血再次渗了出来，人也醒了过来。2名刺客强行睁开眼眸，迷离的眼神中透着恐惧，早已不复最开始被擒获时的硬气。看来这几天被监察院四处的酷吏们折磨得不善。范闲与3皇子坐在了那张并不怎么干净的长凳上。范闲翻着手中的纸，轻声问道：“你们嘴里说的周先生和君山会有什么关系？”2名刺客知道监察院的手段，既然不准备当烈士，当然要抢着回答，嘶着声音吼道：“大人，周先生是君山会的账房，至于在里面具体做什么，小人真的不知道。”范闲略感诧异地抬起头来：“周先生难道不是名家的大管家？”一名刺客颤抖着声音说道：“小人也只是偶尔有一次听到的，关于君山会，我真的就只知道这一条。”熬了几天，2位还挺有精神，看来并没有受太多苦头。范闲摇了摇头，2名刺客的眼中都闪过一抹绝望的神色。监察院的官员又开始用刑，进行如此毫无美感却又重复无趣的工作。刑房之中惨嚎之声此起彼伏，凄厉无比，却没有办法传到地面上去。范闲没有去遮3皇子的双眼。3皇子看着这一幕，脸色惨白，却强行控制自己的头颅没有转向一边，只是看着这血淋淋的一幕，忽然感觉自己腹中的食物有些不受控制的想往喉外涌去，胸口郁闷不已。范闲自怀里取了盒药膏，用食指间挑了一抹，细细擦在3皇子的鼻子下面，轻声说道：“君山会的事情已经禀报了陛下，对方的胆子竟然如此之大，殿下便能明白对方拥有何等样的力量。对于如今的敌人，将来的敌人，有些手段我们必须学会，但是绝对不能陶醉其中。”3皇子知道范闲在叫自己什么。那边厢，刺客们胸上的鲜肉已经混着血水，化作了铁板之上滋滋作响的焦糊肉团。不能将用刑酷吏看成维护朝廷统治的无上良方，可不能对这种手段产生依赖性。广之罗网依然有漏网之鱼，严刑逼供，却依然不能获得所有需要的信息。范闲平静说道：“陛下之道，宽严相济，信则不疑，疑则坚决不用，以宽为本，其余的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小手段。”3皇子鼻子里钻进一股极清凉的味道，稍去恶意，也听明白了范闲的意思。对于明清达和夏七飞2人区别极大的态度，很清晰地说明了范闲信则不疑，疑则坚决不用的做事方法。而今夜前来观刑，是要让自己明白，不是所有的强力手段都能奏效。能问出名家也算不错。范闲对下属们安慰道：“把公职处理好，把这2个人的伤养好，将来有用的。”离开这间监察院，四处扎在苏州城的暗域之后，范闲的心情有些沉重。他起初是期望能够追寻到君山会的踪迹，没料到这2名刺客却是问不出什么，只好顺路教了3皇子一些事情，其实只是为了掩饰他自己某种无助的尴尬罢了。坐在回华园的马车上，他细细想着，监察院毕竟是陛下的特务机构，有很多事情不能光明正大的做，所以从机构组织上来说，有先天的局限性，比如人数就不可能太多，以至于如今远在江南重镇，虽然一向是四处的重要监察地域，但人手依然显得相当不足。要想调查君山会这样一个在云上飘着的神秘组织，如今监察院在江南的力量远远不够。在这一刻，范闲很希望小严能够在自己的身边，只是他也明白，严冰云如今执掌4处，是不可能轻易出京的，而且自己直属的一处大部分工作，也需要严冰云帮邓子越拿主意。哪怕王启年在，或许事情都会轻松许多。他叹了口气。杨继美不只将华园双手送给了钦差大人范闲，也将园子里的下人、仆妇、厨师都留了下来。经过监察院的检查之后，确认了这些人的干净，范闲便没有拒绝这份好意。于是乎，思思除了贴身的一切事情之外，开始享受少奶奶的待遇。虽然他自己有些不适应，但也没办法。而范闲在下江南的路上所买的那几名可怜的小丫头，也没有机会做些什么粗活，真正如大户人家的大丫鬟一般养了起来。尤其值得称道的，乃是杨继美留下的那厨子，水准之高，简直可以让宫中的御厨汗颜。每日3餐翻着花样地弄，竟让范闲都舍不得出门一品江南美食，而是甘心留在园中。思思最是喜欢这个厨子，3皇子自然最是痛恨这个厨子。这日晨间，范闲、海棠和3皇子正围着小桌，喝着老玉米混着火腿、丁加西洋菜熬出来的粥。这粥颜色着实不怎么漂亮，
但几般完全不相配的味道混在一处，却是极为鲜美怪异。范闲连喝了3碗，以至于旁边盛粥的思思都有些来不及了。正此时，打院外行来几人，由一名虎卫陪着往里走。那几人来到庭间，看着围桌而坐的范闲与三皇子，又看了一眼海棠，不由一惊。范闲看着这迈剑而入的几人，心中更惊。来的人是桑文与邓子越。桑文姑娘本来就已经下江南来帮自己，只是邓子越不在京里守在一处，跑江南来做什么？待范闲看清楚两人中间站着的那人，更是害得下意识里站了起来，惊呼道：“大宝，你怎么来了？”不错，那位在桑文与邓子越之间漫不在乎站着，神情痴呆，有些畏缩四处看着的大胖子，不是大宝还是谁？范闲唬得赶紧走上前去，一手抓着自己大舅哥的手，一面问着邓子越：“怎么回事？婉儿呢？”邓子越面色疲惫，苦笑说道：“夫人最近身体不大好，所以暂时缓些下江南。只是这位舅少爷听着要来见你，所以在家里一直闹。尚书大人就派下官将这位舅少爷带来了江南。”胡闹！范闲叹息道，紧接着却是心头一紧，着急问道：“婉儿身体不大好？”“哦，没事。”一脸温和笑容的桑文姑娘，两颊的肉还是那么可亲。回到郡主大约是受了风，有些乏，养2日就好了。她从怀里取出2封信递给范闲，说道：“这是给大人的信。”范闲接过来一看，是父亲和婉儿写的，也来不及看，先放在了怀里，恼火说道：“父亲这是什么意思？江南如今正乱着，怎么把大宝送了过来？”这时候大宝忽然咧嘴一笑，揪着范闲的耳朵说道：“小闲闲，这次捉迷藏你躲了这么久，真厉害啊！”捧着粥碗，好奇盯着门口的三皇子，发现一向可怕的范闲居然在这个大傻子面前如此，再也忍不住了，扑哧一声将一直含在嘴里的那口粥喷了出来。邓子越尴尬地笑了笑，赶紧和桑文上前给三殿下行礼，看也不敢看范闲的狼狈模样，想必这2位路上也被这位大宝哥闹腾的不善。大宝既然来了，这一路上肯定少不了服侍的人，思思明事儿，赶紧出园去安置那些人手。而范闲也终于将大宝安抚了下来，先将他安置到后园住下，又让那些成天没事做的小丫鬟去陪他嗑瓜子儿。这时候前厅才安静了下来。海棠起身微微一礼，便离开了前厅。他知道范闲肯定与邓子越有许多话要讲。邓子越入厅之后，便似没有见到这位村姑一般，但对方主动向他行礼，他还是得赶紧还礼。坐到了桌上，范闲皱眉说道：“昨夜我便在想，身边如今确实是少人，你来也好，只是京里怎么办？”京里小严公子看着，收到您发回京的院报之后，院长大人派我带了些人过来帮忙。邓子越解释道：“再说您要准备的那件东西，2处和3处忙了几个月才做好，我干脆就顺路送了过来。”范闲摇头道：“我以为别人就送来了，没想到是你。”他看了一眼身边正在喝粥偷听的三皇子，咳了2声，请这位小爷出去。三皇子有些闷闷不乐地离开后，范闲皱眉说道：“先前进来的时候，为什么表情那么奇怪？”邓子越往四周望了一眼，苦笑着说道：“离京的时候，京都里传的太凶，都说您与那位北齐圣女海棠姑娘出则同行，坐则同席，卧则朝里议论不堪。而且大人如今执着内库，总要避些嫌隙。朝中那些官员正准备借此事攻击大人，属下没想到今日一进华园，便看见那位姑娘，才知道传言是真，不免有些担心。”卧则同床，范闲冷笑道：“也亏那些人想得出来，这事不谈也罢，把你带的东西给我看看。”邓子越很小心地从怀里取出一个扁盒子，递到了范闲的手里。范闲掀开盒盖，细细地端详着安静躺在盒中间的那张纸。那张纸略泛白黄之色，纸张边缘微卷，看得出来有些年头了，而纸上的字迹有些歪扭，看来写字之人其实已经油尽灯枯之时做得不错。范闲皱眉道：“虽然这封遗书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这个家产官司要拖下去，就是要靠这个了。”邓子越回禀道：“大人放心，2处3处一起合作，参考了无数张当年名家先主的字迹，用的也是如今极难找到的当年旧纸，加上做旧的工艺与细节处的讲究，应该没有人能看出来是假的。名家人当然知道是假的，真的那份早就毁了。”范闲笑着说道：“以假乱真，咱们这院子里的专业人士果然不少，日后去做假古董生意，想来也能挣不少银子。待会儿给夏七飞送过去，明日开堂审案，这封遗书一扔那儿，苏州府只怕也要傻眼才是。”针对名家的调查一直在继续，却一直没有什么成效。一方面是名家抹平痕迹的功夫太深，一方面是江南官场之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保护着对方，而苏州府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环。范闲虽然没有办法把苏州府直接掀掉，但用一封秘制陈皮遗书让江南路的官员们心惊肉跳，还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情。待花厅内只剩下自己一人的时候，范闲才取出怀里的2封信，先是粗粗扫了一遍，然后仔细看着。婉儿的信里基本上说的是京都闲事，
偶尔也会提到宫里的情况，只是用语比较晦涩。妻子在京都有一桩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帮范闲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宫中的风向会往哪边吹去。长公主回了广信宫，二殿下安静地回到了舞台之上，太子的动向最是隐秘。老太后似乎对范闲在江南的嚣张有些不满意。最奇怪的是，皇帝还是平静着。这个天杀的皇帝把天下弄这么乱，对他有什么好处？他的信心到底来自何处？范闲叹息着，手指轻轻搓磨着带着一丝香味的信纸，忽然间对婉儿的想念就涌了上来。数月不见，他知道妻子在京都里也是在为自己担心以及筹谋着。等将父亲的来信看完之后，范闲终于明白了大宝下江南的目的。范尚书在信中叮嘱范闲应该找个时间送大宝去梧州。辞官后的相爷林若甫避居梧州，也是有许久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而范闲送大宝去梧州，自然也可以顺势拜访一下自己那个老谋深算的老丈人。这个借口很好，皇帝都没办法反对。苏州府今天有件大八卦发生，爱好热闹又不怎么畏惧官府的苏州市民们早就得了消息，一大早就涌到了府衙门口，一面议论着，一面等待着。众人议论的自然是近日来在苏州乘船的沸沸扬扬，已经渐渐吸引了整个江南目光的那件事——秦明家家产之争。谁也没有想到，当年早就应该病死了的明七公子，忽然又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而且摇身一变，成为了江南水寨的统领，黑道中的著名人物。而且经由内库一事，这位明七公子身份在变，成为负责打理内库北路行销的皇商。不过不论他的身份怎么变，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乃明家后人的身份。今日下期飞入苏州府禀上状纸，要打家产官司，不知道明园里住着的那些人们会做怎样的反应，而明家富可敌国的家产究竟会落到谁的手上？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其实还是偏向明家的。一来是因为明家对自己的黑暗面遮掩得好，在江南士绅百姓心中营造了一个极为亲民的形象；二来明清达乃是明家长房长子，就算夏七妃真的是明家妻子，依照庆律以及千古以来的成例，家产自然应该归嫡长子继承。更何况谁又能证明夏七妃真的就是明清城？此时苏州府衙外热闹着，衙内却是紧张无比。苏州府知州头痛不已地半伏在大案之上，有气无力，对身边的师爷哀叹道：“说说，今天可怎么办？明家百年大族，不知道与江南官场有多少联系，根本早就撕扯不开。如果明家出了事情，只怕江南一小半的官员都要跟着赔进去。而像苏州府这种重要位置，明家更早就把对方喂饱了。今天下七妃要入禀打家产官司，苏州知州当然要站在明清达和老太君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可是夏七妃的身后是钦差，也不是知州大人敢得罪的人物。师爷也是满脸惶恐，急得在地上团团转。忽然间他立住了身形，将纸扇在手中一合，发出啪的一声。大人，该是作为清官的时候了。师爷的眉心挤成难看的肉圈，咬着牙说道。苏州知州一慌，大怒说道：“这是什么屁话？难道本官往常不是清官？”说完这话，想到某些事情，知州大人忽然泄了气，说道：“这是明家的事情，本官也不好置身事外，毕竟往年也是靠了老太君，本官才做到了这个位置。”师爷知道老爷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赶紧凑上前去说了几句，压低声音解释道：“老爷，您看明家这2天可有人来说过什么？”苏州知州一愣，想了想后奇怪说道：“对啊，明家一直没有派人来与本官通通气。”师爷阴笑道：“如此看来，明家自然是胸有成竹，知道这官司不论怎么打，夏七妃的手里有什么东西，明家这庞大的家产依然只可能归明老爷子拿着。既然明家都不担心，自然是有必胜的信心，老爷又何必替他们着急？”苏州知州微微低头，用极低的声音问道：“那依你说，本官应该如何做？”这位师爷专攻刑名，对庆律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唰的一声打开折扇，傲然说道：“不管夏七妃能不能找到当年老人，证明他自己的身世，就算他真的是明家妻子，依庆律论，这家产也没有他的份儿。老爷既然两边都不想得罪，而明家如今有庆律保护，那您还愁什么？今日只需秉公办理，依庆律判案，想必钦差大人也不好怪罪你。”这震惊江南的案子，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苏州知州皱眉想了许久，觉得似乎只有依这法子，秉公办案，依律定夺，自己可以不得罪范闲，又可以默看明家成功，还可竖起官声，似乎是个3赢的局面。想到此节，这位知州大人终于放松了下来，长舒一口气道：“便是如此，不动便是动。”正此时，府衙外的那面破鼓咚咚响了起来。知州一皱眉，骂道：“这姓夏的水匪还真是着急。”话是如此说着，他却不敢怠慢，整理官服，堆起威严之中夹着慈祥的笑容，走出了书房，往公堂走去。来到公堂之上，只听得府外是喧哗一片，一阵沙微升起，才将外面的苏州市民鼓噪的声音压了下去。知州大人眯眼望着堂下，有些意外地发现，今日夏七妃是一个人来到公堂之上，
身边并没有带着其余的人，看来钦差大人也没有派人来相助夏七飞。堂下何人？草民夏七飞。有何事入禀？夏七飞微一沉默，有些走神，一时忘了应话。他今天穿着一身纯青的棉袍，下巴上的胡须刮得精光，露出青青的皮肤，看着汗气十足，精神百倍。露在袖口外的双手有些微微颤抖，看来今日之事对于这位明七公子的意义确实极大。知州大人有些厌恶地看了他一眼，觉得此人傲立堂间，对于自己的权威是个不小的挑战，而且竟然当着本官的面居然不跪。他正准备发飙，却发现袖子被师爷扯了一下。师爷轻声说道：范，小事情就别管了。知州一惊，一想也是，计较这些小处做什么。恰在此时，夏七飞终于沉声开口了。只见他一抱双拳，朗声说道：草民夏七飞，本姓名，名清城，乃是苏州明家明老太爷惠业第七子，自幼被汉父逐出家门，颠沛流离至今，失户丧家，今日不得已入衙堂，便是状告苏州明家明老太君及长房家主明清达勾结匪人，妄害人命，夺我家产，请青天大老爷为小民讨回公道。此言一出，满院大哗。都知道今天夏七飞是来抢家产的，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直指明老太君和明清达当年曾经想因害人命，字字诛心，而且在言语中更是汉妇匪人连出，一点不留余地。衙外的百姓们都哄闹起来，在他们的心中，明老太君乃是位慈祥老妇，这些年来不知道做了多少善事，怎么和汉妇扯得上关系？其实这些人的心里也隐隐猜到，明家七公子当年离奇消失，只怕和明老太君与如今的明家主人明清达脱不开干系。但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事情，相信已经说服了自己的事情，所以对于明清达这个指控都报以嘘声。苏州知州也皱起了眉头，厌恶说道：姿势体大，言语不可不谨，状纸何在？夏七飞从怀里取出状纸，双手递给下堂的师爷转交。师爷将状纸递给知州大人后，两人凑一处略微一看，便感觉心头大惊。这篇状纸写的是华丽锐利，字字直指明家老太君，而且极巧妙地规避了庆律里关于这方面的规矩，只是一味将字眼扣在当年明老太爷的遗嘱之上。而关于夏七飞这些年来的可怜流离生活，可是不惜笔墨，令读者无不动容。知州大人动容，心里却是暗自冷笑，双眼一眯，想着这等文章用来作画本小说是不错，可用来打官司却没有什么作用了。他一拍惊堂木，厉声喝道：夏七飞，你可有实证呈上？夏七飞满脸平静说道：明家之人没有到，大人何必如此心急？看着夏七飞平静自信的神色，知州大人皱起了眉头，心想难道对方手里真有什么致命武器？他略一沉吟，与师爷商量了两句，便差人去请明家的人前来应送。依庆律旁书阁示注，此等民事之讼，本不需要被告一方来人应送，但今天争的事情太大，双方背后的势力太大，在江南一带造成的影响太大，苏州知州也不敢太过托大，反正知晓明家肯定不会置身事外，所以才会差人去请。果不其然，衙役前脚出去，明家的人后脚就跟着进来，看来明家早就准备好了应送之人，只等着打这必胜的一仗。看见来人，苏州知州又皱了皱眉，寒声说道：来者何人？那位翩翩贵公子微微一笑，欠身行礼道：明兰石向大人问安。这位明家少爷当然知道苏州知州这时候是在演戏，要在市民之前扮演那位刚正不阿的角色，才会说话如此冷淡。平日里这位知州在自己面前可是要亲热得多，不过这几日明家分析之后，认定这家产官司是必赢的局面，所以明兰石明白苏州知州的想法，并不怎么介怀。苏州知州说道：明老爷子近日身体不适，你身为长房长孙来因此事，也算合理。来人啊，将状纸交与明兰石一管。师爷将状纸携了下去，没料到明兰石竟是不接，反是微笑行礼道：大人，我明家不是好送的恶人，所以不是很明白此中纠结，故请了魏宋师相助。他说完这句话后，往旁边看了一眼，所谓好送之恶人，自然是针对站在一边的夏七飞。夏七飞没有什么反应，也没有去看自己的大侄子一眼。随着明兰石的说话落地，打后方闪进一人，双手接过师爷递过来的状纸，讨好一笑。苏州知州与师爷一看此人，本有些悬着的心马上放了下去。这位宋师姓陈名伯长，乃是江南一带最出名的宋师，或者说是最臭名昭著的宋棍，与州府极为相得。此人打官司向来可以将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男的说成女的，巧舌如簧，手拈庆律走天下，还从来没有输过。今日明家搬了这位陈伯长出马，又有庆律关于嫡长相承的死条文保驾护航，这家产官司是断不会输了。陈伯长捧着夏七飞发状纸细细看着，唇角不由露出一丝鄙夷轻蔑的冷笑，甚至将对方身后的钦差大人都看清了几丝。他清了清嗓子，轻佻笑道：好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只是不知道下头目这故事与明家又有何干系。
这位宋师称夏七飞为夏头目，自然是要影响舆论，让旁听的市民们记起，这位夏七飞乃是河上湖上杀人如麻的黑道首领。夏七飞面无表情说道：讲的都是明家这20年的故事，你说与明家有什么干系？陈伯常忽而冷笑2声，讥讽道：夏先生真是可笑，你说是明家的故事便是明家的故事，你说自己是明家七爷便是明家七爷。他对着堂上的苏州知州一拱手笑道：大人，这案子太过荒唐，实在是没有继续的必要。苏州知州甲一皱眉道：何出如此孟浪言语？陈伯常笑道：一点实据也无，便自称明家妻子。大人，若此时再有一人自称明家妻子，那又如何？江南世人皆知，明家老太爷当年一共育有7子4女，第7子乃小妾所生，自幼患病体弱，早于10数年前便已不幸染科辞世。这如今怎么又多出了一个明家妻子？如果任由一人自称明家后代，便可以擅上公堂，诋毁明家声誉，重伤明老太君及明老爷之清明，这哪里还有天理？他望着夏七飞微笑说道：当然，如今大家都知道夏头目也不是寻常人，只是在下十分好奇，在内库开标之后，夏头目便弄出如此荒唐的一个举动，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背后是不是藏着什么不能告人的险恶用心？这位江南最出名的宋棍浑然觉得今天这官司打得太无挑战性，所以一上来就猛攻，大发诛心之论，望着夏七飞摇头道：没证据就不要乱打官司，没证人就不要胡乱攀咬。夏头目，你今日辱及明家名声，稍后定要告你一个诬告之罪。当年亲历明老太君杖杀夏七飞亲生母亲，将夏七飞赶走之事的人，在这10几年里早就被灭了口，夏七飞手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证据以及证人，所以明家十分自信。而就在这个时候，苏州府衙的外面传来了一道滑腻腻、懒洋洋，让人听着直起鸡皮疙瘩的声音：谁说没证据就不能打官司？谁说没证人就不能告谋杀？庆历元年，定州小妾杀夫案，正妻无据而告，事后于马厩中觅得马刀，案破。刑部存档春卷第137档，以南越宋代王之力，载明民事之案为3等，事涉万贯以上争执，可不受刑书死规，不受反作，无需完全举证。明家家产何止万贯？有2例在前，这官司为何打不得？证据这等事情，上告之后，自有官府查现场，搜索罪证。你这宋棍着什么急？更何况，谁说夏先生就没有证据？那位自衙外行来之人，一身如山，手执金扇，招摇无比，嚣张无比，一连串的话语，引案例，用刑部存档所书，虽然略显强词夺理，却也是成功无比的将明家咄咄逼人的气势打压了下去，将众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了他的身上。苏州知州微怒捋须道：来者何人？不经通传便望上公堂。来人啊，给我打！穿着如衫的那人依合金扇插入身后，对着堂上拱手恭敬一礼，说道：大人，打不得。说完这句话，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张纸，在空中摇了摇，嬉皮笑脸说道：晚生与这位陈伯常先生一般，也是讼师，只不过乃是夏七飞先生所请的讼师，先前来的晚了，还请大人告饶此罪，容我以完好之身站于堂上与明家说道，这案子还没有审，大人就将一方的讼师给打昏过去，这事儿传出去，只怕有碍大人清明。众人一愣，这才知道原来来者竟是夏七飞的讼师。夏七飞苦笑着，心想钦差大人怎么给自己派来这么一位胡闹气味太重的讼师？苏州知州被这讼师的话憋住了，气得不行，却又不敢真的去打，不然在钦差大人那边不好交代，一时间竟是说不出话来。他说不出话，那位陈伯常却是双眼一亮，盯着被插金扇的讼师，浑觉得终于是碰见了个牙尖嘴利的对手，略感兴奋，也是将扇子往身后一插，开口说道：阁下先前所举2例乃是特例，尤其是刑部春档注，只为京中大理寺刑部参考，却向来不设地方审案之判。那人摇头说道：不然，大兴4年，时任苏州平氏的前老相爷林若甫便曾以此春档注判一家产案，何来不赦之说？陈伯常心头一紧，对方所说的这个案例自己却是没有任何印象，要不然是对方胡说，要不然就是对方对于庆律以及判例的熟悉程度还远在自己之上。只听那人继续微笑说道：伯常兄也不要说什么庆律不依判例的话，判例用是不用，不在庆律明文所限，全在主观一念之间。他举手向苏州知州大人讨好一礼，苏州知州却是在心里骂娘，知道一念之间4个字就把自己逼上了东山，这家产案子不利也是不成了。这个讼师究竟是谁？陈伯常与明兰石对视一眼，都感到有些奇怪，江南哪里来了这么一位比陈伯常还无耻的宋棍？苏州知州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敢请教，这位先生究竟姓甚名谁？夏七飞也看着自己的讼师，只见这位讼师一拱双手，笑道：学生宋世仁，忝为京都讼师行会理事，刑部特许调档，今日特意前来江南，
为的便是有着荣幸参与史上最大的家产之案。宋氏人，苏州知州马上有想逃跑的念头，明兰石也感觉到嘴巴发干，而那位陈伯常更是眼睛都直了。宋氏人是何许人？京都最出名的大状，或者说是整个庆国最出名的大状。陈伯常的名声只是行于江南，这位宋氏人却是全天下出了名的聪明刁滑难惹。自出道开始，仗着自幼沿袭庆律，不知道让多少官员颜面无存，多少苦主凄苦流泪。宋氏人的大名恶名，就连苏州城的百姓都听说过。此时听见他自报名号，府衙外就像开锅一般闹腾了起来，都知道今天这戏更好看了。明兰石担忧地望了陈伯常一眼，陈伯常在稍许慌乱之后就恢复了平静，双眼微眯，体内骤然爆发了强大的战意，冷笑说道：少爷放心，本人打官司还从来没有输过，但他宋氏人却是输过的。只是这位陈伯常似乎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宋氏人这一辈子唯一输过的官司，就是上次京都府审司南博私生子黑拳打郭宝坤一案，宋氏人只输给过范闲一次。既然是要打家产官司，当然首先要确认的就是夏七飞的真实身世，他究竟是不是明老太爷生的第7个儿子。对于这一点，陈伯常的立场站得极稳，对方如果不能证明此事，其余的事情根本不屑去辩，如此才能不给恶名在外的宋氏人抓住几方漏洞的机会。苏州知州也皱眉要求夏七飞一方提供切实的证据，以证实他的身份。宋氏人此时已不如先前那般轻松了，对着夏七飞摇了摇头，便请出了己方的第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一个稳婆，年纪已经很老了，走路都有些颤颤巍巍，走到堂上气喘吁吁的证实，当年就是自己替明老太爷那房小妾接的生，而那名新生的婴儿后腰处有一块青色的胎记。夏七飞当庭解衣，腰后果然有一块青迹。陈伯常皱着眉头，咬牙低声对明兰石说道：为什么昨天没有说这件事情？明兰石的牙齿咬得脆脆的响，无比愤怒，低声说道：这个稳婆是假的，当年那个前2年就病死了。陈伯常哀叹一声，就算知道稳婆是假的，己方怎么证明？那个稳婆看着糊涂，却在先前的问答之中，将当年名媛的位置记得清清楚楚，明老太爷的容貌，小妾的穿着，房屋都没有记错。在旁观者看来，这个稳婆真的不能再真了。他妈的，监察院造假果然厉害，明家自然不会被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稳婆就乱了阵脚。陈伯常也是为善辩之人，揪着胎记年日已久，稳婆年迈，佐证不可进行这几条猛烈的攻击，反正不可能就这么认了账。夏七飞的身世只有这些虚证，总是不成，更何况苏州府的知州大人以及江南路的官员们本身就是朝向明家一方。宋氏人勃然大怒，心想这江南的人果然都是些刁民，自己辛苦万分才设计了这么个稳婆，对方居然使赖不认账。只是看堂上那位苏州知州的神情与说话，宋氏人也清楚，是涉明家家产一事，己方的证据确实偏弱了些，说服力大为不足。不过宋氏人的底气十足，发现苏州府暗中的偏向，而且不怎么肯采信自己的辩词，不免用起了自家那张令人生厌的利嘴，对着明家大肆贬低，暗中也刺了苏州府2句，话中不尽也语讽刺之词。反正他是京都名人，也不在乎江南望族的手段，仗着有小范大人撑腰，自然胆子大得很。明兰时，陈伯常病堂上的苏州知州也并不着急，笑眯眯地看这位天下出名的宋棍表演，听着那些口水在堂上飞着，虽然心里恨死了这厮，却硬生生憋着。这位宋先生，要证明夏七飞乃是明老太爷当年妻子，你可还有其他证据？苏州知州在袖中握了握拳头，皱着眉头说道：大人，先前那稳婆明明记得清楚，为何不能当证据？宋氏人双脚不丁不拔，高手一般站在堂上。哎，宋兄这话就说得不妥了。陈伯常在旁边一一礼道：那老妪行动都已不便，双颊无力，已是将死之人，这老都老糊涂了的人，说的话如何做得准？更何况当年明家摆设他确实记得清楚，可是谁知道是不是有心人将当年的事情说与他听，再让他记住前来构陷。宋氏人双眼微眯，说道：好一个无耻的构陷！陈伯常微怒，心道你们连这般无耻的事都能做，难道本人连说都不能说？宋氏人也懒得再理他，直接对堂上问道：大人，难道你也是这般说法？堂外的百姓们已经大约信了夏七飞的身世，毕竟那位稳婆的表演功力实在精湛。此时围观群众们瞧出苏州知州老爷和明家大约是要抵死不认，有些好热闹的便起着哄，但大多数人还是沉默着，毕竟他们在心里还是偏向着明家，尤其夏七飞的身后似乎是来自京都的势力，江南百姓们很忌讳反感这种状况。苏州知州老脸微红，知道这抵死不承认稳婆供词确实不妥，但看着明兰时的眼神，知道也只有这样硬撑下去，清了清嗓子说到：那名稳婆确实年老糊涂，这采信之权总在本官手中，若是一般明案，便如宋先生所论也无不当。只是先生先前也提到刑案归3等，这明家家产之事毫无疑问乃1等之例，若无更详实可靠的证据，本官委实不能断案。
宋世仁等的就是他这句话，眉头微皱，装成失望模样，尖声说道：“大人，这可不成。事已久远，又到哪里去找旁的证据？我已找来人证，大人说不行，那要何等样的证据？”苏州知州心头微乐，心想你这宋世仁再如何嚣张出名，但在公堂之上，还不是被咱们这些官老爷揉捏的面团？不管你再提出何等人证，我总能找着法子不加采信。此时听着宋世仁惶然问话，下意识说道：“人证物证俱在，方可判案。”宋世仁不等他继续说下去，双唇一张，连珠炮似的话语就喷了出去：“大人，何人判案？自然是本官。既是大人判案，敢问何为物证？”宋世仁咄咄逼人，不给苏州知州更多的反应时间。苏州知州微愣，欲言又止。宋世仁双手一依，双眼直视对方眼睛，逼问道：“究竟何为物证？”苏州知州被他的气势唬了一跳，仿佛回到了许多年前自己在考虑科时候的场景，下意识应道：“痕迹、凶器、书证。”书证，好。宋世仁双眼眯得弯了起来，大赞一声，说道：“大人英明。”苏州知州在愣，浑然不知自己英明在何处，迟疑开口问道：“宋先生？”宋世仁依然不给他将一句话完整说完的机会，极为急促问道：“大人，若有书证，可作凭证？”“自然可。”宋世仁再次截断：“再有书证，大人断不能不认了。”苏州知州大怒，点头道：“这是哪里话？本官也是熟知庆律之人，岂有不知书证之力的道理？你这宋师说话太过无礼，若你拿得出书证，自然要比先前那个稳婆可信。”这句话一出，苏州知州忽然觉得自己似乎说错了什么，为什么自己忽然间变得这么多话？他下意识往堂下望去，只见明兰石与陈伯常惊愕之中带着一丝失望，而那个叫做宋世仁的宋师则满脸得意的坏笑着。宋世仁连番截断苏州知州的话，将他思存好的应对完全堵住，然后最后才突然放了一个口子，几番挑拨，让这名知州大人顺着他的意思，在举证之前便抢先在众人面前确认了书证的重要性，免得待会儿再次出现不认账的无耻场景。这其实只是辩论上面很浅显的心理手段与语言功夫，就像用一根香肠在狗的面前不停晃，却始终不肯让它快意的吃上一口，等到最后你塞一根香蕉过去，那狗也会大喜全部吃光，而忘了自己本来是想吃香肠而不是香蕉。陈伯常发现知州老爷上了宋世仁的当，心里暗自叹息。他先前没机会插话打断，因为宋世仁这厮说话着实太快，而且那股嚣张悖懒的口吻确实极易让人动怒。他与明兰石互视一眼，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感到一丝疑惑，对方究竟手中拿着什么书证，居然可以证明夏七飞的身世。苏州知州知道自己被宋世仁玩了一趟，看着那人可恶的笑脸，恨不得命人将他去打上一顿，偏生此时又不能打，只得沉声问道：“既有书证，为何先前不呈上来？”宋世仁恭敬一礼说道：“这便呈上来。”知州大人冷笑道：“若你那书证并无效力，莫怪本官就此结案。”宋世仁阴笑道：“大人放心，这书证虽老，但它乃是个死物，不会老糊涂，大人就放心吧。”苏州知州被噎得不善。宋世仁凑到夏七飞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夏七飞微微皱眉，似乎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拿出那东西，看来要证明自己的身世确实是件极难的事情。他从怀中取出那个小盒子，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师爷，双眼一直盯着师爷捧着盒子的手，似乎生怕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有谁将这个盒子抢走了。看着夏七飞慎重的神色，陈伯常的眉头皱了起来，凑到明兰石耳边问道：“少爷，能不能猜到是什么东西？”明兰石面色有些疑惑，心想苏州不比京都，并没有出生纸这个说法，那个书证究竟是什么东西？此时堂上的苏州知州已经打开盒子，他和师爷一道略略一扫，脸色便立刻变了。明兰石与陈伯常一惊，苏州知州用有些复杂的眼神扫了明兰石一眼。宋世仁满脸微笑，平静无比，却又将声音提高了8度，朗声说道：“这份书证便是当年明老太爷亲笔写下的遗书，遗书中严明将明家家产全数留与第7子明倾城，这份遗书一直保存在夏先生的手中，这足以证明夏先生便是明家第7子。”不等众人从震惊之中醒过来，宋世仁话锋一转，抢先打了个补丁，望着苏州知州冷笑道：“当然，有些鱼丸强项之辈，还可以说是夏先生偶然捡到了这份遗书，所以前来冒充明家后人，只是前有稳婆，后有书证。若还有人真敢这般赤裸裸的构陷，哼，这天下人的眼睛不是瞎的，又不是没有长脑子。我大庆朝上上下下的官员，江南的百姓们，有谁会相信明老太爷的遗书？”公堂之上风势骤变，衙外围观的百姓一阵喧噪，而堂上的明兰石与陈伯常如遭雷击，傻乎乎的呆站着。明兰石满脸震惊，喃喃自语道：“不可能，爷爷什么时候写过遗书？这一定是假的。”宋世仁在一旁看着明家少爷，皮笑肉不笑说道：“果不其然，有人连看都没看，
就开始说是假的了？难不成明少爷是神仙？明兰石依然陷入震惊之中，听着宋世仁的话，大怒拂袖道：“这份遗书定然是假的。”宋世仁听他如此说话，心头略有得意，知道自己最担心的局面没有发生，自己的补丁打得及时。如果对方不纠结于遗书真假，而是如自己先前说言，就是咬定下七妃捡到了这份遗书，如今是来冒充早死的明家七公子来夺家产，这才最难应对对方。如果将无耻进行到底，自己还真没有什么办法。而如今明家少爷大惊之余，只顾着去说遗书真假，而没有指摘夏七妃实遗书冒充。如此一来，只要自己能证明遗书是真的，那么夏七妃是明家七公子的事实就可以得到确认了。宋世仁轻轻吁了一口气，今日堂上看似胡闹，其实他说的每一句话所计划的顺序都大有讲究，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个困难的局面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庆国第一宋诗果然名不虚传。苏州知州满脸铁青，招手让双方的宋诗靠近大案，说道：“书证已在，只是不知真假。”宋世仁今天是注定不会让这位知州大人痛快，结道：“大人，是真是假，查验便知，何来不知？”陈伯常毕竟是江南出名的宋诗，此时早已从先前的震惊中摆脱出来，知道宋世仁今天用的是打草惊蛇之计，微笑应道：“大人，对方既然说这是明老太爷的遗书，那当然是要查验的。此时明家少爷在场，何妨让他前来一观？”他转向宋世仁温和说道：“宋先生不会有意见吧？只要明少爷不会发狂，将遗书吞进肚去，看看何妨？”宋世仁眯着眼睛阴笑道：“陈兄的镇定功夫果然厉害。”彼此。陈伯常微笑应道。苏州知州听不明白这两大宋棍在互相赞美什么，只有宋世仁与陈伯常两人清楚，既然是打家产官司，证明夏七妃身份只是个引子，那份庞大的家产究竟归于哪方才是重要的戏码。而就算夏七妃拿出来的遗书是真的，依照庆律，明家几乎仍然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陈伯常并不惊慌，宋世仁并不高兴，都知道长路漫漫还在日后。这时候明兰石已经走了过来，满脸不安地查看着桌上的那封遗书。名园之中还留着明老太爷当年的许多手书，明家子弟日日看着，早就已经熟烂于心，所以明兰石一看遗书上那些受哭的字迹，便知道确实是爷爷亲笔所书，而那张遗书的用纸确实也是明老太爷当年最喜欢的青州纸。明兰石的面色有些惶然，对知州大人行了一礼，退了回去。陈伯常凑到他耳边轻声说道：“是真是假？”明兰石皱眉说道：“只怕是真的，但这位明少爷毕竟这些年来已经开始替家族打理生意，心智被磨砺得颇为坚毅，只不过一刹那便感觉到了一丝古怪，又联想到父亲曾经透露过的些许当年秘辛，脸色古怪起来，压低声说道：“不对，这是假的。”陈伯常意道：“哦，怎么判断？”明兰石咬牙阴沉道：“我家那位老祖宗的手段，如果他当年要动手，哪里还会留下什么遗书？”陈伯常一怔，知道对方说的是那位明老太君，一想确实也是这样。如果明老太君当年要夺家产，杀人逐门，第一件要务肯定就是搞定遗书的事情。这封遗书按道理来讲，根本不可能还遗留在这个世界上。那这封遗书，他皱着眉头。明兰石微暗说道：“和那个稳婆一样，只怕都是监察院做的假货。”事情至此，明家才愕然发现夏七妃的身后，那个监察院为了这件事情做了多久多深的功夫，花了多少精力。那封伪造的完美的一塌糊涂的遗书，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断然做不到如此细致。光是那纸张的做旧与材质的选择，都是极复杂的事情。要知道，这种青州纸早在10年之前就已经停产了，谁知道监察院还能找得出来？而监察院用的手段够厉害，所采取的这种诉讼方法更是无耻到了极点，一路作假到底，这天下还有公理吗？明兰石有些悲哀地想着，眼中却不自禁地浮现出了一个人，那位年轻清秀的钦差大人，似乎正站在某一处，满脸温和笑容地看着自己，双唇微张，似乎要吃一顿大餐。这件事情的背后，自然是小范大人在主理。遗书既出，当然要查验真假。苏州府已经派人去明园取当年明老太爷的手书比对笔记，同时依照宋世仁看似公允的意见，去内库转运司调取当年的标书存档签名，同时请监察院四处驻苏州分理司的官员前来查看这封遗书的年代以及用纸。世人皆知，监察院最擅长进行这种工作，既然擅长作假，当然也擅长变假，只是本来就是监察院做出来的假货，又让监察院来验，等若是请郎来破杨儿失踪案。苏州知州在心里大骂，但又不敢当着众人的面直说监察院的不是，只好允了此意。但他同时动了别的心思，另派人去请督察院巡录御史，又去江南总督府请那位厉害的刑名师爷来判断遗书真假。苏州府的审案因为遗书的出现暂时告一段落，查验遗书总是需要时间，所以围观的百姓们赶紧去茶铺买茶水和烧饼，满足了饥渴之欲后，又要赶紧来看戏。只是等那些人回来的时候，
才发现最好的位置已经被那些忍着肚饿的围观群众们占了，只好暗骂两句，确实也抢不回来了。明家人早已送来了食盒，明兰石食之无味的进着饭，不知道陈伯常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什么，明兰石的精神才好了些。而这边华元也丝毫不避讳什么，给夏七飞送来了食盒。这边人极少，只有宋世仁与夏七飞两人在吃饭。宋世仁看了明家人那边一眼，对夏七飞轻声说道：“遗书一出，夏爷的身世便能明了。”夏七飞眼中激动，神色一线即隐，感激说道：“辛苦先生。”不过宋世仁正色说道：“认定了夏爷乃是明家后人的身世，并不代表您就能拿回属于您的东西。”夏七飞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宋世仁叹息道：“庆律严谨，依经文而发。庆律书议互婚之中，对于家产承袭的规定太死，对方乃是长房长子，有绝对的优势。就算您手中有那封明老太爷的遗嘱，也不可能让官府将明家家产判给您。更何况这些江南路的官员们，看模样都很听明家的话。”夏七飞微微点头，满脸坚毅神色说道：“今日若能为夏某证明，已是意外之喜。至于家产一事，一切依先生所言，大人也曾经说过，此事是急不得的。只要遗书确认，这官司不打也罢。”宋世仁微笑摇头道：“打是一定要继续打下去，就算明知道最后打不赢，也要继续打下去。要打得明家焦头烂额，应对无力，拖得明家出丑，这个能力在下是有的。”这位宋师说的轻松潇洒，其实暗底下对范闲也是一肚子牢骚。他被那位小范大人千里迢迢召来江南，谁知道要打的却是个必输的官司，而且范闲还命令他要将这官司的进程拖得越长越好。宋世仁这一事在公堂之上只输给过范闲一次，如今又要因为范闲的原因输第二次，让他想起来便是满腹哀怨。可是没办法呀，谁让自己投了小范大人，谁让小范大人的出手大方。到了下午时分，由监察院官员、苏州府官员、督察院官员、江南总督府刑名师爷们组成的联合查验小组，对着那张发黄的纸研究了许久。首先是比对笔记以及签名，明老太爷枯瘦的字体极难模仿，而且个人的书写习惯，比如所有的走之底、尾锋都会往下拖，这些都在这张遗书上得到了很充分的展现。而且用纸也确实是早已停产的青州用纸。刑部师爷从发黄程度与受潮程度上判断，遗书书写时间与夏七飞所称的年头极为相近，遗书的口吻用字与明老太爷在世时也完全和谐。最关键的是那方印鉴，在同名园拿来的明老太爷印鉴比对后，竟是丝毫不差。但就是这丝毫不差，反而让江南总督府经验丰富的老官感觉到了一丝异样。一封遗书存放了10几年，印鉴颜色确实老旧微淡，但是细微处的华丝居然还和现在的印鉴丝毫不差，这也太诡异了。不过这位老官也明白这件事情很复杂，而且这一点也根本算不上一点，所以并没有太过在意。至于苏州府与督察院的官员们一心想证实这封遗书是假的，最后甚至动用了内库特产的放大型玻璃片，却依然找不到一丝漏洞。众官员在商议一番之后达成了共识，而苏州知州不得已在公堂之上无奈宣告，遗书是真的，那么夏七飞自然也真的就是明家那名早应该死了的七公子明倾城。我总觉得我的生命当中缺少了某些东西。江南3月最后的一天，春雨润的无声落于华园亭上，轻柔的像情人互视的柔波。亭下一对男女躺在2把极舒服的椅子上说着话。海棠看了范闲一眼，摇摇头说道：“你这一世可称圆满，又有什么缺憾？”范闲细思这一世的过往，倒却实称的上是意气风发，肆意妄为，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人有人，旁人能有的享受自己都有，旁人做不到的享受自己还是能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老大的不满足。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他自忖是清楚的，但真这么过起来，心中那个不知名的渴望却越来越重了。无关理想人文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苦着脸说道：“以前有位皇帝，当他老糊涂的时候回思过往，说自己有10大武功，可称10全老人。当然，这皇帝年轻的时候也是个糊涂鬼，人可是位皇帝，比我可要嚣张多了。但我却不想当糊涂鬼，也不认为世上真有10全之事。你想当皇帝吗？”海棠似笑非笑着就问出了跟在范闲身边的所有人，哪怕是王启年这种心腹之中的心腹都不敢问出来的话题。海棠觉得范闲真是个妙人，听见自己一个北齐人问出这样大逆不道的问题来，竟是连一丝遮掩也没有，反而很直接地陷入了沉思之中。这个做派若让外人瞧见了，一定认为范闲已经生出了不臣之心。当皇帝太累，范闲头痛说道：“你家的皇帝，我家的皇帝，好像过得虽然舒服，但耗神耗力，实在没什么意思。”海棠微微一笑，戳破道：“我看你当这个钦差，比当皇帝也轻松不到哪里去。”范闲苦笑说道：“当皇帝要见万人死于面前而不心颤，这一点我还真做不到。”海棠微意道：“你不是一向在我面前自忖心思狠戾，杀10几人，杀100人，我能下得了手？”范闲认真说道：“
真要在血海里游泳，我不知道到时候自己有没有这个狠气。所谓量变引起质变，我以前和你说过的。他挥挥手，不想再继续这个无趣的话题，躺在椅子上细心听着那些细微不可闻的春雨润泽大地的声音。庭下渐入安静之中。不一时，一位监察院官员穿着连衣，沉默地出现在了华园的后园入口处，雨水打湿了他的官服，让他浑身上下渗着一股阴寒味道，正是刚从京都来的邓子越。海棠笑了笑，说道：“看样子你又要继续忙，继续计划少杀一些人了。”说完这句话，姑娘家也不等范闲回话，很自然地将两只手揣入大兜之中，拖着步子，摇着腰肢，运起村姑步离开了小亭。范闲微笑看着海棠离开的背影，只见微雨凄迷中，他轻摇而去，雨丝打湿了他鬓角的发。看来这姑娘并没有运起天一道的真气，所谓清净自然，自然如此，只是那双踩着布鞋的脚却没有被地上的积水沾污，看来还是做了些手脚。邓子越见海棠离开，这才沉默地进到亭内，开口说道：“和昨天一样，今天堂上还是在纠缠那些庆律条文。虽然宋氏人牙尖嘴利，在场面上没有落什么下风，但是实质上没有什么进展。只要苏州府抱住庆律不放，夏七飞有遗嘱在手，也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范闲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随后便陷入了沉思之中。今天是3月的最后一天，轰动江南的名家家产一案已经进行到第4日。在经历了第1天的疾风暴雨之后，后几日的审案陷入了僵局。虽然这是范闲的意料中事，但天天要听下属官员们的回报，范闲也有些不耐烦。开堂第1日，宋氏人便极为巧妙地用那封遗书确定了夏七飞乃名家后人。这个消息马上从苏州府传遍了江南上下，如今所有的人都知道名家七少爷又活了过来，而且正在和名家长房争家产。只是庆律依经文经史而立，嫡长子的天然继承权早已深植人心，也明写于律条之上。那封遗书似乎已经发挥完了它的历史作用，对于夏七飞的愿望再难起到很大的帮助。如果夏七飞想夺回名家庞大的家产，就等若是要推翻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遵循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实在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就能推翻的。不仅范闲不行，只怕连庆国皇帝都心有忌惮。如果以这个案例破除了嫡长子的天然继承权，影响太大。范闲皱起了眉头，忽然想到了一桩很诡异的事情：如果名家家产官司的影响继续扩展，以至于引出一场思想解放的大辩论，那宫中那位太子殿下的天然地位……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计划是严冰云拟定，同时经过了陈萍萍的首肯。那位老谋深算的老伯子不会想不到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莫非老伯子得了皇帝的暗中指示，这就开始动摇太子天然继承的舆论氛围？江南名家的事情很大，但如果影响到京都，那事情就愈发的大，以至于范闲根本不想看到这种局面。虽然因为母亲的关系，范闲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太子继位，一心要杀自己的皇后变成皇太后，但在当前的局面下，直接撩动太子，有可能促使太子捐弃前嫌，与长公主二皇子连成一体，如此的结果，范闲暂时不想看到。范闲陷入了沉默之中。他本来给宋氏人的交代就是尽量将这官司拖下去，将这个案子打得轰轰烈烈，影响越大越好。如今才发现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着那位老伯子的某些想法。他是信任陈萍萍的，但是陈萍萍似乎一直基于某种要保护他的理由，很多事情都没有对他点名。而范闲是一个很愿意学着去了解局势、掌控局势的人。看来等名家事情暂时消停后，我真的要去一趟梧州。他叹息着，越发觉得父亲安排自己去梧州见岳父，这是何等样聪慧的判断。看来父亲早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对朝中局势产生某种疑虑，而如今远离京都，真正能面对面帮自己解决问题的也就只有那位相爷了。邓子越猜不到范闲真正的忧虑，但也能看出提司大人对于名家家产的官司有了些不一样的想法，皱眉请示道：“是不是让宋氏人把官司结了？反正夏七飞如今被确认了名家妻子的身份，过些日子由监察院出面让他祭祖归宗，依庆律，名家总要给他一些份额。虽然那些份额不怎么起眼，但也达到了大人先前的目标，让他成功的进入名家内部。”范闲听着邓子越的分析，略感安慰，身边能有一个亲信，感觉确实不错，却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反而仔细问道：“让四叔安排夏七飞？哦，现在应该叫明清城，让明清城与名家老四见面，这件事情怎么样了？”夏七飞既然要像一根刺般刺入名家的咽喉，当然要与名家内部的某些异己分子勾结起来。范闲对于豪门大族的阴晦勾当了解的不是很细致，但在前一世的时候，香港无线的电视剧可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邓子越回禀道：“已经接上头了，下月初就让夏七飞与名家老四见面。”范闲点点头，这才开始说先前那个问题，轻轻咬了咬发痒的内唇，平静说道：“仍然让宋氏人继续打，把这官司一直打下去，造的声势越大越好，就算打不赢也不能输，给苏州府压力，不让他们强行结案，一直要打到全天下的士绅百姓都开始想那个问题。”邓子越抬起头来，微恶说道：“大人，什么问题？”
范闲这发现自己说漏了嘴，笑了笑，想了会儿后，也不打算瞒面前这位亲信，说道：“要让全天下的人都开始思考，是不是嫡长子就天生应该继承家产？”邓子越如今身为启年小组的主事官，对于范闲的一切都了解得十分清楚。听着提司大人这话，稍一琢磨，便品出了其中味道，大惊失色，一抱拳劝阻道：“大人，使不得，若让朝中宫钟仪大人知心，那可不好收场。”范闲微垂眼帘，说道：“子越，你似乎忘了本官的身份，本官姓范，不要担心太多。至于以我之心，只怕宫里的贵人们会以我这个先生当得有些逾了本分而已。”他已经想开了，反正迟早是要和东宫对上，此时先依着陈萍萍的意思刺对方，反正以他如今的权势地位，只要不是谋反，也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更何况，就算有人会认为他造这种舆论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但更多的人应该会认为范闲是在为三皇子做安排。这件事情不要禀告院长大人。范闲命令道：“只是小事而已。”邓子越根本无法掩住自己的惊惧，苦笑想着夺嫡的宣传攻势正式开始，难道还只是小事？范闲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忽而失笑起来。宋氏人不过是个宋棍，难道却是撬动地球的支点？或许是我将这事情想复杂了，公堂上便庆律，和天下旧规只怕扯不上太大关系。邓子越没听明白地球这些字眼，但也猜到了大概的意思，苦笑应道：“那个宋氏人遇着陈伯常，真可谓是将遇良才，双方打的是火星四溅，可不仅仅在庆律上绕弯子。如果他们在堂上辩的内容真的传扬开去，只怕还真会让人们多想一想那个问题。”范闲来了兴趣：“哦，那我得去瞧瞧。你去喊三殿下还有大宝，待会儿全家去苏州府看热闹。”邓子越苦笑领命。就在细雨地打扮下，3辆全黑的马车离了华园，慢悠悠地驶往离苏州府府衙最近的那条街上。华园众人这是用午膳去，此时苏州府也在暂时休息，所以大家并不着急。虽然是离苏州府府衙最近的石阶，但其时隔的依然有些远。坐在新风馆苏州分号的3楼，范闲倚栏而立，隔着层层雨幕看着苏州府的方向，恼火说道：“我又不是千里眼，这怎么看热闹？”邓子越先前派人来定了楼，此时又在布置官房，听着提司大人斥责，不由苦笑说道：“提司大人，这已经是最近了，虽说是阖家出游看热闹，可是总不好3大辆马车开到苏州府去，惊动了官府，也让百姓瞠目，实在是不成。”范闲叹息一声说道：“早知如此，在家里吃杨继美厨子就好，何必冒雨出来？”正说着，身后有人拉了拉他的衣角，他回头一看，正是憨态可掬的大宝，不由诧异问道：“大宝，怎么？”大宝咧嘴一笑，说道：“小贤，这家也有接糖包。”大宝用粗粗的手指头指了指桌子上面，一个独一个的蒸屉里放着独一个大白面包子，热闹腾腾，内里鲜香建议。范闲叹了口气，坐在大宝的身边，一边用筷子将汤包分开，又取了个调羹，将包子里的油汤舀到大宝的碗里，笑着说道：“这也是新风馆，只不过是在苏州的分号。”一直小意事后，在一旁的新风馆掌柜赶紧殷勤说道：“是啊，林少爷，虽然江南隔得远，但味道和京都没什么差别，您试试。”大宝口齿不清地咕哝几句，便对着面前的包子开始发动进攻，将这位掌柜晾在了一边。倒是范闲有些好奇，问道：“掌柜的，你怎么叫得出来林少爷这3个字？”掌柜的干笑2声，讨好说道：“提司大人，这是哪里话？在京都老号，您老常带着林少爷去新风馆吃饭，这是小店好大的面子。老掌柜每每提及此事，都是骄傲无比，感佩莫名。小的虽然常在苏州，但也知道您与我们新风馆的渊源，小的哪里敢不用心侍候。”范闲在京都亲掌一处，离一处衙门最近的便是新风馆，所以时常带着大宝去吃他家的街糖包子。其实是风，但凡权贵人物吃饭，不拘何时都要大摆排场，大开宴席。像范闲这种地位的人物，对于街糖包子和炸酱面如此感兴趣的还真是不多。所以新风馆虽然味道极美，但因为家常之风，就算在庆国开了3家分号，名气也大，但生意一直普通。直到后来，因为时常接待范闲与林大宝，新风馆在京都才渐渐提升了档次。不知道引来了多少学生士子，要坐一坐诗仙曾坐过的位置，要品一品小范大人念念不忘的包子，让新风馆的老掌柜是喜不自禁。这位苏州分号的掌柜自然知道范闲是极等的贵客，当然马屁如潮，而且格外用心地铺上些去了腥味的调料，拍得范闲极为舒服。一时间，竟是连看不到苏州府那场戏的郁闷也消了大半。范闲在吃面条，大宝在啃包子，3殿下却是以极不符合他年龄的稳重，极其斯文有礼地吃着一碗汤圆，丝丝领着几个小丫鬟喝了2碗粥，便站到了檐下，看着自天而降的雨水，伸手出檐外接着，嬉笑欢愉，好不热闹。范闲向来不怎么管下人，所以这些丫头们都很活泼，听着身后传来的欢笑之声，他的心情也好了起来，挥手召来邓子越，说道：“
苏州府应该已经开始了，你派人去听听，最好抄点来看看。邓子越点点头，去安排人手。范闲又挥手让高达几名虎卫去旁边吃饭，这才回头继续那碗面条的工作，其中自然不能免俗的再次在大宝的碟子里抢了块肉馅来吃了。大宝依然如往常那般不吵不闹，大大的个子表示着小小的幽怨。海棠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时候的新风馆里都是范闲的下属、下人与亲人，他很轻松快活地赏着雨，挑着白生生的面条，将心中思虑全数抛开，发现大宝吃完了。范闲温言问道：“还要不要？”大宝摇了摇头，范闲便从怀里取出手绢，很细心地替大宝将嘴边的油水擦掉。三皇子看着这一幕，微感诧异，眼中闪过一道古怪的神色。旁边一桌的虎卫们也愣了愣。范闲对大宝的爱护细心，世人皆知，但真看到这种场景，依然有很多人无法将这个范闲与那个阴狠厉刻的监察院权臣联系起来。往常在新风馆吃饭的时候，这一幕就曾经感动过邓子越，触动过穆铁。今日那些虎卫与三殿下对于范闲或许也会有些新的看法。对于一个痴呆的大舅哥如此用心，绝对不是简单地可以用爱屋及乌来解释。虽然范闲确实极喜爱敬重自己的妻子，这些细节处的表现，如果一直都是范闲用来伪装、用来收买人心的举动，也没有人会相信。常年这样发自真心的做，那人如果不是大奸大恶，就是大圣大贤。而范闲是哪一种？在江南水乡多雨之际，从来不可能产生春雨贵如油这种说法，所以细雨迷蒙渐大，老天爷毫不吝惜的滋润灌溉着大地。范闲眯眼看着檐外的雨水，心思却已经转到了别的地方。院报里说得清楚，今年大江上游的降水并不是很充沛，虽然对于那些灾区的复耕会产生一些影响，但至少暂时不用担心春汛这头可怕的怪物。如此一来，修葺河工的事情就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这时候杨万里应该刚刚入京都报道，大概还需要些时间才能到河运总督衙门。至于河工所需要的银子，此次内库招标比往年多了80%，明面上的数目已经封库，并且经由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开始运往京都，先入内库，再由皇帝明旨拨出若干入国库，再发往河运总督衙门。而在暗中，在监察院户部的通力合作下，在范闲父亲所派来的老官们的精心做账后，已经有一大笔银子开始经由不同的途径直接发往了河运所需之处，所用的名目也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一大笔银子里，有一部分是从内库标银转运私存银里辛苦挤出来的份额，还有一大部分是范闲通过海棠向北齐小皇帝暂借的银子。反正那些银子都放在太平钱庄里，范闲先拿来用用，至于归还，那还要等夏七飞与北边的范思哲打通环节之后，用内库走私的货物慢慢来还。这些事情范闲虽然做足了遮掩的功夫，而且是关北齐皇帝的事情，更是演得结结实实，绝对不会让庆国京都朝廷听到任何风声。但是运营往河运的事情，范闲却早已经在给皇帝的密奏之中提过。这件事情范闲并无私心，1两银子都没有捞，而且整件事情都是隐秘运行，范闲根本不可能从此事中央取几次爱民之名，所有造就的好处全部归庆国百姓得了，归根结底也是让那位皇帝老子得了好处。皇帝自然默允了此事。如今范闲唯一需要向那位皇帝老子解释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笔银子他究竟是怎么搞到手的。既然不能说出北齐皇帝这个大金主，就需要一个极好的理由。范闲早在谋划之初，对于这件事情就已经做好了安排，一部分归于这2年的官场经营所得汇银，一部分归于年前颠覆崔家所得的好处，一部分归于下江南之后在内库转运司里所刮的地皮。日后如果与皇帝对账仍然对不上的话，范闲还有最后的一招，就说这银子是五竹叔留给自己的，亮皇帝也不可能去找五竹对峙。如果河运真的大好，说不定龙颜一跃，那皇帝还会用今年如此丰厚的内库标银还范闲一部分。关于明家，范闲自然也有后手的安排，查处的工作正在慢慢进行，只是目前都被那场光彩夺目的官司遮掩住了。而且对范闲来说，对付明家确实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自己只能逐步蚕食。如果手段真的太猛，将明家欺压得太厉害，影响到了江南的稳定，只怕江南总督薛清就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对于王朝的统治来说，稳定向来是压倒一切的要求。明家的存亡其实并不在江南的官司之上，而在于京都宫中的争斗上。如果明家的主子长公主与皇子们倒在了权力的争斗中，明家自然难保自己的一篮子鸡蛋。如果是范闲输了，明家自然会重新扬眉吐气，夏七飞又会若丧家之犬四处逃难。如果范闲与长公主之间依然维持目前不上不下的状态，那么明家就只会像如今这样被范闲压得苟延残喘，却永远不会轰然倒塌，倔强而悲屈地活着，挣扎着，等待着。大人！一声轻喊将范闲从沉思之中拉了出来，他有些昏沉地摇摇头，这才发现外面的天光比先前暗淡了许多，不仅是雨大了的缘故，也是天时不早了的缘故。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这一番思考竟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想到此节，他不由叹息一声，看来海棠说的对，
自己这日子过得比皇帝也轻松不到哪里去。看了一眼已经玩累了，正伏在栏边小气的思思，范闲用眼神示意一个小丫头去给他披了件衣服，又看了一眼正和三皇子扭捏不安说着什么的大宝，这才振起精神，拿出看戏的瘾头，对邓子越说道：“那边怎么样？”邓子越笑了笑，将手中的纸递了过去，凑到他耳边说道：“这是记下来的当堂辩词，大人，您看要不要八处将这些辩词结成集子，刊行天下？”这是一个很毒辣大胆的主意，看来邓子越终于认可了范闲的想法，知道监察院在夺嫡之事中再也无法像以前那些年般保持着中立。范闲笑骂道：“只是流言倒也罢了，这要印成书，宫中岂不是要恨死我？”听到宫中两字，另一桌上的三皇子往这边望了一眼，范闲装作没有看到，叹息道：“说到八处，在江南的人手太少，那件事情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这说的是在江南宣扬下七妃故事的行动。范闲本以为有八处着手，在京都的流言战中都可以打得二皇子毫无还嘴之力，如今有下七妃丧母被逐的凄惨故事做剧本，有苏州府的判词做证据，本可以在江南一地闹出声势，将明家这些年营造的善人形象全部毁掉。没有料到明家的实力在江南果然深厚，八处在江南的人太少，明家也派了很多位说书先生在外嚷着，反正就是将这场家产官司与夏七妃的黑道背景、京都大人的阴谋联系起来。两相比较，竟是范闲的名声差了许多。江南百姓虽然相信了夏七妃是明家的妻子，却都认为夏七妃之所以今年忽然跳出来，就是因为以范闲为代表的京都官员想欺压江南本地的良民。范闲想到这事，便是一阵好笑。看来那位一直装病在床的明家主人明清达，果然对于自己的行事风格了解得十分详尽，应对的手段与速度也是无比准确和快速。明清达果然不简单，大事在我，不在江南，所以范闲可以满心轻松地把与明家的争执看作一场游戏，对于明清达没有太多的敌意，反而是淡淡欣赏。等他将邓子越呈上来的纸看了一遍之后，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江南多妙人，京都来的宋氏人可也不差，这苏州府里的官司竟然已经渐渐脱离了庆律的范畴，开始向陈萍萍所希望得方向发展。双方引经论典，言必称前卫，拱手必道庄大家，哪里像是在打官司？为了嫡长子继承权这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双方竟像是在开一场斩签的经言。范闲笑着摇摇头，眼前似乎浮现出苏州府上那个紧张之中又带着几丝荒唐的审案场面。苏州府的公堂之上，辩论会还在开，这已经是第4天了，双方的主力战将在连番用脑之下都有些疲惫，于是开堂的间隙也比第一日要拉长了许多，说不了多少便会有人抢先要求休息下。苏州知州也明白夏七妃那边是想拖，但他没办法，早得了钦差大人关注的口谕，要自己奉公断案，断不能胡乱结案。既然不能胡乱结，当然要由得堂下双方辩。可是一个宋氏人，一个陈伯常，都是出名能说的角色，任由他们辩着，只怕可以说上一整年。苏州知州也看白了，看淡了，所以每逢双方要求休息的时候，都会含笑允许，还吩咐衙役端来凳子给双方坐。至于茶水之类的事情，更不会少明兰石面色铁青的坐在凳子上。这些天，这位明家少爷也是被拖惨了，家里的生意根本帮不上忙，那几位叔叔纯粹都是些吃干饭不做事的废物。偏生内库开标之后，往闽北进货的事情都需要族中重要人物，于是只好由一直称病在床的父亲重新站起来主持这些事情。明家清楚，钦差大人是想用这官司乱了自己家族的阵脚，从而让自己家在内库那个商场上有些分身无术。只是明家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应对法子，只好陪着对方一直拖，反正看这局面，官司或许还要拖个1年都说不定，反正不会输就好。这时候轮到了明家方面发言，那位江南驻明宋师陈伯常面色有些灰白，看来这些天费神费力不少。他从身边的学生手中取过滚烫的热毛巾，使劲擦了擦脸，重新振作精神，走到堂间，正色说道：“古之圣人有言所谓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大人，既然夏先生被认定为明家七少爷，则父子之亲与明家长房并无两端。”话还没有说完，那边厢的宋氏人已经阴阳怪气接道：“不是夏先生，是明先生，你不要再说错，不然等案子完后，明清成明七老爷可以继续告你。”宋氏人的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双眼有些深陷。他此次单身来江南，一因书童与学生都来不及带，虽然有监察院的书吏帮忙，但在固执堆里寻证据，寻有利于己方的经文总是不易，而对方是本地宋师，身后不知道有多少人帮忙，所以连战4日，便是这天下第一宋师，精神也有些挺不住了。听着宋氏人的话，陈伯常也不着急，笑盈盈地向夏七妃行礼告歉，又继续说道：“但长幼有序这4字，却不得不慎。明清达明老爷子既然是长房嫡子，当然理所当然有明家家产的处置权。”他继续高声说道：“礼记丧服4制有云，天无2日，土无2主，国无2君，家无2尊。”陈伯常越来说来劲，声音也越发的激昂。
自古如是，岂能稍变？庆律早定，下明先生何必再纠缠于此？还请大人早早定案才是。宋诗人有些困难地站起身来，在夏七飞关怀的眼神中笑了笑，走到堂前傲然说道：所谓家产，不过席位西产二字。陈先生先前所言，本人并无异议，但席位乃一桩，西产乃另一桩。明老太爷当年亦有爵位，如今也已被明清达承袭。明清程先生对此并不质疑，然席位只论大小嫡庶，西产却另有说法。陈伯常微怒说道：席位乃西产之宝，位极清晰，西产之权自然呼之欲出。席位与西产乃是继承之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宋氏人冷笑说道：可西产乃席位之基，你先前说庆律，我也来说庆律。他一拍手中金扇，高声说道：庆律即注第34小条明规，家政统于尊长，家财则系公务。我知事主对家政并无任何意见，但这家财实系公务，当然要细细悉之。至于如何悉法，既有明老太爷遗嘱在此，当然要依前尊者。陈伯长期不打一处来，哪有这般生硬将席位与西产分开来论的道理？庆律又云：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其罪按卑幼私自动用家财论，每20贯杖20。宋诗人冷冷看着明兰时，一字一句说道：我知事主自幼被逐出家，这算不算刻意不均？若20贯杖20，明家何止20万贯？我看明家究竟有多少个屁股能够被打？明兰时大怒站起，宋诗人却又转了方向，对着堂上的知州微笑一礼，再道：此乃庆会典刑部卑幼司善用财条书中所记，大人当年也是律科出身，应知下民所言不非。不等明家再应，宋诗人再傲然说道：论起律条，我还有一桩，庆律书议互婚终明言定，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即所亲作赃论减3等。这是什么罪名？这是盗贼重罪。陈伯常双眼一眯，对这位来自京都的宋师好生佩服。明明一个简单无比的家产官司，硬是被他升格成了席位与西产两个方面，然后在这个夹缝里像个猴子一样的跳来跳去，步步进逼。虽然自己拿着庆律经文牢牢地站住了立场，但实在想不到对方竟然连许多年前的那些律法小条文都记得如此清楚。刚才宋诗人说的那几条庆律，都是朝廷修订律法时忘了改过来的东西，只怕早已消失在书阁的某些老鼠都不屑翻检的阴暗处，此时却被对方如此细心地找到，而且在公堂之上堂而皇之地用了出来。这宋棍果然厉害。宋诗人面色宁静，双眼里却是血丝渐现，能将官司打到如今的程度，已经是他的能力极限。席位西产真要绕起来确实复杂，他的心中渐渐生出些许把握。就算那封遗嘱最后仍然无效，但至少自己可以尝试着打出个诸子均分的效果。明家的1/7可不是小数目，虽然他不能了解范闲的野望，但钦差大人既然如此看重他，他自然要把这官司打得漂漂亮亮，为宋诗这个行业写上最漂亮光彩的一笔。能够参与到明家家产这种层级的争斗之中，对于宋诗来说已经是最高的级别。更大一些的事情，比如那宫里的继承，一个区宋诗哪里有说话的资格？而且如果不是朝廷分成两方，偶成角力之势，明家的家产官司也根本不可能上堂，更不可能立案，宋氏人也就不可能有参与的机会。所以虽然他十分疲惫，精神上却有一种病态的亢奋，这种机会太少了，自己一定要把握住。如果宋氏人知道自己在江南打的这场官司会刺激到某些人敏感的神经，从而间接的促成某些人的合作，并且让范闲与那些人的矛盾提前出现对峙的状态，就算再给他几个青史留名的刺激，他也只会吓得赶紧隐姓埋名溜掉。宋氏人没有在意那个问题，所谓家产大家都是想争的，不管是明家的还是皇帝的，就像范闲经常说的那句话一样，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生活总要继续。所以当时光已经迈入了庆历6年的第4个月份后，江南一带和往年并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个轰动一时的明家家产官司还在继续。内库开标之后，各路皇商开始收获行销的工作也在继续，官员们还在偷偷摸摸地收着银子，苏州的市民们还在口水四溅地议论着国事家事房事。但也有些小变化。首先是明家的家产官司打得太久了，双方折腾的也太久了，以至于逐渐丧失了最开始的新鲜刺激感觉。每天守在苏州府衙外的职业为官群众越来越少，苏州知州大人以及双方的讼师都快挺不住这种马拉松式的折磨，由每日开堂变成了3日开堂，再到如今已经有6天没有开堂。宋氏人与陈伯常都还在各自势力的帮助下，一头扎在固执堆与发霉的庆律之中，寻找着对己方有利的证据。而明家与夏七飞的重心已经从案情上转移出来，明家人知道不能再被钦差大人把自己的精神拖在家产官司上，强行振作精神，开始打理今年一定会亏本的内库生意，只求能够亏得少一些。而夏七飞也要开始学习做生意，他如今摇身一变，已然成为了江南除了明家之外最大的一家皇商。往年崔家行北的线路绝大部分都已经被他接了下来，要重新打通各郡州关防线路，要与北方的商人接上头，
虽然有范闲在背后帮助他，这依然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在离开苏州的前一天，夏七飞以名家七少爷的身份，请还停留在苏州城里的江南巨富们吃了一顿饭，其夜冠盖云集，马车络绎不绝，来往商人金贵逼人，直直夺了苏州城的7分富贵气。而这些富贵气全部都聚集在了夏七飞请客的地方——抱月楼苏州分号。抱月楼苏州分号在延迟数日之后，终于还是开业了。这座楼本来就是买的名家的竹园馆，是苏州城里最热闹的所在。石产力拿着那5万两银子四处打理，各级官府也给足了范闲面子，一路挥手放行，装修一毕就应该开业。只是因为中间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才拖到了今天。问题就在于抱月楼并没有一个拿得出手来的红牌姑娘。这世上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品牌效应，虽然石产力向江南风月夜的老板们很世界买了些妓女，但却没有一个名声响彻江南的头牌，没有头牌撑着楼子。想在江南打响的抱月楼是断然不敢就这么开的，所以一直拖到桑文来到江南，凭借他在这个行业里的江湖地位，才吸引了几位江南名曲大家。京都抱月总楼的石七儿又费神费力请了位流金和尚新晋崛起的红官人，以及一位大皇子从西湖那边抢过来的西湖美人儿，将这2位姑娘家送到了苏州，配上那些名曲大家，石产力才有底气正式开业。这天夜里，夏七飞就在2楼宴请一众江南巨富，红灯高悬，丝竹轻柔，恰好为抱月楼的开业做了个极漂亮的发端。抱月楼苏州分号开业第一天，并没有广纳宾客，只是将江南最有钱的人全吸引了过来。这个声势一出，那些自命风流的公子哥和官宦子弟们，过几日还不得全部像伸着舌头的狗一样扑过来。京都流金和尚新晋崛起的那位红官人姓梁，名点点，年不过16，天生一股风流味道，稚气尚存的眉眼之间飘荡着一股勾魂夺魄的魅意，偏在魅意之中又隐着一丝冷。甫一出道，便夺了京都风流场上的万千目光，被誉为袁大家袁梦和已成一代青楼传奇的司礼里姑娘之后，最有潜质稳坐头牌之位的女子。只是这位梁点点姑娘还没有怎么来得及在京都大展罗裙，便满心不甘愿的被抱月楼强行买了，强行送到了苏州。她的心里不免有些不舒服，只是知道抱月楼的背景，也不可能强证什么。倒是来了苏州之后，一开始就与桑文掌柜签了一个颇为新奇的合同，让这位不过16的姑娘家大感意外。那合同里似乎都是对自己有利的，这世上哪里有这么好的劳保？而另一位来自西湖的美人，生得与中原女子果然有极大差别，双眼微现却不显突兀之感，反而是极深的轮廓加深了那面容的诱人程度，尤其是微黑的皮肤并不显得粗糙，反而有一股黑珍珠般的神秘美感。而且这位西湖美人的身材实在是曲质十足，前凸后翘，让习惯了国人女子清淡味道的庆国人口舌发干。只是这位西湖美人的来历比那位梁点点还要诡异。这位西湖美人姓马名索索，乃是西湖一个部落的公主。大皇子领军西征，前后打得西湖一败涂地，不知道征服了多少部落。而其中第2大的那个部落头领，为了表示投降的诚意，就将自己的宝贝女儿献给大皇子，有点献亲的意思。不料大皇子这个人着实是个粗线条的家伙，竟是将敌人的女儿当成女奴一般看待，尤其是与北齐大公主成婚之后，更是不方便将这个西湖美人留在王府之中。所以一听说范闲在江南开青楼少头牌，便急火火地送到了抱月楼，再转送到了苏州。这2位姑娘由京都至苏州，在抱月楼开业之间，八处已经帮范闲做足了宣传攻势。八处虽然对江南的名家办法不多，但要把2位姑娘塑造成只能天上有人间绝对无的绝代佳丽，却是手到擒来的小问题。石产力配合着市井间对于这2位姑娘的猜测流言，很巧妙的让这2位姑娘选择在前些日子坐于马车往苏州城外踏青一巡。踏青不过是造声势，让江南的好色之徒们远远一观2位姑娘的绝世容颜。一路之上，跟着抱月楼马车的登徒子不知凡几，马车前后的青青原野尽数被那些男子的双脚或马蹄踏成平地。所谓踏青，还真是踏平了青草。如此一来，江南所有人都知道抱月楼如今拥有怎样的2位女子，胃口终于被吊起来了。而今日抱月楼分号开业，这2位头牌姑娘却没有出去见客，连泉州孙家、岭南熊家主事这样身份的人都没有资格让他们出去陪着稍坐一会儿。因为这2位姑娘都十分乖巧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内，坐在一位年轻人的身边，曲以温柔的台湾台杯，为这年轻人敬食饮酒。在这年轻人面前，这2位姑娘心中纵使再有愿意，也不敢展露一二，就连他们最擅长的蛊惑男人心的技巧，也不敢随便施展出来。他们在这个人世间生存，所平视的无非便是自己的外貌与细腻善存人的心思。而此时安然若素坐在他2人中间的那位年轻人，容貌生的已然是清秀无愁，至于心思，世人皆知。小范大人拥有一颗水晶心肝，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他不知道的，没有什么人是他看不穿的。范闲摇摇头，示意身边的2个姑娘家不要再侍候自己。要说身边2个如花似玉，已在江南媚玉建起的姑娘家这么围着自己，他一个正常男人心里要是没点想法，不想喝那头啖汤，
绝对是在骗人。只不过如今他的心思确实不在这些方面。他看着梁点点，叹了口气，心想这16岁的姑娘家怎么就这么会勾人呢？水汪汪的眼睛像是会在说话。想到此节，不由又想到那个困扰自己许久的问题，朵朵究竟多大了？看到梁点点那双脉脉含情的双眼，范闲清楚这姑娘只是职业性的想攀个靠山罢了。不过回头看见那位西湖美人儿，范闲的心里愈发的叫起苦来。奴本是西湖公主，奈何如今却身在沟渠，这位马索索只怕是早就认了命。女人在这个世界不过是男人手中的货物而已，随便转卖，如今被大皇子送到了江南，这抱月楼似乎并不怎么可怕，桑掌柜与史东家也不怎么凶狠，眼前这位范大人生的也着实漂亮，似乎比留在王府中做苦力被大王妃冷冷看着不知何时送命要幸福许多。范闲对坐在对面的桑文唉声叹气道：这叫什么事儿？大殿下这是欺负人不是？桑文一怔，张开那张有些大的嘴，嘿嘿一笑，说道：索索姑娘生的是极漂亮的，只不过大人少见胡人，所以一时有些不习惯，大殿下可不是故意唬弄大人。范闲气了一声，他前世不知看过多少西洋美人儿，也曾是阿加妮姑娘的忠实拥趸，当然能瞧出这位西湖美人的吸引人之处，只是大皇子此人天不怕地不怕，如今却怕的将这姑娘送到了苏州，很明显是北齐大公主在远嫁南齐数月后终于成功变身为河东的那头母狮子，大皇子将马索索送到苏州，自然是想保马索索一条小命。既然如此，说明大皇子对于这位西湖美人纵无情意，也有一丝联系之意。这种情况下，难道范闲还真敢让马索索去接客？只怕还得小心养着，万一哪天大殿下忽然兴致来了，梦回吹角连营，醉里挑灯一枚，再找自己要人怎么办？真不让他们出去见客。石产力从外面走了进来，大约是陪那些商人们喝了些酒，脸有些红，说话有些酒气，直愣愣地看着范闲。范闲皱眉想了会儿，转头看了一眼梁点点若有所思的神情，知道自己如果真的将马索索一直养着，梁点点那边也需要安抚一下，稍一定神后说道：眼下只是在打名气，不急着让他们出去见客。他微微一笑说道：只不过偶尔找些时候，你们两个出去弹弹曲子，跳个小舞什么的。梁点点微怔，与马索索同时行礼应下。马索索如今的官话说的还不是很利落，但眼中已然透出了对范闲的感激之情。范闲继续笑着说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偷不着不如让人天天看得心痒，却依然摸不到，就让江南的男子们先忍几天，学学只可远观不可近亵的道理。他最后对桑文石产力说道：男人都是很贱的一种动物，你们如果能明白这一点，这生意就好做了。听到这句话，石产力微窘，心头有些不服，桑文却是掩着嘴笑了起来。带他们两个出去与熊百灵那几个老家伙见面，有这些商人吹嘘，名声会更响一些。范闲闭着眼挥挥手，梁点点牵着马索索的手，起身对范闲款款一礼，便在桑文的带领下出去了。范闲让石产力靠近一些，压低声音说道：马索索你看着，顺便把风声放出去，让人们都知道她是大皇子的女人。石产力大惊应道：传回京都怎么办？我就是要让人们知道我与大皇子的关系不错。范闲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喝了一口淡酒，笑着说道：这时候大家还在亮牌面，关键是他们两口子的家务事，凭什么让我来开屁股？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道：我与大公主一路南下，当然知道那不是为善主，大皇子看似直爽，却也知道如今这天下大概也只有我大公主才会给2分面子，既然要我出力，当然不能不付一点代价。范闲纯粹是有些不爽，心想老子在江南忙死忙活，你们这些兄弟皇子们却在京里忙家务事，心里好生不平衡。抱月楼苏州分号当然不仅仅是用来洗钱，用来挣钱那般简单，这是纯粹范闲自己的产业，肩负着成为范闲第2套情报系统的重要职责。范闲在内心深处总是不够完全信任监察院，因为自己能不能拥有监察院，在目前的局势下依然是皇帝一句话的问题。所以在装修的时候，黄统馆已经按照京都老楼的设置铺好了，而由父亲那边派过来负责收集情报的人手瞒过了相应的官员，抢在姑娘们之前就已经进驻楼中。当前方楼中已入酣然之时，声音渐高，范闲所处的房间里却是异常安静。他站起身来，先去床后的马桶清空了存货，又调息了一下自己的内息，脱下自己身上穿着的平民服饰，从柜中取出那一身已经久违了的工作服，试了一下，发现还挺合身。看来这半年的权贵生活并没有让他的身材迅速走形。很古怪的又坐了一会儿，确认自己已经开始习惯回味半年的感觉后，范闲才推开房间的窗户，手指强硬有力地抠着漆黑夜色下的外墙，像一只壁虎般向着楼下黑暗中滑去。自从体内真气爆的经脉大伤之后，他对于真气的运行便开始小心起来，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再尝试着将真气吐出掌面再收回，这种法子实在是太耗心神与真气。双脚沾地，
在复杂的行廊间拐了几拐，找到抱月楼分号的后门，推门而出，便在巷中看到那辆一直等着自己的马车。邓子月坐在御夫的位置上，头上戴着一顶草帽，遮住了自己的大半张脸。高达坐在车厢内，掀开车帘一角，警惕地望着外面。范闲闪身而入，轻吐一个字：走。大人，您的伤怎么样了？高达并不畏惧范闲寒冷的眼光，他的最高使命就是保证范闲的安全，在没有得到了确认的信息之前，他实在不敢让范闲去冒险。关于范闲那奇怪的伤势，天下人的说法不一，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早就好了，真正知道内情的不过寥寥数人，洪公公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只是皇帝令范闲极其心寒地保持了沉默，而像高达，虽然一开始被范闲瞒了过去，但这几个月一直跟在范闲身边，当然能够发现提司大人如今和往北齐时候的真气状态完全不一样。有了海棠的天一道心法之赐，范闲的伤好到什么程度，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包括海棠都不知道。他低头轻声说道：没事。紧接着说道：确认他的位置。车厢外的邓子月点点头。他从京都逃出来后，便一直留在苏州院里，没有想到他的胆子这么大，也没有想到江南的官员敢暗中替他提供庇护，所以直到前些天才查实了他的住所。范闲的唇边泛起一丝冷笑，有名家为他进行掩护，江南官员们当然要给些面子，看来江南的官员们还是没有将本官放在眼里。高达毕竟是皇帝的虎卫，听着这话微微皱眉说道：少爷，咱们是不是应该通知当地官府抓人？毕竟刑事案件向来不归院里管。范闲今天晚上既然敢带着他来，就不怕他往宫里说什么？摇头道：通知官府，说不定又要让他跑了。他毕竟是二皇子和洪城的人，刑部的海捕文书对他来说都没什么作用，从明面上要抓他并不容易，应该多带些人。高达皱眉说道：他既然是奉命出逃，身边肯定带着高手，想要活捉并不怎么容易。不是活捉，只是杀人。范闲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我不需要用他来对付明家，只需要用他来再压一压明家。今天抱月楼分号开业，应该没有人想到我们会找到他动手，更没有人会想到我会亲自动手。高达欲言又止，开始明白范闲的想法，只是却无法阻止对方。范闲今夜行动其实目的很简单，既然在对付明家的道路上，江南路的官员们都隐隐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而且敢于为明家进行掩护工作，那么他就要通过今天晚上这件事情震慑住江南路的官员们。对于那些官员来说，再没有什么比鲜血与死亡更能凸显监察院的力量。马车陷入死一般的沉默之中，只听得下方的车轮碾石的声音。马车驶到苏州城一个安静的街巷外面，离那座宅院还有很远一段距离，便停了下来。范闲摸了摸自己靴中的匕首，又轻轻摁了摁腰间的软剑。这把剑是向海棠借的，仔细的确认装备之后，开口低声说道：高达，你负责外围，不留活口，不要让人溜走。高达沉声应了声。子月，派去总督府的人准备好了吗？范闲问道。邓子月点了点头，在这儿等着我们，注意安全。说完这句话后，范闲像只黑色的泥鳅一样闪出了马车，迅疾无比地消失在高墙下方的黑暗之中。今天晚上一共只来了3个人，本来以范闲如今的身份不应该单身前来航险，只是今天的事情必须办得隐秘，而且最关键的原因是范闲打从内心深处就一直保有着这种冒险的冲动，而且他必须通过一次行动来恢复自己对于武道的信心，同时试验一下自己这些天对于那把剑暗中的修炼究竟到了什么程度。高达算着时间，估摸着差不多了，重新绑好长刀柄上的麻绳，走下了马车，像一尊煞神一般沉稳地走到了那座宅院的后方。黑夜之中，那间宅院不知道隐藏着多少高手，而他们却只有2个人，大约也只有范闲和高达才有这样的信心。高达沉默地站在宅院的后墙之下，整个身体与石墙仿佛融为一体，渐无区别，体内的真气却渐渐运起，将墙内的细微声音听得清清楚楚。院内偶有一声轻响，就像是提司大人喜欢用的硬尖鹅毛笔划破纸张的声音，如果不是专心去听，一定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个声音。高达知道已经有一个人死在了范闲的手下。又是一声闷响，就像是刚刚出炉的烧饼忽然间泄了气。高达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难道提司大人用手掌把别人的脑袋开了？范闲像一只黑夜里的幽灵般稳定而悄无声息地在院落里行走着，他的身后倒着几具尸体，尸体上的伤口并不显眼，血流的也并不多，但死得很彻底。而在他身旁的几间厢房，此时房门大开，里面熟睡的人们还没有起身，就已经被他杀死在床铺之上。一间房里的仆妇与丫鬟们也无力地瘫倒在床，身上没有伤口，看来只是中了迷药。直到此时，院落中仍然没有人发现，已经有一名杀人者来到了自己的近旁。就像陈萍萍曾经教育过他的，一位大宗师级的刺客，谁都无法永远抵挡。而像范闲这样一位时势巨制九品，
自幼研习黑暗技能的刺客，天底下也没有多少地方可以挡得住他。范闲一边沉默地向后院走去，一面用警惕的眼光注视着两边的高墙。监察院的情报做得足够细致，对于这个院子的防卫力量查得清楚，所以并没有什么隐在暗处的人可以逃过他冷漠如鹰隼的双眼。走过一棵树，树后闪过一人，直刀无声而斩。范闲掩视前方，面容不动，右手已经搭在了自己的腰上，嗤的一声抽出软剑，手腕一抖，左脚往后一步，右脚跟微转，整个人的身体往左方偏了一个极巧妙的角度，而手中那把剑也顺着自己小臂，像一支离弦之箭般鬼魅地刺了出去。这把剑似乎蕴着股古怪的味道，与范闲整个人的身体形成了完美的和谐，剑尖就这样轻描淡写，干脆利落地刺入来袭者的咽喉软骨之中。咔嚓一声，来袭者喉碎无声喷血而倒。范闲收剑，哪怕此时他依然没有顾前顾后。石阶上偏巷的门开了，一个人发现了范闲的存在，惊慌怒喝着冲了下来。范闲屏蔽，一剑横于胸前，宛若自尽一般古怪，却是挡住了身前的所有空门。但下一刻，他脚下却是急冲3步，看似防守的无懈可击的横剑，刹那间便做了充满了横戾之意的突杀。这一剑过去，范闲的全副心神似乎都在身前，精神气魄全在这一剑之中，如此之威，又岂是那人可挡？只见鲜血一泼，人头落地。范闲依然面色平静，向右方轻点2步，真气自雪山处急发，自肩胛处迸发出来，就像是弹簧一般，将自己的右臂弹了出去，就像是苏州城外的春石硬柳枝被顽童拉下来，再急弹而回。如此充满诗情画意的一弹，右手握着的那把剑就像是丹青大家最后的那个墨点一般，轻轻洒洒地点了下去，恰好点在又一人的咽喉，又杀一人。范闲出3剑杀3人，这是什么样的剑法？如果高达此时在院中，一定会惊呼出声。如果海棠看见这一幕，一定会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些天范闲在练功的时候总是躲着自己。如果正在江南与影子玩狙杀的云之兰看见这3剑，一定会傻在当场，心想师傅什么时候又收了这么年轻的一个师弟。四顾剑，四顾剑的四顾剑，顾前不顾后，顾左不顾右的四顾剑，将院中醒来的打手尽数刺死。范闲有些满意的轻震剑锋，对于今天晚上的试炼结果相当满意。影子刺客刺了他一剑，险些把他刺死，他最后找对方要的补偿，似乎已经足以弥补伤害了。这世上不是谁有范闲这样的幸运，可以学到四顾剑真正的精髓。四顾剑的关键不是剑势，更不是剑招，而是步法。只有步法才能完全的集中一个人的力量于一把铁剑之中，而范闲更隐隐感觉到，步法甚至都不是最关键的一环，关键是那种顾前不顾后，顾左不顾右的狠劲儿。一剑出，必尽全力，杀意纵横向前，神不能阻，天不能碍。所谓四顾，其实便是不顾。想到此节，范闲默默地摇摇头，想到悬空庙上影子一身白衣刺出的那一剑，近似要将太阳的光芒都掩了过去。如果当时面对这一剑的不是自己，说不定影子已经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刺杀于剑下。一把寒剑要庭院，能死的人都死在这把剑下，只漏了2个人逃出了后墙。范闲没有理会，只是背负长剑，静静往那间安静的卧室里走去。后墙外刷刷2声，高达收回长刀，看着身边断成4截的肉块，摇了摇头。卧室的门被范闲推开，他看着刚刚从床上醒来，只来几点亮红烛，却来不及穿上衣服的那名女子，微笑说道：袁大家，许久不见。被刑部天下通缉藏于苏州的袁梦紧紧咬着下唇，看着门口那个杀神一般的俊美年轻人，片刻之后忽然嘶声喊道：小范大人，为什么不肯放过我？很幼稚的问题，不过我愿意回答你。范闲缓缓向他走去，平静说道：你手上沾了太多无辜女子鲜血，父亲大人有命，做子女的当然要尽孝道。袁梦几落黑发无力地飘散在额头，惨惨笑道：京都的事情我不过是受人之命，至于刑部通缉我的事情，你应该清楚，你那个弟弟还有你如今正在叫的3殿下也不怎么干净，你要杀我便杀，却休想用这种大义凛然的话来恶心我。范闲频频举起长剑，微笑说道：认命吧，你是坏人，如果我是好人，或许你还有几分机会，可惜你也明白我也是个坏人。袁梦神精致地咬着下唇，被恐惧笼罩着，忽然开口奸笑道：哈哈，你想抓住我去对付殿下？告诉你，没可能。说完这话，他咬碎牙齿，服毒自尽，整个人的身体忽而一僵，倒在了床中红背之上，砰的一响。范闲摇了摇头，心想自己本来就只想杀了你，一挥手臂，剑尖刺入这位姑娘家的咽喉之中。黑夜里，一阵不吉利的鸟叫响起，云开月出，树巅偶见黑影掠出。上山，范闲与高达回到了马车上。范闲对邓子月说道：安静一些。邓子月点点头，
轻挥缰绳，咬着梅子的马拉着车，便绕过了那个死寂一片的庭院，往城后方行去。这庭院的后方是一方山丘，隐在黑暗之中，又有春树遮影，在那里观察下方，应该没有人能发现他们这一行人。马车中，范闲沉默地脱下手上那双手套，手套薄的就像一层肌肤一般，他用手套细细地擦拭了一遍软件上的血水，确认剑上不再夹着一丝血腥味道，才将软件重新收回腰腹上。紧接着稳定的食指一弹，一些粉末弹上了手套，轰的一声燃烧了起来。高达看了他一眼，从以下取出一个铁桶，放到他的面前。范闲将燃烧的手套扔入铁桶之中，眯眼看着渐渐趋小的火焰，眼瞳里的火焰也渐渐熄灭。没有过多久时间，马车就已经驶上了山丘。下方那座庭院依然安静着，里面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昏了过去，自然发不出来什么声音。没有人知道里面发生了命案，当然也不会有人来看。不知道范闲他此时留在后方山上是准备看什么。邓子月轻轻拍抚了一下马的颈背，钻入了车厢，沉默地坐了下来。范闲掀起一角车帘，往下方望去，不知道看了多久，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等对方发现这里的事情，只怕还要很久。邓子月看看天时，应该正值中夜，劝范闲道：“不会来得这么早。”范闲笑了笑，知道自己确实有些心急，轻声与高达说了两句什么，便靠在了椅背上闭直养神。高达取出一张毛毯盖在了他的身上，渐渐有些冰凉的身躯暖和了起来。范闲觉得温暖之中困意渐袭，就这样沉沉睡着。不知道睡了多久，范闲睁开了双眼，嗯了一声。邓子月掀开帘布，往下方望了一眼，压低声音说道：“人来了。”范闲掀开毛毯，将头放到窗边，眯着眼往下面望去。只见圆梦一直隐居的宅院外，忽然来了一个人。那人熟门熟路的轻声敲着门，敲门的节奏明显隐藏着某种暗号，看来是江南势力负责与圆梦联系的接头人。那人穿着一身单棉衣，面貌寻常，在宅院门口敲了半天，发现没有人应自己，似乎有些惊讶与紧张，马上退入了黑暗之中。山上往下监视的范闲也不着急，知道这人一定会再回来。果不其然，那人并未走远，只过了一刻功夫，西北角的院墙之上便多了一个人头，鬼鬼祟祟地探了出来。正是那人在窥看院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人壮着胆子跳入了院中，山上的三人再也无法看到那人在院中看见了什么，只听着被压抑的极低的一声轻呼，应该是那人终于发现了院中的大批尸体与血泊一片的惨景。院门马上被推开了，那人低着头冲向了黑暗之中，想来是要去向自己的主子们报信。范闲在马车上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呵欠，这时候才注意天边已经渐渐泛白，忍不住笑道：“天快亮了，对方如果要遮掩这件事情，就得抓紧些。”邓子月点点头，各府上都派人盯着了，今天夜里谁会收到了这个消息，明天就能有情报汇总。范闲笑着说道：“你们猜，今天来为袁大家处理后事的究竟有哪些人？”邓子月苦笑道：“苏州府肯定是要派人来的，大人，这里有我盯着就好了，您还是先回府休息吧。”范闲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袁梦一死，惊的自然是暗中庇护他的江南官员，夜间杀人，晨间窥视，但凡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知道袁梦死讯，并且急忙前来处理后事的官员，当然就是在这件事情里扮演不光彩角色的官员。准确来说，江南路里到底有哪些人是长公主的亲信，今天晨间应该能查到少许。范闲也是没有办法，监察院在江南的人手不足，不可能每个府上都安插致命的钉子，只好用分头监视的方法，杀袁惊梦的手段来查上一查。苏州府知州大人最近这些天忙于在公堂之上听宋世仁与陈伯常辩论，荒废了政务不说，心神也有些耗损过大，每一入夜都是沉沉睡去，连最疼爱的三姨太都很少去亲热，所以这天一大早被人从被窝里喊出来时，他的心情非常愤怒。而当他听到那个消息之后，却像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底，所有的怒火在一瞬间消失无踪，脑中涌起无比的震惊与深深的担忧。袁梦死了，这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自己怎么向二殿下和世子还有长公主交代？他一边着急穿着衣服，一边命人去传府上的师爷过来。等师爷过来的时候，知州大人的衣服已经穿好，略带一丝埋怨说道：“怎么过来怎么慢？袁梦死了。”但凡师爷们都是这些官老爷的心腹亲信，没有什么事情会瞒着彼此。这位师爷当然也知道袁梦的事情，苦笑说道：“死便死了，钦差大人既然来了苏州，那位袁大家还不肯离开，最后还不是死路一条？”知州大人皱眉说道：“他的葬地如此隐秘，你的意思是说，是监察院动的手？除了监察院，江南还有哪股势力可以悄无声息地杀死袁梦？”师爷分析道：“大人此时断不可惊慌，反正袁梦已经死了，监察院便不可能捉到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如果您此时反应失措，反而会让监察院发现大人与此事的关系。”师爷的考虑果然足够谨慎。知州想了想后皱眉说道：“可是总觉得有些古怪，
如果是钦差大人动的手，为什么没有将袁梦抓住，而是直接把人杀了？如果钦差大人想借刑部海捕文书那事，动一动本官，便不应该如此处理。师爷也是没有想明白这一点，猜忖说道：袁梦乃是二殿下与世子的近人，虽然被刑部发了海捕文书，但这满天下的官员也没有谁敢冒着得罪京中贵人的危险去将他捉拿归案。大人不用过于担忧，人人皆是如此。至于监察院为什么不活捉，我看或许是袁大家知道自己熬不过监察院的刑罚，于是自尽而死，还是得去看看。知州下了决心，至少要知道一些细节。师爷斩钉截铁劝阻道：大人不能去。知州皱眉道：为什么？本官自然不会亮明仪仗去，这马上就要天亮了，如果不赶紧收拾，传扬开来，京都刑部那边一定有话要说，监察院也会借题发挥。我小小苏州府怎么回答陛下的问话？如果监察院想借题发挥，今天就不会把这题做成一道死题。师爷提醒道：谁知道这时候那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看？大人断然是不能去，至于善后之事，我待会儿乔装打扮，带些心腹过去就成。知州一想，如此确实要稳妥许多，便允了此意。这一关一师爷自以为反应已算谨慎，却浑没料到，当那位师爷打扮成陈启员外模样从府后溜出去时，隐在知州衙门外巷口的一名密探早已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等苏州府师爷坐着青莲小轿来到袁梦避居的宅院外围时，发现这里的几条街上都已经有了些奇怪的人。他的心头一紧，掀开轿帘一看，才放下心来，对驱到轿边的那位布衫汉子皱眉说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人就这么死了？那位布衫汉子乃是苏州千总，也是今天被袁梦死讯从被窝里惊起来的官员之一。他本来应该住在城外，但是府在城内，所以反而是第一个赶到这里的人。听着师爷问话，这位千总大人没好气说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师爷一怔，下了轿子，二人一看彼此的穿着，忍不住都叹息着苦笑起来。堂堂官员师爷，今儿个却被迫穿着平民老百姓的衣服，街上干不干净？师爷微微侧脸，把自己的面容遮着，小心问道。千总大人说道：放心吧，我手下孩儿们已经清理过了，应该没有人在旁边看。师爷点点头，便和千总并肩往院里走去。一入院中，看着那些满地死尸与惨不忍睹的惨景，师爷忍不住恶心欲呕，遮着口鼻说道：袁梦的尸体呢？在房内。师爷强抑着恶心与恐惧，走入房内一看，便看见了袁梦袁大家死不瞑目的死状，上前确认对方已经死透，师爷这才放心了少许，叹息道：这还真不知道如何向经理交代，先处理干净再说。千总恨声说道：马上就天亮，如果让人瞧见这里，只怕马上就要传遍苏州城，到时候怎么办？明家没有来人，那帮子奸商怕钦差大人在暗中看着，死不肯出面。二人走出院门，又迎上后续赶来的几个人，数人凑在一处，面色沉重地说着，总觉得这事儿应该是监察院做的，但又不应该是监察院做的，一来论去便搅着了，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死尸上面的伤口都被戳烂了，虽然看得出来应该是剑，但却已经很难发现剑势风格，只知道出手的只有一个人，当然是高手。一位看模样精于行名的人物沉声说道：如果是监察院杀人，何必还要遮掩？最后还是代表苏州知州的师爷拿了主意，冷冷说道：这案不破更佳，我们这些人都要退走，让手下的人把这里清理干净。如果监察院不管，就把这事儿埋了。如果监察院真的放钉子再跟，反正不要拖着咱们，到时候问起来就说咱们是街道报案，所以过来看看案情。千总呸了一声，骂道：老子是武将，怎么能来看案情？师爷白了他一眼，说道：谁叫你火急燎燎的赶过来？没有什么好争的。数人便开始分头行事，负责清理的清理，负责埋人的埋人，负责回府做文书的做文书。至于这事儿最后要不要上报，还是要看钦差大人那边传来的风声是什么样子。当这些人忙碌的时候，却没有发现远处山丘之上有一辆全黑的马车像幽灵一样缓缓驶离。人是范闲杀的，却要这些江南路的官员来埋，但他肯定没有什么占便宜的想法。至于院中尸首上的剑伤都被他进行了第二次处理，是因为他不想让四顾剑的伤口传出去，既然不可能栽赃给东夷城，那这个险就没有必要冒，所以他甚至都没有让高达看到自己的出手。关键是不能让宫里的皇帝陛下知道自己会四顾剑，不然皇帝一定会联想到悬空庙上的那名刺客四顾剑的弟弟监察院，那样会带来十分恐怖的结果。马车缓缓行着，范闲在车中冷笑说道：死了一个圆梦，江南路的官员就惊成这样，难道这些官员都是长公主养的狗？邓子越看了高达一眼，猜到提司大人是想借高达的耳朵向宫中的皇帝进行抱怨，笑着应道：长公主在江南日久，总会有些心腹，今天来的这些人你都瞧清楚了。有的人面目有些陌生，不过既然这些人都是从府里出来，想来下面那些探子应该都看得清楚，
待会儿就能有确实的消息。邓子越叹息道：“只是明家倒也光棍，知道这是沾不得，便打死不来人。”范闲也有些可惜，他本来想着，就算不能借圆梦之事挖明家一大块肉，至少也要让对方更难受一些。马车悄然行至华园，范闲感觉有些困了，挥手让二人也去歇息，自己回了后宅。思思一直伏在桌上等着他回来，见他入屋，赶紧倒了热水让他烫脚。他知道少爷今天夜里的事情不想太多人知道，所以不方便吩咐下人丫鬟们去弄热食，便亲自去端来用水温着的燕窝。事后他吃了下去。范闲有些满意的一口饮进碗中糊糊，烫了烫脚，便倒在床上沉沉睡去。这一睡直到下午的时候才醒过来，也不知道这一天的时间内苏州城因为圆梦的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也不是太在意。直到他醒了，经过思思的通报，邓子越有些憔悴的走了进来，将手中的案卷递给了他。范闲拿过来略略一看，上面记着的全是今天清晨苏州城有异动的衙门，他的眼忍不住眯了起来，叹息道：“去他妈的，这满城官员都是敌，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圆梦一死，他们倒是沉得住气。”邓子越苦笑道：“官员们夹在当中，日子也不好过。”范闲摇头冷笑道：“名单既已有了，日后他们的日子会更难过。把名单发回京都，让二处开始查今年老卷，我们要动的人就要把他的老底挖出来，哪怕10几年前他贪了10几两银子，也要挖出来。”邓子越知道范闲下定决心，在动明家的过程中，也要顺路将这些官员动一动，大气不敢出，低声应下。范闲看到了最后，更是眼中怒意渐起，恨得一把将案卷扔在了桌上，压低声音骂道：“果然薛青也知道这件事情，这位大人在墙上摇的还真是欢腾。今日杀袁惊梦，对于范闲来说，江南官场会因此而透露出来的任何信息都不会让他震惊。长公主与明家在江南经营日久，这片官场之上当然尽数是对方的人手。以范闲手中的权力与权位，面对着这种阻力并不怎么担忧。他所要看清楚的就是江南总督薛青在这件事情里到底准备怎么站。薛青乃封疆大吏，就算范闲有钦差的身份，拿对方也没有办法。而且总督监管民事军务，手下可以控制的力量太过强大，如果连他也站在了范闲的对立面，范闲要收明家的阻力就会变得异常强大。邓子越看他微怒神色，小意安慰道：“总督府是收到了消息，不过总督府并没有发声，也没有一丝反应。大人，对方毕竟是一路总督，如果下面的官员与京中有关系，袁梦想在江南隐藏，这事情肯定是瞒不过他。只不过他不愿意得罪大人，肯定也不愿意得罪京中的皇子，此事并不能说明什么。薛总督应该还是池中。”范闲略一沉吟，也发现自己的反应似乎有些过度，或许是这几天散漫之下隐藏的紧张，让他有些敏感过度，不由自嘲一笑说道：“承你吉言，不过你还是去安排一下，后天再次登门拜访薛青。”邓子越怔了怔，似乎有什么话想说。范闲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有什么主意就说，在我面前还像个娘们儿一样做什么？”邓子越笑了笑，说道：“我看大人最近不要急着去拜访薛大人。”“哦，为什么？”范闲好奇问道。邓子越分析道：“总督大人如今毕竟还是中立，大人若上府拜访，以大人您的性情，只怕会立刻逼总督大人马上站个立场。万一总督大人并不如大人所愿，那该怎么办？依下官所见，最好还是让薛总督保持看戏的姿态，咱们该做的事情继续做。明家继续逼总督大人，一天没有下决心，一天就没有人能与大人抗衡，那咱们做事就能多些时间。”他继续说道：“大人是想让总督大人下决心，但实际上总督大人的决心下得越慢，反而对咱们越有利。”范闲皱眉道：“如今对明家只是小敲小打，薛青还能看戏，如果年后我真的下了杀手，薛青总不能继续看戏，那时候他再来站队，我心里有些不稳。”邓子越想了想，笑着说道：“我看至少也得等您去了梧州再说。”范闲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江南路总督薛青是前相爷林若甫当年的得意门生，而林若甫是大宝和婉儿他爹，是自己的老丈人。就算薛青如今不用给自己老丈人面子，但老丈人肯定清楚薛青此人的底线。有理。范闲顿时觉得心里轻松了一大块，大笑说道：“站队加砝码，我那老丈人虽然割得快发锈了，但分量却是不轻。”邓子越呵呵笑了2声。范闲看着邓子越疲惫神情，好奇说道：“上午你没有睡？”邓子越恭谨应道：“要确认这些情报，所以花了些时间。”范闲本想劝他放松些，但一想自己先前的表现似乎没有什么立场去说服对方，忍不住笑了笑。忽然间想到另一桩事情，认真问道：“子越，你入启年小组前是2处的吧？”邓子越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不知道提司大人为什么会忽然问这个问题。王启年夏末的时候就会回国。范闲望着他笑着说道：“院里准备让他接手1处，如此一来，
北齐上京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的人物，你跟着我快2年，也见了一些场面，有没有胆气去北方一游？”邓子越稍一思考，便将提司大人的前言后语想得通透无比。所谓北齐总头目，确实是个极冒险的差事，不过也是监察院对外战线上最重要的环节。但凡做过这个职位的回国之后，都会受到重用。前任严冰云小严公子就不用说了，年纪轻轻已经做到了4处头目，人人都知道，将来陈院长告老之后，小范大人接了院长的位置，小严公子定然会有更重要的任命。而邓子越熟悉无比的老上司王启年，在院中温窝10年之后，一遇范闲，便被派到北齐。听提司大人先前的话，王启年回国之后，也会成为一处新的主办头目。北齐之行是冒险，更是政治上的镀金。提司大人问自己愿不愿意去北齐，自然是准备提拔自己。而且听说2处的老主办年纪大了，准备归老，自己又是2处出身。邓子越心头激动不已，跪于范闲面前，沉声道：“全听大人安排。”范闲笑了笑，没有继续说什么。经由江南之事，他越发的感觉到，虽然皇帝陛下对自己确实十分信任，但依然很绝对地阻止了自己与军方发生任何关联，以至于自己办起事来，手中掌有的绝对实力依然有限。不然他也不会如此忌惮江南总督薛清的存在。坐在龙椅上的那位，连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子都不怎么信任，更何况是范闲。范闲知道皇帝如今给了自己如此大的权柄，已经很不错了，但也清楚对方不会让自己再扩大权力。既然往外索取的途径十分艰难，那范闲就必须将已经掌握的权力掌握得更牢固一些。比如监察院，后陈平平时代的监察院必须换血，必须补充进效忠于自己的新鲜血液。邓子越又向他禀报了一番最近监察院在江南的行动，主旨依然是关于名家。虽然监察院专司监察吏治之职，对于民间势力并没有直接的入手权，但是这个世界上最不缺少的便是官府的理由。监察院已经做好了前期准备，随时可以按照范闲的吩咐插手江南事务，由内库至苏州至船务，由账至库，全方位地对名家进行压迫。范闲目前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一点。既然不能追索到名家的具体罪证，就不可能用官面上的力量进行欺压。江南路的官员都盯着他，如今监察院的工作就是通过对名家商路的骚扰，以及内库转运司在供货上做手脚，进一步压缩名家的进项，让对方的流水银子陷入紧缺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够逼迫名家继续大举调银，而手段其实就隐在调银之中。岛上有多久没有传回消息了？范闲皱着眉头，那个足以碾死名家的岛事，最近却忽然陷入了沉寂之中。邓子越听出范闲的担忧，心头也是有些疑虑，禀道：“泉州分理处也觉得事有蹊跷，已经派人前上岛去，大约后日便会有消息传回来。江南地大，由东海之岛要传回消息到苏州，需要的时间太久。”范闲清楚自己目前也只有暂时等着。待邓子越走后，范闲这才感觉到有些累，伸了个懒腰，行出房门，在华园中散着步。华园虽是杨继美的豪园，却并没有沾染太多盐商的富贵气与私盐贩卖的嚣张味道，反是一味的清美雅致。与别处宅园并无二致的浅浅流水，青青架山，层层叠嶂，行廊山亭，经由当初设计者的巧手安排，便显出了不一样的生命力。整个园子仿似活过来了一般，如江南青山，如西湖碧水，温柔而清淡地包围着园中的人们。这种天人合一的巧手安排，毫无疑问让天一道嫡系传人海棠姑娘最为欣赏。所以在苏州的日子里，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园中静思，而没有出去一觅江南人物风采。所以当范闲在小湖边看到那袭花布衣裳时，并没有觉得意外。钓鱼这种事情似乎并不适合你。他走到湖边坐下，比海棠略往岸上一些，二人间保持着1尺的距离。从这个角度，恰好可以看见海棠姑娘稳定不已的肩头，还有头上裹着的花布巾。她的身旁放着一顶很平常的草帽，黄色的。海棠也没有回头，和声回道：“为什么不适合？”他手中的竹竿纹丝不动，只有竿头点点，似乎是在向水中的鱼儿们问安，并没有夹着什么别的意味。范闲笑了起来，沾着青苔的双手在自己的身边胡乱擦了擦，说道：“钓鱼也是杀生，我教你一个法子，你不放鱼饵，心钓便是。”这是他前世看小说时，那些玄妙的小说里说玄妙的人物最喜欢玩的一种把戏。没有料到海棠仍未回头，也未异动，反是嘲笑道：“多无聊的事情，不用饵，难道便是不想钓？心钓，既然求的是心性，你心钓了，自然便是钓了。至于钓不钓得上来，有什么差别？”范闲气苦，心想自己只是想聊聊天，何至于便又整出这些虚头巴脑的对话来。海棠回头看了他一眼，笑了笑，说道：“知道你这些天心不静，要不然也一起做做，钓鱼即能也尽心境。”范闲摇头笑道：“君子远庖厨，更何况罗网猎叉。”海棠忍不住白了他一眼，摇了摇头：“虚伪的家伙。”范闲嘿嘿一笑，
往前挪了挪，谁知道臀下一滑，险些滑到了湖里面，惹得他一阵手足慌乱，啊呀叫了起来。湖边有时无树无草，除海棠姑娘外无一介利处，所以他很自然的双手攀住了海棠的肩膀。海棠肩头微震，便将他的手震开，反手扣住他的腕门，帮他稳住平衡，微笑说道：不止虚伪，连做戏都做得如此虚假，太不用心了。这世上哪有连坐都坐不稳的九品高手？范闲仰天长叹道：世人不知我，朵朵也不信我，这日子如何过得？海棠一翻手腕，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很自然地取出身旁另一根钓竿，塞进了范闲的手里，说道：既然想钓鱼，就要有些耐心，不要着急。语带双关，但范闲心知肚明，这说的不是泡妞的问题，而是对付江南局面的问题。他笑了笑，从身边发小泥罐中取出蚯蚓，挂在鱼钩之上，垂入水面之中，又撒了些朵朵备好的物线，入水又于湖边，顿时入了平静之境。片刻后，范闲清清淡淡的声音打破了这难得的默契：我有耐心，我也不急，江南的局面并不难以控制，而且计划既定，我会有信心一步一步的走下去。问题在于江南看着京都，我却无法控制京都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里的事情有可能会往我想的方面发展下去，也有可能会突然爆发出令所有人都一时不及反应的大事件。大事件，不错。范闲没有继续说什么，只是带着一丝疑虑，一丝发自真心的佩服说道：你知道我是庆国监察院的提司，那你也一定知道监察院真正的大佬是谁？北萧恩、南平平。海棠笑容里夹着一丝苦涩。那位陈院长不知害死了我们北方多少子民，我们怎会不记得他？范闲笑着说道：各位旗主各有心中所持，双方当年是敌，你斩我杀也是自然之事。我只是想让你清楚，这位老大人是整个天下我无法完全看清楚的两个人之一。两个人？海棠好奇扭头看到。不错。范闲面色慎重说道：哪怕我家皇帝，你家皇帝，我都能猜到他们的某些想法与立场，因为他们的屁股坐在龙椅之上，就一定要思考与这把椅子有关的事情。而陈萍萍却不一样，所谓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人之将死，其言不可琢磨。这位老大人究竟想做什么，究竟正在做什么，我是怎么也看不通透。以他如今的地位，完全没有必要掺杂到皇位之争中来，不论是谁当皇子，都要把他好好供着。而且他一直如此平静，也不符合他这一生以来的行事风格。陈萍萍是如今存世最出名的阴谋大家，这样一位人物，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是天翻地覆。海棠稍一思忖后轻声说道：如果不是你不逼我将令堂与陈院长的关系讲清楚，我一定会对这件事情有另外的看法。包括如今这天下的所有人，只怕都会以为陈萍萍之所以如此看重你，完全是因为庆国皇帝的旨意。不错。而通过你以往对我说的那些事情，我似乎能看到某些不妙的倾向。海棠自嘲笑道：你是想扶植老三，陈萍萍会不会是想扶植你？难度太大。范闲皱眉说道：我的出身有些问题，不把宫里的那些贵人扫干净，我是根本无法入宫。而且谁知道当年的事情背后究竟隐藏着谁？这个事情我总有一天要搞清楚的，只不过现在却急不得。至于你说到院长大人的意思，他微笑摇头说道：做皇帝不是做提司，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他不和我通气，是断不敢自己一个人做的。海棠陷入了沉思之中，片刻后摇头叹息道：想不清楚就暂时别想了，江南只是小鱼，京中才是大鱼。范闲双眼平静，盯着湖面上微微起伏地两根细线，许久之后说道：钓鱼，我始终在担心，是自己钓上来了鱼，还是被鱼拖进了水底里，再也没有办法爬起来。海棠笑了笑说道：你早就已经在河边湿了脚，想不踏进水里也是不行的。范闲自苦一笑说道：这话倒也是，只是有一种不确定感，我不喜欢这种有事情没被自己控制在手中的感觉。没有人，哪怕是一国之君，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海棠轻声说道：只是努力地把握住大事，这已经足够好了。你刚才说有两个人是你一直无法看透，一个是陈萍萍，还有一个是谁？海棠对于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知道范闲对于自己的识人之明很是自信，连庆国皇帝他自忖都能把握到某些方面的心思，却自称有人是自己看不透的。他很想知道那第二个人是谁。我父亲。范闲微笑说道：其实他和陈萍萍一样，都是很厉害的人物，只不过陈萍萍一直在水面上下浮沉，他却一直沉在水底。我虽然是他的儿子，但也不清楚他真正的心思。对于陈萍萍与范建，范闲均以父辈相待，诚而不疑。在母亲离世之后，主持复仇，在14年前京都流血夜中将皇后家族血洗得干干净净，以及后来成长过程之中，这两位父执辈对自己投予的关心与爱护，都让范闲心生感佩。但很奇妙的是，
偏生就是最亲的这两个人，却最看不透。原来你一直心忧的不是江南，而是京都。海棠微笑说道，有这样两位深不可测的人物在你身后，你确实不怎么需要担心江南的事情。我是陛下给那几位兄弟设的磨刀石。范闲微笑说道，这江南的事情，长公主与太子二皇子，何尝不是父亲与陈萍萍给我设的磨刀石？长辈们对我的寄望都很深，我很欣慰啊。欣慰这两个字儿说得无比恼火。两根细细的鱼线依然沉稳无比地陷在温柔水面之中，并无一丝手腕引起的颤动。海棠看了他一眼，说道，看来你确实不需要用钓鱼来磨练自己的心性。范闲说道，我一向性情坚毅，心境平稳，外物难以萦怀。在女子面前自成优点，对于范闲来说并不是令人尴尬的自吹自擂，而一种很良好的自我分析态度。你如今究竟多大了？海棠好奇问道，怎么也不明白，如此年轻的一个人，骤握大权在手，处理一方繁杂事务，却依然能够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范闲回得极快，反问道，你今年多大了？海棠抿着唇，双眼明亮，让身前的壁壶都弱了神采，却是不肯回答这个问题。范闲哼了一声，说道，我18满的18岁。海棠摇头嘲讽道，看你平日行事，说你80也不会没有人信。老人们历过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早已看惯了世间的一切，所以才能够用那双显得有些淡漠的眼去看透这世间的一切。唯因经历过，方能看清，方能用最平稳的心态，最老辣的手段去面对那些看上去异常繁复的局面。阴谋家的一个必要基础就是他的欲望要少，如此被敌人能够利用的空门才少，所以从古至今，但凡以阴谋筹划知名的人物，不是老头子老太太，就是阉人。年轻人总是有血性的，比如二皇子，比如太子，甚至是长公主，所以他们都会在某些时候做出某些不怎么明智的选择。而像范闲这样拥有2世经验的人，虽然被海棠批了一个80岁的悲哀标签，但另一面，他做起事情来也确实像个老头子一样耐性十足。在用下戚妃与明家打家产官司的同时，监察院其余的方面一直沉默着，直到家产官司的风波正要消停的时候，监察院出手了。一时间，江南路有许多官员被礼貌无比地请到4处驻江南路巡查司衙门喝茶。人人都知道，监察院的茶是地道龙井，茶香四溢，但没有哪位官员愿意去饮茶。虽然看在薛清总督大人的面子上，江南路的官员并没有几个人被扣押，但是在喝茶聊天的过程之中，监察院方面偶尔谈及的一些经年旧事，依然让那些官员们无比胆颤心惊。回府之后，便开始头痛无比地考虑自己的前途以前人身安全问题。与此相应的，受到提醒的官员们也注意到，对于明家的保护不可能再太多走明面上了。另一方面，监察院也开始对明家的生意进行骚扰，虽然不可能直接拿人扣货，但是以侦查东夷城奸细为由，1日之内，明家商铺开始被官府检查，而明家车队船队在运货的过程中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虽然除了一些携带私货的小罪之外，监察院并没有抓到明家什么大的把柄，但是连番骚扰之下，成功的迫使明家宠大的产业系统运转速度减慢了下来。商行讲究的便是货物运送，折成现银的来回速度，就像是一条生生不息的大江一样。如今监察院就像是无数的沙石缓慢地沉入江中，江水的流速一缓，泥沙也沉积下来，本是一潭活水，如今却渐成泥泞，行动不便。监察院此举用的人力最少，引起的议论最小，达成的效果却是相当不错。明家在付出了内库巨额标银之后，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流水有些捉襟见肘之感，如今又被监察院骚扰着，流水越发有些不够使用，开始被迫向太平钱庄调银。同一时间，长房明清达也开始在暗中向招商钱庄签来汇票。